楚风，你想干嘛？地牢之中，赵雪莲被死死抵在了墙上，娇躯不断扭动。这原本是她囚禁楚风的地牢，可就在她即将榨干这个废物最后的纯阳之体时，竟然遭到了反噬。楚风抓着赵雪莲的头发，迫使她扬起下巴，露出白皙的脖颈。毒妇，你骗我至尊骨，废我灵根，夺我纯阳之体，你真该死啊！当初赵雪莲让她必须交出自己最重要的东西，来证明足够爱她。她不顾父母阻拦，挖出了自己的至尊骨，送给了赵雪莲。没想到赵雪莲竟然是一个蛇蝎毒妇，嫁给他之后便架空楚家，还毁了他。如今他成为赤阳丹帝之后重生归来，定要让所有人背叛他的人付出代价。你欠我的都要还回来！赵雪莲彻底慌了，趁着他体内灵力无法运转，这个废物竟敢对他，我们婚前可是有约法3章，你不准碰我，不准逼我，不准爱我。玄阴之体是他最大的筹码，否则他还如何转投三皇子的怀抱？你的纯阳之体已被我炼化，你难道还想吞噬我的玄阴之体不成？楚风抓着赵雪莲的长发，冷声道：你的一切都是我的。楚风运转炼天图，疯狂吞噬着他玄阴之体。他之所以让赵雪莲遭到反噬，就是因为重生之时还带回了炼天图，此图乃是极道地气，可炼化万物为己用啊！赵雪莲瞳孔一震，下意识惊呼出声：楚风，我答应你，我什么都答应你，不要毁了我的玄阴之体。1日1夜，楚风丝毫没有怜香惜玉，炼天图与他的身体融合，已经助他觉醒了太初道体。太初道体可吞噬各种灵体，不断成长，道体的力量越强，他修炼速度也就越快。彻底炼化了赵雪莲的玄阴之体之后，他的修为也突破到了炼气5重。楚风像是扔垃圾一样，将赵雪莲随手扔在了地上。你从我这拿走的，我会让你100倍还回来。赵雪莲转头恶狠狠地瞪了楚风一眼，双腿还在微微抽搐。你这个畜生，你竟敢毁了我的玄阴之体！我父亲马上就要从京师回来了，他定会扒你的皮，抽你的筋，让你死无全尸。楚风嗤笑出声，抬脚踩在了他的蜜桃臀上。等我吞噬了你的修为，别说你爹，就算是三皇子来了，我也照杀不误。你竟然还想吞噬我的修为，你敢！然而反应过来之后，赵雪莲不由得心头一震。你怎么会知道三皇子？听到这个问题，楚风不由得目光一寒，往事一幕幕浮现在脑海。当年赵家被人追杀逃到了青山城，他父亲见这一家人可怜，才收留了他们。没想到在他父母死在荒古禁地之后，赵雪莲不仅掌控了整个楚家，还将他囚禁在地牢之中。赵家之所以做这一切，就是为了攀附那位三皇子。我还知道你父亲就是去京师见三皇子，因为三皇子孕养在灵池之中的天泉雪莲已经成熟了。赵雪莲瞬间僵在了原地，宛若五雷轰顶。他已经将楚风囚禁在地牢2年多了，从来没有让其出去过，对方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你既然什么都知道，竟然还敢碰我！啪！楚风抡圆了手臂，一巴掌狠狠抽在了赵雪莲的脸上。你这一身修为都是我给你的，我能给你，自然也能拿回来。赵雪莲愣住了，眼中满是错愕。往日里，楚风对他言听计从，别说打他，就连大声说话都不敢。如今这个眼神冰冷的男人，真的是那个对他百般讨好的舔狗吗？你竟然敢打我！既然事情都说开了，他索性也就不装了。赵雪莲强撑着身子站起来，而后睥睨地盯着楚风。三皇子答应过天泉雪莲成熟之后便会娶我，你现在把自己阉了，本王妃还能让你继续做我的狗？你这样的废物，真以为三皇子还会要你吗？楚风反手一巴掌，直接将赵雪莲抽翻在地。带我去灵池。听到这话，赵雪莲一脸难以置信地盯着楚风。那是三皇子的灵药，你休想染指！他之所以和楚风做了3年名义上的夫妻，就是为了用楚家的灵池滋养天泉雪莲，等待灵药成熟。如今他玄阴之体已经没有了，若是再丢了天泉雪莲，自己如何向三皇子交代？楚风嘴角微微抽了一下，转头拿起了墙上的一条鞭子。这2年多，赵雪莲没少折磨他，地牢之中可是放着不少刑具。看来你还没搞清楚自己的身份。楚风手中鞭子狠狠甩出，一鞭子抽在了赵雪莲的嘴上，一连10几鞭子下去，赵雪莲蜷缩在地上。别打了，我带你去灵池。赵雪莲被折磨了一晚上，每走一步都火辣辣的疼。她用余光恶狠狠地盯着楚风，一会只要他先闯入灵池夺取天泉雪莲，定能让楚风投鼠忌器。只要2人僵持到他父亲回来，楚风就完了。等着吧，我定会打断你所有骨头，一辈子都只能在地上爬。到了，眼前是一座暖阁，灵池就在暖阁之中。赵雪莲取出一枚令牌，解开了笼罩暖阁的阵法。楚风紧随其后踏入暖阁，暖阁内氤氲着袅袅白雾，一汪丈许见方的灵池泛着银白光泽。可是他的目光被跪在门口的女子吸引了，那女子被玄铁锁链拴着，锁链另一端绕着一节钉入地面的钉仙杵。赵有容。直到女子抬头，楚风才看清楚那凌乱长发下的绝世容颜。眼前之人正是赵雪莲同父异母的姐姐，原本是云天宫圣女，2年前灵根被毁，被逐出了宗门。她怎么都没想到，对方竟然被囚禁在灵池暖阁之中。前世赵有容是赵家唯一真心对他好的人，只可惜那个时候他的眼里只有赵雪莲。赵有容明显愣了一下，麻木的眼眸之中逐渐泛起了一丝光亮，
随即红了眼眶。楚风，他也认出了楚风，2多年没见，对方好似消瘦了许多。楚风掌心凌厉，骤然暴涨，定仙杵被他直接拔了出来，锁链上的符文崩碎，他亲手解下了他脖颈上的颈圈，颤声道：“对不起，我来晚了。”见到这一幕，赵雪莲甚至忘了自己来凌迟的目的，忍不住呵斥道：“她可是我赵家的罪女，你不能放了她。”楚风没有说话，只是冷冷地斜瞥了赵雪莲一眼，那一个眼神便让赵雪莲浑身一颤，下意识捂紧了自己的屁股。虽然楚风恢复了修为，可被赵雪莲折磨了这么久，他看上去透着病态的消瘦之感。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竟然变成了这般模样。赵有容莫名心中一痛，对不起，我想要帮你，可是我没有了灵根，一直被锁在这。他挣扎着想站起来，可跪坐太久，双腿早已麻木，身子一晃，险些跌倒在地。楚风立刻扶住他，指尖拂开他颊边脏污的发丝，从今往后，没人能再锁着你了。就在这时，灵池传来扑通巨响，池心水面上漂浮着一朵雪莲，那雪莲根茎隐在灵池深处，露出水面的花茎顶着一朵碗口大的花苞。而此时赵雪莲已经扑入灵池之中，双手捧着天泉雪莲，微微扬起了下巴。她之所以带楚风来灵池，就是为了找机会将天泉雪莲掌握在自己手里。没想到楚风一进门，竟然先放了赵有容那个废物，这就给了他足够的机会。你别过来啊！楚风转头看向灵池之中的赵雪莲，他之所以带赵雪莲来，就是想要借助灵池之中的力量，彻底吞噬他体内的修为。没想到这个蠢女人竟然想要用天泉雪莲威胁他。看着楚风的脸色越发阴沉，赵雪莲眼中闪过一丝报复的快感。现在他只能用这朵天泉雪莲让楚风投鼠忌器，才能想办法脱身。三皇子已经知道了天泉雪莲成熟，你若敢再往前半步，我就当场捏碎他，到时候整个楚家都要为这朵雪莲陪葬，被三皇子屠得鸡犬不留。赵雪莲自认为胜券在握，一脸鄙夷地盯着楚风，你要是识相，现在就自废修为，像狗一样跪在我面前，我或许还能大发慈悲，让你留在我身边，让你亲眼看着我被三皇子宠幸。话音刚落，异变陡生，赵雪莲眼前突然闪过一道残影，楚风竟瞬间跨越1丈距离，出现在灵池中央。你竟然突破到了炼气9重！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手腕就被楚风死死攥住，那力道几乎要捏碎他的骨头。楚风另一只手捏住他的下巴，强迫他张开嘴，将那朵还带着池水湿气的天泉雪莲全部塞进了他的嘴里。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赵雪莲瞪大眼睛，喉咙里发出呜咽之声。天泉雪莲刚入喉，就化作一股磅礴到恐怖的灵气涌入体内，他的腹部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隆起，原本平坦的小腹鼓得像怀胎10月的孕妇。好疼，快救我，我要被撑爆了！楚风运转炼天图，让天泉雪莲和赵雪莲的丹田融合，他浑身的精血也涌入腹部丹田之中，形成了一枚血丹。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炉鼎。他抬手放在了赵雪莲隆起的腹部，开始疯狂榨取血丹的力量。楚风，你毁了灵药，三皇子一定会把你千刀万剐。赵雪莲后悔了，他后悔带楚风来凌迟了。现在天泉雪莲被毁，不仅楚风要死，就连赵家都要承受三皇子的怒火。源源不断的灵力涌入楚风体内，炼气6重，炼气7重，炼气8重，炼气9重。他丹田之中积聚的灵力越发浑厚，很快便达到了圆满之境。轰！一道金色光柱从天而降，笼罩住了楚风周身，海量的天地之力涌入他的体内。这是炼气至极境，每一个大境界都有10重小境界，第10重境界为至极境。但是想要达到此境界，需要海量灵气灌入体内，将境界夯实到极致。此刻他举手投足之间便可调动天地之力，暖阁内的灵池水汽渐散，赵雪莲像一滩烂泥般瘫在池边青石板上，她脸色惨白如纸，原本丰腴的身段以肉眼可见的干瘪下去，隆起的腹部早已平复，可丹田处空荡荡的剧痛却如复古之居。楚风不仅榨干了天泉雪莲的药力，还吸走了他大半精血，经脉寸寸断裂如乱麻，灵根更是被彻底碾碎。我是王妃，你竟敢毁了我的身子！楚风从灵池走出，他弯腰拎起赵雪莲的后颈，扔到了暖阁门口，而后捡起地上的锁链，强行套在了赵雪莲的脖子上。从今以后，你在我面前只能爬，敢站起来，我打断你的腿！赵雪莲不断撕扯自己脖子上的颈圈，尖叫道：“你竟然想让我做你的狗，你这个混蛋！”然而，这是他专门给赵有容打造的灵气，没有修为根本无法挣脱。没想到天道轮回，最终会拴在自己的脖子上。赵有容紧抿着唇，泪水从脸颊滑落。他知道楚风这是在替他出气。曾经的楚风那般疼爱赵雪莲，如今竟然为了他弃之如敝屣。此刻，他的心好似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就在此时，院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赵雪莲似乎想到了什么，她也不挣扎了，甚至直接笑出了声。这暖阁之中布置了阵法，一旦天泉雪莲被毁，我哥便会知晓。楚风，你跑不掉了！赵雪莲直接站起身来，冷冷地盯着楚风。现在就算你跪下来求我也没有用了，我要把你的手脚都砍下来做成人质。谁允许你站起来的？楚风眼神一冷，抬脚便踹在他右腿膝盖上。只听咔嚓一声脆响，赵雪莲瞬间惨叫出声，
膝盖以诡异的角度弯折，整个人瘫跪在地，冷汗顺着鬓角疯狂滚落。楚风拉着手中的锁链，将赵雪莲直接拖出了暖阁。我会让你亲眼看着，所有背叛楚家的人都得死。话音刚落，院外便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十几道身影闯入院中，为首的正是赵家嫡子赵德柱。见到眼前这一幕，赵德柱顿时怒发冲冠，楚风竟然敢把他妹妹当狗一样牵着！楚风，你找死！哥，快杀了他！赵雪莲趴在地上，指着楚风疯狂嘶吼：他毁了天泉雪莲，不杀他，三皇子会让所有人陪葬。天泉雪莲没了！赵德柱脸色骤变，看向凌迟的目光满是惊怒之色。没想到留你一命，反而成了祸害，给我杀了他！张公凤扫了楚风一眼，讥讽道：楚风啊，楚风，你爹死了才3年，你就忘了自己是什么货色了？一个废人也敢动大小姐？李供奉扛着斧头往前走了2步，冷声道：识相点就自己磕断双腿赔罪，现在楚家早姓赵了，你就是条没人要的野狗。院中的护卫也跟着哄笑起来，在他们眼里，楚风就是个被赵雪莲榨干修为的废物，任何一个人随便动动手指头都能把楚风碾死。大小姐之所以被楚风所制，定然是在突破筑基之时被楚风暗算了。张供奉和李供奉对视一眼，两人都是筑基3重的修为，对付一个废人简直是杀鸡用牛刀。楚风，别怪我们心狠，要怪就怪你自己不识时务。两人同时出手，院中人都抱着看戏的心态，可下一秒，所有人的笑容都僵在了脸上。当年你走火入魔，我爹耗3万灵石救你一命，你就是这么报答楚家？楚风身形骤然移动，原地只剩一道残影。张供奉的灵力掌还没碰到他的衣角，他已经出现在张供奉面前，手肘狠狠撞在张供奉胸口，咔嚓，肋骨断裂的脆响清晰可闻。张供奉喷出一口鲜血，身体像断线的风筝般飞出去，砸在墙上后滑落在地，抽搐2下便没了气息。这怎么可能？李供奉瞳孔一震，吓得斧头都慢了半拍。在他的感知之中，楚风明明之时练气劲，怎么可能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他刚要收招后退，楚风已经转身，五指成爪抓住了他的斧柄。他拼命运转灵力，却发现斧头竟然纹丝不动。当年王家追杀你，我爹为了保你，亲自登门给王家主赔罪，你忘了？楚风眼神一凛，周身萦绕天地之力，玄铁斧柄旋转，直接砍下了李供奉的脑袋。李供奉睁大眼睛，鲜血从脖颈处汩汩涌出，整个院子瞬间死寂。张供奉和李供奉都是筑基境，竟然被楚风秒杀。赵德柱终于意识到了一丝不对劲，他猛地转头看向赵雪莲，厉声质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不是被你抽干纯阳之气成了废人吗？赵雪莲被这声怒吼吓得一哆嗦，她缩着脖子颤声道：他把天泉雪莲炼化了，恢复了修为。你这个蠢货！赵德柱气得浑身发抖，指着赵雪莲的鼻子破口大骂。不过他也看出了端倪，大家不要怕，此子不过是突破到了至极境，1刻钟后他周身的天地之力便会消散，他们只要困住楚风1刻钟的时间，此子便再无法嚣张。闻听此言，众人顿时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他未必能在1刻钟之内杀光我们所有人，是吗？楚风冷笑一声，而后提起楚雷手中的长剑，星罗剑网，一道道红色剑光闪过，众人顿时心中大骇。圣阶5技，武技分为黄、玄、地、天、圣，他们怎么都想不明白，楚风怎么可能会圣阶5技？不过是一个呼吸的功夫，院中血流成河，人头滚滚。一位年轻人突然跪在了地上，大喊道：堂哥，别杀我，我是楚路啊！为了求饶，竟然连堂哥都喊出来了。在楚风眼中，院中没有楚家人，只有赵家的狗。下一刻，楚路脖颈鲜血飙射，被一剑削手，10几具尸体横七竖八的躺着，只剩下赵德柱一个人。赵德柱看着满地尸体，吓得双腿发软，他怒吼一声，朝着楚风急冲而上。然而就在半路，他却突然滑跪，直到楚风面前：别杀我，我可是你的大舅哥啊！见楚风眼神依旧冰冷，他连忙从袖中取出一枚古朴令牌，这是万寿宗的御兽灵诀，只要你留我一条狗命，我愿意将它送给你。糊涂，杀了你，这秘典也是我的。楚风一掌拍在了赵德柱的脑袋上，开始运转炼天图。他知道赵德柱拥有御灵之体，此体核该为自己所用啊！赵德柱猛然仰头，双目猩红，他的脑袋好似要被捏爆一般，体内的御灵之体化为磅礴能量奔腾而出。楚风深吸一口，融合了御灵之体之后，他的修为再次突破，筑基1重，筑基2重，筑基3重。赵雪莲瘫在地上，目光陷入呆滞。那个被他当成炉鼎肆意蹂躏的废物，竟然强到了这种地步。没事的，没事的，等我爹回来，一巴掌就能拍死这个废物。然而看着赵德柱的尸体，赵有容却是一脸的淡漠，甚至隐隐有一丝快意。赵德柱和赵雪莲才是亲兄妹，就因为他是庶出，从小没少受两兄妹欺负。自从他母亲死后，自己与这个家就没有什么感情了。自从被囚禁在暖阁之中后，他对这个家的所有人只生恨。楚风走到了赵有容面前，轻声道：赵太马上就要从京师回来了，你还是快点离开赵家吧。他血洗赵家，这里乃至整个青山城都将会成为漩涡，他不想赵有容卷进来。岂料
赵有容还没开口，赵雪莲便厉声道：“楚风，你若是敢放了我养的狗，我必让三皇子灭了楚家！”啪！楚风一巴掌狠狠抽在赵雪莲的脸上：“你再叫我做事！”赵雪莲捂着自己的脸，敢怒而不敢言，只能心中咒骂道：“你等着，等我爹回来，我要牵着你在所有人面前爬！”赵有容紧抿着唇，走到了楚风身旁：“我不走，我要做你的炉鼎。”楚风直接愣在了原地，万万没想到还有人会主动做他的炉鼎。你说什么？赵有容深吸一口气，而后抬头直视楚风：“你现在还不是赵太的对手，我拥有红鸾解体，可以助你修行。”说着，他又低下了头，声音也越来越小：“我能帮你的只有这么多了。”楚风大概明白了赵有容的想法。赵雪莲囚禁赵有容这么长时间，赵太这个做父亲的不可能不知道，只是赵有容已经成了废人，所以他默许了赵雪莲的所作所为。现在的赵有容对赵太恐怕已经没有丝毫父女之情了，甚至站在了他这一边。这一点赵雪莲自然也想到了，他指着赵有容咒骂道：“你竟然胳膊肘往外拐，你这个贱人！”楚风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抬脚重重踩在赵雪莲的肩头：“还没轮到你插嘴！”砰！赵雪莲以头呛地，额头磕出猩红印记：“你竟敢踩我！你们这对奸夫淫妇，谁都跑不了！”楚风用钉仙杵将赵雪莲拴在了门外，做完这一切，才转头看向赵有容：“其实你不用这样。”他拥有炼天图，吞噬灵池之中的灵气，便可以再次突破境界，不需要夺取赵有容的纯元。只见赵有容莲步轻移走进了灵池之中，他身上的粗布麻衣一件件褪去，露出雪腻肌肤。“你是嫌弃我吗？”那轩然大波漂浮于水面，让楚风不由得感叹：真是人如其名，又怎么可能有半分嫌弃？他喉咙滚动了一下，迈步走进暖阁，反手关上了房门。既然赵有容如此坦诚相待，那他自然也要倾囊相助。灵池每日都会散出许多灵气，所以珍贵药材都存放在暖阁之中。楚风探手一抓，数株灵药飞出掌心之中。与此同时，他周身浮现一道青色丹炉虚影，药材融入丹炉之中，顷刻间炼化为精纯药液。要想帮赵有容恢复灵根，需要炼制一枚8品丹药涅槃丹。他拥有炼天图，炼制涅槃丹并不是什么难事。炼天图可炼化万物，自然也能炼丹，只要有对应的药材，哪怕是神品丹药也能炼制。而且炼天图炼制的丹药皆是10成药效的无瑕丹药，成功率100%。只不过炼天图已经和他的身体融为一体，炼制出来的丹药也会存于他的丹田之中，所以服药方式有些特别。灵池之中的赵有容美眸瞪大了几分，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炼丹方式。然而他很快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因为一道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了他的脸庞上。赵有容猝不及防，下意识地惊呼出声，他浑身一僵，像是被惊雷劈中，大脑瞬间一片空白。一只罗袜从赵有容银白的足间滑落，坠入池水之中，清水泛起涟漪。楚风顺势将赵有容抵在池边，一股纯元能量涌入他体内，炼天图微微震动了一下，而后开始鲸吞那股力量，而后尽数化为他体内的灵力。与此同时，他的修为开始节节攀升，筑基4重，筑基5重，筑基6重。他只是不忍心赵有容从此沦为废人，所以想要借此机会助其重聚灵根，绝不是见色起意。1个时辰后，他美眸蒙上一层厚厚的水雾，大脑一片空白。就在此时，楚风凑到了他的耳旁：“我夺了你的纯元，还你一道灵根。”什么？赵有容明显一怔，美眸瞬间睁大。下一刻，他还没来得及反应，便觉得一股暖流从唇间涌入，径直涌向他的丹田。赵有容下意识地挺起柳腰，身体弓起一个优美的弧度，丹田处传来一阵胀痛，竟然重新凝聚出了灵根。就在此时，窗外突然响起一声震彻天地的凤鸣，金色的霞光骤然从云层中冲破，将整个青山城照得如同白昼。天空之上，无数灵气汇聚，化作一只1斩百丈的火凤，盘旋在楚家上空。这是有天灵根降世，哪家的福气这么好，竟然出了个天灵根的奇才？看火凤盘旋的方向是赵家，赵家怕是要再次崛起了。青山城瞬间沸腾了，众人仰头望着天空中的火凤，皆是一脸震惊之色。赵有容浑身骤然绷紧，娇躯不断颤动，让他难以置信的是，自己体内的灵根竟然真的重聚了。重聚灵根之后，修为也恢复到了炼气9重。我竟然有灵根了！楚风缓缓吐出一口气，不愧是红鸾解体，那股纯元之力被他彻底吸收，修为突破到了筑基9重。只可惜这里的药材有限，只能帮你重聚天灵根。灵根分为黄、玄、地、天、圣，若是有足够好的药材，他甚至可以让赵有容涅槃进阶为圣灵根。赵有容重新审视眼前的男人，他发现对方好像变得和印象中的楚风不一样了。我听说只有涅槃丹才能帮我重聚灵根，你是怎么做到的？楚风点了点头，淡然道：我刚刚炼制的就是涅槃丹。赵有容浑身一颤，涅槃丹可是8品丹药啊，就算是云天宫都找不到一个8品丹师帮他炼制涅槃丹，不然也不会将他逐出宗门了。楚风竟然是8品炼药师，他的呼吸越发急促，而后直接扑进了楚风的怀里。如果不是楚风，他可能一辈子都要被囚禁在灵池之中。楚风现在只是筑基8重，依旧不是赵太的对手，他必须尽快帮助楚风突破到金丹境。别说话，吻我！
半个时辰后，灵池暖阁内水汽氤氲，赵有容倚着冰凉的池壁，湿漉漉的墨发粘在肩头，晶莹的水珠顺着锁骨缓缓滑落。起初他是抱着献祭自己的心思，想要做楚风的炉鼎，助楚风修行。万万没想到，不仅没被榨干修为，反而一举突破到了筑基境。他抬眼望向灵池中央的楚风，水光潋滟的眸子里满是羞赧。你还没突破到金丹境，我还可以。此刻的他宛若被狂风骤雨摧残过的牡丹，浑身附着细碎的水珠，眉眼间带着一丝不自知的媚态，眼角泛着水光，愈发惹人怜惜。楚风见状，心中微动，食指轻轻抵在他唇边，别逞强，我已经突破到筑基9重了，你只管好好休息。说罢，他开始运转炼天图，灵池中的灵气仿佛受到牵引，化作银白气流源源不断涌入他体内，周身气息愈发浑厚。一个时辰转瞬即逝，当灵池灵气渐趋稀薄时，一道璀璨金光骤然从天而降，笼罩住楚风周身，金光耀眼夺目，驱散了所有白雾。海量天地之力顺着金光涌入他体内，气息骤然暴涨，突破筑基9重桎梏，踏入筑基至极境。青山城众人齐刷刷抬头望向光柱升起的方向，皆是一脸震惊之色。这是突破到至极境的异象，已经有2道光柱亮起了。难不成赵家出了2个至极境强者？我可是听说楚家那个废墟楚风好像恢复了修为，将赵家杀了个天翻地覆，连赵家嫡子赵德柱都被他宰了。楚风当年为了赵雪莲，连至尊骨都挖了，这赵家也是报应啊。他就算恢复了修为，也绝不可能是赵太的对手。若是赵太回来……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尘土飞扬，隐约能看到一队人马朝着赵家方向疾驰而去。为首的那道身影气势凛然，正是赵家主赵太。快看，赵太回来了！楚风睁眼时，眸中金光一闪而逝，他手掌一翻，掌心多了一枚令牌。赵德柱并没有说谎，这确实是万寿宗的御兽灵诀，而且是赵德柱从万寿宗盗取的至宝。前世他获得炼天图，拥有了足够的实力，想要寻赵家复仇，却发现赵家已经被万寿宗给灭了。就是因为赵德柱盗取御兽灵诀的事情败露，所以赵家才被万寿宗灭门。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提升实力，此功法与我有缘，何该我修炼？楚风运转炼天图，手中令牌震动，一道道流光涌入他的额头，他的脑海之中多了一道记忆，那是御兽灵诀的修炼之法。传闻万寿宗已经近万年无人能参悟出这令牌之中的御兽灵诀，但炼天图可以炼化功法，无需参悟修炼，直接功法灌顶，所以这旁人无法参悟地功法，对于他来说却像是吃饭喝水一样简单。此时暖阁门被轻轻推开，赵有容走了进来，他换上一袭紫色长裙，束带勒出纤细腰肢，裙摆下的双腿修长笔直，每一步都带着摇曳风情。经过方才的滋养，他肌肤愈发白皙细腻，多了几分成熟韵味。楚风从池中走出，水珠顺着胸膛滑落，我已经突破到筑基至极境了，我来帮你。赵有容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上前，手中攥着一方锦帕，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他走到楚风面前时，脸颊红得快要滴血，不敢抬头看他，只能低着头从肩头开始擦拭。擦净身子后，赵有容拿起长袍为楚风披上，楚风微微侧身配合，鼻尖萦绕着他发间的清香，心中一片柔软。好了，赵有容后退一步，看着穿戴整齐的楚风，声音轻柔，筑基至极境，距离金丹境只剩一步之遥了。楚风点头，刚要说话，却见赵有容神色骤然凝重，咬着唇，像是下定了决心。沉默片刻后，他抬头看向他，眼神带着愧疚。有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你父母的死或许另有隐情，你知道什么？楚风神色瞬间变冷，周身温度骤降。父母的死是他心中最深的痛，也是他重生的执念。赵有容看着他骤然冰冷的神色，心中一紧，却还是硬着头皮说道：天泉雪莲送来灵芝的前几天，我在暖阁里半夜听到外面有人说话，其中一个是赵太的声音，另一个很陌生，他们在商议在你父母去荒古禁地的路上动手劫杀。那时候我被玄铁锁链拴着，根本出不去，也没法提醒楚叔叔。轰！话音刚落，楚风周身爆发出恐怖怒火。前世他因为挖出了至尊骨，导致灵根受损，无法修行。赵太前来告诉他父亲，荒古境的有修复灵根的仙药，还绘制了路线图。父母为了他不顾危险，毅然前往，最终葬身禁地。原来这一切都是赵太设下的毒计，他父母根本不是死在荒古禁地，而是死在了赵太的手中。楚风拳头攥紧，眼神中是滔天杀意，那股狠力让赵有容都忍不住浑身一颤。赵太，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门外被丁仙杵拴在地上的赵雪莲将两人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此刻听到真相被揭开，赵雪莲下意识缩了缩脖子，眼神躲闪着，不敢看向暖阁方向。这件事他也知情，谁让那两个老东西挡了他的路？他死死咬着嘴唇，不敢发出一丝声响，只能在心中疯狂祈祷父亲快点回来救他。就在此时，楚风忽然转头看向了门外的方向，他的神识已经可以笼罩整个赵家。赵太回来了。楚风走出暖阁，牵着锁链，一脚抵在了赵雪莲的屁股上。走！赵雪莲浑身一震，很快便意识到了楚风想要干嘛。她豁然转头，
厉声道：“你竟然想要让我爬出去！”楚风抬脚狠狠踩在他的脚腕上，肆意捻动：“给老子爬！”啊！赵雪莲疼得蜷缩在地上，浑身都在颤抖。“我爬，我爬！”就这样，楚风牵着赵雪莲走出了别院。见状，赵有容有些急切地问道：“你要去哪？”楚风牵着赵雪莲冷声道：“我去屠狗。”楚风左手牵着一条玄铁锁链，锁链的另一端拴在赵雪莲的脖颈上，每走一步，锁链便发出哗啦的刺耳声响。赵雪莲双手在地上艰难爬行，华贵的衣裙早已被磨得破烂不堪，散乱的发丝遮住了她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怨毒的眼睛，死死盯着地面。“楚风，你给我等着，等我爹回来，我要骑在你身上，爬遍整个青山城，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的一条狗。”这一幕很快便惊动了赵家众人，四周的赵家人围得水泄不通，脸上都写满了滔天的愤怒，皆是对着楚风破口大骂：“他妈的畜生啊，畜生啊，竟敢如此对待大小姐，简直猪狗不如！大小姐留他一条狗命，他如今竟然恩将仇报！”这些咒骂声此起彼伏，像是潮水般涌向楚风。楚风的目光扫过那些叫嚣的最厉害的人，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弧度。这些人对着他指指点点，却没有一个人敢真正上前。聒噪！话音未落，楚风屈指轻弹，数道凝练如匹练的灵力骤然射出，速度快得让人根本反应不过来。噗噗噗！一连串沉闷的声音响起，刚才那些骂得最凶的人，脑袋瞬间被灵力匹练洞穿，鲜血混合着脑浆喷涌而出，他们的尸体直挺挺地倒在地上，眼睛瞪得滚圆，还残留着临死前的惊愕。刚才还喧闹无比的庭院，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血腥场面吓傻了。刚才还义愤填膺的众人，此刻纷纷后退，生怕下一个遭殃的就是自己。赵雪莲也被这一幕吓得浑身一颤，爬行的动作顿了顿，她猛地抬起头，散乱的发丝下，一双眼睛死死盯着楚风：“你到底要带我去哪？”楚风居高临下的看着他，阳光洒在他脸上，却照不进他眼底的一丝寒意。“你父亲回来了，做女儿的当然要出门去好好迎接他。”“我爹回来了。”赵雪莲瞳孔骤缩，随即心中一喜：“我爹一定会为我报仇的，他会让你受尽世间最痛苦的折磨而死。”楚风嗤笑一声，狠狠踢了他一脚：“老子等着他来！”没过多久，远处传来震天的怒吼，划破了庭院的寂静。“楚风，你这个小杂种，给老子滚出来受死！”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位中年男子气势汹汹地冲向前院，来人正是赵家家主赵泰，他身后跟着10几个赵家的精锐护卫，个个杀气腾腾，显然是得知了家中变故。可当赵泰冲到前院，看清眼前的景象时，整个人瞬间僵住了。他的宝贝女儿此刻竟然像狗一样在地上爬。“雪莲，爹！”看到赵泰，赵雪莲再也忍不住，眼泪汹涌而出。然而他刚想扑过去，却被楚风手中的铁链束缚在了原地。“爹，你可算回来了！你快救救我！这个畜生毁了我的玄阴之体，还杀我哥，你一定要为我们报仇啊！”赵泰猛地抬起头，眼神中的杀意几乎要凝成实质，周身的灵力疯狂涌动。他咬牙切齿，一字一顿地吼道：“楚风，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杂种，你竟然敢如此对待我的女儿！今日老夫定要将你碎尸万段，为我而报仇！”楚风向前踏出一步，冷声道：“你赵家鸠占鹊巢，霸占我楚家的凌迟，用我楚家的资源培养女儿，还要给她找三皇子做下家，如此所作所为，简直猪狗不如，还有脸说我忘恩负义！”他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所有赵家人，朗声道：“我楚风今日便当着所有人的面休了赵雪莲这个贱人，从今日起，赵雪莲再也不是我的妻子，她不配！你敢！”赵泰瞳孔一震，他怎么都没想到楚风竟敢将他们赵家的脸扔到地上踩。“你一个废物，竟然也敢当众休妻！”赵雪莲听到楚风当众休妻，气得浑身发抖。“楚风，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就在赵泰怒不可遏之时，一位美妇轻轻拉住了他的胳膊。柳玉茹的脸上带着一丝虚伪的笑容，低声道：“夫君，别动气，这里还有不少楚家人呢，杀这个小杂种，何须你动手？”闻听此言，赵泰顿时眼前一亮，让楚家人去杀楚家人，才是真正的杀人诛心啊！这样一来，不仅能除掉楚风这个祸害，还能让楚家所有人都纳了投名状。他转头看向那些站在人群中神色复杂的楚家人，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楚家人都给我站出来！”这些楚家人都是当年楚风父亲死后投靠了赵家之人，他们靠着赵家的庇护生存，早已成了赵家的狗。谁杀了楚风，从今往后便是我赵家的供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谁若是敢不动手，便是我赵家的敌人。话音落下，人群中那些楚家人面面相觑，眼神中皆是闪过一丝犹豫。一个身材微胖的中年男人率先走了出来，他是楚风的四叔楚山。他腰间长剑出鞘，而后开口道：“大侄子，你也听到了，你若是不死，我们就得死，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啊。”紧接着又一个年轻男子走了出来，他是楚风的堂兄楚河。他眼神闪烁，语气带着一丝愧疚：“楚风，你杀了大少爷，毁了大小姐，赵家是绝不会放过你的。你若是自行了断，我们还能为你收尸，保全你最后的体面。”楚风嗤笑一声，眼神冰冷地看着他们：“当年我父亲待你们不薄，如今我楚家遭难，你们不仅不思报答，反而投靠赵家，做他们的狗，
你们也配跟我谈体面？楚山脸色一沉，语气变得凶狠起来。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何必执迷不悟，连累我们所有人？你也不想因为你一个人，让我们这么多楚家人受牵连吧？就是楚风，你就乖乖受死吧。楚河也跟着附和，拔出了腰间的长剑。看着这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楚风只觉得一阵荒诞。这些人都是他的族人，流淌着楚家的血脉，可如今变得如此丑陋不堪。他缓缓抬起手，目光扫过在场的所有楚家人，3息之内滚出赵家，否则便是我的敌人。哈哈，楚风，你还真是大言不惭。楚山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捂着肚子大笑起来。你以为你恢复了修为就了不起了？别忘了你就是一个废物。其他的楚家人也纷纷附和，在他们看来，楚风就算恢复了修为，也依旧是那个可以被他们随意欺负的废物。3息已到，楚风的声音没有丝毫起伏，眼中的寒意却越来越浓。大侄子，让四叔送你一程吧。楚山运转体内的灵力，筑基5重的修为尽数爆发，手中的长剑率先刺出，他的速度很快，剑势凌厉，显然是想一击致命。周围的楚家人脸上都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楚山是他们之中修为最高的人，这一剑下去，楚风必死无疑。然而，就在长剑即将刺中他胸口的瞬间，楚风的身形骤然移动，原地只留下一道淡淡的残影。什么？楚山瞳孔骤缩，脸上的一瞬间凝固，他根本没看清楚风的动作，只觉得眼前一花，对方就消失在了原地。下一秒，楚风的身影出现在了楚山的面前，右手成拳，带着磅礴的天地之力，狠狠轰向楚山的胸口。楚山刚要挥剑格挡，却觉得胸口一凉，一股剧痛瞬间席卷全身。他缓缓低下头，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胸口，只见楚风的手掌竟然径直穿过了他的胸膛，紧紧攥住了那颗还在疯狂跳动的心脏。不可能！楚山的声音带着一丝哀求。别，我可是你四叔啊，你不过是赵家的狗。话音落下，楚风的五指猛地收紧，砰！那颗鲜活的心脏被楚风彻底捏碎。楚山的身体骤然绷紧，眼睛瞪得滚圆，口中喷出一大口鲜血。他脸上还残留着难以置信的神色，身子却缓缓倒了下去，彻底没了气息。这一幕瞬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楚家众人看着楚山的尸体，浑身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筑基5重的楚山竟然被一招秒杀了，这怎么可能？楚风的修为到底达到了什么境界？他不是废物吗？怎么会这么强？楚山是他们之中修为最高的人，连他都被楚风一招秒杀，他们这些人又怎么可能是楚风的对手？刚才还气势汹汹的楚家人，此刻瞬间没了底气，纷纷后退。楚大侄子，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啊，我们都是楚家人，血浓于水啊，我们根本不想杀你，放我们一条生路。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众人手中的长剑谁都没有放下。楚风手中长剑展出，一道道赤色的剑气骤然乍现，交织成一张巨大的剑网，朝着楚家人笼罩而去。星罗剑网，噗！那些楚家人还没来得及逃，便被剑气斩断了头颅，身首异处。楚风站在血泊之中，眼神冰冷的没有一丝波澜。我给过你们机会，是你们自己不珍惜。赵太僵在原地，浑身的血液仿佛在刹那间凝固。那途径楚家叛徒的一剑，如同惊雷般在他脑海中反复炸开。那裹挟着天地之力的赤色剑气，凌厉的让他这个金丹境都感到一丝心悸。你竟然突破到了筑基9重，这哪里是恢复修为，分明是脱胎换骨。他猛地转头看向趴在地上的赵雪莲，怒声质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明明被你抽干了纯阳之体，废了灵根，怎么会变得如此恐怖？”赵雪莲被吓得浑身一哆嗦，她声音带着哭腔，却不敢直视赵太的眼睛。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被他反噬了。他肩膀颤抖，说话断断续续。他毁了我的玄阴之体，还把灵池里的天泉雪莲给炼化了，我根本拦不住他。什么？赵太像是被一道9天惊雷劈中，脸上的血色瞬间退得一干二净。天泉雪莲这4个字如同重锤般狠狠砸在他的心脏上，那可是三皇子特意托他运养的至宝。三皇子在他入京之时已经许诺，不日便会送来聘礼，到时候赵家便会将天泉雪莲和女儿一同献给三皇子。如今天泉雪莲没了，女儿也被废了，他该如何向那位三皇子交代？就在这时，柳玉茹指着神色淡漠的赵有容冷声道：“赵有容，你还在那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救你妹妹！”闻听此言，赵有容缓缓抬起头，清冷的目光扫过柳玉茹，她何曾当我是姐姐？他的目光转向赵雪莲，眼底翻涌着压抑多年的恨意。这些年，他抢我修炼资源也就算了，竟然还将我锁在暖阁之中，你却从未阻拦过半分。如今他落得这般下场，不过是咎由自取。赵雪莲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指着赵有容甩锅道：“爹，都怪这个贱人，他勾引楚风，把身子给了他，就是为了帮着楚风对付我们，都是他害得我变成现在这样。”啪！楚风一脚狠狠踹在赵雪莲的屁股上，直接让他摔了个狗吃屎。谁准你说话了？柳玉茹见状，胸口剧烈起伏，她的女儿竟被如此欺辱，一股滔天的怒火冲昏了她的头脑。她释放出全部修为，筑基9重的磅礴威压席卷整个庭院。楚风，你敢惹我女儿，今日我定要让你死无全尸！柳玉茹眼神中满是杀意，
他早已突破筑基9重多年，而楚风不过是刚刚突破，绝不可能是他的对手。话音未落，柳玉如双手结印，指尖灵力涌动，凝聚出一道道黑色的符文，符文在空中交织缠绕，化作一对巨大的黑色利爪。他身形凌空而起，朝着楚风的脑袋狠狠抓去。这是他的成名武技玄阴鬼爪，曾一爪破开过金丹境的防御。赵雪莲趴在地上，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玄阴鬼爪威力无穷，楚风必死无疑。他甚至已经开始幻想如何报复楚风了。娘，留他一条狗命，我们一起榨干他。赵太站在一旁，虽然心中对楚风的实力仍有忌惮，但看到柳玉如施展全力，也不由得松了一口气。玄阴鬼爪的威力他是知道的，就算楚风是筑基9重，也未必能接得住。然而，就在玄阴鬼爪即将触碰到楚风的瞬间，楚风周身突然爆发出2道金色光晕，这道光晕如同金钟罩般将他笼罩其中，散发着磅礴的天地之力。当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玄阴鬼爪狠狠抓在金色光晕上，激起漫天的能量涟漪，玄阴鬼爪当空崩碎。柳玉如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反震力顺着手臂传来，手腕剧痛难忍，虎口瞬间崩裂。这是至极境！柳玉如瞳孔骤缩，她怎么也没想到楚风竟然突破到了传说中的筑基至极境，那可是比普通筑基9重强上数倍的存在，而且在突破到筑基境的1刻钟内，还能够调动天地之力。然而，等他反应过来，已经晚了。楚风趁着柳玉如灵力震荡之际，一剑斩出，噗嗤，2道鲜血喷涌而出。柳玉如的双膝瞬间被赤色长剑斩断，断裂的膝盖处白骨外露，鲜血淋漓。他惨叫一声，身体顿时失去平衡，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向前滑出，在青石板上拖出2道长长的血痕，最终重重地摔在楚风面前。巨大的疼痛感让柳玉如眼前发黑，她下意识的想要撑起身体，却因为双腿尽断，一个踉跄，身体向前倾倒，扑在了楚风身上。楚风低下头，看着趴在自己身上的柳玉如，他一把揪住柳玉如的头发，迫使她仰起头，露出那张疼得扭曲的脸。女儿想要做野男人的颅顶，你又当众摆出这种姿势，你们母女果然都是贱人。柳玉如眼中满是恼羞成怒的疯狂，我可是你的岳母，你竟敢如此羞辱我！楚风嗤笑一声，手中长剑刺入柳玉如的衣襟之中，剑身冰冷，让柳玉如浑身一颤，她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后缩去，却被楚风死死揪住头发，无法动弹。楚风的眼神愈发冰冷，手中长剑已经沿着胸口沟壑刺穿了那一袭长裙。你纵容赵雪莲囚禁我，折磨我，夺走我楚家一切，怎么没想过我是你的女婿？夫君，救我，快救我！柳玉如感受到剑尖上传来的杀意，再也无法维持镇定了。他要杀我，赵太，你快救我呀！赵太站在原地，浑身气血翻涌，目眦欲裂。他看着自己的妻子被楚风如此羞辱，心中的怒火几乎要燃烧起来，可他偏偏不敢轻举妄动，毕竟老婆的命还在楚风的手里。赵太强压下心中的怒火，脸上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好女婿，那可是你的岳母啊，有话好好说，只要你放了她，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你，我可以帮你在三皇子面前求情，所有的事情既往不咎。楚风看着赵太那副卑躬屈膝的模样，心中只觉得无比讽刺。我想要什么？他的大手直接摁在了柳玉如的脸上，炼天图在体内疯狂运转。我想要他的命！一股恐怖的吸力从楚风掌心爆发出来，柳玉如体内的灵力如同决堤的洪水般疯狂地朝着楚风的掌心涌去，他的修为在飞速流逝，浑厚的灵力变得越来越稀薄。不要啊！停！楚风面无表情地炼化着柳玉如的灵力，他的修为本就踏入了至极境，现在终于戳破了那层屏障，踏入了金丹境。柳玉如的惨叫声渐渐微弱，最终变成了微弱的身影。他眼神涣散，灵力被楚风吞噬殆尽，彻底沦为了一个废人。赵太后槽牙都快咬碎了，那个杂碎竟然当面废了他的娘子。楚风，三皇子已经给我赵家下了聘礼，你若是现在收手还来得及，不然三皇子绝不会放过你。现在他想做的只是稳住楚风，只要楚风放开他的娘子，自己定要将这个废物碎尸万段。呵！楚风冷笑一声，手中长剑猛然撩起，柳玉如被一剑劈成了2半。他抬头看向赵太，目光冰冷。接下来该轮到你了，你竟然杀了你的岳母，你这个畜生，你不得好死！赵雪莲趴在地上，看着柳玉如的尸体，眼中只剩下深深的惊惧。她浑身控制不住地颤抖，牙齿咯咯作响，却又忍不住破口大骂。柳玉如被斩成2半的画面，彻底击碎了她心中最后的侥幸。她终于意识到，楚风是真的敢杀人，而且杀得毫不犹豫。赵太站在原地，看着妻子的尸体，浑身的气血瞬间翻涌，一股滔天的怒火从胸腔中爆发出来。他的眼睛赤红如血，手指从指尖的纳戒上一抹，一道灵光闪过，掌心之中便多了一把古朴的长剑。长剑通体银白，正是楚家世代相传的新瓷剑。随着新瓷剑的出现，赵太周身骤然爆发出金丹2重的磅礴威压，那股威压如同山岳般碾压而下，剑气纵横交错，赵家众人纷纷后退。金丹2重，家主竟然突破到了金丹2重，太好了！楚风这个小杂种必死无疑，楚风绝不可能是家主的对手。赵有容站在楚风身旁，
感受到赵太身上爆发出来的威压，顿时心中一惊。他怎么都没想到，赵太这次从京师回来，竟然突破到了金丹2重。楚风，小心！楚风在看到赵太手中那把长剑的瞬间，目光顿时一寒。新慈剑，那是他父亲的佩剑，他父亲一生都将这把剑视若珍宝，从不离身。如果父亲真的是死于荒古禁地的凶险之中，这把剑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赵太的手中？他瞬间想起了赵有容之前对他说的话，赵太与人密谋，要在他父母去荒古禁地的路上动手截杀。原来如此，父亲根本不是死于禁地，而是死于赵太这个卑鄙小人之手。一股难以遏制的杀意从楚风的心底疯狂涌起，几乎要将他的理智吞噬。他的脑海中闪过无数念头，竟是不由自主地出神了一瞬。见状，赵太心中顿时泛起一丝冷笑。他手中的新瓷剑可是一把天器，绝非楚风手中的凡兵可比。楚风，你这个小杂种，给我妻儿偿命吧！赵太怒吼一声，周身灵力疯狂涌入新瓷剑中，朝着楚风狠狠斩去。楚风，你死定了！赵雪莲趴在地上，看着赵太斩出的一剑，眼中爆发出疯狂的兴奋。我爹已经突破到了金丹2重，今日你必死无疑！我要看着你被我爹斩成肉酱，为我娘和我哥报仇！在他看来，楚风就算是能够调动天地之力，也绝不可能挡住父亲的全力一击。赵家众人也纷纷附和，脸上皆是幸灾乐祸的笑容。这一剑下去，楚风连尸骨都剩不下，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杂种也敢在赵家撒野。楚风吓傻了，竟然站在那一动不动。然而就在新瓷剑斩出的剑气距离楚风还有3尺距离之时，却骤然停了下来。任凭赵太如何催动灵力，都再也无法寸进分毫。磅礴的剑气席卷而开，刮得周围的树木剧烈摇晃，尘土飞扬。可这些剑气在触及楚风周身的2层金色光晕时，却如同泥牛入海，瞬间被挡在了外边，连楚风的衣角都没能碰到。这怎么可能？赵太瞳孔一震，新瓷剑上的剑气遭到了一股强大的阻力，让他根本无法突破。他手中的新瓷剑部驻地颤动，仿佛要挣脱他的手掌一般。见到那把熟悉的新瓷剑，楚风顿时心神一动。下一刻，新瓷剑周身突然泛起一道耀眼的火光，剑身上的封印在火光的灼烧下瞬间燃尽。原本沉寂的新瓷剑发出一声剑鸣，剑身震动之间，竟然真的挣脱了赵太的手掌。新瓷剑化作一道银白流光，在空中盘旋一周，而后主动落入楚风的手中。他握着新瓷剑，抬头看向一脸呆滞的赵太。老狗，天气有灵，又怎么会伤害自己的主人呢？不可能，这不可能！赵太瞬间愣在了原地。他得到新瓷剑之后，便发现这把剑竟然拔不出来，显然是认主了。可他不甘心，便请来了青山城最顶尖的炼器师，在剑上留下了层层封印，强行封印了这把剑的气灵，才勉强能够使用。可他万万没想到，在攻击楚风的时候，这把剑的气灵竟然强行冲破了封印。你凭什么能让他认主？寻常的天气之中，气灵只是灵智初开，但新瓷剑不同，它本是楚家世代相传的圣器，只是因为在一次大战中受损严重，才跌落到了天气的品阶。但是它的气灵可非寻常天气可比，自然能够自行选择主人。楚风握紧新瓷剑，体内的灵力疯狂涌入剑身之中，原本银白的剑身染上了一层金色光芒。这一刻，楚风的气息变得无比恐怖，天地之力疯狂向他汇聚而来，让他如同神明降临。死！楚风怒喝一声，手中新瓷剑猛然斩出，剑光径直斩向赵太，所过之处空间都泛起了细微的涟漪。赵太瞳孔骤缩，身体被一股强大的剑气锁定，竟然无法动弹。这是圣阶一剑。话音刚落，那道凌厉的剑气穿透了他的身体，一条手臂直接飞了出去，鲜血喷涌，伴随着清脆的碎裂声，赵太体内的金丹被剑气彻底碾碎。金丹破碎的瞬间，赵太发出一声凄厉至极的惨叫，浑身的灵力瞬间紊乱暴走，而后如同潮水般退去。他踉跄着后退几步，瘫倒在地上，脸色惨白如纸。失去了金丹，又被斩断了一条手臂，他已经彻底成了一个废人。我的金丹，我的手臂！赵太眼中充满了不甘，他怎么会输给一个住寂静的小杂种？四周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他们瞪大了眼睛，看着气势如虹的楚风，大脑一片空白。过了许久，才有人颤抖着发出声音：那一剑好像已经超过天阶了吧？楚风竟然学会了圣阶武技，这怎么可能？他才住寂静啊！金丹2重竟然被楚风一剑废了，这也太恐怖了吧！赵雪莲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却发现自己的喉咙像是被堵住了一般，发不出任何声音。怎么会这样？他爹可是金丹2重，怎么会输给楚风这个废物？如果我一开始没有将他练成炉鼎，这一刻赵雪莲有些后悔了。如果他当初没有贪图三皇子的权势，没有毁了楚风的灵根和至尊骨，楚风如今的实力如此强大，还有天气认主，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如果他还是楚风的妻子，必定受万人敬仰。这一切都怪楚风。如果楚风当初便展现出如此强硬的一面，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他又怎么可能会去另攀三皇子的高枝？都是楚风的错，是他当初太过懦弱，让他觉得他就是一个可以随意拿捏的废物，才会做出那些事。楚风握着新瓷剑，剑尖垂落在地，划出一道细微的痕迹。他
他一步步走到气息奄奄的赵太面前，冷声道：“我父亲的剑为什么在你手里？”赵太浑身一颤，感受到楚风眼神中的杀意，仿佛下一秒就会被一剑消手。他再也不敢有丝毫隐瞒，连忙开口道：“楚风，不好女婿，你别杀我，这都是王禅的主意，我也是被逼的。”王禅？楚风的眉头骤然一皱，这个名字他并不陌生。王禅是青山城城主府的大长老，修为已是金丹9重，在青山城是仅次于城主的顶尖强者。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切的幕后主使竟然是王禅。按照前世的记忆，王禅此刻正在必死关冲击元阴境，明日便是他出关的日子。一旦王禅突破元阴境，那便是真正的一方巨擘。把话说清楚，若是有半句虚言，我不介意让你尝尝比碎丹断臂更痛苦的滋味。我说的全是实话。赵太连忙哀求，眼神中满是讨好。好女婿，我们怎么可能认识三皇子那样的大人物？王禅找到我说，三皇子手中有一株天泉雪莲，需要灵池蕴养，他看中了楚家的灵池。他咽了口唾沫，艰难地继续说道：王禅说，只要我帮他霸占楚家灵池，蕴养天泉雪莲，他就帮我攀上三皇子的高枝，还承诺会帮我突破金丹境。我也是一时糊涂，才做出了对不起楚家的事情。你父亲是王禅杀的，你饶过我，我可是你岳父啊！楚风的眼神愈发冰冷，握着新刺剑的手指微微收紧。虽然早已猜到父亲的死与赵太有关，但亲耳听到他承认，心中的怒火还是如同火山般爆发出来。他强压下立刻斩杀赵太的冲动，想要知道更多细节。赵太看出了楚风眼中的杀意，连忙继续讨好道：好女婿，都是我瞎了眼，我猪油蒙了心，才会被王禅蛊惑，做出这等猪狗不如的事情。早知道你如此优秀，我怎么可能背叛楚家？他的脸上挤出一丝谄媚的笑容，语气卑微到了极点。今后这府邸还是姓楚，灵池是你的，有容和雪莲都是你的，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好不好？一旁的赵雪莲听到这话，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手脚并用地爬到楚风面前。楚风，你对我所做的一切，我都原谅你了。你不要杀我爹，我以后一定什么都听你的。我们还像以前一样，我还是你的妻子，好不好？赵太见楚风依旧不为所动，连忙转头看向赵有容，厉声喝道：逆女，你还在那里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来求楚风？你难道真的要看着你爹死吗？在他看来，赵有容就算再恨他，也终究是他的女儿，血浓于水，绝不会眼睁睁看着他被杀。只要赵有容开口求情，楚风或许会网开一面。只要能活下来，他日后有的是机会报仇。王禅即将突破元阴境，只要他得到城主府的庇护，定能让楚风付出血的代价。杀他妻儿，废他修为，怎么可能回到从前？赵有容沉默着走到楚风面前，他眼神平静，看不出丝毫情绪。赵太心中一喜，眼中生出了一丝希望。乖女儿，爹！扑哧，一道寒光骤然闪过，赵太的话戛然而止。赵有容从楚风手中夺过了新刺剑，在赵太说话的瞬间，毫不犹豫的一剑封喉，鲜血如同喷泉般喷涌而出，溅落在赵有容的脸上。我早就说过了，我不再是赵家人。赵有容的声音冰冷，仿佛刚才斩杀的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赵太的身体剧烈的抽搐了一下，他难以置信的看着眼前的女儿，双手死死捂着自己的脖颈，鲜血从指缝间不断涌出，染红了他的手掌。他到死都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会死在亲生女儿的手中。赵太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却只能发出呵呵的漏气声，最终脑袋一歪，彻底没了气息。砰！赵太的尸体重重地倒在地上，眼睛瞪得滚圆，死不瞑目。啊！赵雪莲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宛若疯癫了一般。赵有容，你竟然弑父！可当他的目光对上楚风那双冰冷的眼睛时，浑身如同被冰水浇透，瞬间僵住，尖叫也戛然而止。楚风的眼神太过恐怖，那里面没有丝毫温度，只有浓浓的杀意。他根本就没有打算放过赵太，可万万没有想到赵有容会自己动手。赵雪莲浑身一颤，声音带着哭腔，语无伦次的求饶道：楚风，别杀我，我可以和姐姐一起做你的炉鼎。我玄阴之体虽然被废了，但我还有这副身子，你不是最喜欢我了吗？楚风看着他卑微的模样，眼中没有丝毫怜悯。他的掌心覆盖住了赵雪莲的眼睛，另一只手则扼住了他的下巴。深呼吸，头晕是正常的。咔嚓，清脆的骨裂声响起，赵雪莲的脖子被楚风直接扭断，她的身体猛地一僵，随后软软的倒在地上，再也没有了呼吸。解决了赵太父女，楚风的目光冷冷地扫过院中剩下的赵家众人，这些人的手上都沾染着楚家人的血，你们都该死！话音落下，楚风手中新刺剑瞬间爆发出璀璨星辉。星罗剑网在新刺剑的加持下，这一次的威力远胜以往，无数道银白与赤色交织的剑气如同漫天繁星，瞬间交织成一张巨大的剑网，笼罩了整个庭院。院中剩下的赵家众人早已被刚才的血腥场面吓得魂飞魄散，此刻见到这恐怖的星罗剑网，更是吓得腿都软了，纷纷瘫倒在地上，发出阵阵绝望的惨叫声。不要杀我，我是无辜的。楚风，我们曾一起勾栏听曲，你难道忘了吗？我没有伤害过楚家人，求求你放我一条生路，我还有孩子啊！剑气如同收割生命的镰刀，瞬间便将院中所有的赵家众人尽数斩杀，鲜血洒落，
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楚风提着新瓷剑，一步步走出了大门。他抬头看了一眼门楣上那块写着赵府2字的牌匾，一剑斩出，咔嚓，牌匾被一剑劈成了2半，掉落在地上。楚风收剑立，转头看向跟在身后的赵有容，他的衣裙上沾染了不少鲜血，脸上也有几滴血渍，却丝毫不减他的清冷。今后你就是楚家的主母，府中的琐事就交给你打理了。王禅很快便会出关，我必须尽快提升实力。主母，赵有容听到这2个字，不由得呼吸一滞。虽然他已经与楚风有了夫妻之实，也真心想要帮助楚风提升实力，为自己报仇雪恨，但是对于楚风来说，她终究是仇人之女，她从未奢望过能得到楚风的原谅，更没想过楚风会让她做楚家的主母，这意味着楚风将她当做了妻子。赵有容紧抿着唇，努力平复着自己激荡的心情，她迎上楚风的目光，重点了点头，无论生死，我都会陪在你身边。楚风提剑走进楚家，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尽快提升实力。宝库中存放着不少修炼资源，现在已经顾不得其他了。然而就在楚风走过中院，即将踏入通往宝库的回廊时，忽然心有所感。他抬起头，目光投向不远处的老槐树，只见一根枝丫上落着一只云雀，这云雀体型小巧，正歪着脑袋，黑豆般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下方的楚风。玉兽灵诀能以神念沟通天地万兽，甚至将其收为己用。楚风心中一动，一缕神念从眉心射出，如同无形的丝线缠向那只云雀。神念触及云雀的瞬间，云雀黑豆般的眼睛转动了一下，眼底闪过一丝灵性的光芒。楚风心中顿时一喜，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与这只云雀之间多了一道无形的联系，仿佛这只鸟成了他的另一双眼睛。下一秒，天地变得开阔起来，他能看到自己正站在院中，能看到尸体已经被赵有容派人清理，只剩下暗红色的血迹。不愧是玉兽灵诀，这功法远比他想象的更为玄妙。神念附着在云雀身上，便能共享他的视野。这云雀体型小巧，不易引人注意，简直就是天然的监控。若是再多控制几只，遍布青山城的各个角落，便能将整座城池的动静尽收眼底。他压下心中的激荡，对着枝头的云雀轻声道：“去吧。”啾！云雀清脆地叫了一声，仿佛听懂了他的话，翅膀一震，朝着青山城中心的城主府方向飞去。楚风收回目光，继续朝着宝库走去，但心神却通过那道无形的联系，紧紧跟随着云雀的身影。青山城城主已死，大长老王禅在闭关前便已掌控了城主府的大半权力，只待突破元婴境，便会夺取城主之位。他必须在王禅出关之前掌控城主府。云雀很快便飞到了城主府上空，盘旋了一圈后，落在了西侧别院的院墙上。这座别院布置得颇为精致，院中种着几株海棠，花瓣随风飘落，显得宁静而雅致。由于云雀极为常见，府中的护卫只是随意扫了一眼，便移开了目光。楚风通过云雀的视野，清晰地看到院中站着2道身影，其中一名年轻女子身着粉色罗裙，姣好的面容上带着一丝惊慌。此人正是赵德柱的娘子，同时也是王禅的孙女王莹。楚风心中了然，想来是赵家出事时，他见势不妙，提前逃回了城主府。没想到还有一个漏网之鱼。楚风的眼神微微一寒，王家与赵家联手害死他的父母，这笔账自然要连本带利地讨回来。院中身着青色锦袍的中年男子，则是王莹的父亲王天福。此刻王莹正哭哭啼啼地向王天福诉说着刚刚所发生的一切。爹，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楚风那个废物竟然杀了赵德柱，还把赵家上下杀了个干干净净，赵家彻底完了。王天福听到这话，手中的茶杯猛地一顿，滚烫的茶水溅出几滴，落在他的手背上，他却浑然不觉。这怎么可能？赵太可是金丹2重的修为，实力与我不相上下。楚风不过是个被废了灵根的废物，怎么可能杀得了他？王莹跺了跺脚，语气急切。楚风不知得了什么奇遇，不仅恢复了灵根，还突破到了筑基之极境。现在赵家已经不姓赵了，姓楚。王天福的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石桌。筑基至极境，这小子到底得了什么机缘？赵太也太过废物了，连一个筑基境的小子都对付不了。王莹似乎想到什么，心中更加害怕，连忙上前一步，抓住王天福的衣袖，紧张地说道：“爹，当年可是我们王家与赵家联手，一起杀了楚风的父母。赵太临死前肯定把这件事告诉楚风了，他现在杀了赵家所有人，接下来会不会就轮到我们王家了？”说到这里，王莹的声音都在发颤。他一想到楚风那双冰冷的眼睛，心中就一阵发怵，仿佛下一秒就会被他一剑斩杀。楚风通过云雀的视野，将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他周身的气息骤然变得冰冷，一股滔天的杀意不受控制地泄露出来。果然，赵太所言非虚，杀他父母的还有王家、王禅、王天福、王莹这笔血海深仇，他必定会让王家付出最惨痛的代价。枝头的云雀似乎感受到了楚风心中的杀意，眼睛看向王天福，眼神竟仿佛在盯着猎物。然而王天福被女儿的话弄得心烦意乱，根本没有注意到一只看似无害的云雀，更不会想到这只鸟的眼中会藏着杀意。怕什么？王天福拍了拍王莹的手，语气故作镇定：“等你爷爷出关，突破到元婴境，
碾死他就如同碾死一只蚂蚁。到时候不仅要杀了楚风，还要将楚家彻底从青山城抹去，我们便可以将楚家占为己有。听到爷爷即将突破元阴境，王莹心中的恐惧稍稍平复了一些。金丹境与元阴境之间的差距如同天壤之别，楚风就算再强，也绝不可能是元阴境的对手。等爷爷出关，楚风那个小杂种就死定了。王天福满意地点了点头，目光转向城主府深处的一座院落，眼中闪过一丝猥琐。现在不用管楚风那个小子，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今日紫书河从万宝阁拍下了一枚玄阴果，他只要炼化此果，定然会阴气反噬。闻听此言，王莹不由得露出震惊之色。玄阴果里蕴含着极强的玄阴之气，霸道无比，稍有不慎便会反噬自身。一旦阴气是体，便必须要男子的纯阳调和，否则身体便会被玄阴之气冰封而亡。紫书河怎么会如此冒险？王莹实在想不通，城主夫人为何要冒着走火入魔的风险炼化玄阴果。呵，王天福冷笑一声，语气中带着一丝讥讽。你爷爷马上就要突破到元阴期了，到时候这青山城还有谁能与他抗衡？紫书河不过是个金丹8重的妇人，自然急于突破境界，想要保住手中的城主令，守住他亡夫留下的基业。可惜啊，他太急功近利了，玄阴果岂是那么好炼化的？说到这里，王天福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猥琐的淫笑。等到他遭到反噬，神志不清之时，我便趁机将他办了。日后魏父便是这青山城的城主。就枝头的云雀清脆地叫了一声臭不要脸。楚风心中不由得冷笑，这王天福野心倒是不小，竟然想趁着紫书河反噬占便宜，夺取城主之位。不过他现在可没精力去管紫书河的死活，王禅出关在即，他必须尽快提升实力，否则一切都是空谈。楚风收回心神，不再关注城主府的动静，目光投向眼前的宝库。他深吸一口气，新瓷剑朝着宝库禁制狠狠斩去。别我破！轰！禁制上的符文骤然崩碎，消散在空气中。楚风一脚踹开了石门，而后走入了宝库之中。裴姨话音刚落，新瓷剑突然震颤起来，一道白色雾气从剑身涌出，雾气渐渐成型，化作一道窈窕的女子身影。她身着一袭素白长裙，裙摆曳地，随着呼吸轻轻浮动。女子身姿极为曼妙，胸前弧度饱满丰盈，将素白长裙撑得微微隆起，长发如瀑，随意披散在肩头，整个人透着一股出尘脱俗的清冷剑仙气质。这便是新瓷剑的剑灵裴玉涵。自楚风记事起，裴玉涵便存在于新瓷剑中，陪着他父亲修炼，也看着他长大。楚风以为新瓷剑已随着父亲的死，永远留在了荒古禁地之中，万万没想到，他还能再次见到裴玉涵的身影。楚风，裴玉涵看着眼前的少年，眼中闪过一丝恍惚。2年多未见，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眼神已经变得深邃。楚风上前一步，问出了心中的疑惑：裴姨，我父母到底是怎么死的？虽然已经从赵太口中得到了答案，但他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裴玉涵的眼神渐渐悠远，仿佛陷入了遥远的回忆之中，语气带着一丝哽咽：赵太撒谎了？什么？楚风浑身一震，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赵太都已经死到临头了，竟然还在撒谎，到底是怎么回事？裴姨，你快告诉我。裴玉涵缓缓开口，将当年的事情娓娓道来。你父母闯入了荒古禁地，他们找到了帮你恢复灵根的灵犀仙莲，而且还找到了一枚古怪的令牌。他们虽然逃出了荒古禁地，但也身受重伤，在半路遇到了王禅和赵太。楚风静静地听着，拳头早已紧紧攥起。我定要宰了王禅老狗，祭奠我父亲的在天之灵。发泄完心中的怒火，楚风渐渐冷静下来，想起了裴玉涵提到的令牌。裴姨，那枚令牌是干什么用的？王禅为何会如此执着于他？裴玉涵摇了摇头，眼神中带着一丝困惑。我也不太清楚令牌的作用，只知道上边刻着一座青铜古殿，应该是与某个秘境有关。说到这，裴玉涵的神色变得有些暗淡，语气中满是愧疚。楚风，对不起，我没有保护好他们。裴姨，这不怪你。楚风连忙摇头，要怪就怪我当年有眼无珠，喜欢上了赵雪莲，我会让王家付出100倍的代价。楚风不再耽搁，转身看向宝库中的资源。楚家原本底蕴不俗，积累了不少修炼资源，可这几年被赵家人肆意挥霍，如今宝库中剩下的东西已经不及巅峰时期的1/10。楚风深吸一口气，运转体内的炼天图，嗡嗡嗡，灵石堆放在宝库中央，足有10万之数。这些灵石在炼天图的炼化下，迅速变得暗淡，灵气被源源不断的抽离出来，融入楚风的丹田之中。楚风的丹田如同无底深渊，疯狂吞噬着这些灵气，周身的气息也在飞速攀升，很快便突破到了金丹2重。炼化完灵石，楚风将目光投向了宝库中的药材，他盘膝而坐，运转炼天图，周身泛起一道青色的丹炉虚影。时间一点点流逝，宝库中弥漫着越来越浓郁的丹香，只要能够提升实力的丹药，他全都炼，直到近乎一半的药材被耗尽，他的修为终于提升到了金丹4重。裴玉涵看着楚风，喉咙微微滚动。1天时间，从筑基至极境突破到金丹4重，这样的修炼速度堪称逆天。他从未见过如此惊人的修炼速度，更没想到楚风竟然还成了丹师。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炼丹？楚风并没有说初炼天荼的秘密，只是半真半假的说道：我得到了一场机缘，只要有足够的药材，哪怕是9品丹药，我也能炼制出来。9品丹药也能炼？裴玉涵呼吸一滞，脸上的震惊更甚。楚风笑了笑，没有再多解释。是时候去城主府了。如今他已经突破到了金丹4重，只要不是碰到王禅和紫书河，城主府中便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城主府灯火摇曳，映照的房间内一片蜜色。紫书河被王天福死死按在床上，身上的淡青色亵衣早已被粗暴地扯开大半。小美人儿，别白费力气了。王天福俯身逼近，呼出的气息带着浓重的酒气喷在紫书河的脸上，让他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盯着紫书河，嘴角挂着得意的邪笑。那枚玄阴果是我特意放在万宝阁拍卖的，我知道你急于突破，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拍下它。阴气反噬的滋味不好受吧？是不是浑身又冷又热，像是有无数虫子在爬？紫书河的身体猛地一僵，眼中闪过一丝难以置信的惊怒。你无耻！体内的玄阴之气愈发狂暴，理智如同风中残烛，随时都可能熄灭。可即便如此，他依旧死死咬着下唇，眼神好似要将王天福生吞活剥。哪怕是死，他也绝不会从了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王天福嗤笑一声，他的手顺着紫书河的肩头缓缓下滑，想要去扯那抹鲜红的肚兜。乖乖从了我，日后你还是城主夫人，不比你现在苦苦支撑强。说着，他便迫不及待地低下头，肥厚的嘴唇朝着紫书河的脖颈凑去。滚开！紫书河双腿胡乱蹬踹，想要挣脱王天福的束缚，可体内的玄阴之气让他根本无法动用灵力。就在王天福俯身凑到他脖颈的瞬间，一变陡声，砰一声巨响，房门被人一脚踹开。夜风裹挟着刺骨的寒意灌入房间，吹动了桌上摇曳的烛火，也让床上的2人同时打了一个寒战。谁？王天福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一哆嗦，猛地转头怒喝。可他的话音刚落，一道冰冷的剑光便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新瓷剑的剑身泛着淡淡的星辉，锋利的剑尖贴着他的脖颈，传来一阵刺骨的凉意，让他瞬间僵住。当他看清来人的模样时，脸上的暴怒瞬间凝固，随即化为一抹不屑的讥笑。原来是你这个废物！他上下打量着楚风，眼神中充满了不屑。怎么，杀了赵家那几个废物，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敢闯城主府，你胆子倒是不小。王天福的脖子微微伸长，脸上满是倨傲，仿佛一点都不担心架在脖子上的剑。他笃定楚风不敢杀他，他父亲即将出关，楚风就算再强，也不过是个金丹境，绝不可能抗衡整个王家。砍！有本事你就往这砍！王天福甚至故意将脖子往前送了送，脸上的讥讽更甚。我倒要看看，你杀了我之后，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门？楚风眼中只有一片冰冷的漠然，他最讨厌的就是这种自以为是的蠢货。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要求。剑光一闪，鲜血喷涌而出，王天福的脑袋应声落地，滚到了房间的角落，眼睛瞪得滚圆，似乎到死都不敢相信楚风真的敢在城主府杀他。房间里瞬间安静下来，只剩紫书和粗重而急促的呼吸声。楚风收剑便准备离开，救人只是顺手而为，他此行真正的目的是城主府豢养的那只4阶妖兽。然而他刚转身，手腕却突然被一只冰凉而颤抖的小手死死拉住。楚风微微一怔，转头看去，只见紫书河的身体彻底失去了支撑，体内的玄阴之气彻底爆发，理智早已被汹涌的欲念淹没。他的眼神一片迷蒙，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未干的泪珠，更添几分楚楚可怜。救我！楚风深吸一口气，鼻尖萦绕着女子身上独有的馨香，混杂着玄阴之气暴走后溢出的淡淡冷意，让他心神微微一荡。哪个干部经得起这样的考验？就在此时，他的脑海之中响起裴玉涵清冷的声音：你就这么走了？他无法阴阳同济，必死无疑。闻听此言，楚风的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脚步下意识地顿住。他此行的目的本就不是救人，而是城主府豢养的那只4阶妖兽天煞鬼虎。4阶妖兽的实力与元阴境修士相当，只要他能以御兽灵诀控制住这只天煞鬼虎，就算王禅成功突破元阴境又如何？到时候他大可让这只狗贼死在自己驯服的妖兽口中，一血父母被杀得血海深仇。更何况王禅现在正是闭关冲击元阴境的关键时刻，根本无暇他顾。紧接着，裴玉涵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丝循循善诱的意味。他体内玄阴果的力量霸道至极，却也精纯无比，对于你这纯阳之体来说可是大补之物。只要你将其炼化，不仅能化解他体内的阴气反噬，你的修为定能更上一层楼。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楚风哪还有不明白裴玉涵的意思？他转头看向紫书河，随即抬手一挥，关上了房门。1个时辰之后，楚风脑中一声轻响，壁垒碎裂，金丹5重，水到渠成。极阴灵体的身体像是一个巨大的漏斗，开始疯狂掠夺周围天地间的灵气，不是吸纳给他自己，而是将灵力毫无保留地涌入楚风的体内。特殊体质自带独特的能力，可以加持修炼速度，或者拥有独特威能。拥有特殊体质的修士往往都是同级别的翘楚，其中有一种特殊体质被称为炉鼎体质，就像赵雪莲的玄阴之体，比玄阴之体更加强大。没想到城主夫人是一个大漏斗。1日1夜，当楚风再次睁开眼时，
天光已经透过窗棂洒进了房间，他体内的灵力愈发浑厚凝练，金丹五重的修为稳固无比，距离金丹6重也只差了最后1线之隔。炼化子舒和体内玄阴果的力量不过用了1个时辰，可剩下的时间却全都耗在了这女子身上。子舒和原本清冷如秋水的眸子，还有几分难以言喻的水汽，只差一点，他就能突破到金丹9重了。可惜昨夜炼化玄阴果的时候，终究还是遭到了阴气反噬。子舒和微微转头，目光落在了床角不远处那颗滚落在地的头颅上。王天福死不瞑目的眼睛还死死地瞪着天花板，紧接着他又意味深长地看向楚风：“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强硬。”原本以为自己昨夜的清白会毁于王天福之手，却没想到关键时刻楚风竟然冲了进来。楚风闻言挑了挑眉：“我也小瞧你了。”子舒和美眸之中又羞又怒，嗔怪地瞪了他一眼：“你为什么会来我的房间？”他自然也听说了楚风的传闻，那个曾经被赵家废掉灵根的废物，一夜之间恢复修为，杀光了赵家满门，重新掌控了楚家。可在他看来，楚风就算再厉害，也不过是刚刚突破到金丹境，根本不可能在城主府中来去自如，更不可能是王天福的对手。可昨夜的事情却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楚风来的时候修为明明是金丹4重，若非如此，他绝无可能瞬息之间便出现在王天福的身后，并且一剑消手，干净利落。楚风没有解释太多，起身快速穿好了衣袍。耽搁了一夜，王禅随时都可能破关而出，他已经没有太多时间了。他转头看向子舒和，语气带着一丝急切：“日后再跟你解释，现在立即带我去豢养天煞鬼虎的地方。”子舒和一愣，有些不明所以的看着他：“你想要干什么？”御兽。楚风言简意赅。子舒和想也不想，立即摇头：“那是4阶妖兽，性情凶残无比，连我夫君当年都耗费了大量心神，才勉强将他驯服。你根本不可能操控他。整个青山城只有他的夫君才有能力驯服那只妖兽。自从夫君死后，便再也没有人能够压制住天煞鬼虎的凶性。无奈之下，只能将他锁在地牢深处的地笼之中，以防他挣脱出来为祸一方。”楚风皱了皱眉，心中的焦躁愈发浓郁。王禅马上就要出关了，这个女人还在这里磨磨蹭蹭。他原本的计划是趁着王禅冲击元阴境最关键的时刻，放出天煞鬼虎，杀他个出其不意。现在耽搁了这么久，恐怕是来不及了。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快带我去。说着，他甚至还扬起了手掌，做事要打下去。子舒和看着他那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心中竟是不由自主地升起一丝惬意。他再也不敢多问一句，连忙点头，声音带着一丝委屈的颤音：“我带你去。”清晨的微光透过城主府的朱红院墙，洒在青石铺就的小径上，带着一丝凉意。2名守在别院大门外的护卫正压低声音窃窃私语，脸上带着猥琐的笑意。吱呀，木门转动的声响打破了清晨的宁静，也让门外的2人下意识地站直了身体，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当看到从门内走出来的2道身影时，2人瞬间瞪大了眼睛。2人一个名叫王虎，一个名叫王豹，都是王家的旁系子弟。看到楚风从子舒和的别院里走出来，王虎和王豹脸上的震惊几乎要溢出来。楚风，你怎么会从里边出来？在他们看来，昨晚进入别院的是王天福，按道理来说，现在应该是王天福和城主夫人一起出来，怎么会换成楚风这个废物？楚风停下脚步，目光平静地扫过2人。难不成你们还在等着王天福出来？王豹皱着眉头，眼神警惕地看向院内，似乎想透过庭院的隐蔽看到里面的情况。三爷呢？他已经被我杀了。楚风的声音平淡无波，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哈哈哈！岂料王虎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忍不住大笑起来。就凭你这个废物，也敢说杀了三爷，真是天大的笑话。王豹也跟着冷笑，眼神阴鸷地盯着楚风。三爷可是金丹3重的强者，动动手指头都能碾死你。在他们看来，楚风就算恢复了修为，也根本不可能是王天福的对手。更何况这里是城主府，王家的地盘，楚风就算再大胆，也不敢在这里杀王天福。楚风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眼神变得冰冷起来。他懒得再和这2个不知死活的东西废话，右手猛地一抬，腰间的新刺剑瞬间出鞘，一道璀璨的星辉闪过，凌厉的剑气瞬间弥漫开来。苍浪，剑鸣之声清脆刺耳，伴随着一道耀眼的剑光，楚风的身影如同鬼魅般动了。王虎和王豹甚至还没反应过来，便觉得眼前一花，脖颈处传来一阵刺骨的寒意，2道鲜血同时喷涌而出，在空中画出2道凄厉的弧线，2人的脑袋应声落地，滚到了台阶下，眼睛瞪得滚圆。他们的无头尸身还保持着站立的姿势，脖颈处的鲜血如同喷泉般涌出，染红了身前的青石板。过了片刻，才轰然到地，抽搐了2下便没了动静。王虎和王豹道死都没有想到，楚风竟然已经突破到了金丹5重，这个曾经被赵家囚禁的废物，如今竟然拥有了如此恐怖的实力。他们终于相信了楚风说的话，楚风确实有实力杀了王天福。可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远处的几个仆役早已被这突如其来的血腥场面吓得魂飞魄散，双腿一软，瘫倒在地上，浑身控制不住地颤抖，连尖叫都发不出来。你！子舒和看着楚风毫不犹豫地斩杀了2个王家人，脸上闪过一丝惊讶。
他没想到楚风竟然如此心狠手辣，在城主府中也敢肆无忌惮的杀人。楚风转头看向他，眼神平静的说道：“他们都是王禅的人，你不会指望他们效忠你吧？”子舒和沉默了。这些王家的人都是王禅安插在他身边的眼线，平日里对他阳奉阴违，只听王禅的命令。就算他杀了王禅，想要重新掌控整个城主府，也必然要进行一场大清洗。想到这里，子舒和便没有再说话，只是默默地领着楚风朝城主府地牢的方向走去。走了一段路，子舒和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你真的能够驯服那只四阶妖兽？”楚风脚步不停，只是微微转头，目光落在他绝美的侧脸上。“敢跟我打个赌吗？”子舒和心中一动，美眸中闪过一丝好奇。“赌什么？”“我若是无法驯服那只四阶妖兽，楚家的一切都归你，包括我。”楚风的话掷地有声，子舒和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楚家的底蕴虽然这些年被赵家霍霍了不少，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好歹也是青山城4大家族之一，掌握着2处灵矿，还有不少房产和田地，以及一些传承下来的修炼资源。单单是那2处灵矿，便足以让青山城的任何一个势力心动。更何况楚风如今已经突破到了金丹5重，年轻有为，如果能够得到他的效忠，他的身边便会多一个强大的帮手，对于他掌控城主府也有着极大的好处。“你想要什么？”楚风看着他警惕的模样，嘴角的笑容愈发玩味。“我要你做妾。”“你好大的口气！”子舒和的美眸瞬间一眯，她可是堂堂城主夫人，金丹8重的强者，楚风竟然让她做妾。楚风毫不畏惧地迎上她的目光，激将道：“怎么不敢？”子舒和的美眸流转，心中快速地盘算起来。他的夫君便是一位4品御兽师，自然知道驯服4阶妖兽有多难。4阶妖兽灵智已开，性情凶残，想要驯服他们，不仅需要强大的实力，还需要特殊的御兽功法。就算是4品御兽师，也未必能够100%成功。楚风定然是不知道从哪里学了些御兽的法子，就自以为可以驯服4阶妖兽，简直是痴人说梦。楚家产业他要定了，这个人他也要定了。至于做妾，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楚风绝不可能驯服那只天煞鬼虎。想到这里，子舒和的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他抬起下巴，迎上楚风的目光。“好，我跟你赌。”楚风看着他眼中的自信，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他知道子舒和心中打的算盘，但他不知道的是，御兽灵诀乃是顶级御兽功法，别说只是一只4阶妖兽，就算是更高阶的妖兽，他也有信心将其驯服。楚风刚踏入地牢底层，便被前方一道遮天蔽日的庞大身影彻底占据了视线。那是一头体型堪比小山丘的巨虎，正是城主府豢养的4阶妖兽天煞鬼虎。它比寻常猛虎庞大数倍，双眼赤红如染血，树瞳狭长锐利，仿佛能洞穿人心，嘴角獠牙外露，长达尺许，泛着森寒的白光。这就是那只4阶妖兽。楚风眼中闪过一丝讶异，忍不住向前踏出半步。这天煞鬼虎的凶性与威势，比他预想中还要强悍数倍。4阶妖兽的威压如同山岳般扑面而来，若是寻常金丹境修士，恐怕早已被这股气势吓得魂飞魄散了。可楚风浑然不惧，反而体内的血液隐隐兴奋起来。子舒和已经不是第一次见这只妖兽了，可依旧被那凶煞之气吓得浑身一僵。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这天煞鬼虎立刻猎山，你根本不可能驾驭它。楚风没有回头，只是淡然道：“我劝你还是准备好自己的嫁衣吧。”子舒和脸颊瞬间长得通红，胸口微微起伏，这是笃定能赢下赌约，让他履行承诺，给他做妾。我倒要看看你如何驯服这只妖兽。就在这时，地牢上方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紧接着一股浩瀚的天地之力从天而降，笼罩了整个青山城。感受到那股强大的威压，子舒和脸色骤变。王禅突破到元婴境了。子舒和再也顾不得看楚风驯兽，转身便朝着地牢外狂奔而去，脚步踉跄，显然已经乱了方寸。王禅突破元婴境，意味着青山城再也无人能制衡他。楚风看着他仓皇离去的背影，眼中闪过一丝凝重，却并未跟随。他深深看了一眼天煞鬼虎，感受到他体内那股蠢蠢欲动的力量，嘴角的笑容愈发浓烈。看来得抓紧时间了。地牢外，一道璀璨的金色光柱冲天而起，直插云霄。光柱之中祥云缭绕，锐气千条，隐约有龙吟凤鸣之声传来。整个青山城都被这股宏大的异象所惊动。这是结阴异象。虚空之中，一道巨大的法相缓缓凝聚而成。那是一位身着青袍的老者，周身环绕着淡淡的元婴之力，正是王禅的法相。结阴，真的是结阴！王家大长老突破到元婴境了。子舒和站在妖兽院的空地上，仰头望着天空中的法相，脸色苍白如纸。王禅突破元婴境，城主府的大权恐怕真的要落入他的手中了。就在这时，金色光柱骤然收缩，化作一道流光，涌入王禅的闭关之地。紧接着，闭关室的石门轰然炸裂，一道身影从中缓步走出。那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身着一件绣着太极图案的青袍，面容红润，眼神深邃，周身散发着淡淡的元婴之力。王禅感受着体内那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嘴角忍不住上扬，仰头大笑起来：“哈哈哈，我成了！从今日起，
我王禅便是青山城的天。门外天光倾泻而入，却也将庭院中的景象照得一清二楚。王天福正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早已生机全无。王禅瞳孔骤缩，连呼吸都停止了。他踉跄一步，伸出的手指微微颤抖。这是怎么回事？他喉头滚动，猛地提气，吼声震得梁上灰尘簌簌落下。谁杀了天福？早已跪在院中的王莹，此刻已是泪流满面。爷爷，楚风灭了赵家满门，他还连手子舒和那个贱人昨夜潜入府中袭杀了父亲。您一定要为孙女做主，为父亲报仇啊！什么？王禅须发皆张，老脸因愤怒而扭曲。好一对狗男女！我王禅若不将你们剁碎了喂狗，祭奠我儿在天之灵，誓不为人。就在这时，一直垂手立在侧旁的王天寿上前一步：父亲，方才有人亲眼看见楚风与子舒和往家族豢养妖兽的地牢方向去了。王禅猛地转头，赤红的目光看向的牢所在方位。随我去地牢。地牢外，几位老者正围在子舒和身边，苦口婆心地劝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您还是先离开城主府，暂避风头吧。没错，只要日后您突破到元婴境，自然能够将城主之位夺回来。王禅现在杀红了眼，我们根本拦不住他。您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他们都是忠于城主王云山之人，从子舒和口中知道了王天福因何而死之后，他们顿时都慌了。如今王禅已经突破到了元婴境，他们就算是一起上，也绝对不可能是王禅的对手。子舒和站在原地，目光落在地牢的大门上，心中五味杂陈。原本他是不信楚风能够驯服天煞鬼虎的，可此刻他的心中竟然产生了一丝期盼，或许他真的能行呢。想到这里，子舒和缓缓摇了摇头，语气坚定地说道：我不走。什么？几位长老都是一惊，脸上满是不解。王禅马上就要来了，他不会放过您的。子舒和没有解释，只是紧紧握着手中的城主令，目光依旧停留在地牢大门上。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选择相信楚风，只是心中有一种感觉，今日若是逃了，便永远都回不来了。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众人转头望去，只见王禅带着大批王家子弟和长老，杀气腾腾地冲了过来。今天谁都别想走！王禅停下脚步，冰冷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所有人，最后落在子舒和身上。楚风呢？他躲哪去了？子舒和握紧手中的城主令，上前一步冷声道：王禅，你想要干什么？王禅嗤笑一声，眼神中满是不屑。老夫已经突破到元婴境，放眼整个青山城，无人是我的对手。你以为拿着一块破令牌还能号令老夫吗？他的目光扫过护在子舒和身边的几位长老，语气带着一丝威胁：从今往后，这城主之位便由我来做，谁赞成谁反对？几位长老脸色变幻不定。就在这时，五长老站了出来：我反对。王禅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容：既然你反对，那就给我去死吧！话音未落，王禅抬手便是一掌拍出，元婴境的灵力凝聚成一只巨大的手掌，带着磅礴的天地之力，朝着五长老狠狠拍去。掌风呼啸，空气被撕裂，周围的空间都泛起了细微的涟漪。五长老脸色大变，连忙运转全身灵力，凝聚出一道护体灵光。可他的修为不过是金丹一众，在元婴境的绝对实力面前，根本不堪一击。扑哧，巨大的手掌瞬间拍碎了五长老的护体灵光，重重地拍在他的胸口。五长老喷出一口鲜血，身体如同断线的风筝般飞出去，他重重地撞在石壁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而后滑落在地，抽搐了2下便没了气息。现场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众人都没有想到王禅竟然会说杀就杀，连一丝情面都不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王禅的声音回荡在院中，还有谁反对？没有人敢说话，几位长老纷纷低下头，现在反抗只有死路一条。王禅满意的看着众人的反应，目光再次落在子舒和身上。他早就看上了子舒和的极阴灵体，那可是天生的绝世炉鼎，若是能够与他双修，他的修为定然能够更进一步。子舒和，楚风杀了我儿，老夫定要将此子碎尸万段，挫骨扬灰。至于你，若是现在跪下，爬到老夫面前来，老夫还可以留你一命，让你做我的炉鼎。就算要杀子舒和，他也要先将他的极阴灵体彻底榨干。你休想！子舒和脸色铁青，浑身气得发抖。王禅，你可是我夫君的亲叔叔，你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对得起他的在天之灵吗？王禅仰天大笑起来，笑声中充满了狂妄。王云山那个废物也配谈在天之灵？实话告诉你，王云山就是我杀的。什么？这句话如同惊雷般炸响，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几位长老更是猛地抬起头，眼神中充满了震惊之色。子舒和浑身一颤，他难以置信地看着王禅，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我夫君他真的是你杀的？王禅脸上满是狰狞之色，语气之中带着一丝不甘。我的修为远在他之上，凭什么他能做青山城城主？若不是仗着那只天煞鬼虎，他算什么东西？你这个畜生！子舒和目眦欲裂，他想要冲上去与王禅拼命，却被一股强大的威压死死按住，动弹不得。王禅爆发出来的元婴境威压，如同山岳般将他镇压，让他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几位长老也被这股威压逼得跪倒在地，脸色苍白，呼吸困难。王禅一步步走到子舒和面前，
眼中的贪婪愈发浓郁。他抬手用手指轻轻挑起了紫书河的下巴，感受着指尖细腻滑嫩的触感，嘴角勾起一抹猥琐的笑容。这么水灵的身子，老夫怎么忍心让你守寡？紫书河死死地瞪着王禅，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就在这时，一道凌厉的剑气突然从地牢之中飞出，剑气纵横刺向王禅。王禅脸色一变，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他没想到地牢之中竟然还藏着人，而且剑气如此凌厉。他不敢大意，身形瞬间向后滑行数丈，同时反手一掌拍出，一道浑厚的灵力劈链轰向那道剑气。砰！剑气与灵力劈链剧烈碰撞，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新磁剑倒飞而回。王禅眼神冰冷地盯着地牢大门，元阴境的神识瞬间扩散开来。谁？滚出来！话音刚落，一道修长的身影从地牢之中缓缓走了出来。她是我的女人。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王禅死死盯着楚风，眼睛里瞬间燃起滔天杀意。元阴境的威压化作无形的狂风，席卷着整个妖兽院。就是你这个小杂种，杀了我儿天福！楚风手握新磁剑，剑身泛着淡淡的星辉，仿佛感受到了主人的怒意，发出轻微的嗡鸣。他周身的杀意早已凝聚成实质，与王禅的威压碰撞在一起，激起阵阵无形的涟漪。狗贼，你杀我父亲王天福不过是开始，今日我要你王家上下陪葬！王禅先是一愣，随后怒极反笑，眼中闪过一丝讥讽。看来你都已经知道了，不过我倒是很好奇，是谁给你的勇气，敢站在我面前说这种大话？他的目光扫过楚风，如同在看一个死人。金丹境与元阴境犹如云泥之别，我一根手指便能碾死你。紫书河站在楚风身后，目光下意识地瞟向地牢的方向，眼中闪过一丝深深的绝望。地牢里没有任何动静，很显然楚风并没有驯服那只凶残的天煞鬼虎，不然以那妖兽的脾性，此刻定然已经冲出地牢，展露凶威了。楚风孤身一人面对元阴境的王禅，根本没有任何胜算。王天寿看着楚风，忍不住开口道：“父亲，这楚风进入地牢是想驯服那只天煞鬼虎。”话音刚落，在场的王家众人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哄堂大笑。众人脸上满是不屑，仿佛听到了世间最荒谬的事情。他竟然想驯服天煞鬼虎，我没听错吧？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一个毛头小子，从未学过御兽之术，也敢妄想驯服这种妖兽？王禅的笑容渐渐收敛，眼中的杀意愈发浓郁。小子，我这就送你去见你爹，让你们父子团聚。话音落下，王禅抬手便是一掌拍出，元阴境的灵力疯狂涌动，汇聚成一只巨大的金色手掌，手掌遮天蔽日，朝着楚风狠狠拍去。天空中的云层也被这股强大的力量搅动，变得阴沉无比。王莹激动得浑身颤抖，眼中闪烁着复仇的快意。爷爷，杀了他，为我爹报仇！众人看着那只金色巨掌，皆是难掩震惊之色。楚风必死无疑，没有任何生还的可能。好强的力量，这就是元阴境吗？楚风这次死定了，就算是金丹九重，也绝不可能挡住这一掌。谁让他不知天高地厚，敢与大长老为敌？紫书河看着那遮天蔽日的金色巨掌，心中一紧。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向前一步，挡在了楚风的面前，双手结印，想要为楚风抵挡这致命一击。然而，就在他的灵力刚刚运转起来之时，一只强有力的手臂突然搂住了他的柳腰，将他柔软的娇躯紧紧拉入怀中。紫书河浑身一震，体内的灵力险些逆行，他下意识地挣扎了一下，抬头看向楚风，眼中满是惊愕：“你干什么？快放开我！”吼！一声震耳欲聋的虎啸突然响彻整个青山城，天空中的云层被震散，飞鸟惊逃，整个青山城的百姓都被这声虎啸吓得魂飞魄散，纷纷躲进屋内，不敢露头。妖兽院中的众人皆是脸色骤变，下意识地齐齐转头看向了地牢的方向。这叫声听起来好像是在护主。此话一出，顿时遭到了众人的否定。不可能，绝不可能！天煞鬼虎怎么可能认主？王禅也是眉头一皱，眼中闪过一丝讶异。紧接着，他又冷哼一声：“就算放出来又如何？今日你们都得死！”轰！就在金色巨掌即将落在楚风和紫书河身上的瞬间，一道巨大的黑影突然从地牢之中冲天而起。那身影体型庞大如山，正是天煞鬼虎。他的速度快得惊人，如同一道闪电，抬起巨大的虎爪，朝着金色巨掌狠狠拍去。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天煞鬼虎的虎爪与王禅的金色巨掌狠狠碰撞在一起，两股磅礴的力量瞬间爆发，形成一股巨大的冲击波，朝着四周扩散开来。周围众人都被这股冲击波掀飞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口吐鲜血，狼狈不堪。金色巨掌在天煞鬼虎的虎爪下，如同脆弱的琉璃般寸寸碎裂，化作点点灵光消散在空气中。王禅被这股反震力震得连连后退数步，脸色微微发白。你竟真的把他放出来了！天煞鬼虎落在地上，巨大的身躯让地面都微微下沉。他甩了甩脑袋，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赤红的树瞳扫过在场的众人，眼神中满是凶煞。那股暴力的威压让所有人都浑身颤抖，不敢直视。好恐怖的妖兽，这就是四阶妖兽的真正实力吗？此刻
众人的目光齐齐落在了楚风的身上。楚风那个疯子，没有驯服他，就把他放了出来。楚风是想鱼死网破，拉着我们所有人一起陪葬。天煞鬼虎凶残成性，一旦失控，我们所有人都得死。楚风，你这个畜生，你想找死？别拉着我们垫背！众人趴在地上，看着天煞鬼虎庞大的身躯，声音都在发颤。天煞鬼虎在落地之后，赤红的树瞳扫过在场的众人，让所有人都噤若寒蝉。但他并没有发动攻击，而是转过身，围绕着楚风和紫书河缓缓转了一圈，巨大的尾巴轻轻摆动，带起一阵微风。紧接着，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这只凶残成性的天煞鬼虎竟然缓缓低下了他的头颅，趴在了楚风的脚边，巨大的脑袋轻轻蹭着楚风的小腿，如同一只温顺的大猫。轰！这一幕如同惊雷般炸响在每个人的脑海中，在场的所有人都齐齐倒吸一口凉气，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眼神中满是呆滞。就算是傻子也能看出来，这只天煞鬼虎已经被楚风彻底驯服了。天煞鬼虎乃是4阶妖兽，凶残异常。当年前任城主驯服他时，他还曾多次失控，咬死了不少护卫。若是他没有被驯服，以他的脾性，此刻院中恐怕已经是尸山血海，所有人都难逃一死。可现在他竟然温顺地趴在楚风脚边，这简直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这不可能！王禅踉跄着后退一步，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震惊之色。天煞鬼虎竟然真的被他驯服了！他死死盯着趴在楚风脚边的天煞鬼虎，又看了看楚风，眼神中充满了不解。王云山死后，他不是没有尝试过驯服这只妖兽，但是都失败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耗费了无数心血都无法驯服的妖兽，竟然被楚风这个毛头小子轻易驯服了。紫书河身后的那些长老们纷纷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低声议论起来。难怪主母刚才不肯走，原来是笃定了楚风能够驯服这只天煞鬼虎。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他难道是一位御兽师？有这只4阶妖兽在，就算王禅是元阴境，也得投鼠忌器。紫书河的娇躯骤然绷紧，而后微微颤动。你竟然真的把他驯服了？他低头看着趴在楚风脚边的天煞鬼虎，感觉像是在做梦。楚风竟然真的做到了，他真的驯服了这只连他夫君都要耗费3年时间才能勉强驯服的妖兽。楚风感受到怀中美人的颤抖，低头看向他，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他微微侧头，凑到紫书河的耳旁，温热的气息喷洒在他的耳廓上。现在你应该叫我什么？紫书河先是一愣，随即反应了过来。楚风成功驯服了天煞鬼虎，按照之前的赌约，他输了，要做他的妾。心念及此，他的脸颊瞬间变得通红，一直红到了耳根，心跳骤然加速，如同小鹿乱撞。他下意识地低下头，不敢去看楚风的眼睛，长长的睫毛轻轻颤动，细若蚊凝地开口道：夫君。紫书河低着头，根本不敢去看众人的表情。真正的夫君才死了不到1年，转头便投入其他男人的怀抱了，大家会不会认为他是一个荡妇？然而紫书河并不后悔，他一个人撑着实在太累了，一个能够驯服4阶妖兽的御兽师做他的妾也不是不能接受。最重要的是他没得选，王禅已经突破到了元阴境，如果没有楚风，他只会沦为王禅的炉鼎。相比之下，他更希望做楚风的妾，至少他不只是口气大。夫君这2个字如同惊雷般在妖兽院炸响，瞬间压过了所有的嘈杂。寂静，死一般的寂静，在场的所有人都僵在了原地，眼睛瞪得滚圆，仿佛听到了世间最荒谬的事情。空气仿佛凝固了，只剩下天煞鬼虎低沉的呜咽声和众人粗重的呼吸声。主母他竟然叫楚风夫君。楚风虽然驯服了天煞鬼虎，但他终究是外人，堂堂城主夫人竟然当众叫一个外人夫君，对得起逝去的城主吗？这些长老皆是忠于王云山之人，此刻一个个脸色涨红，显然无法接受紫书河当众认楚风为夫君的事实。在他们心中，紫书河是前任城主的遗孀，理应坚守名节，守护城主府。然而也有几位长老选择了沉默，他们都很清楚，事到如今，这或许是最好的选择了。王禅已经突破元阴境，他绝不会放过紫书河，更不会放过他们这些忠于城主的人。楚风能够驯服天煞鬼虎，便已经拥有了与王禅抗衡的实力，甚至有了掌控整个青山城的资本。紫书河与他绑定在一起，才能保住城主府，保住他们这些人。4长老站了出来，冷声道：主母，这是为了保住我们的性命。这番话如同醍醐灌顶，让那些激动的长老们瞬间冷静了下来。王禅心狠手辣，如今已是元阴境强者，若是没有楚风和天煞鬼虎，他们根本不是王禅的对手，最终只会落得个死无全尸的下场。可是3长老还想说什么，但看着楚风脚边温顺的天煞鬼虎，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众人的议论声虽然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王禅的耳中。他看着被楚风搂在怀里的紫书河，看着他脸上那抹娇羞的红晕，一股难以遏制的怒火瞬间从胸腔中爆发出来。紫书河是他看中的炉鼎，是他突破元阴境后进一步提升修为的关键。他早就对紫书河的极阴灵体垂涎3尺，之前碍于王云山，一直没有下手。如今他好不容易突破元阴境，以为可以为所欲为，却没想到自己看中的女人竟然当众认别的男人为夫君，还被搂在怀里，
这简直是对他的奇耻大辱。楚风，放开你的爪子！王禅怒吼一声，元阴境的威压再次暴涨。紫书河是老夫看中的女人，你也敢染指？今日老夫不仅要杀了你，还要将你挫骨扬灰，让你知道的罪老夫的下场。楚风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讥讽，而后抬手拍了拍天煞鬼虎的脑袋，逼我咬死他！天煞鬼虎立刻抬起头，赤红的树瞳瞬间锁定了王禅，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咆哮，身上的凶煞之气再次爆发出来。吼！一声震耳欲聋的虎啸再次响彻天地，天煞鬼虎四肢猛地蹬地，巨大的身躯如同离弦之箭般弹射而出，朝着王禅猛冲而去。他的速度快得惊人，带起一阵狂风，地面被他的爪子划出4道深深的沟壑，碎尸飞溅。王禅脸色一沉，眼中闪过一丝凝重。这天煞鬼虎竟然如此听从楚风的命令，他不敢大意，双脚轻轻一点地面，身形瞬间腾空而起，化作一道青虹，冲向天空。天煞鬼虎见状，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跃，庞大的身躯竟然如同飞鸟般腾空，紧随其后，朝着王禅追去。王禅身在高空，双手结印，元阴境的灵力疯狂涌动，汇聚成一道道璀璨的灵光，周围的天地之力也被他调动起来，天空中的云层翻滚。青明雷动掌！王禅怒吼一声，双手猛地向前推出，2道巨大的青色掌印凝聚而成，掌印上缠绕着密密麻麻的紫色雷电，朝着天煞鬼虎狠狠拍去。这门地阶武技只有元阴境修士才能催动，威力无穷，一掌下去足以劈山裂石。青色掌印所过之处，紫色雷电噼啪作响，照亮了整个天空，让地面上的众人都忍不住眯起了眼睛。这就是地阶武技吗？太恐怖了！大长老果然厉害，突破元阴境之后，实力当真是深不可测。天煞鬼虎这次恐怕凶多吉少了，地阶武技可不是那么容易抵挡的。王天福脸上满是兴奋之色，面对如此强悍的地阶武技，就算是天煞鬼虎也只能饮恨当场。然而天煞鬼虎眼中没有丝毫畏惧，反而闪过一丝狂暴的凶光，他猛地张开大嘴，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咆哮，巨大的虎爪上覆盖上一层厚厚的玄铁光泽，朝着青色掌印狠狠拍去。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青色掌印与虎爪狠狠碰撞在一起，紫色的雷电瞬间爆发开来，如同漫天烟花般绚烂，巨大的冲击波朝着四周扩散开来，天空中的云层被震散，形成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令人震惊的是，王禅全力施展的地阶武技竟然被天煞鬼虎一爪子拍碎了，青色掌印寸寸碎裂，紫色雷电也瞬间消散，化作点点灵光。王禅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反震力顺着手臂传来，体内的灵力剧烈震荡，喉咙一甜，险些喷出一口鲜血。他的身形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向后倒飞出去，足足后退了数丈之远，才勉强稳住身形。好厉害的孽畜！众人也被这一幕惊呆了，天煞鬼虎竟然挡住了地阶武技。王天寿站在人群中，看着天空中占据上风的天煞鬼虎，心中顿时升起一股危机感。他很清楚，再这么继续下去，父亲必定会败在天煞鬼虎手中，到时候他们这一脉的所有人都难逃一死。他的目光快速转动，瞬间落在了楚风身上。楚风是天煞鬼虎的主人，只要杀了楚风，天煞鬼虎便会失去控制，到时候父亲就有机会反败为胜。想到这里，王天寿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他猛地拔出腰间的长刀，对着身后的众人怒吼道：“杀了楚风，这只孽畜就会失控，大家一起上！”此话一出，众人顿时齐声附和：“对，杀了楚风！”他们纷纷拔出武器，朝着楚风齐齐冲去。一时间，杀气腾腾，无数把武器闪烁着寒芒，朝着楚风笼罩而去。紫书河身边的几位长老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四长老皱着眉头，看着冲过来的密密麻麻的人群，低声向紫书河询问道：“主母，对方人多势众，我们要不要出手？”在他看来，人力终有尽时，楚风就算再强，也绝不可能在灵力耗尽之前杀光所有人。想要保住楚风，保住城主府，他们必须出手相助。然而，还没等紫书河开口，楚风便动了。他抬头看向冲过来的众人，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周身瞬间爆发出金丹五重的磅礴威压，白色长袍无风自动，鼓荡不休，长发如同墨龙般飞舞。关门，一个不留！话音刚落，紫书河举起了手中的城主令，城主令瞬间爆发出璀璨的金光，一道巨大的金色屏障凭空出现，如同一个倒扣的金碗，将整个城主府笼罩其中。这枚城主令可不仅仅只是一个象征身份的摆设，更是城主府的镇府之宝，能够催动城主府传承已久的护府大阵。正是因为这枚城主令和护府大阵，王禅在突破元阴境之前，才始终对紫书河有所忌惮，不敢轻易动手。如今大阵启动，相当于关门打狗，将所有王家的人都困在了城主府之中。下一刻，楚风身形瞬间来到了王天寿的面前。王天寿脸色大变，他下意识地举起长刀，朝着楚风狠狠劈去。然而他的动作在楚风面前慢得如同蜗牛。是一道寒芒闪过，王天寿甚至没有看清楚风的动作，便觉得身体一轻，紧接着剧痛传来。他低头看去，长刀竟然被劈成了两段，掉落在地，发出清脆的声响。与此同时，
他的身体从肩膀到胯部也出现一道剑痕，鲜血喷涌而出，连人带刀尽皆两断。楚风没有丝毫停顿，新刺剑快速震荡，剑身上沾染的王天寿的血液随着震荡蒸腾，化作一团血雾，弥漫在空气中，让他看起来如同妖似魔。他如同虎入羊群，在人群中穿梭，身影所过之处，惨叫声此起彼伏。新刺剑每一次挥动，都能带起一道凄厉的血光，凡是挡在他面前的人，竟皆被一剑两断，没有任何一合之敌。不要杀我，我投降！楚风饶命，我再也不敢了。大长老，救我呀！您快下来救我！爷爷，王天寿已经死了，您再不管，我们都要死了！求饶声、惨叫声、武器落地的声响交织在一起，众人被楚风的凶残吓得魂飞魄散，纷纷想要逃跑。可是楚风速度极快，他们还没跑出妖兽院，便已经被一一斩杀。子舒和身边的几位长老早已被眼前这血腥而震撼的一幕惊呆了，他们瞪大了眼睛，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喉咙不断滚动，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楚风竟然突破到了金丹五重，那难道是圣阶武技？楚风竟然掌握了圣阶武技，这怎么可能？四长老喉咙滚动了一下，露出一丝苦笑，他这才发现自己之前想要帮楚风的想法是多么的可笑。以楚风的实力对付这些人，根本不需要他们出手。子舒和站在原地，看着楚风在人群中如同无人之境般厮杀，娇躯微微颤动。他越来越觉得楚风绝非池中之物。他年纪轻轻便拥有金丹五重的修为，掌握了圣阶武技，还能驯服四阶妖兽，这份天赋与实力简直是百年难遇，甚至千年难遇。这样的人注定不会被青山城这方小天地所束缚，日后他必定能够一飞冲天，驰骋天下，成为一方巨擘。而这样的人竟然是他的夫君。想到这里，子舒和的丰腴美腿不由得并拢了几分，轻轻摩挲着。院中死寂一片，不过几个呼吸的功夫，妖兽院变成了人间炼狱，满地都是残肢断臂与冰冷的尸体，唯有墙角处还缩着一道纤弱的身影，王莹。他浑身筛糠般发抖，双手死死抱住脑袋，牙齿不受控制的打颤。他涣散的目光死死盯着离自己不远的一具尸体，那是他的堂兄，身首异处，死不瞑目。死了，都死了！王莹的嘴唇哆嗦着，爷爷的人，父亲的人，全都死了。亲眼看着身边之人一个个倒在血泊中，惨叫声、求饶声此起彼伏，最终都归于沉寂。恐惧让他连呼吸都变得艰难，甚至控制不住地尿湿了裙摆，一股腥骚味弥漫开来，可他却浑然不觉。就在这时，耳边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王莹的身体猛地一僵，缓缓抬起头，透过模糊的泪眼，看到了手持新瓷剑的楚风，正一步步朝着他走来。楚风眼神冰冷，如同在看一个死人。不，你不要过来啊！楚风脚步未停，距离他越来越近。王莹再也撑不住，直接跪在了地上，连连磕头：“求你了，求求你放过我，我知道错了，求你看在我只是个女人的份上，饶我一命，我愿意做牛做马，伺候你一辈子。”楚风停下脚步，居高临下的看着他，手中的新瓷剑微微抬起，剑尖对准了他的眉心。就在楚风即将挥剑的瞬间，一变陡声，啊！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突然从天空中传来，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被吸引到天空中，包括楚风和王莹。只见天空之中，天煞鬼虎正死死抓在王禅的胸口，锋利的爪子穿透了王禅的护体灵光，轻易地撕裂了他的衣袍。湿了！天煞鬼虎猛地发力，硬生生将王禅的一条右臂从肩膀处撕了下来，鲜血如同喷泉般从王禅的肩膀处喷涌而出，染红了大片天空。那条还在抽搐的手臂带着淋漓的鲜血从高空坠落，王禅的胸口已经被抓得血肉模糊，白骨外露，狰狞可怖。他的五官因剧痛而扭曲在一起，口中喷出一大口鲜血。然而此刻想要后退已经晚了。孽畜，你敢！还没等他从断臂的剧痛中回过神来，天煞鬼虎那条粗壮如钢鞭的尾巴已经带着呼啸的风声狠狠抽在了他的腹部。轰！一声巨响，王禅如同被巨石击中的破布娃娃，整个身体瞬间被抽飞出去，以极快的速度砸向地面。王禅重重地砸在妖兽院的空地上，地面瞬间被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他的身体陷在深坑之中，手脚扭曲成诡异的角度。墙角处的王莹亲眼目睹了这一幕，脸上的血色瞬间退得一干二净，连嘴唇都变得乌青。他的身体软软的瘫倒在地，眼中的最后一丝希望彻底破灭了。原本还抱着一丝侥幸，期望着爷爷能够力挽狂澜，斩杀天煞鬼虎，然后杀了楚风，为他的父亲和族人报仇。可现在完了，彻底完了。就在这时，深坑中的王禅突然动了，他艰难地抬起头，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不远处的楚风，眼神中充满了怨毒。为什么要逼我？话音落下的瞬间，王禅的身形突然悬浮于半空之中，紧接着一股浓郁到令人作呕的血色雾气从他的体内涌出，如同潮水般扩散开来，很快就笼罩了整个城主府。那血色雾气所过之处，地面上的鲜血纷纷漂浮起来，融入雾气之中。与此同时，王禅的身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干瘪下去，皮肤紧贴在骨骼上，如同脱水的干尸一般。他的双眼却变得越来越猩红，充满了邪异的光芒。
紫书河站在一旁，看着这诡异的一幕，脸色骤变，心中猛地咯噔一下。他仿佛想到了什么，失声惊呼道：“不好，他要施展血脉陷阱！”闻听此言，四长老等人皆是脸色一变。那是早已失传的禁术，据说施展此术能够将自己一脉所有子孙的精血尽数炼化为己用，强行提升自身实力，但代价极大，不仅会折损寿元，还会断子绝孙。快阻止他！紫书河反应过来，率先朝着王禅冲了过去。四长老等人也不敢迟疑，纷纷运转灵力，想要阻止王禅施展禁术。然而王禅只是冷冷地瞥了他们一眼，抬手便是一掌拍出，血色雾气凝聚成一只巨大的手掌，狠狠拍向紫书河和四长老等人。砰！众人根本无法抵挡这股诡异的力量，瞬间被拍飞出去，重重地砸在地上，喷出一口鲜血，一时间难以起身。天煞鬼虎见状，怒吼一声，庞大的身躯如同离弦之箭般冲向王禅，巨大的虎爪狠狠拍向王禅。然而王禅周身的血色雾气突然凝聚成一层厚厚的血色屏障，将他牢牢护住。轰！天煞鬼虎的虎爪狠狠拍在血色屏障上，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血色屏障剧烈震荡起来，泛起阵阵涟漪，却始终没有破碎。天煞鬼虎接连拍出数爪，都无法轻易轰碎这层血色屏障，只能愤怒地咆哮着，围绕着王禅不断盘旋。就在这时，墙角处的王莹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只见王莹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一股淡红色的气流从她的七窍中涌出，朝着半空中的王禅飘去，那是她体内的精血。王莹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身体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干枯下去，皮肤失去了光泽，变得褶皱不堪，头发也开始变得花白，那种感觉就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抽走了他所有的生机。爷爷，那是我的精血，你快停下来！可王禅却如同没有听到一般，依旧疯狂地吞噬着他的精血。不仅是王莹，他这一脉所有人的精血都被强行抽离，化作一道道红色气流，融入血色雾气之中。就在这时，楚风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玉瓶，拔掉瓶塞，将里面的白色药粉尽数倒进了王莹的嘴里。快吃下去！王莹下意识地咽了下去，他以为楚风是良心发现，想要救他一命，眼中瞬间闪过一丝感激之色，虚弱地开口道：“谢谢你。”然而话音刚落，一股剧烈的疼痛突然从他的腹部传来，疼得他浑身抽搐，脸色瞬间变得乌青。你给我吃了什么？楚风神色淡漠地开口道：“毒药。”王莹张了张嘴，想要咒骂楚风，却只能发出微弱的呵呵声，身体抽搐了几下，便彻底没了气息。半空中，王禅疯狂地吞噬着所有王家子孙的精血，周身的血色雾气越来越浓郁，他那干瘪的身体竟然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起来，原本如同干尸般的身躯渐渐变得富态，皮肤重新变得光滑，甚至比之前还要红润。随着精血的不断涌入，王禅身上的气息也在飞速攀升。元婴一重，元婴二重，元婴三重。紫书河看着王禅的变化，眼中满是愤怒之色。他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怒声斥道：“王禅，你竟然连自己的血脉至亲都要炼化，你还是不是人？”王禅仰天大笑起来，笑声中充满了疯狂：“这都是你们逼我的！”他死死盯着楚风身上，恨声道：“楚风，我的儿子死了，我的族人死了，我的一切都被你毁了，今天你们所有人都要死！”话音落下的瞬间，王禅再也不顾一旁咆哮的天煞鬼虎，身形径直朝着楚风冲了过去。他现在的修为已经达到元婴三重，他若是想要杀楚风，天煞鬼虎也未必能拦得住。紫书河看到王禅冲向楚风，顿时呼吸一滞：“楚风，小心！”王禅的速度快得惊人，几乎在紫书河的惊呼声落下的瞬间，他就已经出现在了楚风的面前。他的眼中满是疯狂的杀意，右手成爪，带着凌厉的劲风，朝着楚风的头颅狠狠抓去。“给我死！”然而面对这致命的一击，楚风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脸上没有丝毫惊慌，甚至连眼神都没有变化，仿佛被吓傻了一般。紫书河的心脏瞬间提到了嗓子眼，眼中满是绝望。不，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异变陡生。呀！王禅突然发出一声凄厉至极的惨叫，体内灵力瞬间溃散，他捂着胸口，张口喷出一大口乌黑的血液。这是怎么回事？王禅瞪大了眼睛，却有些不明所以。他体内的灵力如同决堤的洪水般疯狂溢散，元婴三重的修为竟然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跌落。更恐怖的是，他的七窍之中渐渐渗出乌黑的血液，让他看起来如同地狱爬出的恶鬼。他的身体剧烈抽搐着，身躯又快速消瘦下去。楚风站在原地，仿佛早已预料到这一切。啪！他抬手便是一巴掌，狠狠抽在了王禅的脸上。王禅被这一巴掌抽得原地旋转了3圈，重重地摔在地上。楚风上前一步，抬脚狠狠踩在了王禅的脸上，鞋底碾压着他的脸颊，将他的脸深深踩进泥土之中。傻逼！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紫书河身旁的几位长老一个个瞠目结舌，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由得窃窃私语：这是怎么回事？王禅这好像是中毒了，他的修为怎么掉得这么快？元婴三重瞬间跌到金丹境了，难道是楚风搞的鬼？可我们根本没看到他动手啊！
紫书河站在一旁，也是满脸震惊。他刚才也以为楚风必死无疑，可没想到局势竟然会发生如此大的反转。当看到墙角处王莹的尸体时，他瞳孔顿时一震。王莹的尸体脸色乌黑发紫，七窍中也残留着淡淡的黑血痕迹，显然也是中毒而死。一个念头如同闪电般划过紫书河的脑海，他瞬间想明白了事情的缘由。刚才楚风走到王莹身边，为他吃了毒药，而王禅施展血脉献祭，吞噬了王莹的精血，自然也将那致命的毒素一同吞噬了下去。好狠的手段，好深的心计！地上的王禅剧烈的挣扎着，他的修为还在不断跌落，从金丹境一路下滑，很快就跌到了筑基9重。你对我做了什么？就在这时，他的目光不经意间扫过墙角处王莹的尸体，瞬间明白了过来。你给我孙女喂了毒药！楚风脚下的力道又加重了几分。天咒府血丹，顷刻之间便能让人体内的精血化为世间最毒的毒药。你为了提升实力，不惜炼化自己一脉的所有子孙精血，却没想到连毒药也炼化了。楚风在来之前便做了2手准备，若是正面交手不敌，便只能依靠一身炼丹的本领了。他前世可是赤阳丹帝，除了炼丹救人，更擅长用毒。王禅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栽在了一颗毒丹上。你到底想怎么样？他体内的毒素越来越猛烈，五脏六腑都像是被烈火焚烧一般，修为已经跌到了筑基3重，而且还在不断下降。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彻底沦为一个没有修为的凡人。一旦没有了修为，他这具身体撑不住10息。楚风低头看着他，眼神冰冷地问道：当年你从我父亲手中得到的那枚令牌在哪？我说，我全都说。王禅感受到体内毒素的恐怖，彻底慌了。那枚令牌我已经献给三皇子了，根本没在我这。胡说！楚风脚尖猛地捻动，直接踩碎了王禅的颧骨。三皇子远在京师，他怎么可能知道我父亲从荒古境地带出了一枚令牌啊！王禅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连忙断断续续地解释道：我没有骗你，那枚令牌和天府秘境有关，我也是偶然间才得知这个秘密。三皇子一直想要进入天府秘境，所以我才将令牌献给了他。天府秘境，楚风眉头微微一皱。天府秘境地处4国交界之地，4国每年都会派遣年轻一代的天骄进入秘境历练，争夺里面的宝物。没想到父亲从荒古境地带出来的那枚令牌，竟然与天府秘境有关。王禅疼得浑身抽搐，他看着楚风，苦苦哀求道：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了，快点救我，快给我解药，我不想死。天咒府血丹根本就没有解药。话音刚落，楚风一脚踩爆了他的脑袋。死寂！所有人都静静地看着地上王禅的尸体，一个金丹境竟然毒杀了一个元婴强者，这等手段简直是闻所未闻。楚风踏着王禅的尸体，俯身拾起掉落在地的那戒，这枚内戒品级不低，至少是中品储物戒。他指尖凝聚一丝灵力，探入那戒之中，神识如同潮水般席卷而过。那戒内部空间广阔，堆放着不少丹药，还有许多女子的贴身衣物。楚风对俗物兴趣不大，神识继续探查，很快便在那戒深处发现了一个玉简，天地阴阳秘典。楚风心中一动，将玉简从那戒中取出。他翻开玉简，神识快速扫过其中的内容，越看越是心惊。这竟是一部罕见的男女同修功法，可引动天地间的阴阳2气，将其炼化融合为己用，不仅能提升修炼速度，还能滋养肉身。难怪这老王巴纳了38房小妾，原来这一身修为都是这么来的。楚风心中暗自啧舌，王禅为了修炼这部功法，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搜罗了这么多女子作为炉鼎。不过他很快便发现了不对劲，这部天地阴阳秘典分为阳典和阴典，而王禅手中只有阳典。即便如此，这部功法也算得上是顶级的同修功法，配合紫书河的极阴灵体，修炼速度也会快上数倍。他下意识地转头，目光落在了不远处的紫书河身上。阳光下，紫书河裙摆曳地，挺翘的臀线勾勒出优美的弧线。想到他那极阴灵体的特性，再联想到天地阴阳秘典的玄妙，楚风心中不由得泛起一丝燥热，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和这个大漏斗试一试了。带我去宝库吧。城主府的宝库中定然藏着不少珍稀资源，若是能将其炼化，再配合功法与紫书河的极阴灵体，他的修为定然能再次突破。不行！楚风的话音刚落，一道女声便骤然响起。只见一位身着紫色长老袍的中年女子快步走出人群，她双手叉腰，冷声道：楚风，虽然你帮我们杀了王禅，但你只不过是个外人，王家的宝库凭什么让你进去？这女子名叫王丹，乃是王家的长老，同时也是前任城主王云山的堂妹。在她看来，楚风终究是外人，无权染指王家的根基。楚风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眼神如同寒冰般扫过王丹。四长老见状，心中咯噔一下，连忙站出来打圆场。他脸上堆着笑容，语气委婉地说道：王丹长老，话不能这么说。楚风帮我们除掉了王禅这个大患，还驯服了天煞鬼虎，保住了城主府，进入宝库挑选些宝物作为回报，也是应该的。他这话看似在为楚风说话，实则依旧将楚风当成了外人，暗示宝库的所有权依旧属于王家。岂料不等楚风开口，王丹便转头瞪向四长老：四长老，你这话就不对了，又不是我们求他来帮忙的，他驯服天煞鬼虎，
难道就没有私心吗？我看他分明是想趁机霸占城主府的宝库，觊觎我们王家的底蕴。他再次将目光投向楚风，下巴微扬，语气决绝道：我告诉你，楚风，宝库是王家的根基，是历代先祖积攒下来的心血，只要我王丹活着，你就休想踏进一步。很好。楚风缓缓点头，脸上没有丝毫怒意，反而带着一丝冰冷的平静。他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不知死活的蠢货。话音落下的瞬间，楚风抬手便是一剑斩出，湿了，剑光快的极致，如同一道赤色闪电。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甚至没能看清楚风的动作。王丹脸上的傲然还未消散，眼中甚至还带着一丝讥讽，突然就感觉到一股刺骨的寒意从头顶蔓延至脚底。他下意识的想要运转灵力抵挡，可已经来不及了。下一秒，他的身体便从头顶到胯部被一剑劈成了两半，鲜血喷涌而出。王丹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惊恐之色，他到死都没有想到楚风竟然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此果断地杀他。他瞪大了眼睛，然后身体裂开了。楚风收剑而立，星瓷剑上的血迹顺着剑身滑落。他淡然地看着王丹的尸体，语气平静无波，却带着一股令人心悸的寒意。杀了你，我就能进宝库了。说罢，楚风的目光缓缓扫过在场的所有长老。从今往后，没有什么王家、城主府姓楚。他顿了顿，继续说道：若是想要留下来效忠于我，便可以继续担任长老，享受应有的待遇。谁若是想走，我也不拦着，给你们自由。但有一点，阻我者死。最后一个字如同惊雷般炸响在每个人的耳边，让众人浑身一颤。众人毫不怀疑楚风是真的敢杀了他们，毕竟他杀的人已经够多的了。他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再说半个不字。王丹便是前车之鉴，楚风绝非一鱼之辈，违抗他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众人纷纷将目光投向了紫书河，想要看看这位城主夫人的态度。毕竟紫书河手中还握着城主令，是名义上的城主府掌控者。紫书河站在原地，看着楚风那霸气侧漏的模样，心中不由得一荡，脸上泛起一丝红晕。他喜欢这样杀伐果断的男人，最重要是又强又硬。反观王云山太过优柔寡断，性格窝囊，才会被王禅一步步架空，最终落得个惨死的下场。若是王云山有楚风一半的霸气，王禅也绝不可能掌控城主府大半的权力。在众人的注视下，紫书河深吸一口气，莲步轻移，缓缓走到了楚风的面前。他主动伸出白皙的玉手，挽住了楚风的手臂，胸前那团高耸绵软的丰盈紧紧挤压在楚风的胳膊上，将衣料撑出柔和的弧度。紧接着，紫书河将手中的城主令递到了楚风的面前。从今以后，楚风便是青山城的城主，执掌城主府，掌控青山城的一切。楚风眉头微微一挑，眼中闪过一丝意外。他本以为还需要用武力彻底压制这些长老，没想到紫书河竟然如此配合，主动交出了城主令，承认了他的城主之位，这倒是省了他不少麻烦。他伸手接过城主令，这枚令牌不仅是城主身份的象征，更是掌控城主府护府大阵的关键。四长老见状，仅仅犹豫了一秒，便立刻上前一步，对着楚风拱手行礼，语气恭敬地说道：参见城主，愿为城主效犬马之劳。识物者为俊杰，楚风的实力与手段都摆在眼前，紫书河也已经主动交权，再反抗下去，只会落得和王丹一样的下场。与其顽抗，不如主动臣服，或许还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与利益。其他长老们见状，纷纷反应过来，他们看着地上王丹的惨状，又看了看楚风手中的城主令，以及他身旁温顺的天煞鬼虎，心中再也生不起丝毫反抗的念头。众人齐齐对着楚风拱手行礼，参见城主。楚风摆了摆手，语气柔和了几分：诸位不必多礼，今后管理青山城还要仰仗诸位，只要你们恪尽职守，我自然不会亏待你们。多谢城主。众人齐声应道，脸上露出一丝松了口气的神色。楚风不再多言，转头看向紫书河：带路吧，去宝库。是，夫君。紫书河脸颊微红，挽着楚风的手臂，转身朝着城主府宝库的方向走去。天煞鬼虎紧随其后，散发着淡淡的威压。看着楚风和紫书河并肩离去的背影，四长老站在原地，喃喃自语道：青山城是真的要变天了。其他长老们纷纷围了上来，脸上满是复杂的神色。其中一位身材微胖的长老脸上带着一丝不甘，低声说道：四长老，难道我们就真的让他一个外人做城主了？这可是王家的基业啊！王家的基业？四长老瞥了他一眼，微微叹了一口气。楚家的人早已经被赵家杀得差不多了，赵家也被楚风灭了满门。众人闻言皆是一愣，脸上满是茫然，不解地问道：这跟楚风做城主有什么关系？四长老摇了摇头，直呼诸队友带不动。他挺直了腰身，扯了扯并不凌乱的长老袍，语气意味深长地说道：王禅一脉已经死绝了，楚风一个人能够管理整个青山城吗？他需要我们来帮他稳定局面，处理琐事。顿了顿，他眼中闪过一丝金光：谁做城主我无所谓，我只想做成主府的四长老。当然还有一句话他没有说出口，如今正是用人之际，楚风出掌城主府，必然需要拉拢人心。他这个主动带头臣服的四长老，未必不能借着这个机会再往上爬一爬，坐上大长老的位子。其他长老们听了四长老的话，纷纷恍然大悟，
脸上的不甘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丝释然与算计。是啊，王家已经没了，他们效忠谁不是效忠？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与利益，谁做城主又有什么关系呢？紫书河挽着楚风的手臂，并肩走在通往宝库的长廊上。夫君，宝库位于城主府后山，由3层禁制守护，还有专人看守。不过以夫君的实力，这些禁制和守卫应该都拦不住你。楚风点了点头，他能感受到紫书河的顺从，心中不由得泛起一丝暖意。这个女人不仅容貌绝美，身材曼妙，而且识时务，懂得审时度势，是个难得的贤内助。有她在身边辅佐，他管理青山城也能省心不少。一路穿过几道回廊，紫书河终于停下脚步，指着前方一扇厚重的石门道：“夫君，这里便是城主府的宝库了。”紫书河抬手将城主令按在石门中央的凹槽处，一道道符文瞬间亮起，石门缓缓向内开启，一股浓郁到几乎化为实质的灵气扑面而来。踏入宝库的瞬间，楚风的目光便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这宝库远比他想象中更为广阔，穹顶镶嵌着夜明珠，将整个宝库照亮得如同白昼。四周的墙壁上凿刻着无数储物格，里面整齐地摆放着各种宝物，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夫君，这些都是王家历代积攒下来的底蕴。楚风的目光在宝库中扫过，心中暗自惊叹，王家底蕴果然深厚，远非楚家可比。就在紫书河准备继续介绍时，楚风突然开口道：“你想不想突破到元婴境？”“当然想。”紫书河没有丝毫犹豫，眼中瞬间闪过一丝炽热的光芒。“我做梦都想突破到元婴境，只是我卡在金丹8重已经多年，始终难以寸进。”他的话音刚落，楚风便抬手一抛，将从王禅身上取下的那戒扔了过去。这里边有王禅留下的天地阴阳秘典，你好好参悟这部功法，一会我们同修，或许能助你突破瓶颈。紫书河伸手接住那戒，瞳孔一震，他早有耳闻，王禅之所以能快速突破到元婴境，便是因为修炼了一部采阴补阳功法。没想到这部功法竟然就在那戒之中。他下意识地看向楚风，眼中带着一丝疑惑：“你想要采补我？”楚风闻言，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你自己看看就明白了。”紫书河将信降意地注入一丝灵力，打开那戒，一枚通体银白的玉简缓缓飘了出来。玉简中记载地功法玄妙异常，并非单纯是他想象中的采阴补阳之术，而是一部真正的阴阳同修功法，引动天地间的阴阳二气相互交融，共同炼化为己用，不仅能大幅提升修炼速度，还能稳固修为根基，甚至有助于突破境界壁垒。看到这里，紫书河心中顿时一暖。他原本以为楚风是想利用他的极阴灵体提升自己，却没想到他是真心想要助他修行，甚至愿意分享如此珍贵地功法。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愫在他心中悄然滋生，看向楚风的目光也变得愈发温柔。多谢夫君。紫书河不再犹豫，盘膝而坐，将全部心神都沉浸在了功法的参悟之中。与此同时，楚风看着那座高达数丈的灵石山，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这可是上百万灵石。他快步走到灵石山前，运转体内的炼天图。随着功法运转，楚风的头顶上方一道巨大的虚影缓缓浮现，正是炼天图的虚影。这虚影覆盖了大半个宝库穹顶，图中星辰流转，仿佛囊括万界。炼天图虚影一出现，便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吸力，宝库中的灵石顿时剧烈震颤起来，一道道精纯的灵力从灵石中剥离出来，化作一道道肉眼可见的灵力洪流，如同百川归海般疯狂地涌入炼天图虚影之中，然后通过虚影转化为温和的灵力，注入楚风的体内。楚风的丹田如同无底深渊，疯狂吞噬着这些灵力。他体内的金丹在灵力的滋养下变得越来越璀璨，修为也在飞速攀升。金丹6重，金丹7重，金丹8重，突破的感觉接连不断的传来。楚风的气息越来越浑厚，周身的灵力波动也越来越强烈。然而突破到金丹境之后，每提升1重境界所需要的灵力都成倍增长。百万灵石看似庞大，但在炼天图的吞噬下也在快速减少。当最后一颗灵石炼化完之后，楚风的修为也只停在了金丹8重，还是不够。楚风微微皱眉，没能一举突破到元婴境，心中还是有些遗憾。另一边，紫书河已经参悟完功法，正准备尝试修炼。他在那戒中翻找了一番，找出了一个小巧的白玉瓷瓶，瓷瓶上刻着敦义乳丹。玉简中记载，服用此丹后，有助于更快地引动阴阳之气，提升修炼天地阴阳秘典的效率。刚好还有2颗。紫书河心中一喜，拔开瓶塞，一股清甜的香气扑面而来。他倒出一颗圆润的丹丸，毫不犹豫地吞了下去。丹药入口即化，一股清甜的药力瞬间扩散开来，游走于他的四肢百骸。紫书河按照天地阴阳秘典的法门开始运转灵力，很快他便感觉到一股温和的力量涌入体内。这功法果然玄妙。然而没过多久，他便察觉到了不对劲。他的脸颊绯红，眉头微蹙，长长的睫毛上沾着细密的汗珠，眼神中带着一丝迷茫。你怎么了？楚风心中一紧，快步走到他身边，语气带着一丝关切。紫书河抬起头看向楚风之时，喉咙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这功法有问题，我体内好热。楚风的目光下意识地扫过他身边的白玉瓷瓶，顿时眉头一皱。他弯腰捡起瓷瓶，拔开瓶塞，
凑到鼻尖闻了一下，一股清甜的香气中夹杂着一丝极其隐晦的媚药气息，瞬间让他明白了过来。你吃这里边的丹药了？紫舒和点了点头，伸出微微颤抖的玉手，拿起身边的玉简，指着其中一段文字说道：这上面写着，服用此丹有助于修行，我才吃了一颗。见状，楚风有些哭笑不得，这是提升欲望的媚药。什么？紫舒和浑身一颤，脸上的红晕瞬间蔓延到了耳根，甚至连脖颈都变得通红。他终于明白过来，自己体内的燥热并非来自功法，而是因为服用了媚药。心念及此，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脸颊烫得几乎要燃烧起来。我不是故意的。紫舒和低下头，双手紧紧攥着裙摆。楚风看着他窘迫的模样，便没有继续取笑他。他环顾四周，宝库中各种灵药应有尽有，炼制一枚解药并非难事。你别着急，我先帮你炼制一枚解药。然而就在楚风转身的那一刻，紫舒和突然猛地起身，从身后扑了上去。楚风被他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身体重重地摔在地上，后背传来一阵轻微的疼痛。他刚打算开口询问，紫舒和的脸颊便凑了过来。等一下！楚风连忙抬手按住他不安分的手，手中紧紧攥着那枚银白的玉简，语气带着一丝急切。我还没参悟功法呢。楚风看着他这副模样，心中无奈叹气，药力比他想象中还要霸道。紫舒和此刻已经失去了自主意识，再拖延下去，不仅紫舒和可能因药力反噬受损，甚至可能影响后续的修炼。罢了，只能强行炼化功法了。楚风不再犹豫，心神一动，体内的炼天图瞬间运转。给我炼！嗡！玉简震动了一下，两道凝练到极致的金色光芒喷涌而出，如同两条灵动的金龙，径直朝着楚风射来。其中一道金色光芒直接钻入楚风的眉心，天地阴阳秘典被他彻底参悟，所有的玄妙之处都了然于胸。另一道金色光芒直奔他的丹田而去，瞬间便钻入体内，消失不见。楚风明显愣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错愕。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脑海中已经完整掌握了天地阴阳秘典的阳点功法，可那道飞入丹田的金色光芒却让他满心疑惑。这道光芒并非功法信息，反而带着一股磅礴的能量，在他的丹田之中悄然化开。下一刻，楚风浑身猛地一震，一股难以言喻的灼热力量从丹田之中爆发开来，瞬间席卷全身。这股力量远比他之前的纯阳之体更为霸道，也更为精纯。这是至阳道体。楚风的脑海中瞬间闪过功法中隐藏的信息，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这天地阴阳秘典的阳点之中，竟然藏着如此惊天的秘密。它并非单纯的修炼功法，而是蕴含着可以凝聚至阳道体的无上传承。只有彻底参悟阳点，才能引动这道金色光芒，凝聚出至阳道体。他之前的纯阳之体被赵雪莲设计炼化后，便彻底消散。即便后来他将赵雪莲炼为炉鼎，也只是将其化为了自己的修为，无法重新凝聚道体。可如今，这天地阴阳秘典竟然为他凝聚出了比纯阳之体强万倍的至阳道体。这至阳道体并非固定不变的体质，而是可以无限成长的存在。日后他每夺取一道纯元，这至阳道体的力量便会随之增强。道体提升之后，能大幅增强身体的强度与爆发力，提升耐力与持久力。当然，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加速灵力的运转与吸收，让修炼速度成倍数增长。玉女越多，能够引动的阴阳之气便越磅礴，竟然是可以无限变强的道体。楚风心中狂喜，眼中闪过一丝炽热的光芒。他感受着体内奔腾不息的至阳之力，浑身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力量感。拥有了至阳道体，楚风看着跪坐在面前贪吃的紫舒和，嘴角微微扬起。虽然紫舒和已经没有了纯元，但此刻也可以试一下至阳道体的力量。楚风深吸一口气，按照天地阴阳秘典地功法路线，引动体内的至阳之力，缓缓渡向紫舒和。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从正午到黄昏，宝库中的阴阳气旋越来越浓郁，两人的气息也在不断攀升。日落黄昏，金色的余晖洒入宝库，映照在交缠在一起的两人身上。紫舒和浑身脱力地躺在地上，发丝凌乱地铺散着，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浸湿了身下的衣袍。他的呼吸依旧有些急促，却带着一丝满足后的慵懒。周身的肌肤泛着一层莹润的光泽，仿佛被阴阳二气彻底滋养过，变得更加细腻滑嫩。在他身边不远处放着一根通体黝黑的降魔杵，那是之前从宝库兵器架上掉落下来的。此刻杵身泛着一层淡淡的水润光泽，显然是被刚才浓郁的阴阳二气所浸染。紫舒和微微转动脖颈，目光落在自己的双手上，眼中闪过一丝惊喜。没想到竟然真的突破了。他卡在金丹八重整整5年，无数次尝试突破都以失败告终，甚至一度以为自己这辈子都无法触及元阴境的门槛。可没想到仅仅与楚风同修了1天的时间，便突破到了金丹9重。楚风没有撒谎，这部功法确实玄妙无比。那枚被他误服的秘禄丹真的起到了催化阴阳二气交融的作用，让同修的效果事半功倍。回想起自己刚刚的疯狂，紫舒和不由得娇躯轻轻抽搐了一下，眼神中闪过一丝羞涩与回味。若是日日能与楚风如此修炼，或许用不了多久，他便能真正突破到元阴境。心念及此，紫舒和攥紧了仅剩的那枚秘禄丹。为了突破元阴境，
为了变得更强，这枚丹药或许并非不能再用。楚风缓缓站起身，整理了一下略显凌乱的衣袍。他现在距离金丹9重仅有1步之遥，辛勤耕田一整日，他非但没有疲惫，反而觉得浑身精力充沛，体内的至阳道体如同永动机般，源源不断地散发着温热的力量，滋养着他的四肢百骸。这就是至阳道体的力量吗？楚风低头看了一眼沉沉睡去的紫书河，便没有去打扰他。为了提升实力，他现在急需大量灵石，可无论是楚家还是城主府的灵石，都已经被他炼化殆尽。想要快速赚取灵石，最直接的方法便是炼丹。炼制低阶丹药，对于他来说简直易如反掌。而且高药效的丹药在青山城向来供不应求，绝对能卖出好价钱。就炼制筑基丹吧。楚风打定主意，目光在药材区扫过。筑基丹作为修士从炼气境突破到筑基境的关键丹药，需求量极大，而药效的高低直接决定了筑基的成功率。普通的筑基丹药效大多在6成到8成之间，若是能炼制出10成药效的筑基丹，必定能引发轰动。他在药材架上翻找起来，很快便凑齐了20份药材，炼制筑基丹所需的药材20份便20份吧，足够打开销路了。楚风走到宝库中央的炼丹台旁，将药材一一摆放整齐。对于他来说，炼制筑基丹这种低阶丹药根本不需要炼天图，自己闭着眼睛都能炼出来。半个时辰后，炼丹台上的火焰渐渐收敛，一股浓郁的丹香弥漫开来，沁人心脾。楚风抬手一挥，20枚筑基丹便被他收入一个锦盒之中，锦盒一盖便将浓郁的丹香封存起来。这20枚至少也能卖个100万灵石了。楚风凑到了紫书河耳旁，低声道：“3天之后，我来取你。”王禅已死，整个城主府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了。只要取了紫书河，他便能名正言顺地掌控整个城主府，包括城主府宝库中的那些修炼资源。倒不是他急色，而是他现在急需提升实力。三皇子不会放过他，在对方找上门之前，他必须拥有自保之力。紫书河浑身一震，脸颊瞬间红透，一直红到了耳根。然而他依旧紧闭着美眸，好似什么都没有听见。只不过楚风看着那呼吸越来越急促的轩然大波，自然明白他听到了。原本喧闹的街道，在看到天煞鬼虎的瞬间，骤然陷入了死寂。街上的行人先是瞪大了眼睛，紧接着如同炸了锅一般，尖叫声此起彼伏。那不是城主府的天煞鬼虎吗？我的天，他怎么出来了？自从城主去世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你们看，他竟然跟在楚风的后边，难不成楚风已经将他驯服了？我听说了，楚风不仅驯服了天煞鬼虎，还杀了王禅，灭了王禅一脉。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正牵着母亲的手，好奇地看着街上的热闹。她约莫5、6岁的年纪，穿着一身粉色的小衣裙，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充满了童真。当看到天煞鬼虎庞大的身躯朝着自己走来时，小姑娘瞬间僵住了。她紧抿着嘴唇，脸色变得惨白，大眼睛里迅速蓄满了泪水，一动不敢动。天煞鬼虎从小姑娘身边走过之时，突然转过头，赤红的树瞳看向了她。哇！小姑娘被这突如其来的注视吓得浑身一抖，眼泪瞬间夺眶而出，张开嘴巴放声大哭起来。娘！她身旁的美妇见状，连忙将小姑娘紧紧抱进怀里。楚风脚步顿住，抬手对着天煞鬼虎的脑袋狠狠拍了一巴掌。天煞鬼虎委屈地呜咽了一声，赤红的树瞳中闪过一丝无辜。楚风看向美妇怀中的小姑娘，脸上露出一丝温和的笑容。小妹妹，别怕，她没有恶意，只是在跟你闹着玩呢。小姑娘抬起满是泪痕的小脸，透过朦胧的泪眼看向楚风，眼前的大哥哥长得很好看，让她一时间忘了哭。楚风见她不再哭了，脸上的笑容愈发柔和。你叫什么名字？小姑娘怯生生地看了楚风一眼，又看了看旁边天煞鬼虎，小声地回答道：我叫英子。美妇抱着小姑娘，对着楚风躬身行礼，语气恭敬地说道：见过楚公子，这孩子叫云英，年纪小不懂事，还望公子恕罪。楚风伸出手对着美妇说道：能把她给我抱抱吗？美妇愣了一下，犹豫了片刻，还是将云英小心翼翼地递给了楚风。楚风抱着云英，将她轻轻放在了天煞鬼虎宽阔的背上，让她驮着你好不好？云英坐在天煞鬼虎的背上，小手紧抓着他背上粗硬的兽毛，身体还有些微微颤抖，显然还是有些害怕。但当他看到街道两旁那些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时，心中的恐惧渐渐被兴奋取代。他微微夹了夹腿，模仿着大人骑马的样子，脆生生地喊道：驾！天煞鬼虎！楚风忍不住笑了起来，他略微侧头说道：他是虎，不是马。云英趴在天煞鬼虎的背上，小脑袋凑到他的耳旁，用软糯的声音说道：虎儿虎儿，快快跑！天煞鬼虎的余光瞥了楚风一眼，只好认命的颠颠跑了起来。万宝阁门口车水马龙，来往的修士络绎不绝。楚风刚一踏入万宝阁，便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他身姿挺拔如松，面容俊逸非凡。这位公子，请问您需要购买什么？一位身着淡绿色衣裙的侍女很快迎了上来，她面容清秀，语气温柔而恭敬。小何的目光在楚风脸上停留了片刻，脸颊微微泛红，心中暗自惊叹：这位公子长得可真俊，比钱少还要好看几分。楚风对着他微微颔首，淡然道：我有些筑基丹要售卖。筑基丹？小何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随即恭敬地说道：“公子这边请，我这就带您过去。”就在这时，楚风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只见一位身着白色长裙的女子从2楼走了下来。她身形高挑，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那双修长玉腿，在白色长裙的映衬下，如同玉石雕琢而成，简直堪称完美。女子的容貌也极为绝美，眸似秋水横波。此人正是孙家的嫡女，万宝阁的阁主孙幼薇。楚风的眼中闪过一道微不可察的金色光芒，自修炼天地阴阳秘典凝聚至阳道体后，他意外觉醒了一门瞳术，玄元气运瞳。这瞳术能窥见女子的气运霞光，分为赤、橙、黄、绿、青、蓝、紫、银、金9重品阶，品阶越高，一旦获取其纯元，便能为他带来越恐怖的修炼速度加成。当他的目光落在孙幼薇身上之时，只见一道清澈的青色霞光萦绕在他周身，如同流动的翡翠，在人群中格外醒目。楚风的目光又扫过周围其他女子，无论是万宝阁的侍女，还是前来购物的女修，周身皆无半分霞光。这只有2种可能，要么她们早已失了纯元，要么便是连最低等的赤色气运都未拥有，本身便是资质平庸之辈。楚风，当孙幼薇的目光落在楚风脸上时，瞬间愣住了，脚步也停了下来。他嘴唇微微张开，似乎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2年多没见，楚风的变化实在太大了。以前的楚风虽然也算得上英俊，但眉宇间带着一丝青涩，而现在的楚风眼神深邃，周身散发着淡淡的威压，气质截然不同。孙幼薇定了定神，压下心中的惊讶，快步走到楚风的面前：“你怎么来了？”见楚风目光始终停留在他的腿上，孙幼薇脸颊微热，下意识拢了拢裙摆，那双标志性的修长玉腿在白裙映衬下更显莹润。有些筑基丹要售卖。楚风收回了目光。就在这时，一道倨傲的声音插了进来：“哎呦，这不是楚风吗？”楚风转头，只见钱明摇着折扇，一脸讥讽地走了过来。来人是钱家的少主钱明，之前一直被楚风的光芒所遮掩，心中始终憋着一口气。后来楚风被赵家废掉灵根，沦为废物，钱明便经常在众人面前讥讽他，以此来满足自己的优越感。如今好不容易再次见到楚风，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筑基丹可不是什么人都能炼制的。钱明嗤笑一声，语气中满是不屑。在他看来，楚风就算是恢复了修为，但是想要炼丹也是痴心妄想，那可是关系到修士筑基成败的关键丹药，低药效的垃圾筑基丹只会毁了人家的道途。他的话音刚落，跟在他身后的钱家随从也纷纷附和起来。钱少说的对，筑基丹哪是那么好炼制的？楚风以前是天才没错，可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会炼丹啊！我看他就是想趁机捞一笔，大家可别被他骗了。闻言，楚风冷冷地扫了钱明一眼：“啧，不知道的，还以为你钱大少能炼制出10成药效的筑基丹呢。”钱明脸色微微一僵，随即冷哼一声：“10成药效的筑基丹，那可是传说中的完美丹药，放眼整个大凤也没几个丹师能炼制出来，即便是9成药效，便已经是无辈丹师的毕生追求了。楚风，你连这一点基本的常理都不明白，还敢妄谈炼制筑基丹？”他摇了摇头，仿佛在笑楚风的无知。在他看来，楚风根本不可能炼制出高品质的筑基丹，最多也就是炼制些5、6成药效的垃圾丹药，想要在万宝阁售卖，简直是异想天开。钱明身后的随从也跟着哄笑起来，眼神轻蔑的上下打量楚风，仿佛在看一个小丑。楚风眼神淡漠，只吐出2个字：“傻逼。”你说什么？钱明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愣了足足3秒，而后直接气笑了。他猛地收起折扇，脸色一沉，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不要以为你灭了赵家就可以在老子面前嚣张，我师尊可是丹阳宗长老。”孙幼薇脸色骤变，毫不犹豫地挡在了楚风面前，对着钱明拱手道：“钱少，楚风他年少无知，我替他向您赔罪，这件事就算了吧。”钱明的目光落在孙幼薇那双修长玉腿上，眼神瞬间变得色眯眯的，舔了舔嘴唇道：“幼薇，你若是肯嫁给我，我不仅放了这小子，以后万宝阁的丹药供应，我给你打8折，如何？”孙幼薇闻言，面色一紧，秀眉蹙起。她早就知道钱明对自己图谋不轨，一直想要纳她为妾，可她身为孙家嫡女，心觉不可能给人做妾，更不可能给钱明这种人做妾。但她也不敢直接得罪钱明，毕竟万宝阁还要靠她的丹药维持生意。她咬了咬牙，依旧没有让开。钱少，还请自重。3名随从距离孙幼薇越来越近，手中的长刀已经出鞘，泛着森寒的白光。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只温热的大手突然握住了孙幼薇的手腕。交给我。楚风轻轻一拉，便将孙幼薇拉到了自己身后。钱明的目光落在楚风牵着孙幼薇的手上，瞳孔骤然收缩，眼中闪过一丝浓烈的嫉妒。好，很好，竟敢碰我的女人，把她的手也给老子剁了。是。3名随从齐声应道，挥舞着长刀朝着楚风的双手砍去，刀锋呼啸，带着凌厉的杀意。就算楚风恢复了修为，但若是敢和他们作对，那便是和丹阳宗作对。不要！孙幼薇顿时惊呼出声，下意识想要运转灵力，却发现体内的灵力如同被冻住一般，竟然无法调动分毫。楚风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神色平静的可怕。就在长刀即将落在他身上的瞬间，万宝阁大厅之外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吼啸。
吼！这声虎啸蕴含着四阶妖兽的磅礴威势，音浪如同实质般席卷整个万宝阁。大厅内的众人只觉得心神俱震，耳朵嗡嗡作响，下意识地捂住了耳朵。而前明的3名随从更是直接被音浪震得七窍流血，身体软软地倒在地上，抽搐了2下便没了气息。下一刻，一道巨大的黑影走了进来，正是天煞鬼虎。更令人惊讶的是，天煞鬼虎的背上还坐着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她双手食指堵住耳朵，小脸上却满是兴奋。天煞鬼虎径直走到楚风身旁，如同温顺的大猫般停下脚步，转头看向前明，缓缓露出锋利的獠牙，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带着浓浓的威胁之意。前明见状，双腿一软，当即瘫坐在地上。他看着眼前这只传说中城主府的4阶妖兽，吓得浑身发抖，一股尿骚味瞬间从他身上弥漫开来，裤腿被浸湿了一大片。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城主府的天煞鬼虎为什么会跟在楚风身边。楚风冷冷地扫了前明一眼，闻到那股刺鼻的气味，下意识抬手掩住了口鼻。滚！一个字如同惊雷般炸在前明耳边。他连滚带爬的想要逃跑，却因为吓得腿软，半天也爬不起来。孙佑威怔怔地看着楚风的侧脸，浑身都在发颤。他的目光落在楚风身旁的天煞鬼虎身上，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天煞鬼虎，那可是城主府的镇府妖兽，怎么会如此温顺地跟在楚风身边？就在这时，前明突然冲着孙佑威怒吼道：“孙佑威，你若是还想要我给你炼丹，就立刻把这个小子给我杀了，否则我以后再也不给万宝阁提供任何丹药。”孙佑威这才回过神来，看着前明那肤色厉内忍的模样，立即吩咐道：“李管事，钱少吓尿了，快带他去贵宾室休息。”李管事会意，连忙带着2名护卫上前，架起瘫在地上的前明，朝着贵宾室走去。前明还在疯狂挣扎怒骂，却被护卫死死按住，只能徒劳地嘶吼着，声音越来越远。大厅内渐渐恢复了平静。孙佑威转头看向楚风，眼中满是疑惑：“天煞鬼虎怎么会跟着你？我驯服了他。”楚风神色淡然，好似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孙佑威心头巨震，只觉得无比荒诞。几天前他还是青山城人尽皆知的废物，今日竟然驯服了4阶妖兽。可事实又摆在眼前，若非被驯服，恐怕此刻万宝阁所有人都已经成了天煞鬼虎腹中亡魂了。然而他还是委婉提醒道：“前明已经是丹阳宗的弟子，背后有宗门撑腰，而且他的炼丹术在青山城确实无人能及。你就算是驯服了天煞鬼虎，也最好不要得罪他。前明如今是青山城唯一能够炼制筑基丹的丹师，也正因为如此，他在青山城向来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仿佛谁也不放在眼里。丹阳宗可是有元婴大能坐镇，若是得罪了前明，引来丹阳宗的报复，楚风未必能承受得住。”楚风闻言只是淡淡一笑，并没有过多解释。他知道说再多也没用，只是从纳戒之中掏出那个装着筑基丹的锦盒，递给孙佑威：“这些是我炼制的封牌筑基丹。”孙佑威并非不想验证，而是心底早已预设了答案。楚风就算能够驯服天煞鬼虎，可炼丹一道讲究日积月累的底蕴。前明是丹阳宗外门长老的弟子，也才勉强炼出7成药效的筑基丹，楚风断无可能超越。他偷偷抬眼瞥了楚风一眼，见他神色淡然，仿佛对自己的丹药充满信心，心中不由得泛起一丝不忍。若是直接点破他丹药药效低下，难免伤了他的自尊。你想要定价多少灵石一枚？孙佑威收回目光，语气尽量温和，试图委婉地引导楚风降低预期。在他看来，楚风的筑基丹药效顶天不过5成，根本无法卖高价。楚风想了想，而后最开口道：“和前明的筑基丹价格相同即可。”你疯了吗？孙佑威猛地抬头，连忙好心提醒道：“前明炼制的筑基丹有7成药效，在青山城向来供不应求，4万灵石一枚都抢着要。可你的丹药……”他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怕说的太直白伤人，只能换种委婉的说法：“若是和他价格相同，你这丹药定然会卖不出去的。”楚风闻言，眼神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讥讽：“我怕是他的丹药以后再也卖不出去了。”他摆了摆手，显然不想再多解释。“灵石我就先不收了，若是这些丹药卖出去了，便将灵石直接送到城主府就行。”说完，楚风转身便直接离开了。孙佑威看着他决绝的背影，无奈地摇了摇头。他实在不明白楚风哪里来的自信，竟然认为自己的丹药能胜过前明。但事已至此，楚风心意已决，他也不好再多劝说。小何，孙佑威转头看向身旁的侍女，将手中的锦盒递了过去：“把这封牌筑基丹上架吧，定价4万灵石一枚，离钱少的筑基丹远一点吧。”小何愣了一下，脸上满是疑惑：“楚公子的丹药真的要定这么高的价格吗？按我说的做就是了。”孙佑威揉了揉眉心，语气带着一丝疲惫：“是，小姐。”小何不敢再多问，恭敬地接过锦盒，转身朝着丹药去走去。孙佑威站在原地，望着楚风离去的方向，心中满是复杂。他既希望楚风的丹药能卖出一些，不至于太过难堪，又觉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毕竟前明的筑基丹在青山城已经深入人心，7成药效已经是很多修士的首选。李管事匆匆跑到孙佑威的面前，一脸的震惊之色：“大小姐！”孙佑威眉头一皱：“怎么了？我刚听人说楚风杀了城主府大长老王禅，灭了王禅一脉所有人。”什么？还有人说他？说什么？
说他已经是青山城新的城主了。这怎么可能？苏幼薇喉咙滚动，一脸难以置信地看向门外的方向。那个男人竟然掌控了整个城主府。贵宾室，钱明早已经换了一袭衣衫，只是眼神阴翳地盯着楼下莫不作声。在青山城，他作为唯一的2品丹师，走到哪里都受人尊敬，连孙幼薇都要对他客气3分。他很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可是如今，楚风竟然将这一切再次打碎了。该死的楚风！一位身着粉色衣裙的侍女正小心翼翼地为他侦查。侍女名叫赵翠，平日里最擅长讨好钱明，一心想要嫁入钱家。赵翠脸上带着谄媚的笑容，眼神中满是讨好，语气甜得发腻。钱少消消气，您尝尝这刚泡好的雨前龙井。见钱明不说话，他捧着茶继续小心翼翼道：咱们万宝阁的筑基丹全靠钱少撑着，那些修士们谁不是抢着要买您炼制的筑基丹？他说着，话锋一转，那个废物竟然也来咱们万宝阁卖筑基丹，还敢定和您一样的价格，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呼！钱明长长吐出一口浊气，仿佛重新找回了些自信。就他那点能耐，竟敢定和我一样的价格，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他一个半路出家的家伙，能炼出5成药效的垃圾丹药就不错了。钱少说的对，赵翠连忙附和道：我看啊，他的丹药根本没人会买，最后只能灰溜溜的降价，甚至可能砸在手里。废物终究是废物，就算恢复了修为，还是废物。钱明冷哼一声，看向了楚风离去的背影。我倒要看看他的丹药能卖出去几枚，等他碰壁了，就知道自己和我之间的差距了。赵翠见状，脸上的谄媚笑容更浓了。钱少说的是，您可是丹阳宗的弟子，未来的丹道大师。楚风那种货色根本不配和您相提并论。等我成为3品丹师，闯了丹塔之后，定然要让整个青山城的人都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天骄。钱明已经开始想象楚风的丹药无人问津，孙幼薇跪着上门求他的场景了。那个女人早晚要沦为他的玩物。楚风带着天煞鬼虎回到楚家府邸时，府门前的下人们正忙着打扫庭院。可当那道庞大的黑影出现在府门口时，所有人都像被施了定身咒，瞬间僵在原地。一个正提着水桶的小丫鬟吓得手一抖，水桶掉在地上，清水泼了一地。天煞鬼虎，城主府的那只4阶妖兽，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好像在跟着公子。赵有容站在正厅门口，等着楚风回来。可当他看到楚风身后那只庞大的天煞鬼虎时，整个人瞬间僵住，惊得愣在了原地。楚风，楚风走到他面前，将他搂入怀中。我将他驯服了，今后便让他来看家护院。看家护院。赵有容喉咙滚动了一下，这可是连元阴境强者都要忌惮3分的存在，竟然被楚风当成了护卫犬。然而楚风却突然向前一步，凑到他的耳旁，说了一个更加让他震惊的消息：3日后，我会迎娶子舒和入门做妾。什么？赵有容浑身一震，猛地抬起头，让城主夫人做妾？子舒和可是前任城主的遗孀，如今的城主府掌控者，金丹8重的强者，楚风竟然要让他做妾？楚风看着他震惊的模样，笑着点了点头，将城主府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赵有容静静地听着，脸上的震惊渐渐褪去，心中却泛起了一丝难以言喻的失落。他低头看了看自己，修为比不过，身份更比不过，无论哪一方面都远远不如那位城主夫人。楚风马上就要纳妾了，却迟迟没有提起迎娶她的事情。难道他忘了之前说过的话了吗？今后你就是楚家的主母。他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楚风说过的这句话，心中一阵酸涩。难道那只是一句玩笑话吗？他根本没有想过要迎娶我，似乎是看出了他的心思。楚风抬手握住了他那饱满的胸口。3日后，我一同娶你入门，今后你便是楚家名正言顺的主母。赵有容的心头巨震，如同被一道暖流击中。他没忘，他要娶我。楚风看着他泪眼婆娑的模样，抬手轻轻擦拭掉他眼角的泪水。现在叫我楚风，我不挑你的理。3日之后，你该叫我什么？赵有容的脸颊瞬间红透，一直红到了耳根。他鼓起了毕生的勇气，踮起脚尖，凑到楚风的耳旁。夫君。说完这句话，他仿佛用尽了所有的力气，脸颊滚烫，不敢再看楚风的眼睛，正脱开他的怀抱，转身便朝着后院跑去。京师天空突然亮起一道璀璨的金色光芒，光芒直冲云霄，穿透了厚厚的云层，照亮了整个京师。紧接着，一道金色榜单在虚空之中缓缓凝聚而成，天机阁的青云榜。京师的百姓们纷纷涌上街头，仰头望着天空中的金色榜单。天机阁的青云榜收录了大凤王朝所有年轻一代的天骄，只要年龄不超过30岁，皆有资格上榜。只有前10名发生变化时，才会在虚空之中凝聚出榜单，供天下人瞻仰。金色榜单之上，名字依次排列，前9名的名字依旧是那些耳熟能详的天骄。可当人们看到第10名的名字时，瞬间炸开了锅。楚风，这个楚风是谁啊？竟然排名第10！我的天，之前的第10名不是靖远侯府的世子吗？怎么突然变成楚风了？能够排在青云榜第10，怎么会默默无闻？齐王府3皇子正站在庭院中，仰头望着天空中的金色榜单。当他看到楚风的名字时，眉头微微一皱，口中喃喃道：楚风，这名字好像在哪听过。就在这时，一声清脆的破碎声响起，
三皇子心中一动，连忙从袖中取出一枚玉质魂牌。这枚魂牌通体洁白，上面刻着赵雪莲的名字，是赵雪莲留在他这里的本命魂牌。此刻，那枚魂牌已经布满了裂纹，随着一声轻响，彻底崩碎成了粉末，散落在他的手中。赵雪莲死了！三皇子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眼中闪过一丝滔天的怒火。他并不是真的喜欢赵雪莲，但赵雪莲的玄阴之体乃是罕见的完美炉鼎，对他突破修为有着极大的帮助。可现在，这个完美的炉鼎竟然被人给毁了，到底是谁杀了他？他猛地转身，对着身后的一位老者命令道：“让秦老立刻前往青山城查清楚，到底是谁杀了赵雪莲。另外，一定要把天泉雪莲给我带回来。”万寿宗一位身着紫色长裙的美妇正慵懒地靠在软榻上，她便是万寿宗的宗主江芷。一袭紫色长裙勾勒出饱满丰盈的曲线，裙摆下的蜜桃臀挺翘圆润。她斜倚在软榻上，一手支着头，一手把玩着一缕乌黑的长发。在她面前站着一位身着绿裙的女子，正是万寿宗的长老继父。宗主已经查明，盗走我宗镇宗之宝玉兽灵诀的人，乃是我宗弟子赵德柱。江芷把玩着发丝的手微微一顿，慵懒的美眸中闪过一丝寒芒。查清楚他的底细了吗？继父点了点头，继续说道：“赵德柱是温长老的弟子，青山城赵家的少主。”江芷缓缓坐起身来，紫色的裙摆滑落，露出一截丰腴美腿。既然是他的弟子范氏，便让他去一趟青山城，把玉兽灵诀给我拿回来。继父心中一凛，连忙躬身应道：“是。”江芷摆了摆手，示意他退下。继父躬身行礼后，转身缓缓退出了宗主殿。殿内再次恢复了平静，江芷靠在软榻上，眼神幽深地望着殿外。玉兽灵诀蕴含着无上御兽之道，岂能容外人觊觎青山城？他的手指轻轻敲击着软榻的扶手，眼中闪过一丝思索。最近青云榜异动，听说那个叫楚风的小子也是青山城的人。楚风。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3天过去了。孙佑威每日忙着处理万宝阁的事务，几乎已经忘记了楚风那20枚封牌筑基丹的事情。在他看来，那些丹药大概率是无人问津。孙佑威正在2楼的书房处理账目，突然听到楼下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小何气喘吁吁地跑到了书房门口，脸上满是激动的神色。小姐。小何快步跑到孙佑威身旁，激动的声音都有些发颤。筑基丹卖完了，外边还来了好多求购筑基丹的人，都快把咱们万宝阁的门槛踏破了。卖完了。孙佑威抬起头，心中暗自嘀咕，最近的筑基丹确实挺畅销的，前明炼制的丹药每次上架都卖得很快。他放下手中的笔，随口说道：“既然卖完了，那就快去钱府催一下钱少，让他尽快送一批筑基丹来。”小何连忙摆了摆手，脸上的兴奋之色更浓了。不是钱少的筑基丹，而是封牌筑基丹。才3天时间，20枚封牌筑基丹就全部卖光了。而且现在外边围满了人，都在嚷嚷着要买封牌筑基丹，还说封牌筑基丹能发挥出10成药效，比钱少的丹药好用多了。封牌筑基丹。孙佑威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震惊。他眼神中充满了茫然，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10成药效，这怎么可能？他脑海之中顿时想起了3日前楚风离开时的场景，他那云淡风轻的神态，我怕是他的丹药卖不出去了。楚风的话此刻如同惊雷般在他脑海中炸响。难道楚风说的是真的？孙佑威的心脏砰砰直跳，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他执掌万宝阁这么多年，见过无数丹药，却从未见过10成药效的筑基丹。就算是那些大宗门的丹师，也未必能稳定炼出10成药效的筑基丹。楚风怎么可能做到10成药效的筑基丹？他怎么可能炼制得出来？是真的。小姐。小何生怕孙佑威不信，连忙解释道：“那些买了封牌筑基丹的修士都说服用之后，灵力运转顺畅无比，筑基的成功率大幅提升。还有人专门检测了药效，确认是10成药效的完美丹药。”孙佑威这才反应过来，他快步朝着楼下跑去。刚下到1楼大厅，孙佑威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万宝阁的大厅里挤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比往日最热闹的时候还要拥挤。这些人一个个脸上都带着急切的神色，围着丹药区的柜台大声嚷嚷着：“封牌筑基丹呢？快拿出来，我要3枚，多少灵石都可以。他妈的，你们万宝阁也学会饥饿营销了，快让那位炼制封牌筑基丹的丹师出来炼丹。我可是特意从离安城赶过来的，跑了2天2夜，就是为了买封牌筑基丹。今天见不到丹药，我就砸了你万宝阁的牌子。”丹药区的侍女们一个个额头满是大汗，不断的解释道：“各位客官，实在不好意思，封牌筑基丹暂时没有了，不过我们还有钱少炼制的筑基丹，药效也很好，价格也一样。”此话一出，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修士怒吼道：“狗屁！钱家的筑基丹药效只有7成，狗都不吃。”其余众人也是纷纷附和：“我们要的是封牌筑基丹，10成药效的完美丹药，就是别拿那种垃圾丹药来糊弄我们，我们就要封牌筑基丹，我愿意加价，只要能买到封牌筑基丹，多少灵石我都出。”众人的怒骂声此起彼伏，场面一度失控。侍女们被骂得狗血淋头，却根本无计可施，只能不断的道歉解释。孙佑威站在楼梯口，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
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他终于明白，楚风并没有吹牛，钱明的筑基丹真的卖不出去了。10成药效的筑基丹，对于那些想要突破筑基境的修士来说，简直是不可抗拒的诱惑。有了这样的丹药，谁还会去买只有7成药效的丹药？孙佑威的心中充满了庆幸，庆幸他当初没有直接拒绝楚风，而是将他的丹药上架了，不然万宝阁就会错失一个天大的机会，甚至可能因此失去大量的客户。立即命人准备200万灵石。孙佑威反应过来，对着身边的李管事吩咐道：“备车，随我去城主府。”话音刚落，钱明手中捧着一个暗红色的锦盒，漫步走了进来。刚一进门，钱明便将手中的锦盒递给迎上来的赵翠，语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自得：“这是本少炼制的筑基丹，一共30枚，都是7成药效的上等货，快拿去上架。”赵翠面色有些尴尬，并没有立即去接那个锦盒。若是以往，他不仅会双手接过锦盒，还要恭维一句：“钱少您真是厉害，这么快就炼制出了这么多高品质的筑基丹，咱们万宝阁的生意可全靠您了。”可是现在，他的余光看了一眼聚集在丹药区的那些顾客，心中暗道：钱少的丹药还能卖得出去吗？钱明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顿时眉头一皱。只见万宝阁的丹药区乌泱泱挤满了人，吵吵嚷嚷，乱糟糟一片，比集市还要喧闹。这些人在这干什么呢？赵翠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神色变得更加尴尬。他下意识地低下头，声音压低了几分，小心翼翼地解释道：“回钱少，他们都是来买筑基丹的。”买筑基丹？钱明眼中闪过一丝了然，随即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除了他炼制的筑基丹，青山城还有谁的丹药能吸引这么多人？看来这些人都是听说他新炼制出了筑基丹，特意赶来抢购的。钱明猛地扬起下巴，胸膛微微挺起。既然是来买筑基丹的，那就快去把本少刚送来的这些上架，让他们别吵了，一个个排队购买，谁也少不了。在他看来，只要他的筑基丹一上架，这些人立马就会安静下来，争先恐后的抢购他的丹药。毕竟他的7成药效筑基丹在青山城可是独一份的宝贝。岂料赵翠站在原地并没有动，声音带着一丝为难：“启禀钱少，他们想要的不是您的筑基丹，而是封牌筑基丹。”封牌筑基丹？钱明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眼中满是疑惑：“什么封牌筑基丹？这青山城除了我之外，还有谁能够炼制筑基丹？”赵翠偷偷抬眼瞥了钱明一眼，见他脸色阴沉，连忙解释道：“钱少您贵人多忘事，3天之前，楚风曾经拿了20枚筑基丹前来售卖，并且给丹药取名为封牌筑基丹。”楚风？钱明闻言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脑海中闪过3日前的事情。他根本就没有将楚风放在眼里，只当是一个跳梁小丑的闹剧，所以早就将这事儿抛到九霄云外了。就他那个废物也能炼制出能让人抢着买的筑基丹，简直是天大的笑话。紧接着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难道是他降价大甩卖了？不是的，钱少。赵翠摇了摇头，他们都说楚风炼制的封牌筑基丹有10成药效，是完美品质的筑基丹，服用之后筑基的成功率能大幅提升。钱明顿时瞪大了眼睛，如同见了鬼一般：“不可能，绝不可能！”他的声音极大，引得周围不少人都看了过来，眼神中带着一丝异样。钱明察觉到众人的目光，脸色更加难看。他绝不相信楚风能炼制出10成药效的筑基丹，这一定是楚风搞的鬼。钱明的目光快速转动，似乎是想到了什么，脸上的难以置信渐渐变成了讥讽。他连连点头，语气肯定地说道：“我知道了，这些人定然都是楚风请来的托儿，他就是想靠这种拙劣的手段来诋毁我的丹药，提升他自己的名气，真是太卑鄙了。”呵，钱明冷笑一声，眼神中满是不屑。拙劣的楚风！就在此时，恰好孙佑威急急忙忙往外走，想要去城主府。钱明直接跨出一步，拦住了他的去路。孙佑威，本少的筑基丹你还收不收了？孙佑威看了一眼他手中的锦盒，眼神之中闪过一丝不屑。钱少，您之前炼制的那些筑基丹还没有卖完，所以暂时没办法收了。钱明目光微眯，眼眸之中闪过一丝不悦。往日万宝阁求着他炼丹，如今竟然敢跟他甩帘子了，你的意思是不想要我的筑基丹了？孙佑威叹息一声，无奈的抬手指了指围在丹药区的众人：“钱少，不是我不想要，而是他们不想要。若是他收下了这些筑基丹，日后怕是会全部都砸在手里。只不过钱明不只会炼筑基丹，所以他也不好彻底将对方得罪死。钱少，我还有要事，就不多陪了。”说罢，他直接绕过了钱明，走出了万宝阁。趁着现在众人还不知道封牌筑基丹是谁炼制的，他必须尽快和楚风达成合作，不然这样丹师怕是很快会被别人抢走了。望着孙佑威离去的背影，钱明眼神之中闪过一丝阴狠之色：“小翠，以后再有楚风送来的封牌筑基丹，务必给我留一枚，本少定要揭穿他的伎俩。”说完，他直接走出了万宝阁。是，钱少。赵翠连忙应了一声，可是看着那些嚷着要买封牌筑基丹的人，心中喃喃道：“这也不像是托啊。”城主府的庭院里，张灯结彩，红色的绸缎挂满了廊柱，地上铺着红色的地毯，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紫书和身着一袭大红嫁衣，端坐在房间里，她的头发被精心盘起，插着一只赤金点翠步摇，
步摇上的珍珠随着他的动作轻轻晃动，映衬着他绝美的容颜，更添了几分娇羞与妩媚。在红色嫁衣的映衬下，他的肌肤显得愈发白皙动人，胸前的丰盈被嫁衣勾勒得愈发饱满，勾勒出他曼妙的身姿。他静静地坐在梳妆台前，看着铜镜中自己娇羞的模样，心中既有期待，又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忐忑。然而，这份喜庆与宁静很快就被一阵嘈杂的声音打破。一群老者闯进了紫书河的房间，脸上满是愤懑之色。为首的五长老头发花白，此刻眉头紧锁，眼神中带着一丝压抑的怒火。主母，我们有要事要跟你说。紫书河闻言，缓缓转过身，脸上带着一丝不悦。今日是我的大婚之日，有什么事可否等婚礼结束之后再说？不行，此事事关重大，必须现在说。五长老摇了摇头，语气坚定。主母，你可知道宝库之中的灵石全部都被楚风拿走了，100多万灵石，还有诸多珍贵的药材，全部消失不见了。七长老上前一步，愤愤不平地说道：什么叫拿？他那分明就是偷！100多万灵石啊，那可是城主府的底蕴，他竟然一声不吭就全部拿走了，这是要把我们城主府掏空啊！其他长老们也纷纷附和起来。这楚风实在是太过分了，还没成婚呢，就敢如此明目张胆地盗取城主府的财产。若是成婚之后，他还不把整个城主府都搬空了？楚风这分明就是早有预谋，他驯服天煞鬼虎，杀了王禅，掌控城主府，恐怕就是为了我们城主府的宝库。在他们看来，楚风绝不可能在1天之内炼化100多万灵石。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楚风将这些灵石和药材偷偷运回了楚家，据为己有。紫书河听着长老们的抱怨，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胸前的丰盈随着呼吸微微震荡，嫁衣的布料被撑得微微变形。诸位长老，楚风只是急需灵石修炼，再说他现在已经是青山城的城主，城主府的东西也就是他的东西。主母，您怎么还帮他说话？五长老急得吹胡子瞪眼，继续说道：他是城主没错，但这些灵石和药材是我们城主府所有人的修炼资源，不是他楚风一个人的私产啊。他顿了顿，脸上露出一丝痛心疾首的神色。主母，我孙儿马上就要筑基了，最近万宝革新推出了一款封牌筑基丹，据说有10成药效，筑基的成功率极高。可这款丹药供不应求，我原本打算从宝库中支取一些灵石，给我孙儿买几枚封牌筑基丹，现在宝库中的灵石被楚风全部拿走了，我去哪里弄灵石买丹药？五长老的话音刚落，其他长老们也纷纷诉起苦来。是啊，主母，我家里也有晚辈要筑基，正等着灵石买封牌筑基丹呢。封牌筑基丹可是10成药效的完美丹药，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楚风拿走了所有灵石，不仅断了我们的念想，还断了城主府晚辈们的前程啊！众人齐劝说道：主母，万万不可嫁给楚风，楚风就是个白眼狼，我们不能引狼入室。主母，您可千万要清醒一点，不要被他的花言巧语给骗了。砰！紫书河一掌重重拍在桌子上，周身金丹9重的威压轰然爆发。我的婚事还轮不到你们来做主。晨曦微露，今日的青山城格外热闹。楚风要在同一天娶妻内妾之事早已经传遍了青山城，而且城主府主母子书河竟然只是做妾，这可是青山城近100年来最盛大的婚事。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楚风身着一袭大红星狼袍，腰束玉带，头戴紫金冠，身姿挺拔地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之上，在他身后跟着一支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前往城主府。迎亲队伍一路畅通无阻，很快便来到了城主府门前。城主府张灯结彩，红色的绸缎挂满了廊柱，门口铺着长长的红地毯，原本应该是喜气洋洋的场面，此刻却气氛凝重。城主府的大门敞开着，五长老和七长老为首的一众长老面色阴沉地挡在门口，眼神不善地盯着楚风的迎亲队伍。他们的脸上没有丝毫喜庆之色，反而布满了愤懑，仿佛楚风不是来迎亲的，而是来挑衅的。唢呐声和锣鼓声渐渐停了下来，迎亲队伍也停在了原地。楚风勒住马缰，居高临下地看着挡在门口的长老们，眉头微微皱起。他早就料到这些长老们可能会从中作梗，却没想到他们竟然如此明目张胆地拦在门口，不给丝毫情面。五长老向前一步，对着楚风冷哼一声：楚风，你竟然空着手就敢来城主府娶亲，真当我们城主府没人了吗？七长老也跟着上前，脸上带着一丝狰狞的笑容：我们主母身份尊贵，你不带聘礼就来娶亲，我们绝不答应。周围的长老们也纷纷附和起来，语气一个比一个刻薄：哼，我看他就是想空手套白狼，把我们的主母骗走。之前偷偷拿走城主府宝库的100多万灵石，现在连聘礼都舍不得出，真是无耻至极。今日没有聘礼，休想他进城主府一步。楚风的脸色渐渐冷了下来，他俯视着下方的长老们，冷声道：你们想要什么聘礼？五长老和七长老对视一眼，眼中闪过一丝得意，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只要楚风开口，他们就狮子大开口，让楚风知难而退。就算楚风真的拿出了聘礼，也能狠狠敲他一笔，弥补城主府损失的灵石。今日是大喜的日子，他们就不信楚风敢当众杀了他们。五长老仰着头，语气傲然道：很简单，200万灵石，
只要你拿出200万灵石作为聘礼，我们就允许你取走主母，否则你就从哪里来回哪里去。200万灵石！给楚风牵马的管家刘全忍不住惊呼出声：“你们这是狮子大开口！就算是皇室联姻，也没有这么高的聘礼啊！”七长老冷笑一声，反驳道：“皇室联姻算什么？我们主母可是极阴灵体，200万灵石算多吗？若是拿不出来，就趁早滚蛋！你就算是青山城的城主，也休想强娶主母！”楚风的目光骤然一寒，视线扫过5长老和7长老，冷声问道：“这是子舒和的意思，还是你们的意思？”两人下意识地避开了他的目光，但很快又硬着头皮抬起了头。5长老梗着脖子道：“我们的意思就是主母的意思。”一旁的7长老也立即附和：“主母心思单纯，被你蒙骗了。我们这些做长老的必须为他做主。”楚风眼中闪过一丝杀意，很明显这并不是子舒和的意思，而是这些老家伙自作主张。都给我滚开！话音未落，楚风体内的灵力骤然爆发，轰的一声巨响，一股强大的气浪以楚风为中心，朝着四周扩散开来。挡在门口的长老们如同被重锤击中，纷纷向后倒去，一个个摔得狼狈不堪。就在此时，一道红色的身影从城主府内踏空而来，衣袂飘飘，如同9天仙子。子舒和身着一袭大红嫁衣，周身灵力流转，稳稳地落在了楚风的马前。他抬起头，看向马背上的楚风，眼中满是爱意与决绝。楚风，我跟你走，哪怕没有任何聘礼，我也愿意嫁给你。此话一出，全场寂静。那些摔倒在地的长老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子舒和竟然会如此不顾及城主府的颜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主动要跟着楚风走。5长老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脸色铁青，指着子舒和，气得浑身发抖。主母，楚风连聘礼都舍不得出，根本就不是真心想娶你。其他长老们也纷纷劝说起来，语气中带着一丝慌乱。他们原本以为只要拦住楚风，子舒和就算心里愿意，也会顾及城主府的颜面，不会真的跟着楚风走。可现在看来，他们完全低估了子舒和对楚风的情谊。子舒和转头冷冷地看了一眼那些长老们，语气带着一丝失望：“楚风待我如何，我心里清楚，无需诸位操心。”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整齐的脚步声，众人转头望去，只见孙佑威身着一身淡紫色的长裙，带着一队万宝阁的护卫，抬着数十个大红木箱子，浩浩荡荡地朝着城主府走来。孙佑威的目光穿过人群，落在了马背上身着新郎袍的楚风身上，眼中瞬间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失落。他早就听说楚风今日要迎娶子舒和，心中虽有准备，可真正看到楚风一身喜服的模样，还是忍不住感到一阵发堵。他要成婚了，新娘却不是他。队伍来到城主府门口停下，孙佑威走上前，对着楚风微微拱手：“楚城主，恭喜大婚！”楚风看着孙佑威带来的那些大红木箱子，眼中闪过一丝疑惑：“找我何事？”孙佑威微微一笑，略微抬手，对着身后的护卫吩咐道：“打开箱子。”是。护卫们齐声应道，纷纷上前将大红木箱子的盖子打开。刹那间，一道道璀璨的光芒从箱子里散发出来，刺得众人睁不开眼睛。箱子里满满当当装的都是灵石，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散发着浓郁的灵力波动。周围的人群瞬间沸腾起来，一个个惊呼出声：“我的天，这么多灵石，看着至少有100多万吧！”万宝阁果然财大气粗，这难道是新婚贺礼吗？不可能，万宝阁再有钱也禁不住这么霍霍啊！城主府的长老们也纷纷瞪大了眼睛，一个个眼神火热地盯着那些箱子，喉咙不自觉地滚动着。孙佑威的目光扫过众人震惊的神色，最后落在楚风身上。楚城主之前放在万宝阁售卖的封牌筑基丹已经全部售罄，这里一共有200万灵石，其中40万灵石是支付您之前的20枚筑基丹，剩下的160万灵石只求楚城主能够成为我们万宝阁的炼药师，并且尽快炼制出50枚封牌筑基丹。孙佑威的话音刚落，全场再次陷入死寂，紧接着爆发出更大的惊呼声。城主府的长老们一个个如同被惊雷击中，呆立在原地，他们的眼睛瞪得滚圆，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死死地盯着楚风，仿佛第一次认识他一般。5长老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指，指着楚风，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封牌筑基丹是你炼制的？” 7长老喉咙滚动，一脸的难以置信：“你什么时候学会的炼丹？”似乎是有人反应了过来，喃喃道：“这些筑基丹不会是从我们的宝库之中偷的吧？”闻听此言，另外一位长老立马反驳道：“放屁！咱们宝库之中根本就没有10成药效的筑基丹，他们之前还因为没有灵石买封牌筑基丹而抱怨楚风，却万万没想到，他们梦寐以求的封牌筑基丹竟然就是楚风炼制的。”子舒和也站在原地，彻底惊呆了。他也听说了万宝阁推出的封牌筑基丹10成药效，供不应求，无数修士慕名而来。他之前还在想，到底是哪位神秘丹师竟然能炼制出如此完美的丹药，却从未想过这位丹师竟然就是自己要嫁的人。就在这时，5长老脸上的震惊瞬间变成了谄媚的笑容。他快步走到楚风的马前，对着楚风深深鞠了一躬，语气恭敬的不能再恭敬：“老夫有眼不识泰山，还请城主大人有大量，
不要跟我们这些老家伙一般见识。他的态度转变之快，让周围的人都惊呆了。楚风冷冷地看着他，没有说话。武长老脸上的笑容更加谄媚了，他搓了搓手，小心翼翼地说道：“老夫的孙儿马上就要筑基了，一直苦于没有高品质的筑基丹，您看能不能给老夫几枚封牌筑基丹？”刚才还坚决不同义子舒和嫁给楚风，甚至狮子大开口要200万聘礼，现在却为了几枚筑基丹不惜放下身段，百般讨好。其他长老们见状也纷纷反应过来，一个个围了上来，对着楚风点头哈腰，语气谄媚：“城主大人，我们也有晚辈要筑基，能不能也给我们留几枚封牌筑基丹？”楚风看着这些长老们谄媚的嘴脸，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前倨而后恭，思之令人发笑。简单的一句话，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扇在那些长老们的脸上。他们的脸上瞬间变得一阵红一阵白，尴尬的无地自容，却又不敢反驳，只能低着头陪着笑脸。楚风的目光扫过那些装满零食的箱子，而后落在紫舒和身上。他从马背上跳下来，走到紫舒和面前，轻轻握住他的手。他们说的对，没有聘礼，确实轻慢了你。他转头看向孙佑威，说道：“孙阁主，这些零食我收下了，我炼制的丹药会优先供应给万宝阁，至于做万宝阁的丹师，日后再说吧。”孙佑威心中一喜，楚风没有立即答应做万宝阁的丹师，在他看来不过是价格不够，日后两人可以再详细谈。多谢楚城主。楚风再次看向紫舒和，而后朗声道：“这200万灵石是我送给你的聘礼，你愿意嫁给我吗？”此话一出，那些原本尴尬的长老们脸上瞬间露出了狂喜的神色。他们之前还因为楚风拿走了城主府100多万灵石而心痛不已，现在楚风竟然拿出200万灵石作为聘礼，这场婚事城主府简直是赚翻了。紫舒和眼眶瞬间湿润了，他用力地点了点头，声音带着一丝哽咽：“我愿意。”紧接着他转头看向孙佑威：“既然这些灵石都是我的聘礼，那自然应该跟着我送去楚家，作为我的嫁妆。孙阁主，麻烦你了。”孙佑威心中泛起一丝苦涩，看着眼前郎情惬意的两人，强压下心中的失落，笑着说道：“不麻烦。”紫舒和被楚风牵着手走进了花轿，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再次启程，朝着楚家的方向走去。城主府门口，那些长老们看着渐渐远去的迎亲队伍，以及那些装满零食的箱子，脸上的狂喜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五长老瘫坐在地上，望着队伍远去的方向，大喊道：“零食啊，我的零食啊！”七长老也捶胸顿足，后悔不已。早知道楚风就是炼制封牌筑基丹的丹师，我们就不该阻拦他。其他长老们也纷纷唉声叹气，他们费尽心机想要阻拦这门婚事，想要敲楚风一笔，结果不仅没能得逞，还眼睁睁地看着200万灵石白白溜走。此刻的他们肠子都快悔青了，绝望的哀嚎声在城主府门口久久回荡。楚家府邸，今夜红绸漫天，烛火如龙。此刻赵有容和紫舒和正坐在拔步床的床沿上，两人都盖着大红的盖头。赵有容的双手紧紧攥着身下的颈背，呼吸有些急促。坐在他身旁的紫舒和心情则更为复杂。她曾是城主府的主母，如今却以妾的身份嫁给楚风，而且还和赵有容同一日嫁入楚家。就在这时，房门被推开，一道挺拔的身影逆光而来。楚风身着大红的新郎袍，手中握着一只玉如意。他走到床前，目光落在两位娘子的身上。即便是两人都盖着红盖头，楚风也能根据他们胸前的规模判断出哪个是赵有容。下一刻，玉如意轻轻飘向赵有容头上的红盖头，红盖头缓缓滑落，露出了赵有容绝美的容颜。她的肌肤胜雪，在烛火的映照下泛着莹润的光泽，一袭大红嫁衣将她的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赵有容痴痴地仰望着楚风，嘴唇微微动了动，那难道夫君？楚风心中一荡，穿上大红嫁衣的赵有容比平日里更显绝艳动人，那娇羞的模样让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悸动。他俯身对着她柔软的唇瓣直接吻了上去。赵有容闷哼一声，眼睛瞬间睁大，而后又缓缓闭上，长长的睫毛轻轻颤动，她的脸颊瞬间红透，如同熟透的苹果，连耳根都染上了红晕。半晌，楚风才缓缓松开她。他风转头看向紫舒和，眼中闪过一丝笑意，手中的白玉如意再次抬起，轻轻挑起了她头上的红盖头。红盖头滑落，露出了紫舒和妩媚的眸子。夫君。这一夜，婚房内的烛火彻夜未熄。一日一夜，当第一缕晨曦透过窗棂洒入婚房时，楚风睁开眼睛，他体内的灵力充盈到了极致，修为成功突破到了金丹9重。赵有容脸上带着一丝疲惫，却更多的是惊喜。他的修为竟然从炼气9重直接突破到了筑基3重，体内的灵力变得更加精纯。接下来，楚风用了半日的时间为孙佑威炼制50枚筑基丹。楚风将丹药装入锦盒，交给了赵有容，让他送往万宝阁，而他自己则在宝库之中开始炼化那200万灵石。用紫舒和的话说，他的一切都是楚风的，所以这200万灵石也是楚风的。虽然杀了王禅，但是楚风还有一位三皇子要对付，他急于提升实力，也没有跟紫舒和客气。楚风盘膝坐在宝库中央，
将200万灵石围绕在自己身边，形成一座小山。他深吸一口气，头顶上方炼天图的虚影缓缓浮现。炼！楚风一声低喝，炼天图瞬间爆发出强大的吸力，周围的灵石纷纷震颤起来，一道道精纯的灵力从灵石中剥离出来，化作一道道肉眼可见的灵力洪流，如同百川归海般疯狂地涌入炼天图虚影之中。楚风的丹田如同无底深渊，疯狂吞噬着这些精纯的灵力。随着灵力的不断涌入，楚风的气息也在飞速攀升。不知过了多久，当楚风炼化了100万灵石时，他的体内传来一声轻微的咔嚓声，金丹9重的瓶颈终于出现了松动。楚风眼中闪过一丝喜色，继续催动炼天图，吞噬灵力的速度更快了。130万灵石被炼化完的瞬间，楚风的体内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一道巨大的金色光柱从天而降，穿透了楚家宝库的穹顶，笼罩在了他的身上。金丹至极境，此刻的楚风距离元婴境只有1步之遥，还不够，给我继续炼！炼天图的吸力再次增强，剩余的70万灵石以更快的速度被炼化，灵力洪流源源不断地涌入楚风的体内。今日他要一举突破到元婴境。万宝阁2楼，孙佑威身着一袭淡紫色长裙，坐在窗边的桌案前，面前摆放着一个锦盒。他打开锦盒，里面整齐地摆放着50枚封牌筑基丹，丹香浓郁，灵力精纯。仔细查看盒中的筑基丹之后，他不由得浑身一震，竟然真的是10成药效。上一次楚风送来的筑基丹，他并没有打开查看，所以只是从众人口中听说封牌筑基丹是10成药效。如今亲眼所见，他的胸口不由得剧烈起伏，他竟然真的能够炼制出完美筑基丹。震惊过后，他的眼神之中闪过一丝失落之色，因为前来送丹药的是赵有容，而非楚风。他原本以为楚风会亲自来送丹药，或许还能有片刻的独处时间，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赵有容。赵有容的脸上洋溢着新婚的幸福光彩，那种被爱滋养的模样让孙佑威心中泛起一丝莫名的酸涩。楚风怎么没来？赵有容冰雪聪明，同为女子，她自然察觉到了孙佑威眼中的异样。她微微一笑，解释道：楚风正在闭关修炼，所以让我先将这些筑基丹送来，等他出关了，定会亲自向你道谢。原来如此。孙佑威点了点头，垂下眼帘：小何，快将这些筑基丹上架。这几天万宝阁的丹药区一直围满了人，若是再没有封牌筑基丹上架，他真的担心有人要拆他万宝阁的招牌了。是。小何捧着锦盒快步下楼。孙佑威望着楚家的方向，有些怔出神，可忽然一股莫名的惊悸感猛地笼罩了他的全身，他下意识地打了个寒战，体内的灵力都变得有些紊乱。下一刻，窗外的空气忽然间剧烈的混乱翻滚起来，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被无数肉眼可见的点点灵光所笼罩。这是怎么回事？孙佑威心中一惊，连忙站起身向外望去，入目的情形让他愕然异常。只见在100余丈高的半空中，无数细微的灵光如同萤火虫般飞舞，密密麻麻，无边无际，仿佛整个天空都被点亮了。这些灵光散发着精纯的灵力波动，朝着同一个方向汇聚而去，那是楚家的方向。他的目光稍微朝远处一扫，脸上更是花容失色。以楚家为中心，方圆100里之内皆是灵力震荡，天地间的灵气如同潮水般涌动，形成一道道肉眼可见的灵气漩涡，声势浩大，骇人至极。孙佑威望着眼前这震撼的情形，喃喃自语：如此恐怖的天地异象，到底是怎么了？赵有容望着楚家的方向，双手死死地抓着栏杆，娇躯因为激动而不住地颤抖。刚刚他便已经察觉到了那道从天而降的金色光柱，那是楚风突破到金丹至极境的征兆。而现在这漫天的灵光只能意味着一件事，他的夫君在突破金丹至极境之后，要直接冲击元婴境了。他要结婴了。结婴？孙佑威瞬间反应了过来，心中第一个想到的便是紫书河。难道是紫书河正在冲击元婴境？紫书河早已踏入金丹8重，放眼整个青山城，除了已经死去的王禅之外，最有希望结婴的人便是紫书河了。其他人距离元婴境都还遥遥无期。至于楚风，孙佑威摇了摇头，心中暗道：不可能，楚风才刚刚恢复修为没多久，之前听说他是金丹5重，就算这几日有所突破，最多也就是金丹后期，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冲击元婴境？一艘通体由玄铁打造的巨型飞舟破开云海，正是皇室专属的御空舟。飞舟体积庞大，宛如一座移动的宫殿，船身两侧的羽翼展开足有数10丈宽，扇动间带起阵阵狂风，将下方的云层搅得支离破碎。船舱之内更是奢华到了极致，中央的软榻上斜倚着一位身着锦袍的老者，正是秦问天。他的怀中左拥右抱，搂着3名容貌绝色的年轻女子。3名女子皆是天香国色，却一个个低眉顺眼，不敢有丝毫忤逆。眼前这位秦老乃是3皇子跟前的红人，修为深不可测，能留在他身边，虽是玩物，却也比死在荒郊野外强上100倍。秦问天半眯着眼，享受着美人的伺候，手指漫不经心地抚摸着怀中女子的发丝，脸上带着一丝慵懒的惬意。轰隆，整艘御空舟猛地剧烈震荡了一下，几枚摆放在案几上的玉杯应声落地，摔得粉碎。啊！3名女子吓得花容失色，惊呼一声，
下意识地紧紧抱住秦问天，身体瑟瑟发抖。粉色纱裙的女子脸色惨白，声音带着哭腔：“秦老，这是怎么了？”秦问天眉头微微一蹙，一股无形的威压从他身上散发出来。他没有理会怀中女子的惊恐，而是缓缓抬起头，目光透过船舱的琉璃窗望向下方云雾缭绕的大地。怎么回事？下一刻，一名年轻人走了进来，躬身行礼：“启禀秦老，青山城方向有人正在冲击元阴境，引发了天地灵力震荡，波及到了我们的非洲。”哦，秦问天挑了挑眉，三角眼中闪过一丝意外。他缓缓坐直身体，手中还把玩着粉色纱裙女子的玲珑玉足。没想到这小小的青山城，鸟不拉屎的地方，竟然还能有人突破到元阴境。在他看来，山城不过是青州边境的一个小城，能出几个金丹境就已经不错了。不过他也并未太过在意，一个偏远小城池的元阴境，在他眼中不过是土鸡挖狗罢了。速度再快点，替三皇子取了天泉雪莲，老夫要尽快回京师。这鬼地方连个像样的乐子都没有，我是一刻都不想多待。很快，非洲的速度瞬间提升了1倍，如同离弦之箭般朝着青山城的方向疾驰而去。楚家上空的天地异象早已冲破了青山城的天际线，朝着方圆百里铺陈开来，将整片苍穹染成了流光溢彩。起初只是星点般的灵光在楚家宝库上空汇聚，可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灵光越来越密集，越来越浓郁，渐渐凝聚成一片光海，如同倒置的天河倾泻而下，将楚家府邸笼罩其中。灵光涌动间发出嗡鸣的声响，那是天地灵力极致压缩后的震颤，连空气都在这股力量下泛起了涟漪。紧接着，光海开始旋转，形成一道直径足有100丈的巨大漩涡，漩涡中心灵气翻滚如潮，那是唯有元阴境强者突破时才能引动的天地法则之力。漩涡的顶端，一朵由纯粹灵光凝聚而成的九品金莲缓缓绽放，莲心处一道模糊的人影盘息而坐，正是闭关冲击元阴境的楚风。金莲绽放的刹那，方圆百里的天地灵气疯狂涌动，形成一道肉眼可见的灵气长河，朝着楚家宝库的方向奔涌而去。城主府5长老、7长老为首的一众长老全都仰着头，呆呆地望着楚家上空的异象。他们面面相觑，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九品金莲现世，法则纹路显化，这是金丹至极境突破元阴的征兆啊！难道是主母要突破到元阴境了？子舒和不愧是极阴灵体，冲击元阴境竟然能够引动如此天地异象。有这么一位元阴境的夫人撑腰，以后青山城还有谁敢惹楚家？所有人都笃定，引发如此惊天异象的定然是子舒和。毕竟在他们看来，楚风不过是个刚刚恢复修为，就算天赋再高，也绝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冲击元阴境。而此刻，楚家宝库外的空地上，子舒和正静静地站着，仰望着天空中那朵璀璨的九品金莲，眼神中满是痴迷与恍惚。他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了几天前，那时楚风还是个被全城人嘲笑的废物，可仅仅过了几天，这个男人就如同涅槃重生一般，一路高歌猛进，从废柴逆袭成了青山城的城主，如今更是站在了元阴境的门槛前，引动天地异象，震惊世人。这一切就像一场梦。夫君，子舒和的双手紧紧攥成拳头，你一定要结阴成功啊！突破元阴境乃是修士一生的分水岭，凶险万分，稍有不慎便是生死道消的下场。尤其是楚风这般快速突破，根基纵然稳固，可面对的压力也远比常人要大得多。就在这时，一阵刺耳的破空声骤然响起，嗡！一艘巨型御空舟破开云层，缓缓停在了楚家的上空。这等规格的御空舟，绝非青山城这等边陲小城能够拥有，唯有京师的顶级权贵才有资格使用。御空舟的舱门缓缓打开，秦问天负手而立，一双三角眼狭长锐利，扫视着下方的府邸。赵家人何在？这一声怒喝，带着元阴境强者的威压，让楚家的侍卫都忍不住浑身一颤，面露惧色。子舒和的心中猛地咯噔一下，暗道一声不好。天泉雪莲是三皇子交给赵家栽种的，如今赵家覆灭，天泉雪莲被楚风炼化，三皇子定然不会善罢甘休。眼前这个男人很可能是京师来的人，10有8九是冲着天泉雪莲来的，绝不能让他打扰楚风突破。子舒和眼中闪过一丝决绝，周身灵力瞬间涌动，淡青色的灵力护罩笼罩全身。他足尖一点地面，身形御空而起，停在了秦问天的面前。此刻的子舒和身着一袭紫色的长裙，裙摆随风飘动，如同9天仙子下凡。经历了与楚风的同修，她的肌肤愈发白皙莹润，如同上好的羊脂玉，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淡淡的光泽。长裙勾勒出她曼妙的身姿，整个人散发着一股熟女的韵味。秦问天原本带着不耐烦的目光，在落在子舒和身上的瞬间骤然凝固了，他的三角眼猛地更大，瞳孔中闪过一丝惊艳。他在京师见惯了各种美人，无论是娇柔的大家闺秀，还是妩媚的青楼女子，都曾是他的囊中之物。可他从未见过如此女子，她就像是一个水蜜桃，好似一掐就能出一兜水。秦问天的心脏不受控制的狂跳起来，他的目光如同饿狼般从上到下一寸一寸的扫视着子舒和的身体，
毫不掩饰其中的欲望。他的脑海中瞬间闪过了9种念头肆意蹂躏他的念头，种种龌龊的想法在他的心中疯狂滋生，让他的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啧，秦问天咂了咂嘴，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没想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竟然还有如此绝色的美人儿。紫书河的眉头紧紧皱起，眼中闪过一丝厌恶，他强忍着心中的不适，语气冰冷地问道：不知阁下找赵家人有何事？秦问天这才回过神来，他搓了搓手，语气带着一丝玩味：你是赵家什么人？赵太的小妾，我并非赵家人。紫书河冷冷地摇了摇头：我是青山城的城主夫人。秦问天顿时心中一喜，城主夫人那玩起来就更妙了。他的目光落在紫书河的胸前，眼神色眯眯的，仿佛要透过长裙看穿里面的风景。老夫是奉了三皇子之命前来赵家取回天泉雪莲，识相的就乖乖把天泉雪莲交出来，老夫可以考虑带你回京师，保你一生荣华富贵。紫书河的心中猛地一紧，果然如此，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天泉雪莲早已经被楚风炼化，哪里还能交得出来？更何况就算天泉雪莲还在，也绝不可能交给眼前这个猥琐的老东西。紫书河的眼神愈发冰冷，周身的灵力波动也愈发强烈，而秦问天此刻也察觉到了不对劲，他的目光越过紫书河，落在了楚家宝库的方向，感受到那股磅礴的灵力波动，眉头微微一皱，不对劲，冲击元婴境的人竟然在赵家，他可是清清楚楚的记得赵家最强的赵太不过是个金丹初期的废物，赵家上下连一个金丹后期的修士都没有，怎么可能有人冲击元婴境？赵家是谁在冲击元婴境？紫书河没有回答，他的嘴唇紧紧抿着，周身的灵力护罩瞬间暴涨，淡青色的光芒如同琉璃般璀璨，他的身形微微紧绷，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无论如何，他都要拦住这个老东西，在楚风突破元婴境之前，绝不能让任何人打扰他，否则楚风的努力就会功亏一篑，甚至可能落得个生死道消的下场。秦问天见紫书河不答，反而摆出了防御姿态，眉头皱得更紧了。他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消息，赵雪莲的魂牌破碎了，赵家怕是已经覆灭了。就在这时，他的目光落在了楚家大门口的牌匾上，那牌匾上面刻着2个鎏金大字“楚府”。秦问天的瞳孔骤然收缩，他曾经来过一次赵家，对这里的地形记得清清楚楚，眼前的楚府分明就是赵家的旧址，赵家变成了楚家。秦问天瞬间明白了什么，眼中闪过一丝阴狠，赵家覆灭，楚家取而代之，还有人在冲击元婴境，好得很。秦问天怒极反笑，他猛地一步踏出，周身的元婴境威压轰然爆发，一股恐怖的气息如同海啸般席卷开来，天空中的云层瞬间被撕裂，下方的楚家府邸剧烈震颤，地面裂开一道道细密的纹路。这股威压如同泰山压顶，让紫书河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嘴角溢出一丝鲜血。不管是谁在冲击元婴境，今日都别想成功，他绝不能让青山城再出一个元婴境，更何况此人还极有可能夺走了三皇子的天泉雪莲。秦问天盯着紫书河，一字一句地说道：你可知道天泉雪莲是三皇子的东西，私吞三皇子的宝物可是诛九族的大罪。紫书河擦了擦嘴角的鲜血，冷哼一声，语气带着浓浓的嘲讽。所以三皇子就指使赵家霸占了楚家的灵池，害死了楚家上下数百口人。楚家的灵池原本是楚家的根基，却被赵家仗着三皇子的势力强行霸占，用来栽种天泉雪莲。楚家覆灭的血海深仇和三皇子脱不了干系。秦问天听到这话，先是愣了一下，随即仰天大笑起来。他盯着紫书河，眼神如同毒蛇般阴冷。老夫倒要看看，等你成了老夫的痉挛，还能不能说出这般硬气的话。轰！紫书河只觉得胸口如同被巨石撞击，气血翻涌，脚步踉跄着向后退了数丈，才勉强稳住身形。他深知金丹境与元婴境之间的差距，但他没有丝毫退缩。太阴素心诀！紫书河一声轻喝，周身灵力骤然暴涨，淡青色的灵力瞬间转化为皎洁的银白色，如同月光倾泻，整个人被一层清冷的光晕笼罩。他的极阴灵体彻底爆发，天地间的阴气疯狂向他汇聚，身后渐渐凝聚出一轮巨大的太阴月轮虚影。随着紫书河的催动，太阴月轮缓缓旋转，无数道银白色的月刃从月轮上剥离，如同流星雨般朝着秦问天射去。月刃所过之处，空间泛起细微的涟漪，地面被画出一道道深不见底的沟壑。雕虫小技！秦问天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面对铺天盖地的月刃，他只是缓缓抬起右手，大袖一挥，轰！一股磅礴的金色灵力从他袖中爆发而出，如同奔腾的江河，瞬间席卷全场。那些蕴含着极阴之力的月刃，在金色灵力的冲击下，瞬间消融殆尽，连一丝涟漪都未曾掀起。金色灵力于是不减，朝着紫书河碾压而去。紫书河脸色巨变，连忙运转太阴月轮挡在身前。咔嚓一声脆响，太阴月轮虚影如同玻璃般碎裂开来。紫书河闷哼一声，喷出一口鲜血，身体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地砸在楚家的院墙之上，墙体轰然倒塌，扬起漫天尘土。他挣扎着爬起来，嘴角挂着血迹，脸色苍白如纸，气息也变得紊乱起来。仅仅一击便让他身受重创，
这就是元婴境的恐怖实力。秦问天眼神轻蔑地看着紫书河，如同看着一只蝼蚁，就这点本事也敢在老夫面前逞强？是谁杀了赵雪莲？天权雪莲现在在哪里？就在这时，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突然从楚家后院传来。吼！声音如同惊雷炸响，蕴含着四阶妖兽的磅礴威势，整个楚家府邸都在震颤。一道黑色的身影如同离弦之箭般从后院冲了出来，冲天而起，正是天煞鬼虎。秦问天看到天煞鬼虎的瞬间，脸上的轻蔑瞬间收敛了几分。四阶妖兽，他怎么也没想到，在青山城这等边陲小城，竟然会有四阶妖兽存在。妖兽肉身强悍，防御惊人，本就是极为难缠的对手，更何况眼前这只妖兽还和他算是同境界。孽畜，也敢拦老夫的路！秦问天冷哼一声，周身金色灵力再次涌动，一道巨大的金色掌印凝聚而成，朝着天煞鬼虎拍去。吼！天煞鬼虎毫不畏惧，怒吼一声，猛地扑了上去。他的利爪暴涨数尺，朝着金色掌印抓去。轰！金色掌印与利爪碰撞在一起，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紫书河见状，眼中闪过一丝金光，强忍着体内的伤势，再次运转太阴素心诀，无数道月刃交织成一张巨大的剑网，朝着秦问天的后背笼罩而去。他知道自己不是秦问天的对手，只能借助天煞鬼虎的牵制，寻找机会攻击。秦问天感受到身后的威胁，脸色微变，他不得不分神应对，左手一挥，一道金色的灵力屏障凝聚而成，挡住了剑网的攻击。找死！秦问天被一人一虎牵制，虽然依旧占据上风，却一时之间难以取胜。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沉，心中的烦躁也越来越强烈。他能清晰地感受到楚家宝库方向的灵力越来越浓郁，整个青山城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灵力漩涡，而楚家正是漩涡的中心。那个冲击元婴境的人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再拖延下去，一旦对方成功结阴，到时候一个元婴境加上一头四阶妖兽，他就算是元婴中期也未必能讨到好，必须速战速决。他猛地发力，周身金色灵力暴涨，将天煞鬼虎的一次扑击震开，同时侧身躲过紫书河的剑网。下一刻，他右手猛地一翻，掌心出现了一个巴掌大小的黑色网兜，网兜通体黝黑，散发着淡淡的黑气，给人一种极为危险的感觉。这是老夫的天气锁妖网，今日便让你这孽畜尝尝他的厉害！天煞鬼虎张开血盆大口，朝着秦问天扑去。来得好！秦问天眼中闪过一丝得逞的笑容，他猛地一个转身，手中的黑色网兜迎风变长，瞬间化作一张数十丈大小的黑色大网，如同一张遮天蔽日的黑幕，朝着天煞鬼虎笼罩而去。锁妖网的速度极快，瞬间便将天煞鬼虎笼罩其中。好！天煞鬼虎察觉到不对，疯狂地挣扎起来，他的利爪不断撕扯着黑色大网，口中发出愤怒的咆哮。然而锁妖网是天气，无论天煞鬼虎如何挣扎，都无法挣脱。黑色大网越收越紧，符文闪烁，散发出的风劲之力越来越强，将天煞鬼虎的妖风牢牢困住，不断压制着他的力量。天煞鬼虎的怒吼声越来越沉闷，他的身体被大网紧紧缠绕，四肢无法动弹，只能徒劳地扭动着身躯。秦问天看着被锁妖网困住的天煞鬼虎，仰天大笑起来。四阶妖兽又如何？还不是被老夫轻易制服？他走上前，抬脚对着锁妖网中的天煞鬼虎狠狠一脚踹去。砰！天煞鬼虎被一脚踹飞，落在了御空舟上。看好这只妖兽，一会我要取了他的虎鞭泡酒。是，秦老。御空舟上的数名年轻修士连忙上前，持剑围住了锁妖网内挣扎的天煞鬼虎。看着天煞鬼虎被捉住，紫书河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他的身体晃了晃，脸上露出一丝绝望。天煞鬼虎是他最后的希望，如今连他都被制服，仅凭他一个人根本不可能阻挡秦问天太久。楚风，你一定要快点突破呀！紫书河在心中呐喊着，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轰！一声巨响，紫书河的身上突然爆发出一股惊人的气息，他的头发瞬间变得雪白，脸上浮现出淡淡的血色纹路，周身的银白色灵力变得更加浓郁，甚至带着一丝金色的光泽。他竟然燃烧了自己的精血，强行提升了修为，金丹至极境。紫书河的气息瞬间飙升到了金丹境的巅峰，距离元婴境仅有一步之遥。然而这毕竟是燃烧精血强行提升的境界，所以无法引动天地之力，但这已经是他能做到的极限了。想进楚家，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秦问天看着紫书河燃烧精血后的模样，不仅没有丝毫忌惮，反而眼中的淫邪之色更浓了。他舔了舔嘴唇，目光在紫书河雪白的头发和绝美的容颜上扫过，语气带着浓浓的玩味。真是个烈性子，老夫就喜欢这样的女人，玩起来才够味。他扫了一眼宝库的方向，那里的灵力波动已经浓郁到了极致。我要让结阴的那小子亲眼看着你在我胯下承欢的模样，老夫要成为他最大的心魔茧。哈哈哈，无耻！紫书河气得浑身发抖，朝着秦问天冲了过去。秦问天的目光落在那抹倔强挺立的紫色身影上，目光里满是戏谑来。碍事的畜生解决了，现在该好好品尝你了，美人儿。太阴斩！紫书河轻斥一声，根本不愿与他废话。秦问天嘴角勾起一抹嘲弄，身形竟在原地模糊了一下。下一个刹那，他如同鬼魅般出现在左侧3丈之外。
速度太慢了，燃烧精血换来这点力量。紫书河银牙紧咬，眼中怒火更盛。他双臂一展，雪白长发无风自动，更多的天地阴气被强行攫取而来，在他掌心又凝聚成一柄长剑。斩！他身化流光，双剑舞动间，漫天皆是清冷皎洁的剑影，每一剑都指向秦问天的要害，剑势连绵不绝。秦问天不闪不避，只是随意抬起右手，食指与中指并拢，指尖泛起浓郁的金芒，他就这样信手点出，迎向紫书河那疾风暴雨般的剑影。叮叮叮叮，密集如雨打芭蕉般的脆响炸开。秦问天仅凭2根手指，竟将紫书河的双剑攻势尽数接下。紧接着，他以指作剑，骤然挥出一剑，吃了！裂帛之声清脆响起，紫书河左肩至手臂处的紫色裙衫应声破裂，一道尺许长的口子绽开，露出下方7双赛雪的肌肤，一道浅浅的红痕随即在那雪肤上浮现，渗出细密的血珠，如同雪地红梅，刺痛而妖艳。肌肤胜雪，滑不留手。秦问天深深吸了一口气，仿佛在嗅那伤口散出的血腥与女子体香混合的味道，脸上露出陶醉的神情。这一指，老夫只用了半分力。紫书河闷哼一声，用手捂住破裂的衣衫，遮住外露的春光，眼中几乎要喷出火来。无耻老贼，无耻！待会儿还有更无耻的！秦问天哈哈大笑，身形再动，他如同枯骨之躯，紧紧贴着紫书河，却并不下重手，只是不断攻击着紫书河的衣裙。怎么没力气了？秦问天站在不远处，好整以暇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目光贪婪地舔舐过紫书河每一寸暴露的肌肤。是不是等着你那在宝库里躲着的夫君来救你？可惜啊，等他出来，看到的只怕是你在我身下婉转承欢的模样，或者是一具还能供老夫玩弄的温热尸体。你说他会不会因此心神失守，走火入魔？哈哈哈！你做梦！紫书河声音嘶哑，他强提最后灵力，将长剑掷向秦问天面门。困兽犹斗！秦问天冷笑，随意挥袖击飞长剑，而后一掌轰出，砰！紫书河倒飞而出，在空中划出一道凄艳的弧线，然后重重砸进了后方一处残破的院墙之中。轰隆！碎石砖瓦滚落，烟尘弥漫。紫书河躺在废墟里，只觉得全身骨骼都像散了架，剧痛如潮水般袭来，燃烧精血带来的力量如同退潮般飞速消散，随之而来的是深入骨髓的冰冷。他挣扎着想坐起来，却发现灵力几乎耗尽，丹田空荡荡，连抬一下手指都无比艰难。就在这时，阴影笼罩，秦问天居高临下的看着废墟中衣衫破碎更显凄美动人的紫书河。就算你死了，我也会让你心爱之人看着你的尸体被我玩弄。紫书河目眦欲裂，羞愤与绝望几乎要将他淹没。他刚刚有了可以依靠的夫君，转眼间却要遭受如此凌辱。紫书河眼中闪过一丝疯狂的决绝，灵力耗尽又如何？他还有金丹，只要将体内的金丹自爆，就算不能杀了秦问天，也能将其重创。然而就在金丹即将逆转，爆发出毁灭性能量的前一刻，秦问天脸色微变。他修为高出紫书河太多，对灵力波动的感知敏锐至极，想自爆金丹，他挥出数道金色灵力钻入紫书河体内，封进了他的丹田经脉。那刚刚开始躁动的金丹立刻被一层坚固的金色枷锁牢牢锁住，沉寂下去。紫书河身体一僵，眼中最后一点光芒彻底暗淡下去，只剩下无尽的空洞与绝望。轰！整个青山城，不是整个天地猛然一震，一股浩瀚气息从楚家宝库轰然爆发，直冲九霄。天空之中，那原本缓缓旋转的灵气漩涡中心，9品金莲的虚影骤然凝视，紧接着金光汇聚，一尊顶天立地的巨大法相虚影在楚家上空凝聚。元婴法相！轰隆！下一刻，楚家宝库那厚重的大门连同半面墙壁轰然炸裂，一股恐怖杀意如同实质的飓风以楚风为中心轰然席卷开来。他手持星磁剑一剑斩出，秦问天瞳孔一缩，顿时心中大震，好强的一剑！他立即运转灵力抵挡，猝不及防之下，还是被这一剑轰飞数丈。楚风蹲下身，快速脱下自己的外袍，轻轻裹在紫书河的身上。对不起，我出关晚了。紫书河空洞的眼神恢复了一丝神采，他猛地摇头，用尽力气推开楚风。你不是他的对手，快走！他早已经探查出秦问天是元婴4重的修为，楚风刚刚突破到元婴境，绝不可能是其对手。如今他灵力耗尽，修为被封，跟在楚风身边只会是个累赘，所以他只希望楚风能够快点逃，只要楚风活着，日后便能替他报仇。岂料秦问天御空而起，长发凌乱飘飞。今日谁都别想走！楚风将紫书河护在身后，而后侧头对他说道：“他必须死！”好大的口气！秦问天冷笑一声：“老夫刚刚不过是一时大意，没有闪。”然而他的笑声在下一秒，如同被掐住脖子的鸭子戛然而止，因为楚风周身的气息再次变了。嗡嗡嗡，接连3声道鸣，响彻天地。楚风的体表骤然迸发出3层金色光晕，将他映照得如同黄金战神。紧接着，一道道天地之力汇聚于星磁剑上。虽然他已经结阴，但是距离突破到金丹至极境还没有过一盏茶的时间，所以此刻他依旧可以调动天地之力。这是天地之力！
秦问天满脸的难以置信，此子刚结阴怎么能引动天地之力？三重至极境、炼气、筑基、金丹，你竟然全都突破了至极境，这意味着什么？秦问天太清楚了，这意味眼前之人拥有着堪称逆天的绝世根基，意味着他同阶无敌，越阶战斗如同吃饭喝水，意味着一旦让他成长起来，绝对是能横扫一域的绝世巨擘。此子绝不能留。秦问天的心神还沉浸在三重至极境的震撼之中，楚风的身影便已化作一道金色流光破空而至，新磁剑在他手中震颤，三层金色光晕如同潮汐般涌动，引动天地之力汇聚于剑尖一点。一剑问天，新磁剑斩落的刹那，一道数10丈长的金色剑光撕裂长空，这一剑比之前那仓促的一剑强了数倍。秦问天瞳孔骤缩，三角眼中的杀意瞬间被恐惧取代，他死死地盯着那道金色剑光，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心脏如同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攥紧，连呼吸都停滞了。圣阶，这竟然是圣阶一剑！秦问天失声尖叫，声音都在发颤。一个刚刚突破元婴境的小子，竟然能施展出圣阶剑法。他周身元婴4重的灵力疯狂爆发，金色的灵力如同汪洋大海般汹涌而出，在身前凝聚成3道厚厚的灵力屏障，给我挡！然而金色剑光落下的刹那，一切的抵抗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咔嚓咔嚓咔嚓，3声脆响，如同琉璃碎裂。3道凝聚了秦问天全部力量的灵力屏障，在金色剑光面前如同纸糊一般瞬间崩碎。剑光于是不减，带着一往无前的威势，狠狠斩在了秦问天的胸口。噗！秦问天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一口鲜血狂喷而出，染红了身前的虚空。他只觉得一股恐怖的力量涌入体内，所过之处经脉寸寸断裂。一声巨响，秦问天的身体重重地砸在了楚家大门之外的地面上，硬生生砸出一个深达数丈的巨大深坑，尘土飞扬，遮天蔽日。深坑周围的地面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痕，朝着四周蔓延而去。深坑之中，秦问天蜷缩着身体，浑身是血，气息微弱的如同风中残烛。他的胸口出现了一道深可见骨的剑痕，体内的经脉已经被搅成了一团乱麻，灵力如同决堤的洪水般疯狂溢散而出，根本无法凝聚。他挣扎着想要起身，可刚一动弹，便牵动了全身的伤口，让他忍不住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楚风手持新磁剑，站在深坑边缘，居高临下的看着秦问天。秦问天双手撑在地上，一点点向后退，色厉内荏的怒吼道：“你竟敢废了我！你想死吗？”然而楚风只是淡淡的瞥了他一眼，手中的新磁剑微微一动，剑光闪烁，快到极致。秦问天甚至没有看清楚风是如何出手的，下一刻，一股钻心的剧痛从双腿传来，他低头望去，只见自己的2条腿已经被剑光斩断。更让他绝望的是，那道剑光还顺带绞碎了他的裆部。啊！秦问天惨叫出声，声音都变得尖细，剧痛如同潮水般席卷全身，让他眼前发黑，险些晕厥过去。他死死地咬着牙，看着坑边的楚风，眼中满是怨毒。我可是三皇子的人，你敢杀我，三皇子定要灭你全族！楚风闻言，脸上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原来你是三皇子的人，你早说啊！秦问天见状，心中顿时燃起一丝希望。他以为楚风是怕了三皇子，连忙挣扎着说道：“既然知道了，就……”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楚风的眼中便闪过一丝冷冽的杀意，寒光爆闪，一道凝练的剑气瞬间穿过了秦问天的脖颈。噗！秦问天的声音戛然而止，他的脑袋滚落在地，在坑底的泥土上滚了几圈，才缓缓停下。那双三角眼依旧瞪得大大的，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之色。他到死都没有想到，对方明知道他是三皇子的人，竟然真的敢杀他。甚至他到死都不知道，眼前这个年轻人叫什么名字。鲜血如同泉水般从脖颈的伤口处狂涌而出，染红了整个深坑。秦问天的身体抽搐了几下，便彻底失去了生机。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微弱的金色光芒从秦问天的脑袋之中飞了出来，光芒之中隐约可见一个寸许大小的秦问天，那是他的元婴。元婴脸色苍白，眼神之中满是惊恐，刚一飞出，便化作一道流光，想要朝着远方逃窜。想跑！楚风冷哼一声，身形一闪，便出现在了元婴的面前。他伸出大手，掌心之中金色灵力涌动，如同一个巨大的牢笼，瞬间将秦问天的元婴抓在了手中。元婴在楚风的掌心之中疯狂挣扎，发出尖锐的尖叫声：“放开我！快放开我！我是三皇子的人，你敢杀我，三皇子不会放过你的！”楚风五指微微用力，掌心之中的灵力骤然收紧。元婴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身体瞬间缩小了一圈，眼神之中的恐惧更浓了。我问你，三皇子让你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元婴剧烈的挣扎着，却根本无法挣脱楚风的手掌。他看着楚风那双冰冷的眸子，知道自己若是不说，今日必死无疑。说实话，能换一条命吗？那就不用说了。话音刚落，五指用力，直接捏爆了秦问天的元婴，金色的灵光四散飞溅，彻底消散在天地之间。楚风的目光投向了天空之中的那艘巨型御空舟，御空舟之上还站着数名年轻修士。他身形一闪，化作一道金色流光，
瞬间出现在了御空舟的甲板之上。甲板之上的5名年轻修士原本还在观望，见到楚风出现在甲板之上，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他们看着楚风手中那柄散发着凛冽寒光的新瓷剑，又想起秦问天惨死的模样，双腿一软，齐刷刷地跪在了地上。前辈饶命，前辈饶命啊！我们只是奉命行事，都是秦问天逼我们来的。前辈大人有大量，放我们一条生路吧，我们愿意为前辈做牛做马。5名年轻修士跪在地上，连连磕头。楚风并没有理会众人，而是先收起了那张黑色大网，放出了天煞鬼火。他看中手中的黑色网兜，不由得眉头一挑，竟然还是一件天气。收起网兜，楚风这才冷声开口道：“三皇子让你们来青山城是为了什么？”听到楚风的问话，一名年轻修士连忙抬起头，抢先开口道：“我说，赵雪莲的魂牌碎了，三皇子命秦老来查探到底是怎么回事。”另一名年轻修士也连忙补充道：“还有天泉雪莲，三皇子听说天泉雪莲已经成熟，所以命秦老将天泉雪莲带回京师。”几人你一言我一语，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尽数说了出来。楚风闻言满意地点了点头，很好。话音落下，他手中的新瓷剑微微一动，剑光闪烁，5名年轻修士甚至没有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便皆是人头落地。就在这时，船舱之中突然响起了女子的尖叫声。楚风迈步走向船舱，推开舱门，船舱之内3名女子正蜷缩在角落，浑身颤抖。楚风冷冷地扫了他们一眼，滚！3名女子如蒙大赦，连忙从角落爬起来，连滚带爬地朝着舱门外跑去。他们甚至不敢回头看楚风一眼，生怕楚风改变主意，将他们也斩杀于此。御空舟降落，楚风看向京师的放行，眼中闪过一丝冷冽的杀意。三皇子，万宝阁。赵翠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玉瓶，走到钱明面前，将玉瓶递了过去，语气恭敬地说道：“钱少，这就是您要的封牌筑基丹。”钱明根本不信楚风能炼制出10成药效的筑基丹，只当是楚风为了赚钱故意夸大其词。就在这时，孙佑伟走了过来：“钱少不用看了，这确实是10成药效的筑基丹。”钱明的目光一沉，脸上的不屑更浓了。“不可能！”他冷哼一声，伸手从赵翠手中夺过玉瓶，拔开瓶塞，一股浓郁到极致的丹香瞬间从玉瓶中喷涌而出，比他炼制的筑基丹香味浓郁数倍，而且更加精纯，没有丝毫杂质。钱明的脸色微微一变，他倒出一枚筑基丹放在手心仔细打量，竟然真的是10成药效的筑基丹。他炼制筑基丹多年，最多只能达到7成药效，对于10成药效的筑基丹，只在古籍中见过记载，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竟然能亲眼见到。楚风那个废物怎么可能炼制出如此高品质的筑基丹？然而仅仅片刻之后，他的脸上又浮现出了得意的笑容。他抬起头看向孙佑威，眼中带着一丝幸灾乐祸。就算楚风能够炼制出10成药效的筑基丹又如何？他马上就要死了。孙佑威眉头一皱，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你说什么？你还不知道啊？”钱明嗤笑一声，继续说道：“赵家的背后可是三皇子，楚风灭了赵家，三皇子怎么可能放过他？我听说三皇子已经派人来了，而且还是元婴中期的强者，楚风必死无疑。”他顿了顿，目光落在孙佑威那双修长的玉腿上，眼中闪过一丝淫邪。“孙佑威，以后青山城的筑基丹还得靠我，你若是想要我继续给你万宝阁炼丹，今晚就乖乖做我的女人，否则你这万宝阁恐怕就再也没有筑基丹可卖了，到时候看你怎么维持生意。”孙佑威的脸色瞬间变得冰冷，眼中闪过一丝浓浓的厌恶。“我万宝阁就算没有筑基丹可卖，我也绝不会做你的女人。”钱明目光一凝，冷声道：“孙佑威，你别给脸不要脸，早晚有一天你会乖乖爬上我的床。”就在这时，贵宾室的门被猛地推开，钱明的管家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钱少，出大事了！”钱明眉头一皱，语气不耐烦地说道：“慌什么？是不是楚风那个废物死了？我就说嘛，元婴境的强者出手，他根本不可能活下来。”然而管家却用力地摇了摇头，喘着粗气说道：“不是，楚风杀了那位京师来的大人。”“什么？”钱明脸上的得意瞬间消散，他瞪大了眼睛，死死地盯着管家，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楚风杀了元婴中期的强者，这怎么可能？”管家连忙点头，语气肯定地说道：“整个青山城的人都看到了，楚风一剑就将那位京师来的大人斩成了重伤，然后直接杀了他。”钱明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身体微微颤抖起来。元婴4重的强者竟然被楚风一剑斩杀了。然而仅仅片刻之后，钱明的眼中又闪过一丝阴恻恻的笑容。元婴4重的强者肯定是一时大意才被他偷袭得手，就让他再蹦跶几天，三皇子绝不是他能招惹的存在。下一次三皇子定然会派更强的人来，到时候便是楚风的死期。暖阁之内，氤氲的水汽如同轻纱般弥漫，灵池中的泉水泛着淡淡的银蓝光泽。赵有容躺在灵池边，双目失神地望着暖阁雕花的天花板。自从和楚风重逢的那一日，他便知道了楚风炼丹的本事。可是他没想到，楚风竟然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每日不断以丹液浇灌他的身体。才短短1个月的时间，他的修为便从筑基3重一路飙升到了筑基9重，距离金丹境只有1步之遥。这种恐怖的修炼速度，
让他时常觉得像是在做梦。要知道，寻常修士从筑基3重突破到筑基9重，没有3、5年的苦修根本不可能做到。赵有容微微侧头，目光落在灵池中央那个正在闭目打坐的身影上。楚风盘膝坐在池水中，周身萦绕着淡淡的金色光晕，丹液融入池水后形成的灵光不断向他汇聚。只可惜这种炼丹方式太过特殊，不然若是开宗立派，定然能够吸引无数修士前来投奔，不出100年便能成为大凤王朝第一仙宗。另一边，紫书河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他缓缓睁开双眼，眸中闪过一丝璀璨的灵光，周身的灵力波动如同潮水般起伏。夫君，我已经感觉到突破元婴的契机了。紫书河强撑着身子，赤着脚走进灵池，而后潜入了水中，如同一只贪吃的小兽，跪坐在楚风的跟前。哗啦，片刻后，他才浮出水面，而后娇喘着说道：“这几日我要闭关突破，就不能陪夫君同修了。”楚风缓缓睁开眼，目光落在紫书河湿漉漉的发丝与泛红的脸颊上，他伸出手，五指轻轻插入她的秀发之中，居高临下的望着这位曾经的城主夫人。好，我会亲自为你护法。紫书河心中一暖，脸颊的绯红更浓了。他乖巧地点了点头，却听到旁边传来一声带着幽怨的轻哼。赵有容缓缓坐起身，乌黑的发丝滑落肩头，他眨了眨水润的大眼睛，目光在楚风和紫书河之间流转，语气幽怨地开口道：“姐姐可要快点突破啊，我一个人可经不住夫君折腾。”他说着，脸颊瞬间红透，眼神中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羞怯。这1个月来，他深刻体会到了楚风那只阳道体的恐怖，他仿佛永远不知疲惫，每日炼制完丹液，还会以天地阴阳秘典与他们同修，借助阴阳2气滋养彼此。仅凭他一个人，根本无法承受楚风那磅礴的阳气，每次都要借助紫书河的极阴灵体分担，才能勉强支撑。紫书河闻言，脸颊也是一红，嗔怪地看了赵有容一眼，却没有反驳。楚风看着赵有容那副幽怨又娇羞的模样，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这阳道体的特性便是如此，越是吸收纯元之力，越是强大，精力也越是充沛。就在此时，紫书河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脸上露出一丝遗憾的神色。夫君的炼丹术确实独特非凡，只可惜这种炼丹之法太过特殊，无法参加丹塔试炼，不然以夫君的本事，定然能成为丹阳宗的亲传弟子。丹塔试炼？楚风闻言，眉头微微一挑，脑海中瞬间闪过一段被遗忘的记忆。他这才想起，青山城的中心区域确实有一座古老的丹塔，这座丹塔并非凡物，而是丹阳宗曾经的一位老祖所留。据说那位老祖便是出身自青山城，后来成为丹阳宗的顶尖强者，便留下了这座测试丹道天赋的丹塔。按照丹塔的规矩，只有3品及以上的丹师才有资格进入丹塔之中参加试炼。试炼的内容很简单，便是在丹塔内炼制1枚丹药，丹塔会根据丹药的品质检测丹师的丹道天赋，若是天赋足够出众，便能获得丹阳宗的青睐，甚至有机会成为丹阳宗的亲传弟子，得到宗门的重点培养。这段时间，他一直忙着提升自己和2位夫人的修为，竟然把这件事给忘了。楚风的心中顿时活络起来，以他前世赤阳丹地的底蕴，别说3品丹药，就算是7品、8品丹药，他也能信手拈来。参加丹塔试炼，通过测试对他来说简直是易如反掌。若是能够加入丹阳宗，他便相当于多了一个强大的靠山。如今他杀了3皇子的人，与皇室结下了死仇，3皇子定然不会善罢甘休，日后必然会派遣更强的人前来报复。有了丹阳宗作为靠山，他也就多了一份硬刚大凤王朝的底气。3皇子必须死！楚风的眼中闪过一丝冷冽的杀意。赵家和王禅的账，秦问天的账，都要算在3皇子的头上。迟早有一天，他会杀上京师，取了3皇子的狗命。到时候，他必然要直面皇室的怒火。多一些背景和靠山总是好的。你倒是提醒了我。赵有容眨了眨水润的大眼睛，脸上露出一丝疑惑。可是夫君，丹塔试炼必须要3品丹师才能参加测试，夫君能炼制3品丹药吗？他知道楚风这段时间一直在给万宝阁炼制筑基丹，但筑基丹只是2品丹药，虽然10成药效的2品丹药已经极为逆天，但3品丹药与2品丹药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楚风还未开口，暖阁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管家刘全的呼喊声便传了进来。家主，万宝阁的孙姑娘求见，说有要事与您商议。楚风闻言，缓缓从灵池中站起身，你们2个好好休息，我去会客。与此同时，楚家前厅之中，孙佑威正端坐在客座上，他的脸上带着一丝焦急与期待，时不时地抬头看向门口的方向。片刻后，楚风走进了会客厅，见他一脸焦急的模样，不由得开口道：“怎么了？”孙佑威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巨大的决心，终于抬起头，迎上楚风的目光，语气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苦涩。此次前来叨扰，实在是万宝阁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麻烦。楚风微微颔首，语气平淡地说道：“但说无妨，若是我能帮上忙，自然不会推辞。”闻言，孙佑威心中稍稍安定了一些，他舔了舔干涩的嘴唇，继续说道：“钱明已经晋升为3品丹师了。”说到这，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厌恶。自从他晋升3品丹师后，便立刻断绝了与万宝阁的所有合作。楚风闻言，脸上没有丝毫波澜。3品丹师
在他眼中不过是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就这，孙佑威摇了摇头，语气越发急切。钱家借着他三品丹师的名头，开了一家宝丹阁，专门售卖丹药。他们主打的是一种三品丹药，名为武灵丹。据说这种丹药能够快速提升筑基修士的修为。略顿，他长长的叹息一声。宝丹阁开业后，生意异常火爆。钱明炼制的武灵丹虽然只有5成药效，但在青山城三品丹药本就稀缺，所以不少修士都争相购买。这直接导致万宝阁的生意一落千丈，除了封牌筑基丹之外，已经没有其他丹药可卖了。再这样下去，万宝阁恐怕……说到最后，孙佑威的声音都带上了一丝哽咽。万宝阁是孙家几代人的心血，他实在不忍心看着他毁在自己手中。我父亲亲自去钱家谈过，希望钱明能够恢复合作，可钱明说，除非我嫁给他做妾，否则绝对不会再和万宝阁合作。他抬头看向楚风，眼眶早已经红透。我父亲，他已经答应钱明了。他终于忍不住低下了头，肩膀微微颤抖，双手死死地攥着裙摆，仿佛要将布料捏碎。此刻，他真的走投无路了。楚风看着他楚楚可怜的模样，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意。钱明这是找死！你想不想嫁？孙佑威猛地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错愕，似乎没想到楚风会问得如此直接。他想都没想，几乎是脱口而出：我当然不想嫁给他。楚风见状，缓缓站起身：你稍坐一会。他转头对着门外喊道：刘全，上茶。说完便不等孙佑威反应，径直转身走出了会客厅，留下孙佑威一个人愣在原地。孙佑威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中充满了疑惑，这是什么意思？他是不愿意帮忙，还是有别的打算？他坐在椅子上坐立难安，眼神紧紧盯着会客厅的大门，心中忐忑不已。时间一点点流逝，一盏茶的功夫很快便过去了。就在孙佑威几乎要失去耐心的时候，会客厅的大门被再次推开，楚风的手中多了一个暗红色的锦盒。他将锦盒放在他面前的桌面上，语气平淡地说道：这里边是20枚10成药效的武灵丹。孙佑威愣了一下，一口茶水直接喷了出来。他也顾不得嘴角的茶水，连忙伸手拿起锦盒，颤抖着打开。锦盒打开的瞬间，一股浓郁到极致的丹香扑面而来，比钱明炼制的武灵丹香味浓郁数倍。孙佑威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他小心翼翼地拿起1枚武灵丹，放在手心仔细打量，竟然真的是10成药效的武灵丹。这怎么可能？钱明炼制的武灵丹只有5成药效，就已经被青山城的修士抢疯了。若是这10成药效的武灵丹一旦在万宝阁开售，那整个青山城都会因楚风而沸腾。到时候谁还会去钱家的宝丹阁购买那5成药效的垃圾丹药？孙佑威的心脏砰砰直跳，他喉咙微微滚动了一下，声音带着一丝颤抖：这些丹药都是你炼制的？楚风点了点头，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许久没有炼丹，有些生疏了，让你久等了。孙佑威的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心中忍不住吐槽：这是人话吗？不过一盏茶的时间，竟然就炼制出了20枚武灵丹，而且还都是10成药效，哪怕是传说中的丹地将士，也不过如此了吧？他可是知道，武灵丹作为3品丹药，炼制难度极大。钱明为了炼制武灵丹，每次都要耗费数日时间，而且成功率极低，药效也只能达到5成。可楚风呢？仅仅一盏茶的功夫，便炼制出了20枚10成药效的武灵丹，这简直是逆天！孙佑威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自己激动的心情，小心翼翼地问道：你到底是几品丹师？楚风闻言，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这取决于我的修为。孙佑威愣了一下，随即恍然大悟。炼药师想要炼制更高品级的丹药，需要强大的精神力作为支撑，而精神力的强弱，往往与修士的修为息息相关。修为越高，精神力也就越强大，自然能够炼制出更高品级的丹药。楚风定然是突破到元婴境之后，才成为3品丹师的。岂料还没有等他从震惊之中缓过神来，楚风便又语不惊人死不休地开口道：钱家宝丹阁售卖的丹药都有什么？你写一份清单给我，他们卖什么，我就帮你炼制什么，保证1个月之内就把宝丹阁击垮。孙佑威深吸一口气，只觉得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他看着楚风那张平静的脸，仿佛将钱家的宝丹阁击垮，对于他来说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好，我现在就去写。稍微平复了一下心情，孙佑威想起了什么，看着手中的武灵丹，问道：这武灵丹，你想要售卖多少灵石一颗？楚风早已经想好了，宝丹阁的价格是多少，你就定多少。孙佑威瞬间明白了楚风的意思，前明的武灵丹5成药效卖多少灵石，楚风的10成药效武灵丹就卖同样的价格。这样一来，性价比高下立判，没有人会傻到去买前明的丹药。用不了多久，宝丹阁只能关门大吉。对了，1个月之后，青山城的丹塔就要开启了。前明已经放话说要参加这次的丹塔测试，向所有人证明他的丹道天赋。他顿了顿，语气带着一丝期待：你的丹道天赋定然在前明之上，丹塔测试的结果会上报给丹阳宗，你会参加吗？楚风点了点头，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那一定会很热闹。钱家府邸正厅之内，钱明斜倚在铺着虎皮的太师椅上，手中把玩着一枚刚炼制成功的武灵丹，嘴角挂着得意的笑容。自从晋升3品丹师，开了宝丹阁，抢了万宝阁的生意，又逼得孙家不得不答应
让孙佑薇嫁给他。这几日他可谓是春风得意。孙佑薇啊，孙佑薇，再过几日你就是我的人了。钱明舔了舔嘴唇，眼中闪过一丝淫邪的光芒。到时候我要你跪在我面前，舔我的脚。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门外传来，管家连滚带爬地冲进正厅。钱少，大事不好了！钱明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语气不耐烦地喝道：“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是不是保单阁的生意太好了，忙不过来了？”在他看来，如今保单阁生意火爆，除了好事，不可能有什么坏事。管家喘着粗气，扶着门框，脸色惨白地说道：“不是啊，钱少，万宝阁也开始售卖武灵丹了，而且还是10成药效的武灵丹。现在保单阁的客人全都跑到万宝阁去了。”什么？钱明手中的武灵丹掉在地上，滚到了角落。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武灵丹是3品丹药，10成药效的武灵丹，就算是他师尊也未必能炼制出来。一定是万宝阁故意造谣，想要扰乱他的生意，这很有可能。就在这时，一道沉稳的声音从门外传来，肚子圆滚滚的钱半成走了进来，他手中拿着一个小小的玉瓶，正是装着武灵丹的瓶子。父亲，您怎么来了？钱明看到钱半成，连忙迎了上去。万宝阁怎么可能有10成药效的武灵丹？钱半成将手中的玉瓶递给钱明，语气凝重地说道：“这是我从李家人手中买来的，此丹就是出自万宝阁，而且此丹名为风牌武灵丹。”风牌！听到这2个字，钱明如同被惊雷击中，身体猛地一僵。不用问也知道，这丹药定然又是出自楚风之手。他一把夺过玉瓶，拔开瓶塞，一股浓郁到极致的丹香瞬间喷涌而出。钱明倒出那枚武灵丹，放在手心仔细打量，随即脸色瞬间变得狰狞起来。他怎么可能炼制出3品丹药？他实在想不通。楚风不仅实力强大，炼丹术竟然也如此逆天。先是10成药效的筑基丹，现在又是10成药效的武灵丹，这让他这个3品丹师颜面何在？钱半成看着儿子狰狞的模样，轻轻叹了口气。万宝阁售卖的价格和我们保单阁一样，他们这分明就是冲着你来的，想要彻底击垮保单阁。钱明的呼吸变得粗重起来，他咬着牙，眼中闪过一丝阴狠。父亲放心，他不过是仗着精神力比我强，侥幸炼制出了10成药效的丹药，我这就传信给师尊，让他来一趟青山城。他的师尊是4品丹师，炼丹术更是远超于他。只要师尊来了，楚风就算再厉害，也绝不是对手。等师尊来了，我倒要看看楚风还怎么跟我斗。1个月之后，我要在丹塔之中测出最顶尖的丹道天赋，让整个青山城的人都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最强丹师。楚风那个废物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夜色已深，楚家宅院笼罩在一片寂静之中。就在此时，门外忽然传来刘全的声音：“家主，家主！”楚风眉头微皱，进来。门被猛地推开，刘全连话都说不利索：“家主，外面有位自称是万寿宗的长老要见您。”楚风心里咯噔一下，终究还是来了。他面上不露声色，只淡淡道：“慌什么？人在何处？”在前厅候着。刘全喘着粗气：“我说您已歇息，可那位快把人领进来。”楚风打断他，心中已转过数个念头：“不用了。”话音刚落，门外便传来一道声音，那声音清冷中带着一丝慵懒的沙哑。楚风循声转头，看向了门外。来人是一个女人，她身着一袭紧致的黑色长裙，在烛光下泛着流水般的光泽。她还未走到楚风跟前，一股醉人的幽香已经钻进了楚风的鼻腔。楚风猛地回神，一巴掌拍在了当场石化的刘全的后脑勺上。还不上茶？刘全浑身一颤，如梦初醒，连忙应是，而后1步3回头，眼睛几乎粘在了那女人身上，踉踉跄跄地跑出了屋子。女人径自走进了屋内落座，那双丰腴美腿交叠翘起，裙摆滑落，露出更多白皙的肌肤。她微微歪头，目光悠悠地看向了楚风，红唇轻启：“你就是楚风？”声音依旧是那种冰凉的慵懒，但楚风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丝审视的意味。他自然不会被美色冲昏头脑，毕竟对方可是万寿宗的人。正是，不知阁下深夜造访，所谓何事？女人红唇微勾，那笑意却未达眼底。我叫温玉言，赵德柱的师尊。他开门见山，直接伸出了手：“把我宗的令牌交出来吧。”楚风心中凛然，面上却露出恰到好处的疑惑：“什么令牌？”温玉言那双媚意天成的眸子静静地看着楚风，目光像是在审视一件有趣的物品。“我在3天前就已经到了青山城了，这3天时间，我打听清楚了关于你的一切。”他略微抬眸，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出扇形的阴影。“你灭了赵家之后，若是没有得到玉兽灵诀，又怎么能控制筑城主府那只4阶灵兽？”楚风眼睛微微眯起，这件事他确实无法解释，尤其是在一位御兽师的面前。只不过他有些好奇，眼前之人不过金丹一众的修为，虽然气势惊人，但境界做不得假。他既然已经打听了他的消息，自然应该知道他已经突破到了元婴境。既然如此，他为何还能如此淡然？就在楚风这个念头升起的刹那，异变陡生，吼一声震耳欲聋的虎啸，毫无征兆的在院中炸下。楚风瞳孔骤缩，浑身汗毛倒竖。他猛地转头看向门外，只见庭院中原本清冷的月光被一道庞大的身影遮挡了大半，一头蹲踞在院中，离门口不过1丈之遥。那赫然是一头白虎。
五阶妖兽。温玉言缓缓站起身，双臂环胸，将胸前那2团饱满的丰盈衬托得愈发惊心动魄。黑色长裙紧紧贴合着她的曲线，裙摆开，插出露出的一截丰腴白腿微微晃动，带着一种挑衅般的魅惑。她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意，眼神轻蔑地扫过楚风，仿佛在看一只随时可以碾死的蝼蚁。只要你交出令牌，再自废修为，我可以当做这件事什么都没有发生，否则不仅你要死，整个楚家都要为你陪葬。他的话音刚落，院外的幻灵白虎便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那瞳孔中翻涌着凶煞之气，仿佛下一秒就要扑上来，将他撕成碎片。楚风呼吸一滞，幻灵白虎不仅战斗力强悍，还能施展幻术，成长到5阶的幻灵白虎是所罕见。温玉言能操控这样一只妖兽，难怪敢以金丹一众的修为孤身前来找他麻烦。然而交出令牌或许可以商量，但让他自废修为绝无可能。楚风的眼神渐渐冷了下来，他转头看向温玉言，语气平静地问道：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吗？要么你死，要么自废修为交出路引，你选一个。话音刚落，院门被猛地撞开，赵有容提着一柄长剑，带着天煞鬼虎同时冲了进来，脸上满是担忧。那一声虎啸，他自然听得清清楚楚，很显然来者不善，所以他便带着天煞鬼虎冲了进来。夫君！天煞鬼虎跟在赵有容身后，看到院中的幻灵白虎，浑身的毛发瞬间炸起，身体微微颤抖，显然是感受到了来自高阶妖兽的本能畏惧，但他还是死死地护在赵有容身旁，数瞳警惕地盯着幻灵白虎，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呜咽声，哪怕害怕也没有丝毫退缩。这正是楚风以御兽灵诀驯化后的忠诚，面对高他一阶的强大妖兽，没有掉头就跑，已经是极致的勇气。幻灵白虎转头瞥了天煞鬼虎一眼，发出一声不屑的低吟，这让天煞鬼虎的身体抖得更厉害了，却依旧死死地挡在赵有容身前。楚风看着想要冲过来的赵有容，强行挤出一抹安抚的笑容：这位是万寿宗的温长老，我们俩有要事商谈，没有我的吩咐，谁也不允许进来。赵有容的眼中闪过一丝浓浓的担忧，他深深地看了楚风一眼，见他神色平静，便咬了咬牙，乖巧地说道：我就在院外等你。说完，他便带着天煞鬼虎退出了院门，轻轻合上了大门。院中再次恢复了寂静，只剩下楚风和温玉言2人，以及院外那只散发着恐怖威压的幻灵白虎。楚风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并非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即将到来的反击。他深吸一口气，从怀中取出一枚古朴的令牌，放在了桌上。我想你找的应该就是这个东西吧。见到那枚令牌，温玉言的眸光瞬间一颤，果然在你的身上。他伸手将令牌收起，而后抬眸看向楚风，既然你交出了令牌，我想你应该已经做出了选择，你自己动手吧。他显然是认定了楚风会妥协，毕竟面对5阶妖兽的威胁，任何修士都会心生畏惧。他必须让楚风自废修为，否则回去之后根本无法向宗主交差。岂料楚风并没有如他所愿的自废修为，反而转头看向院外的幻灵白虎，眼中带着一丝好奇。我很想知道温长老不过金丹境1重的修为，是如何操控这只5阶妖兽的。幻灵白虎桀骜不驯，就算是他修成了御兽灵诀，也无法轻易驯服这样一只妖兽。说话的同时，他的右手已经默不作声地伸入了袖中，紧紧握住了那只黑色网兜，正是当初秦问天用来困住天煞鬼虎的天气所妖网。温玉言闻言微微摇头，这是我的秘密。话音刚落，楚风突然动了，他的右手猛地从袖中抽出，将那只黑色网兜狠狠抛向院外的幻灵白虎。网兜在空中瞬间暴涨，从巴掌大小化作数10丈宽的巨大黑网，如同一张遮天蔽日的天幕，朝着幻灵白虎笼罩而去。不好！温玉言脸色骤变，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危机感。他怎么也没想到，楚风的手中竟然藏着这样一件宝贝。幻灵白虎也察觉到了危险，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猛地张开血盆大口，喷出一道银白色的妖风，试图吹散黑网。同时，他的利爪暴涨数尺，泛着寒光，朝着黑网抓去。然而，锁妖网乃是天气，专门针对妖兽炼制而成。银白色的妖风撞上黑网，如同泥牛入海，瞬间被黑网吸收。锋利的利爪抓在网身上，也只能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根本无法撕裂网身。黑网的速度极快，瞬间便将幻灵白虎笼罩其中。网身上的符文光芒大放，散发出强大的封禁之力，如同无数条锁链，紧紧地缠绕住幻灵白虎的身体。吼！幻灵白虎发出一声哀嚎，疯狂地挣扎起来。他的四肢用力蹬踏，身体剧烈扭动，试图挣脱黑网的束缚。可他越是挣扎，黑网便收缩得越紧，封禁之力也越强，将他的身体勒出一道道深深的印痕。银白色的毛发纷纷脱落，渗出丝丝血迹。温玉言站在原地，瞳孔骤缩。天气锁妖网，他实在想不通，楚风不过是一个青山城的小城主，怎么可能拥有如此珍贵的天气？楚风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他承认自己有赌的成分，但是他赌对了，这锁妖网果然好用，连5阶妖兽都能困住。轰！温玉言只觉得后背一紧，浑身汗毛倒立。幻灵白虎被困，攻守一行了。他失去了最大的依仗，而楚风是元婴境修士，自己根本不是对手。他的喉咙微微滚动了一下，
下意识的想要后退，可还不等他有所动作，楚风的身影便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楚风抬手一把扼住了温玉言的喉咙，他的力道极大，让温玉言呼吸困难，脸色瞬间长得通红。楚风俯视着他，眼中闪过一丝冷冽的杀意。温长老，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了吧？砰！就在这时，院门再次被猛地撞开，天煞鬼虎带着一阵风冲了进来，赵有容跟在后面，脸上满是错愕。他听到了幻灵白虎的哀嚎，担心楚风出事，忍不住闯了进来。看到被困在黑网中疯狂挣扎的幻灵白虎，天煞鬼虎眼中闪过一丝兴奋。他小心翼翼地围着幻灵白虎转了一圈，鼻子凑到幻灵白虎的屁股上，轻轻闻了闻。楚风看着天煞鬼虎的动作，直呼好家伙，他竟然在一只虎妖的脸上看到了猥琐的表情。天煞鬼虎的赤红树瞳微微眯起，嘴角似乎勾起了一抹坏笑，那模样活脱像个调戏良家妇女的登徒子。大黄，你想干嘛？天煞鬼虎深深地看了楚风一眼，仿佛在说你懂的。紧接着，让楚风和赵有容都目瞪口呆的一幕发生了。天煞鬼虎猛地一跃，竟然直接骑在了幻灵白虎的身上。幻灵白虎原本凶煞的蓝色眼眸，竟然渐渐化为了粉色。楚风把转头看向被自己扼住喉咙的温玉言，却发现他的状态有些不对劲。温玉言的脸颊竟然变得越发红晕，仿佛发烧了一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温玉言的目光死死盯着楚风，眼中是滔天的恨意。你毁了我！话音未落，他猛地抬起右手，掌心捏着一枚淡青色的玉符，咔嚓一声脆响，玉符在他掌心碎裂，化作点点青光，包裹住他的身体。下一刻，温玉言的身影凭空消失在原地，只留下一道刺眼的青色流光，如同离弦之箭，朝着远处天际遁去。想走？楚风眼神一寒，心中警铃大作，他绝不能让温玉言活着离开青山城。温玉言是万寿宗的长老，此次前来不仅是为了御兽灵诀，还带着5阶幻灵白虎。如今幻灵白虎被擒，温玉言受辱，一旦他逃回万寿宗，万寿宗下次派来的恐怕就不是金丹境长老，而是化神期大能。到那时，别说他楚家，整个青山城都可能被夷为平地。楚风不敢有丝毫耽搁，周身元阴境的灵力轰然爆发，金色的灵力如同火焰般燃烧起来，拖着他的身体化作一道金色流光，紧随温玉言的青色流光追了上去。2道流光一前一后，划破夜空，速度快得惊人。楚风体内的灵力疯狂运转，将速度提升到了极致。给我停下！他手中新瓷剑凝聚起一道金色剑气，朝着青色流光斩去。剑气划破长空，带着灵力的威势，却被温玉言遁走玉符散发的空间之力挡开，只是稍微阻滞了一下他的速度。温玉言感受到身后的追击，心中又急又怒，体内的欲火如同燎原之势，越来越旺盛，灼烧着他的道心，让他头晕目眩。下一刻，金色流光如同流星坠地，坠入了城外的一片茂密竹林之中。楚风紧随其后，金色流光落在竹林边缘。这片竹林极为茂密，翠竹高耸入云，枝叶交错，遮天蔽日，月光只能透过枝叶的缝隙洒下点点斑驳的光影。楚风一步步走进竹林，他的神识扩散开来，瞬间笼罩了整片竹林，很快便锁定了温玉言的位置。在竹林深处，温玉言正趴在地上，黑色的长裙沾满了草叶，显得狼狈不堪。但此刻他的状态却异常诡异，如同搁浅的鱼儿般扭动挣扎。楚风皱了皱眉，心中充满了疑惑。他走到温玉言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语气带着一丝不解：你到底怎么了？虽然他不知道温玉言在搞什么鬼，但很明显，他的异常反应定然和幻灵白虎有关。温玉言感受到楚风的目光，身体微微一颤。幻灵白虎在成长到6阶之前，不可与其他妖兽配对。温玉言的声音断断续续，每说一个字都像是耗尽了全身的力气，不然便会化为魅灵白虎，此生再也无法踏入6阶。楚风眉头皱得更紧了，他还是不明白这和温玉言有什么关系。他看着温玉言越来越迷离的眼神，心中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这和你有什么关系？温玉言看着楚风的眼神越来越不对劲，他支撑着虚弱的身体，开始一点点朝着楚风爬了过来。黑色的长裙在爬行中被拉扯得更加凌乱，露出了更多雪白的肌肤。我并没有驯服他。温玉言的声音带着一丝哭腔，媚眼如丝地看着楚风，只是和他签订了血契，一旦他化为魅灵白虎，我便会遭到契约反噬，承受100倍的欲火焚烧道心。楚风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如同惊雷炸响。他终于明白了，为何温玉言说他毁了他。血气相连，幻灵白虎的变化会直接反噬到他的身上，100倍的欲火焚烧，这对于修士来说简直是生不如死的折磨。轻则道心受损，修为跌落，重则走火入魔，魂飞魄散。看着温玉言这副模样，楚风的头都有些大了。他万万没想到事情的发展竟然偏离到了如此程度。他下意识地运转起玄元气运瞳，目光落在温玉言的身上，刹那间一道浓郁的蓝色光晕出现在温玉言的周身，如同流动的蓝宝石，璀璨夺目。楚风不由得瞳孔一震，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他私下里曾偷偷看过紫书河和赵有容的气运，2人和孙佑威一样都是青色气运，已经算是中上之品。没想到温玉言的气运竟然还在他们3人之上，达到了蓝色级别。若是能获取他的纯元，
他的修炼速度定然会迎来质的飞跃。就在此时，温玉言周身的温度越来越高，肌肤红得像是被蒸熟了一般，连空气中的温度都仿佛升高了几分。他红唇轻启，带着一丝哀求：“救我！”楚风的心脏不由自主地狂跳起来。温玉言的反噬若是再得不到缓解，他的道心定然会彻底崩溃。他自然不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楚风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悸动，俯身下去，对着温玉言的薄唇吻了上去。温玉言闷哼一声，凭着最后的一丝理智，低声道：“不要在野外。”楚风大手一挥，周身的灵力瞬间爆发，周围的翠竹仿佛受到了无形的操控，纷纷朝着两人聚拢过来。嗖嗖嗖，一根根翠竹快速弯曲交织，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翠竹圆球，将两人包裹在其中。翠竹的枝叶紧密相连，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既能阻挡外界的窥探，又能透过枝叶的缝隙洒进点点细微的月光。月光下，温玉言的娇躯显得格外诱人。我是第一次，你怜惜。楚风的心脏如同被重锤击中，强行稳住心神，生怕自己一个不慎便会心神失守。这个女人实在是太妙了。磅礴的纯元之力如同潮水般涌入楚风的体内，他的元婴正在快速壮大，灵力如同奔腾的江河，疯狂地冲击着元婴一众的瓶颈。没想到你竟然是燕灵圣体。燕灵圣体乃是万古罕见的顶级体质，纯元之力蕴含着极致的火焰之力，对于楚风的至阳道体来说，简直是无上的补品。轰！一声巨响，楚风体内的瓶颈瞬间被冲破，他的修为借助温玉言的纯元之力，直接突破到了元婴二重。与此同时，至阳道体的力量明显提升了一截。然而他很快便察觉到了不对劲，温玉言的体内竟然宛若冰窟一般，一股极致的寒气疯狂地涌入他的体内，那是一种冰火两重天的诡异感。明明温玉言是燕灵圣体，欲火焚心，可他的体内却藏着如此恐怖的寒气。你体内的寒气是怎么回事？这股寒气极为诡异，正在疯狂地侵蚀着他的经脉。轰！话音刚落，那股寒气便如同决堤的洪水，在他的体内肆虐开来，他的经脉瞬间被冻结，灵力运转变得极为晦涩，如同陷入了泥沼之中，每一次运转都伴随着刺骨的疼痛。楚风心中一惊，不敢有丝毫耽搁，连忙运转炼天图，开始疯狂地炼化体内的那股诡异寒气。让他没想到的是，炼天图的吞噬之力一爆发，温玉言体内的寒气也像是受到了某种牵引，源源不断地被炼天图吞噬。温玉言感受着体内那股困扰了他多年的寒气正在快速消散，美眸微微颤动了一下。翌日清晨，温玉言醒来之后，突然察觉到体内的异样，原本如同枯骨之躯般盘踞在经脉中的寒气竟然淡了许多。他下意识地运转灵力探查，惊喜地发现寒气竟然消散了足足1/10。更让他震惊的是，随着寒气的消散，他的修为也恢复到了金丹3重。温玉言侧头看向身旁还在沉睡的楚风，晨光勾勒出他俊逸的侧脸。就是这个男人毁了他的清白，毁了幻灵白虎的未来，却也意外地驱散了他体内一部分的寒气。难道那些寒气侵入了他的体内？温玉言的眼神变得复杂起来，他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了数十年前。那时他还是万寿宗最天才的弟子，年仅300岁便突破化神期，被誉为万寿宗的希望。他从师妹口中听说，极北之地的一处上古秘境之中有一颗焚天果，为了寻找传说中的焚天果，淬炼自己的燕灵圣体，他独闯上古秘境。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秘境之中不仅没有焚天果，反而隐藏着一道上古寒咒。那寒咒诡异至极，专门针对火焰体质，一旦沾染便会如同复古之躯，不断侵蚀经脉，让修为持续跌落。他拼尽全力才从秘境中逃了出来，却从此被寒咒缠身。化神期的修为如同流水般逝去，从化神境跌到元婴境，再从元婴境跌到金丹境。这些年来，他尝试了无数种方法，服用了无数珍贵的驱寒丹药，甚至请动了宗门的太上长老出手，都无法将这寒咒彻底根除。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修为不断跌落，道心也在寒气的侵蚀下日渐枯萎。太上长老曾断言，若是这寒咒无法化解，再过3年他的修为便会彻底散尽，沦为凡人，最终被体内的寒气冻毙而亡。苍浪一声轻响，他手中多了一把长剑，剑身骤然出鞘3分，映照出他眼中的冰冷杀意。然而他的眼中又闪过一丝挣扎之色，他毁了他，可也驱散了他体内的一部分寒咒。温玉言的内心如同天人交战，杀与不杀的念头在他脑海中反复拉扯，他的手指微微颤抖，最终长叹了一口气，收剑归鞘。这次的账，下次再跟你算。他的话音刚落，一直闭着眼睛的楚风嘴角却不由得微微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温玉言伸手拿起一旁那件满是褶皱的黑色长裙，正准备穿上离开，却突然感到一只温热的大手抓住了他的玉手。啊！温玉言一声惊呼，身体不由自主地被拉入一个温暖的怀抱。他抬头正好对上楚风睁开的双眼。你竟然早就醒了！温玉言的脸颊瞬间长得通红，又羞又怒，挣扎着想要从楚风的怀里挣脱出来。楚风却将他抱得更紧了，鼻尖萦绕着他身上残留的瓷香。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却反被你体内的寒气侵袭，
你竟然就想这么一走了之？两人的胸膛紧紧贴在一起，温玉言微微撇嘴，若不是你的妖兽轻薄了我的幻灵白虎，我怎么会遭到契约反噬？更何况你夺了我的纯元，突破到了元婴二重，已经是占尽了便宜，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楚风低头凑到他的耳旁，温热的气息喷洒在他的耳廓上，让他浑身一颤，泛起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你难道不想彻底化解体内的寒咒吗？温玉言的身体瞬间僵住，挣扎的动作也停了下来。你能化解我体内的寒咒？他体内的寒咒有多诡异，他比谁都清楚，那可是连太上长老都无法根除的上古寒咒。楚风不过是一个刚刚突破元婴二重的修士，怎么可能有办法化解？楚风看着他震惊的模样，嘴角的笑容更深了。昨夜我不是已经帮你吸了一部分寒气了吗？说着，他故意打了个寒战，眉头微微皱起，脸色也变得有些苍白，仿佛被寒气入体一般。你，温玉言的睫毛剧烈的颤动了一下，眼前这个男人仅仅是和他一夜纠缠，便吸收了一部分寒气，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他太想摆脱这寒咒的折磨了，太想回到曾经的化神期修为了。楚风看着他眼中的渴望，淡然道：我拥有至阳道体，能够吞噬天下至阴至寒之力，将其炼化为本源之力。你的寒咒虽然诡异，但本质上也是至寒之力，我自然能够炼化，只不过一次性吸收太多，会让我虚弱几日罢了。温玉言瞳孔骤缩，声音都带着一丝破音。你竟然拥有至阳道体？他身为万寿宗的长老，见识广博，自然知道至阳道体的传说，那是与他的燕灵圣体齐名的顶级体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要更胜一筹，专门克制阴寒之力，是化解他体内寒咒的唯一希望。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苦苦寻找的希望，竟然会以这样一种荒唐的方式出现。温玉言的心脏狂跳不止，眼中的震惊渐渐化为狂喜。他看着楚风近在咫尺的脸庞，喉咙微微滚动了一下。你为什么要帮我？楚风心中暗自思忖，他自然是希望温玉言能将御兽灵诀之事帮他遮掩过去。万寿宗势力庞大，若是让他们知道御兽灵诀在他手中，下次派来的恐怕就是化神期甚至更高境界的大能。到那时，他就算拥有至阳道体和元婴二重的修为，也未必能应付。让温玉言帮忙遮掩，无疑是目前最稳妥的办法。只不过这话他自然不会直接说出来。楚风抬手轻轻抚摸着温玉言绝美的脸庞，眼神变得无比认真。我只是不忍心看你香消玉殒。温玉言的身体微微一震，心中某个坚硬的角落突然被触动了。自从他中了寒咒，修为不断跌落之后，身边的人看他的眼神便从敬畏崇拜变成了同情怜悯，甚至还有人暗中嘲讽他是陨落的天才。宗门虽然没有放弃他，却也只是提供一些丹药维持，没有人真正关心他是否会真的动臂而亡。可眼前这个男人，这个毁了他清白的男人，竟然会说出不忍心看你香消玉殒这样的话。一股从未有过的暖流如同温水般涌入他的心田，他的眼眶微微泛红，却强忍着不让泪水掉下来，嘴角微微抿起，露出一丝复杂的神色。温玉言轻轻哼了一声，嘴上不服软地说道：油嘴滑舌。说着，他直接拍开了楚风抚摸他脸颊的手，转过身去背对着他：我会帮你遮掩御兽灵诀之事，就当是换了你帮我化解部分寒咒的人情，日后你我互不相欠，再无瓜葛。好。楚风的声音带着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话音刚落，温玉言便感觉到一双有力的手臂突然搂住了他的柳腰，楚风的身体紧紧地贴了上来。你想干嘛？温玉言的声音带着一丝慌乱，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楚风的下巴抵在他的肩头，呼吸温热的喷洒在他的脖颈上。想，一个简单的字，却让温玉言的心脏瞬间漏跳了一拍。他下意识的想要拒绝，不要，在这里是野外的竹林，随时可能有人经过，而且昨夜的荒唐已经让他羞耻不已。可他的话音刚落，身体却不由自主地软了下来。楚风的手指轻轻抚摸着他的后背，让他的理智瞬间被击得粉碎。吸收太多寒气会伤了你的身子。温玉言咬着牙，试图用理智压制心中的悸动。他知道楚风虽然拥有至阳道体，但他体内的寒咒太过诡异，一次性吸收太多，确实会对他造成伤害。你是在关心我吗？楚风的声音带着一丝笑意，手指的动作却没有停下。温玉言紧紧咬着薄唇，他的脑袋不由自主地扬起，脖颈拉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我才没有。日上三竿，晨雾早已散去，金灿灿的阳光透过翠竹的缝隙，将地面映照得斑驳陆离，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湿润气息，缠绕在两人周身，久久不散。温玉言乌黑的长发凌乱地铺散开来，身体还在无意识地轻轻耸动，每一次微动都牵扯着浑身酸痛的肌肉，带来一阵难以言喻的酥麻。他胸口剧烈起伏着，体内的寒气竟然又被楚风吞噬了近1/10，只是他的身体也已经到了极限。现在的他毕竟只是金丹境的修为，而楚风就像是一台不知疲倦的夯地锤，几乎要将他的身体捣烂。他感觉自己像是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随时可能倾覆，却又在沉沦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不知为何，他竟然有些沉迷这种感觉了。更重要的是，他的修为竟然恢复到了金丹5重，仅仅2次同修，他的修为便从金丹1重飙升到了金丹5重，
这让他看到了恢复全部修为的希望。按照这个速度，只要再和他同修8次，自己体内的寒咒就可以彻底消失了。哪怕到时候无法直接恢复到化神期的修为，以他燕灵圣体的天赋，重修的速度也远远快过常人。用不了多久，他便能重回巅峰，甚至可能超越曾经的自己。想到这里，温玉言看向身旁正闭目调息的楚风，脸颊依旧泛着未退的红晕。你刚刚运转的是什么功法？他能清晰地感觉到，楚风在和他同修之时，竟然在同时炼化天地之间的阴阳二气。那股精纯的阴阳之力，还有一部分涌入了他的体内，滋养着他的经脉，冲刷着残存的寒咒，这才让他的修为恢复得如此之快。楚风缓缓睁开眼，目光落在他泛红的脸颊与湿漉漉的眼眸上。同修功法天阶。天阶。温玉言的瞳孔骤缩，死死地盯着楚风，仿佛要从他脸上看出真假。小小的青山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主，竟然拥有一部天阶同修功法。温玉言深深地看了楚风一眼，这个男人身上的秘密实在是太多了。这阳道体天阶功法能克制妖兽的天气，他到底是谁？御兽灵诀，近万年来无人能够参悟。你究竟是如何控制那只天煞鬼虎的？天煞鬼虎性情凶厉，可楚风却能让天煞鬼虎为了保护赵有容，不惜直面5阶的幻灵白虎，这显然是完全掌控了天煞鬼虎的表现。楚风看着温玉言好奇的模样，嘴角的笑容更深了。这是秘密，他自然不会告诉温玉言，自己的炼天图可以炼化一切功法，御兽灵诀在炼天图面前根本毫无秘密可言。温玉言见他不肯说，也没有追问。他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强行追问只会引起反感。他轻轻哼了一声，试图掩饰自己的好奇。楚风开始转移话题，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你的妖兽这回怕是都怀上了。一想到那只可恶的天煞鬼虎，温玉言就恨得牙痒痒。若不是那只孽畜，他也不会落到如此境地，幻灵白虎也不会化为魅灵白虎，永远失去进阶6阶的机会。楚风强忍着笑意，看着他咬牙切齿的模样，觉得有些可爱。你有没有想过，天煞鬼虎和幻灵白虎生出来的一种后代，天赋或许会远超普通妖兽，能力会更加强大，而且幼崽若是从小喂养驯化，会比成年妖兽更容易驯服，忠诚度也会更高。此话一出，温玉言的美眸微微动了一下。之前他一直极力阻止幻灵白虎交配，就是担心他化为魅灵白虎无法进阶6阶。可如今木已成舟，幻灵白虎已经彻底变成了魅灵白虎，再纠结于过去也没有意义了。既然如此，不如顺水推舟，让他诞下幼崽。5阶魅灵白虎与4阶天煞鬼虎的后代，绝对是万中无一的一种妖兽，潜力无穷。若是能将其驯服，日后必然会成为一大助力，也算是弥补了幻灵白虎无法进阶的损失。若是他真的诞下了幼崽，幼崽要归我。魅灵白虎一胎只会诞下一只幼崽，根本无法分割，所以必须提前声明。楚风看着他较真的模样，语气随意地说道：当然，那幼崽在魅灵白虎的肚子里，我怎么可能跟你抢？温玉言闻言，心中微微松了口气，他点了点头，不再说话，开始整理自己凌乱的衣物。黑色的长裙早已沾满了泥土与草叶，布满了褶皱，还有几道撕裂的口子，根本无法再穿。他从空间纳戒之中取出一套新的裙子，而后有些幽怨地瞪了楚风一眼。淡青色的长裙将她玲珑有致的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比之前的黑色长裙多了一丝温婉，少了几分妖媚。楚家，赵有容一夜未睡，自从昨晚楚风追着温玉言离开后，他便一直心神不宁，坐立难安。他守在大门口，望着城外的方向，眼中满是焦急，生怕楚风会出什么意外。直到看到楚风和温玉言一同出现在天际，朝着楚家飞来，赵有容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了下来。他快步迎了上去，在楚风落地的瞬间，直接扑入了他的怀里，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腰身。夫君，你终于回来了，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赵有容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脸颊紧紧贴在楚风的胸膛上，感受着他的心跳，心中的不安才彻底消散。楚风拍了拍他的后背，语气温柔地安抚道：我没事，让你担心了。他转头看向站在一旁的温玉言，对着赵有容说道：这位温长老以后会在府中小住一段时间，日后便是你的姐妹了。闻听此言，赵有容一脸惊诧地看了楚风一眼，眼中闪过一丝好奇。他上下打量着温玉言，见其换了一袭衣裙，顿时了然。夫君还真是好本事，竟然连万兽宗的长老都能驯服，难怪昨晚一去不回。他连忙松开楚风，对着温玉言露出一个温柔的笑容，恭敬地说道：见过温姐姐。温玉言被楚风的话弄得又羞又怒，脸颊瞬间长得通红。他瞪了楚风一眼，语气带着一丝嗔怪：你在胡说什么？我只是暂时在府中落脚，并非什么姐妹。他虽然已经与楚风发生了关系，甚至还打算为了化解寒咒与他继续纠缠，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楚风如此直白的介绍，还是让他感到一阵窘迫。然而他的话音刚落，便听到了一阵熟悉的哀嚎之声，那声音正是来自他的幻灵白虎。温玉言脸色一变，连忙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跑去。只见楚家的庭院中，幻灵白虎依旧被锁妖网困在原地，而天煞鬼虎则趴在一旁，一脸得意地看着他，时不时地用脑袋蹭一蹭他的身体，模样亲密又猥琐。幻灵白虎则一脸委屈与愤怒，
不断发出低低的哀嚎，粉色的眼眸中满是控诉。温玉言心疼不已，转头瞪了楚风一眼，还不快放开他！楚风抬手一挥，锁妖网瞬间收缩，化作一道流光，被他收入纳戒之中。失去了束缚，幻灵白虎立即跑到温玉言身边，发出委屈的呜咽声，像是在向他告状。赵有容美眸转动了一下，连忙开口打圆场：“温姐姐一路奔波，想必也累了，我先带温姐姐去房间休息吧。府中还有不少空着的厢房，我让人收拾一间最好的给姐姐。”温玉言摇了摇头，抚摸着幻灵白虎的脑袋：“不用了，我要先回万寿宗一趟，宗门交代的事情，我要先回去复命，免得宗门那边起义。他必须尽快回去，向宗主禀报此次青山城之行的结果，将楚风之事暂时遮掩过去。而且他也需要回去安排一下，处理好宗门的事务，才能安心回到楚家，继续与楚风同修，化解体内的寒咒。”楚风微微颔首，一脸深情地望着他：“我在这等你回来。”温玉言的心脏微微一颤，紧抿着薄唇，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他深深地看了楚风一眼，又看了看一旁乖巧懂事的赵有容，轻轻叹了口气。事到如今，他与楚风之间早已纠缠不清，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温玉言不再多言，翻身上了幻灵白虎的背。幻灵白虎发出一声低吼，化作一道银白色的流光，朝着万寿宗的方向疾驰而去。万宝阁，楚风刚一现身，立刻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自从他斩杀秦问天，炼制出10成药效的武灵丹后，楚风的名字在青山城早已如雷贯耳。既是元婴境强者，又是神乎其技的丹师，这样的人物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焦点。2楼的楼梯口，小何看到楚风的瞬间，眼睛亮了起来，他脸上泛起浅浅的红晕，脚步不由自主地加快，想要上前迎接。自从上次楚风来送丹药是他负责接待后，他便一直记挂着这位年轻有为的城主。每次楚风要来，他都会提前沏好他爱喝的茶。可就在他即将走到楼梯拐角时，一只手突然伸了出来，拦住了他的去路。小何，你去哪？赵翠双手抱胸，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脸上带着几分倨傲的神色。他瞥了一眼楚风，眼中闪过一丝算计。凭借着早些年攀附上前明的关系，他早已成了万宝阁侍女的头，平日里在侍女中说一不二，没人敢招惹。如今前明已经和万宝阁断绝了合作，他的靠山倒了，若是不能尽快抱上新的大腿，他在侍女们心中的地位也会不稳。而楚风无疑是最粗的那根大腿，年轻强大，有钱有势，若是能攀附上他，日后在青山城还不是横着走。他早就看小何不顺眼了，当初若不是他施舍小何怎么可能有机会接近楚风？不过是个走了狗屎运的小丫头片子，竟然还妄想爬到他的头上，真是做梦。小何被赵翠拦住，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有些局促地说道：“赵姐，楚公子来了，我去给他送壶茶。”赵翠嗤笑一声，而后冷声道：“你才来万宝阁几天，懂什么规矩？楚城主是什么身份？岂是你一个毛丫头能随便接待的？万一冲撞了城主，你担待得起吗？”他指墙角堆放的几袋沉重的灵米，那是万宝阁刚从城外灵田收购来的，每袋足有100斤重，平日里都是让杂役搬运的。去，把那些灵米搬到后院的库房去。楚公子，我自会去接待。小何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眼中闪过一丝委屈。那些灵米那么重，他怎么搬得动？他偷偷抬起头，越过赵翠的肩膀，看了一眼楼下的楚风。楚风正站在原地，目光似乎不经意地朝着这边望来。小何的心中涌起一股勇气，他深吸一口气，小声却坚定地说道：“之前一直都是我接待楚公子的，公子也习惯了我沏的茶。”啪！清脆的巴掌声突然响起，打破了万宝阁的热闹。赵翠抬手一巴掌扇在小何的脸上，力道之大，让小何踉跄着后退了2步，险些摔倒。习惯了又怎样？赵翠瞪着眼睛，在万宝阁还轮不到你一个小丫头片子做主，赶紧去搬灵米，再敢顶嘴，我就把你赶出万宝阁。小何捂着自己略微发红的脸颊，委屈的泪水瞬间蓄满了他的美眸，在眼眶里打转，却强忍着没有掉下来。在万宝阁，赵翠欺压他们这些新来的侍女早已是家常便饭，抢功劳、甩锅、故意刁难，大家都是敢怒而不敢言。他咬了咬嘴唇，强忍着心中的委屈，低下头准备转身去搬那些灵米。可楚风不知何时已经走了过来，他的目光落在小何泛红的脸颊上，又扫了一眼一脸嚣张的赵翠，眉头微微皱起。怎么了？赵翠看到楚风，脸上的怒容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立刻换上了一副谄媚的笑容，扭着腰肢走到楚风面前，声音甜得发腻：“楚城主，没什么大事，就是小何不懂规矩，我怕他毛手毛脚的冲撞了您，正教训他呢。您放心，我已经替您教训过他了。”他说着，还故意朝着楚风抛了一个媚眼，挺了挺自己丰腴的胸脯，试图展现自己的魅力。当初他就是凭借着这副身段拿下了前明。楚风年轻气盛，想必也抵抗不住他的诱惑。论身材，他比小何丰腴成熟；论相貌，他也不比小何差。他就不信拿不下楚风。然而，他的媚眼还没抛完，就感觉到一股强劲的力道迎面而来。啪！又是一声清脆响亮的巴掌声，比刚才赵翠打小何的声音还要响亮数倍。赵翠只觉得脸上一阵剧痛，整个人如同被重物击中，身体不受控制的向后倒飞出去，
重重地撞在身后的货架上。他脸上赫然浮现出一个清晰的猩红巴掌印，半边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肿胀起来，嘴角甚至溢出了一丝血迹。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楚风，楚风竟然打他，他竟然为了一个小小的侍女打他。楚风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眼神冰冷。我在问小何，谁让你插嘴的？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整个万宝阁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齐刷刷地看向赵翠。赵翠这是活该，平日里仗着钱明的关系，在万宝阁欺压我们，早就该有人收拾他了。我看啊，他是见钱明倒了，想攀附楚城主，结果拍马蹄子上了。这种心机女，竟然也想上楚公子的床，喝退！赵翠趴在地上，听着周围的议论声，只觉得火辣辣的脸颊疼得更厉害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楚风竟然会为了一个小小的侍女对他动手。他可是万宝阁的侍女头目，曾经是钱明的人，楚风就算不给他面子，也该给万宝阁和钱明一点薄面吧。然而当赵翠看到楚风冰冷的眼神之时，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让他浑身发抖。他想要质问楚风，可话到嘴边却因为恐惧而说不出来，只能死死地咬着牙，眼中闪过一丝怨毒的光芒。这个仇他记下了。另一边，小何看到楚风竟然反手一巴掌将赵翠抽飞，整个人都惊呆了。他捂着自己已经不怎么疼的脸颊，瞪大了眼睛。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楚风竟然会为了他一个小小的侍女而出头。楚风是什么身份？青山城的城主，元阴境的强者，3品丹师，而他只是一个身份低微的小侍女。楚公子，我……小何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他的余光瞥了一眼趴在地上的赵翠，看到赵翠眼中那怨毒的目光，心中仍是有些忌惮。楚风没有理会地上的赵翠，而是迈步走到小何面前，伸出手轻抚上他的脸颊。有什么委屈，我都替你做主。感受着那只大手的温度，小何的娇躯瞬间僵住了，脸颊瞬间变得滚烫，比刚才被赵翠打了一巴掌还要红。一股温和的灵力从楚风的掌心涌入他的脸颊，刚才还残留的疼痛感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原本略微有些红肿的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肿，恢复了白皙细腻的模样。他紧抿着唇，抬起头，痴然地望着楚风。楚风的眼睛如同星辰大海，让他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速，脸上的红晕越来越深，几乎要滴出血来。我只是想要给公子沏一壶茶。小何的声音细若蚊凝，说完便低下头，不敢再看楚风的眼睛。楚风收回手，那就去吧。小何顿时心中一喜，重重地点了点头。那我先带公子去贵宾室。望着两人离去的背影，赵翠趴在地上，眼中的怨毒几乎要溢出来。都是这个小贱人，若不是小何，楚风怎么会打他？若不是小何，自己说不定已经攀附上楚风了。小何，你给我等着！贵宾室，小何端着一壶刚沏好的茶，小心翼翼地走进来，为楚风倒了一杯，而后便乖巧地站在一旁，脸颊微红，时不时偷偷瞥一眼楚风。没过多久，门外传来一阵轻盈的脚步声，孙佑威身着一袭淡紫色的长裙，款款走了进来。见状，小何识趣地退了出去，并且关上了房门。孙佑威的脸上带着一丝期待，显然是已经等不及想要看到楚风送来的丹药了。楚城主，你来了。他的目光落在楚风面前的5个锦盒上，眼中的期待更浓了。这些就是清单上的丹药。楚风点了点头，将面前的锦盒一一推到孙佑威面前，语气平淡地说道：清单上的5种丹药，每种10枚，都在这里了。孙佑威深吸一口气，按捺住心中的激动，伸手拿起第一个锦盒。打开锦盒的瞬间，一股浓郁的灵力波动扑面而来。凝神丹，这是一种能够稳定心神、辅助修炼的3阶丹药，对精神力的提升也有一定的帮助。锦盒中的凝神丹呈乳白色，如同上好的羊脂玉，竟然是10成药效。孙佑威将5个锦盒一一打开，仔细检查了每一枚丹药，脸上的表情从最初的期待逐渐变成了震惊，最后化为了难以置信。他胸口剧烈起伏，芳心震颤。10成药效，10成药效，还是10成药效！孙佑威的双手微微颤抖，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眼中满是骇然之色。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即便是3品丹师，甚至是那些成名已久的4品丹师，也绝不可能保证炼制的每一枚丹药都是10成药效。丹师炼制丹药受到药材品质、火焰掌控、灵力精准度、外界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就算是同一种丹药，也很难做到每一枚都完美无瑕。楚风不仅炼制出了5种不同的3品丹药，而且每一枚都是10成药效的完美丹药，这简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如果楚风能够炼制出1种或者2种完美丹药，他或许还能理解为楚风专精这几种丹药，可这么多种不同类型的丹药，竟然全部都是10成药效，这怎么可能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丹师能够做到的？楚风看着他震惊的模样，语气随意地说道：说了你也不会相信的。孙佑微微微白了他一眼，语气中带着一丝幽怨，还有一丝好奇。你没说怎么知道我会不信？说不定我就信了呢。楚风的笑容更深了，眼中闪过一丝玩味。我说我是丹帝在世，你信吗？丹帝在世？孙佑威直接愣在了原地，他下意识的想要摇头说不信，丹帝乃是传说中的存在，怎么可能在青山城这么一个边陲小城？可他转念一想，除了这个理由，他
他实在想不出其他更合理的解释了。能够炼制出如此多的完美丹药，这份丹道造诣，就算是传说中的丹帝，也不过如此吧。孙佑威沉默了一瞬，而后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开玩笑地说道：“如果你真的是丹帝在世，那我这万宝阁怕是要跟着你名扬天下了。”他不再纠结于楚风的秘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牌。楚风愿意说自然会说，不愿意说，就算他追问也没用。孙佑威从怀中取出一枚淡青色的纳戒，递到楚风面前，这里面是350万灵石，剩下的部分等丹药售卖出去之后，我会亲自送到楚府。楚风点了点头，伸手接过纳戒，用神识探查了一下里面的灵石数量，确认无误后，便收入了自己的纳戒之中。好，说完，他便站起身，准备离开。岂料孙佑威的面色突然变得严肃了几分，他看着楚风，语气凝重地提醒道：“有件事我必须提醒你，我听说前明的师尊丹阳宗的沈关长老已经到了青山城。”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沈关长老可是丹阳宗的长老，不仅是4品丹师，修为也达到了元婴2重。他这次来青山城，显然就是冲着你来的。”楚风却是一脸不以为意的模样，他挑了挑眉，反问道：“他很强吗？他可是4品丹师。”孙佑威瞪大了眼睛，似乎不敢相信楚风竟然如此轻视沈关长老。楚风闻言，脸上露出了一丝不屑的笑容。就这，孙佑威彻底愣住了。他看着楚风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心中涌起一股荒谬之感。难道4品丹师还不强吗？你可千万不要大意，沈关长老绝非秦问天那种货色可比。楚风缓缓站起身，语气带着一丝睥睨天下的傲气。天下丹师300万，见我也须尽低眉。说完，他不再多言，转身直接走出了贵宾室，留下孙佑威一个人愣在原地，回味着他刚才那句话：天下丹师300万，见我也须尽低眉。这句话何其狂妄！就在楚风走出贵宾室的那一瞬，似乎是想到了什么，突然顿住了脚步。对了，你们这有一个叫赵翠的侍女，我不喜欢。直到楚风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视线中，孙佑威才从震撼中回过神来。他想起楚风最后那句话，眉头微微皱起。赵翠。没过多久，小何和赵翠便一前一后地走进了贵宾室。小何依旧是那副羞涩腼腆的模样，只是看向孙佑威的眼神中带着一丝紧张。赵翠则是一脸的狼狈，她的半边脸依旧高高肿起，上面的巴掌印清晰可见。见到孙佑威，赵翠先是有些错愕，随即反应了过来，大小姐定是要为他做主。心念及此，她立刻扬起了还没消肿的脸颊，脸上摆出一副委屈巴巴的模样。小何这个浪蹄子，竟然敢让楚城主打我，这次我定要让小姐好好教训他，让他知道我的厉害。虽然心中这么想，但赵翠脸上却挤出几滴眼泪，哽咽着说道：“大小姐，日后我定然会尽心尽力地伺候楚城主，弥补这次的过错。只要他把握住接近楚风的机会，就不信抓不住他的心。不就是喜欢小何这种傻白甜吗？他什么类型都能扮演，只要能攀附上楚风，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你恐怕没这个机会了。”孙佑威淡淡地摇了摇头：“从今以后，你就不用来万宝阁了。”什么？赵翠脸上的委屈瞬间僵住，她猛地抬起头，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大小姐，为什么啊？我在万宝阁已经待了快10年了，从10几岁就跟着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他怎么也想不通，孙佑威竟然会突然辞退他。他在万宝阁待了近10年，平日里也算是尽心尽力，就算这次得罪了楚风，也不至于被直接辞退吧？没有为什么。孙佑威的语气依旧平静：“你放心，我会给你一笔丰厚的补偿。”说着，他直接挥了挥手，示意护卫将赵翠带下去。不，我不接受！赵翠彻底崩溃了，她猛地挣脱了旁边护卫的手，发疯似的冲到小何面前，一把抓住了小何的衣襟：“一定是你，一定是你在楚风面前说了我的坏话！你这个贱人，我要杀了你！”他死死地盯着小何，仿佛要将小何生吞活剥一般。在他看来，一定是小何在楚风面前搬弄是非，说了他的坏话，才让楚风讨厌他，进而让孙佑威辞退他。他不甘心，他在万宝阁待了10年，眼看就要攀上新的靠山，却被小何这个刚来没多久的贱人毁了一切。小何被赵翠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脸色惨白，他连连摇头，声音带着一丝哭腔：“我没有。”虽然他对赵翠平日里的欺压心中不满，但他真的没有做这种落井下石的事情。大小姐向来顾念旧情，轻易不会辞退老人，他也不知道这次怎么会如此决绝。你还敢狡辩！赵翠怒吼着，抬手就要打小何。住手！孙佑威厉声喝道，眼中闪过一丝怒意。旁边的2名护卫见状，连忙上前，一左一右地架住了赵翠，将她从小何身边拉走。赵翠疯狂地挣扎着，嘶吼着，状若疯癫：“放开我！我要杀了这个贱人！大小姐，你不能辞退我，我不能离开万宝阁。”屋内只剩下孙佑威和小何2人，小何的衣襟被扯得凌乱，身体还在微微颤抖。孙佑威抬眸看向他，语气恢复了平静：“从今以后，你专门负责接待楚风，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来找我。”小何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连忙乖巧地点了点头：“谢谢大小姐。”专门负责接待楚公子，这可是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机会。稍稍平复了一下心情，小何想起刚才的事情，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问道：“大小姐，您为什么要辞退赵翠？”孙佑威看着小何单纯的模样，回想起了楚风离开时的背影，
而后学着楚风的语气说道：“因为楚风说，你们这有一个叫赵翠的侍女，我不喜欢。”说完，他便转身离开了贵宾室，留下小何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小何的脸颊瞬间变得滚烫。楚公子！楚风刚要走出万宝阁，门外突然传来一道带着嚣张气焰的喊声：“楚风，你给我站住！”楚风脚步微顿，眉头微不可察地蹙了一下。只见万宝阁外，钱明正快步走来，他的身旁还跟着一位老者。这老者约莫70年纪，却鹤发童颜，面色红润如婴孩。这便是钱明的师尊，丹阳宗长老四品丹师沈关。沈关的目光如同鹰隼般上下扫视着楚风，仔细打量了一遍，而后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轻笑。这小子看起来不过20岁的年纪，丹道一途讲究的是日积月累的沉淀与感悟。就算此子从娘胎里开始接触丹炉，经营丹道也不过20余年，如何能与自己这100年丹道造诣相比？若不是钱明在青山城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宝丹阁的生意被搅得一塌糊涂，自己又何必亲自跑这一趟，以4品丹师的身份去对付一个毛头小子？说出去倒是显得自己以大欺小了。不过既然来了，便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让其知道丹道一途不是光有天赋就能横行无忌的，出来混要有势力，要有背景。你就是楚风？沈关的声音虽然不高，可丹道宗师的气度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让周围看热闹的修士都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就在此时，孙佑威快步从贵宾室赶了过来，他显然是听到了外面的动静。见到沈关，他连忙上前一步，对着老者拱手行礼，语气恭敬地说道：“在下孙佑威，乃是万宝阁的阁主，见过沈前辈。”沈前辈远道而来，未曾远迎，还望海涵。沈关只是淡淡地瞥了他一眼，目光在他绝美的容颜上停留了一瞬，便移了开去，眼中没有丝毫波澜。在他看来，孙佑威不过是一个边陲小城的商贾之女，纵然有几分姿色，掌管着一家万宝阁，也根本不配与他说话。他没有理会孙佑威的示好，转而看向楚风，语气平淡地说道：“老夫路过青山城，听闻此地出了一个所谓的丹道天才，年纪轻轻便能炼制出10成药效的丹药，心中好奇，便来见识一二。”这话看似恭维，却带着一股轻视，仿佛楚风的天才之名在他眼中不过是个不值一提的笑话。站在沈关身旁的钱明，脸上早已堆满了得意的笑容。此刻有师尊这座大山撑腰，他面对楚风之时心中的恐惧早已烟消云散，只剩下无尽报复的快感。他上前一步，指着楚风的鼻子道：“楚风，你之前不是很嚣张吗？敢毁我宝丹阁的生意，还敢打我！现在我师尊来了，我看你还怎么狂！”钱明微微扬起下巴，他师尊可是4品丹师，原阴境的修为，无论是丹道造诣还是自身实力，都能把楚风按在地上摩擦。你敢不敢跟我师尊赌斗一场？若是不敢，就乖乖跪在地上给我磕头认错，把你炼制丹药的秘方交出来，或许我师尊还能饶你一条狗命。在钱明看来，只要楚风敢答应赌斗，就一定会输得一败涂地，到时候他就能好好报复楚风，把之前所受的屈辱加倍讨回来。闻听此言，楚风的眼中倒是泛起了一丝兴趣。他原本懒得跟钱明这种跳梁小丑一般见识，但既然对方的师尊主动送上门来，还想跟他赌斗丹道，他倒想看看这所谓的4品丹师究竟有几分能耐。你想怎么赌？不可啊！孙佑威连忙上前一步，拉住了楚风的衣袖，脸上满是担忧之色。沈关是4品丹师，经营丹道100年，此次明显是有备而来，这赌斗之事定然是他们设下的圈套，你万万不可答应。钱明见状，立刻露出了讥讽的笑容，他指着楚风，对着周围看热闹的修士大声说道：“大家快看看，这就是你们口中的丹道天才，竟然只会躲在女人身后，连跟我师尊赌斗的勇气都没有。”他的声音故意放大，引得周围的众人议论纷纷。楚风的眉头皱起，眼中闪过一丝不耐。聒噪！话音刚落，他身形骤然一闪，众人甚至没看清他是如何动作的，便听到啪的一声清脆响亮的巴掌声。钱明惨叫一声，身体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地撞在万宝阁的门框上，嘴角溢出鲜血。他捂着自己火辣辣疼的脸颊，顿时怒火滔天。他怎么也没想到，当着他师尊的面，楚风竟然还敢打他，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你敢打我？放肆！沈关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的杀意。他没想到楚风竟然如此胆大包天，在他面前还敢动手伤人，这不仅是打钱明的脸，更是打他的脸。轰！一股磅礴的威压从沈关体内轰然爆发，元婴2重的灵力如同海啸般席卷开来，朝着楚风狠狠碾压而去。看热闹的众人脸色大变，纷纷后退。然而面对这股恐怖的威压，楚风却依旧站在原地，纹丝不动。他周身骤然泛起3层璀璨的金色光晕，将沈关的威压牢牢挡在外面。楚风身处其中，神色淡然，仿佛那股足以让金丹境修士崩溃的威压对他没有丝毫影响。沈关脸上的愤怒瞬间凝固，他瞪大了眼睛，死死地盯着楚风周身的3层金色光晕，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你竟然凝聚了3重至极境，炼气、筑基、金丹3个境界皆突破道至极境，这是何等逆天的天赋，万年来也未必能出一个。沈关的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他原本以为楚风只是个有点天赋的毛头小子，可现在看来，这小子的天赋简直是恐怖到了极点。三重至极境意味着他的根基无比扎实，同境界之中几乎无人能敌，就算是跨境界挑战，也并非不可能。沈关的心中第一次泛起了一丝忌惮，他原本以为这次赌斗是手到擒来，可现在他却有些不确定了。楚风看着沈关震惊的模样，嘴角勾起一抹嘲讽：“废话少说，既然你想为那个废物出头，直接说怎么比。”楚风的语气依旧淡然，甚至带着一丝迫不及待，仿佛根本没把沈关这个四品丹师放在眼里。沈关见他竟然如此镇定，甚至隐隐透着一股胜券在握的底气，心中的嘀咕更甚：这小子到底哪里来的如此底气？难道他真的有把握赢自己？不过事已至此，他已经骑虎难下，若是就此退缩，不仅会让他颜面扫地，丹阳宗的名声也会受到影响。而且他不信一个20多岁的小子丹道造诣真的能超过自己这个近100年的四品丹师。沈关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忌惮，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他从怀中取出一张泛黄的兽皮纸，这张兽皮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字迹，正是一张丹方。老夫这里有一张丹方，名为圣灵丹，此丹乃是3品丹药，元婴期以下的修士服用此丹后，可将精神力直接提升一个大境界。你可敢跟老夫比试炼制此丹？楚风的目光落在兽皮纸上，仔细看了一眼，神色不由得变得有些古怪。这张丹方上确实记载着圣灵丹的药材清单，诸如七彩莲心、凝神草、幻海贝、星辰沙等，皆是炼制圣灵丹的核心药材，缺一不可。但是除了药材清单之外，丹方上便再无其他内容，既没有记载炼丹的手法，也没有说明投放药材的顺序、火候的掌控以及丹药成型时的注意事项。要知道，一张完整的丹方，这些信息缺一不可。尤其是高阶丹药，对每一个步骤的要求都极为苛刻，稍有不慎便会导致炼丹失败，甚至可能引发丹炉爆炸。若是只有药材清单，就算是经验丰富的丹师，也断然无法炼制出一枚完整的丹药。沈关这是想用一张残缺的丹方来跟他赌斗，可问题是，他前世也曾得到过这残缺丹方，而且早已经将其补全了，这不公平。孙佑威的声音陡然拔高，他将楚风稍稍挡在身后，迎上沈关的目光：“沈长老，明人不说暗话，我早已听闻，您钻研圣灵丹已有10年之久，即便丹方是残篇，您也早已摸索出完整的炼制技法。可楚风从未接触过圣灵丹，您用自己钻研10年的丹药来与他比试，这公平吗？”这番话如同平地惊雷，瞬间在围观的众人中掀起轩然大波。他们看向沈关的眼神顿时变得古怪起来，难怪沈关要特意拿出这张残篇丹方，原来是早有准备。以大欺小也就算了，没想到他还用这种手段。难道这位4品丹师也怕输给楚风？依我看，恐怕他都未必能炼制出10成药效的筑基丹。沈关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至极，如同被人当众掀开了遮羞布。他的嘴角微微抽搐，眼神闪烁，原本的从容淡定荡然无存。他确实没料到孙佑威竟然对他的底细如此清楚。其实沈关心中一直憋着一股忌惮，楚风能炼制出10成药效的筑基丹，这等造诣，就算是他这个4品丹师也望尘莫及。他生怕楚风在其他熟悉的丹药上稳压自己一头，所以才特意挑选了圣灵丹这枚他钻研多年的丹药。这残篇丹方是他偶然所得，10年间他耗费了无数心血，才勉强破解了炼丹手法、药材投放顺序和火候掌控的诀窍。虽然药效只有6成，但在3阶丹药中也算是顶尖水准。他本以为楚风拿到残篇丹方定然束手无策，这场赌斗他稳赢无疑，却没料到被孙佑威当众揭穿了小心思。孙阁主，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沈关强装镇定，语气沉了下来，试图掩饰自己的窘迫。老夫只是觉得圣灵丹功效独特，适合作为赌斗，何来不公平一说？是不是公平，你自己心中清楚。孙佑威寸步不让，若是真要公平比试，便该选一种常用丹药。沈关的脸色更加阴沉，心中暗骂孙佑威多管闲事。既然孙阁主觉得不公平，那不如我们比炼制4品丹药。你……孙佑威顿时气急，他没想到沈关竟然会提出这种要求。4品丹药与3品丹药有着天壤之别，不仅对药材要求更高，对丹师的精神力、灵力掌控力也有着更高的要求。沈关是成名已久的4品丹师，而楚风至今只炼制过3品丹药，这分明是沈关以大欺小，连脸面都不要了。钱明见状，立刻从沈关身后探出头来，讥讽道：“楚风，你是不是怕了？若是真怕了，那就乖乖认输，从此封炉，再也不要炼丹。”他说着，还故意挺了挺胸，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楚风略微抬手，钱明的身体也往沈关身后缩了缩，显然是被打怕了，生怕楚风再突然动手。孙佑威连忙拉住楚风的衣袖，用力摇了摇头，压低声音劝说：“不要答应他们，沈关是4品丹师，你根本不是对手，他们就是故意激你，你可千万不要上当。”然而楚风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却直接朗声道：“就比圣灵丹，谁能炼制出的丹药药效更强，便算是赢。”好，沈关心中顿时一喜，楚风终究还是太年轻，沉不住气，
轻易就上了他的钩。没有完整的丹方，就算楚风天赋再高，也绝不可能炼制出圣灵丹。这场赌斗，他赢定了。既然如此，那我们便立下赌约。沈关眼中闪过一丝狠厉，输了的人从此封炉，终身不得再炼丹。他可没时间一直耗在青山城，只要通过这场赌斗让楚风封炉，那整个青山城的丹药市场就再也没有人能与钱明为敌。楚风闻言，嘴角勾起一抹笑容，目光扫过周围围观的众人，朗声道：“诸位都听到了，沈长老说，输了的人终身封炉。”听到了，围观的修士们纷纷附和，议论声此起彼伏。楚城主放心，我们都可以作证，不知道楚城主能不能赢啊？沈长老可是4品丹师，还钻研圣灵丹10年，楚城主怕是悬了。楚城主连10成药效的筑基丹都能炼制出来，说不定有奇迹呢。孙佑威还是不死心，拉着楚风的衣袖不肯松手，眼中满是哀求：“楚风，一旦输了，你的丹道之路就彻底毁了。”楚风微微一笑：“放心，我不会输。”说完，他便转身看向一旁的小何，吩咐道：“小何，帮我准备一个丹炉。”他刚才出门时太过匆忙，只带了炼制好的丹药，倒是把自己的炼丹炉落在了楚府。小何愣了一下，随即立刻反应过来，连忙点头应道：“好的，公子。”他看了一眼孙佑威，眼中带着一丝请示的意味。万宝阁确实有不少丹炉，他自然想给楚风拿最好的那一个。可万宝阁最好的丹炉名为星辰鼎，是一件高阶玄器，平日里被供奉在阁楼之上，没有大小节的点头，他根本没有资格触碰，更别说取出来给人使用了。见楚风心意已决，孙佑威心中叹了口气。事已至此，他再劝说也无济于事，去取星辰鼎来。是，大小姐。小何心中一喜，连忙应声，转身快步朝着楼上跑去。没过多久，小何便捧着一个青铜鼎走了出来。这鼎造型古朴，3足2耳，鼎身布满了银白色的星辰纹路，在阳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晕，隐隐能感受到一股精纯的灵力波动。那就是万宝阁的星辰鼎。我的天，孙阁主竟然把星辰鼎都拿出来了，这可是高阶玄器啊，用来炼制3阶丹药，简直是大材小用。围观的众人目光紧紧盯着小何手中的星辰鼎，眼中满是惊叹。沈关看着那星辰鼎，嘴角却勾起一抹不屑的嗤笑。一群井底之蛙，在他看来，高阶玄器虽然不错，但与他的炼丹炉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他不紧不慢地抬起左手，指尖在纳戒上轻轻一点，一道红光从纳戒中飞出，落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响。那是一个赤红色的炼丹炉，比星辰鼎略高一些。整个炼丹炉透着一股霸道的火焰气息，仅仅是放在那里，就让周围的空气温度都升高了几分。众人一看到那个炼丹炉，彻底沸腾了。这是地气赤焰鼎！我的天，沈长老竟然有如此宝物！地气啊，比玄器高了一个等级，炼丹的成功率和药效都会大幅提升。这下沉睡悬了，玄器对上地气根本没有胜算啊！钱明更是得意忘形，指着楚风面前的星辰鼎道：“楚风，看到了吗？我师尊的炼丹炉可是的气，你拿一个区区玄器也敢跟我师尊比炼丹，你凭什么赢？我看你还是趁早认输，省得等会儿炼丹失败，丢人现眼。”在他看来，楚风用玄器炼丹炉对上师尊的地气，就算是丹道造诣相当也绝无胜算，更别说楚风还没有完整的丹方了。孙佑威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他看着沈关的地气炼丹炉，又看了看自家的星辰鼎，眼中满是歉意。对不起，这已经是万宝阁最好的炼丹炉了。万宝阁只是一个小城的商会，底蕴终究比不上丹阳宗，实在拿不出得起级别的炼丹炉。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愧疚，炼丹炉的品质对丹药的炼制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玄气与地气之间的差距几乎是天堑。楚风本就没有完整的丹方，如今又在炼丹炉上处于劣势，这场赌斗的胜算更是渺茫到了极点。然而楚风却只是淡淡摇了摇头，圣灵丹不过是一枚3阶丹药，以他前世丹地的造诣，别说用高阶玄器，就算是用最普通的反铁丹炉，他也能炼制出10成药效的完美丹药。这炉子正合适，省得说我欺负他。围观的众人听到楚风的话都愣住了，他们没想到楚风在面对地气炼丹炉的碾压时，竟然还能如此淡定狂妄。沈关的冷哼一声，随即抬手一挥，10余株包裹在玉盒中的药材整齐排列在身前的石桌上。老夫可没给你准备药材。楚风转头看向孙佑威，万宝阁能凑齐清丹上的药材吗？能。孙佑威毫不犹豫地点头，虽然他知道自家的药材比不上沈关的，但事已至此，只能尽力而为。他立刻对着身后的管事吩咐道：“快，按照圣灵丹的药材清单，把库房里最好的药材都取来。”管事不敢耽搁，没过多久便捧着一个托盘匆匆返回。托盘上的药材虽然也算得上精良，但与沈关的相比，明显在年份和灵气浓度上稍逊一筹。孙佑威看着托盘上的药材，脸色瞬间阴沉下来。要不我们申请推迟3天再比，我派人连夜去城外的灵田和药铺收购，一定能给你凑齐最好的药材。他实在不忍心看到楚风因为万宝阁的底蕴不足而输了这场赌斗，更不想让楚风因此终身封炉。然而沈关根本不给他们推迟的机会，他掌心突然燃起一团赤红色的火焰，火焰呈跳跃的蛇形，散发着一股灼热而阴冷的气息。这是
赤焰妖火，我的天，竟然是异火榜上排名第91的赤焰妖火。传闻赤焰妖火是上古火蜥蜴的本命之火，炼丹时能加速药材的炼化，还能剔除部分杂质。沈长老竟然炼化了赤焰妖火，难怪他的丹道造诣如此深厚。有赤焰妖火在手，再加上的气炼丹炉，沈长老这次稳赢了。众人在看到那道火焰之时，便已经知道这场比试的胜负。异火榜之上的火焰，每一种都极为罕见，拥有异火的丹师在炼丹时都能占据巨大的优势。赤焰妖火虽然排名靠后，但也绝非普通灵力凝聚的火焰可比。钱明指着楚风，眉头一挑：“我师尊的赤焰妖火，可不是你那寻常灵力凝聚的火焰能比的。就凭你，也配跟我师尊比炼丹？”他的话音刚落，喉咙却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一般，嘲讽戛然而止，脸上的得意瞬间僵住。轰！楚风的掌心突然燃起一团金色的火焰，这火焰与沈冠的赤焰妖火截然不同，火焰呈柔和的金色，仿佛蕴含着天地间最纯粹的阳气。这是什么火焰？你们感觉到了吗？沈长老的赤焰妖火气息竟然被这金色火焰压制了，这火焰绝对不简单，比赤焰妖火厉害多了。围观的众人彻底沸腾了，他们虽然不认识这金色火焰，但仅凭它散发出的气息和对赤焰妖火的压制，就能判断出它的品级绝对远超赤焰妖火。而沈冠则像是被一道惊雷击中，浑身剧烈一震，体内正在运转的灵力险些逆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如纸。他死死地盯着楚风掌心的金色火焰，嘴唇颤抖着，失声惊呼道：“这是道火榜，至阳道火！”众人听到“道火榜”3个字，瞬间炸开了锅。他们虽然大多只是听说过道火榜的存在，却从未见过真正的道火。传闻中，道火是天地间最纯粹的能量所化，蕴含着法则之力，远非异火可比。整个大凤王朝，传闻只有丹王才拥有道火，没想到楚风竟然也拥有道火。孙佑威的眼中也闪过一丝震惊之色，他没想到楚风竟然隐藏着如此底牌，有至阳道火在手，就算药材和丹炉稍逊一筹，也未必没有胜算。沈冠的喉咙剧烈滚动了一下，强行镇定下来。空有道火，未必能够炼制出真正的丹药。圣灵丹的炼制手法，老夫钻研了10年，没有人比我更懂。他不信，楚风仅凭一张残篇丹方和至阳道火，就能炼制出圣灵丹。话音落下，沈冠不再犹豫，掌心的赤焰妖火猛地暴涨，化作一道火柱，钻入地气炼丹炉中。好利落的手法，不愧是丹阳宗的长老，这投放药材的顺序和火候掌控，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沈长老果然名不虚传，炼丹的气势就是不一样。然而当众人的目光转向楚风时，却顿时愣住了。楚风的动作极为缓慢，甚至可以说是悠闲。更让人震惊的是，就在他准备投放第一株药材的时候，旁边的侍女递过来一杯刚沏好的茶，楚风竟然随手接过，悠闲地喝了一口。他哪里像是在进行一场关乎终身丹道之路的赌斗，分明像是在自家后院悠闲地品茶赏花，顺便炼个丹而已。楚风将茶杯递给小何，这才抬手对着星辰鼎轻轻一点，掌心的至阳道火钻入鼎中。不过10几个呼吸的功夫，楚风伸了个懒腰，活动了一下手腕。我的丹药已经炼好了。此话一出，众人齐齐侧目。我看他才刚把药材放进去啊，这不可能吧？就算是熟悉的丹药，炼制起来也至少需要1炷香的时间，更何况是圣灵丹？我看多半是炼制失败了，故意说自己好了，想早点结束这场赌斗。对啊，肯定是失败了，不然怎么可能这么快？钱明立刻跳了出来，指着楚风哈哈大笑：“楚风，你果然是炼制失败了，我看你是想早点认输吧？”沈冠的炼丹动作猛地一顿，赤红色的赤焰妖火险些失控，地气炼丹炉发出一声低沉的嗡鸣。他难以置信地转头看向楚风，怎么可能这么快？圣灵丹的炼制工序何等复杂，就算是他这个钻研了10年的4品丹师，也需要至少1炷香才能完成凝丹。楚风拿到的还是残缺丹方，药材和丹炉都不如他，竟然这么快就成丹了。沈冠的手心瞬间冒出冷汗，他强作镇定，眼神却不由自主地瞟向楚风的星辰鼎，试图从中看出一丝炼丹失败的迹象。可丹炉之中浓郁的药香又不像是假的。见状，楚风翘着2郎腿，微微晃动着：“沈长老不急，慢慢来，我喝完这杯茶等你。”装神弄鬼！沈冠的嘴角剧烈抽搐了一下，楚风是故意的，故意用这种方法扰乱他的心神。可偏偏他的道心真的动摇了，炼丹的节奏被打乱，原本顺畅的灵力运转也变得滞涩起来。冷静，此人故意影响我心态，不能重击。他定然是炼制失败了，故意装模作样，想让我也出错。师尊，你行不行啊？钱明站在一旁，看着沈冠满头大汗的模样，心中不由得泛起了一丝嘀咕。他原本以为师尊稳赢无疑，可现在看来，师尊似乎被楚风打乱了节奏。闭嘴！沈冠猛地转头，对着钱明怒吼一声。钱明被吼得脸色发白，不敢再说话，却依旧一脸担忧地看着沈冠。一盏茶的时间很快过去，沈冠猛地大喝一声：“您！”沈冠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瘫坐在椅子上。他擦了擦额头的汗水，眼中闪过一丝疲惫。他成功了，找个人来检验吧。虽然中途受到了楚风的干扰，但他终究还是炼制出了圣灵丹。孙佑威走到沈冠的炼丹炉前，抬手打开炉盖，一枚通体呈淡红色、
散发着淡淡灵光的丹药落在他的掌心。他仔细打量着这枚圣灵丹，指尖注入一丝灵力，探查沈长老的圣灵丹药效6成。沈官满意地点了点头，6成药效已经是他的最佳水平了。紧接着，他转头看向了楚风，该你了。楚风对着星辰鼎轻轻一点，一道璀璨的金色霞光从鼎中冲天而起，比沈官的圣灵丹光芒耀眼数倍。紧接着，一股浓郁到极致的药香弥漫开来，吸入鼻腔，让人瞬间感到神清气爽，精神力都仿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甚至有修士感觉到自己停滞不前的精神力瓶颈竟然隐隐有了松动的迹象。这药香，沈官的脸色瞬间变了。孙佑威快步走到星辰鼎前，一枚通体金黄的丹药缓缓升起，落在他的掌心，仅仅是握在手中，就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恐怖能量。孙佑威的指尖注入一丝灵力，探查丹药的药效。当灵力涌入丹药的瞬间，他的瞳孔骤缩，失声惊呼道：“10成药效！”此话一出，众人彻底沸腾了。10成药效，这不可能！我的天，圣灵丹竟然能炼制出10成药效，就算是丹王来了，也未必能做到吧？楚城主也太逆天了，拿着残篇丹方竟然炼制出了完美圣灵丹，10成药效的完美丹药，尤其是圣灵丹这种能提升精神力一个大境界的丹药，简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至宝。钱明踉跄着后退了2步，指着孙佑威，声嘶力竭地怒吼道：“你撒谎！你分明是偏袒楚风，这不可能是10成药效！他师尊是4品丹师，钻研圣灵丹10年，怎么可能输给楚风这个毛头小子？一定是孙佑威在搞鬼！”然而，不等孙佑威反驳，沈官已经如同疯了一般，猛地冲到孙佑威面前，一把抢过他手中的金色圣灵丹。他死死地盯着手中的丹药，指尖颤抖地抚摸着丹药表面的莹润光泽，注入灵力仔细探查。当感受到丹药中那纯粹到没有一丝杂质的能量时，沈官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只剩下无尽的呆滞。竟然真的是完美丹药，这怎么可能？众人齐齐倒吸一口凉气。如果只是孙佑威说10成药效，或许还有偏袒的可能，但连沈官自己都亲口承认了，这就由不得他们不信了。楚城主，这枚圣灵丹不能卖给我？我愿意出5万灵石，5万灵石就想拿下，我出8万、10万，10万灵石卖给我。我突破金丹境多年，精神力一直停滞不前，这枚丹药对我太重要了。现场瞬间陷入了疯狂的竞价之中，价格一路飙升。10成药效的圣灵丹，对于元婴期以下的修士来说，简直是逆天改命的至宝，就算花费再多灵石也值得。钱明看着眼前疯狂竞价的场面，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双腿一软重地跪在了地上。师尊竟然输了那个他一直引以为傲、视为靠山的4品丹师，竟然输给了楚风，而且输得如此彻底，如此狼狈，一定是盗火，一定是因为盗火。沈官手中紧紧攥着那枚金色的圣灵丹，仿佛失去了所有的感知。周围修士们的竞价声他完全听不见，只是不断念叨着：“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他钻研圣灵丹10年，耗费了无数心血，才勉强摸索出炼制手法，达到6成药效。他一直以为自己已经是圣灵丹炼制的顶尖水准，就算是丹阳宗的内门长老，也未必能比他做得更好。可楚风竟然用一张残篇丹方，就炼制出了10成药效的完美丹药，10年心血在楚风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沈官的道心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了。楚风走到孙佑威面前，淡然道：“炼丹炉和药材都是万宝阁准备的，这枚丹药就放在万宝阁拍卖吧。”孙佑威的呼吸一滞，这枚10成药效的圣灵丹，凭借其独一无二的功效和完美品质，在拍卖会上绝对能拍出一个天价，远超寻常的3品丹药，而且这还能极大的提升万宝阁的名声，让万宝阁彻底碾压宝丹阁，垄断青山城的丹药市场。可他更震惊的是，楚风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仅凭一张残篇丹方就能炼制出完美的圣灵丹？楚风没有解释，转身朝着万宝阁门外走去。只是路过沈官身边的时候，他伸出手拍沈官的肩膀：“你还得练。”说完，他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万宝阁。沈官浑身一震，如同被惊雷击中，他猛地抬起头，看着楚风远去的背影，眼中复杂。虽然不知道楚风这句话的深意，可他莫名地感觉到，楚风的丹道造诣恐怕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他哪里知道，楚风前世钻研圣灵丹丹方的时间足足有20年，沈官的那点心得，在楚风面前不过是班门弄斧罢了。回过神来，他立即冲了出去：“道友，请留步！”沈官不顾身份，不顾周围修士的目光，如同疯魔般朝着楚风的方向冲去。就在众人的注视下，沈官直接跪在了楚风面前，拦住了他的去路：“我愿拜你为师，从今以后潜心学习丹道。”楚风的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意外，随即化为一抹玩味的笑意：“你可是4品丹师，要拜我为师？”跪在地上的沈官没有丝毫动摇，眼神却越发坚定：“丹道一途，达者为师。从今往后，我自愿封炉，哪怕为奴为仆，我也愿意跟在你身边，潜心学习丹道。”话音未落，他对着楚风咚咚咚磕了3个响头：“求师尊收我为徒！”钱明刚从地上爬起来，看到眼前这一幕，如同被一道惊雷劈中，瞬间僵在原地。他嘴唇颤抖着，想要说些什么，却发不出任何声音。那个他一直引以为傲的师尊，
竟然像条狗一样跪在了楚风面前，要拜楚风为师。他之前还幻想着重镇宝丹阁，还想着报复楚风，可现在他的师尊竟然成了仇人的徒弟，那他前明算什么？见沈关如此虔诚，楚风心中微微一动。好，我今日便收你为徒。紧接着他便转头看向了钱明，乖徒孙，你师尊都拜师了，你还不快来拜见师祖？师祖钱明听到这个词，一张脸瞬间变得扭曲了起来。你休想！钱明看着师尊如同一条狗恭敬地跪在楚风面前，一股屈辱感在胸腔中翻滚。楚风，你别得意！他浑身因为愤怒而剧烈颤抖，眼中却燃烧着疯狂的火焰。20日后，青山城丹塔便会开启，有本事你就和我一同进入丹塔试炼，让所有人都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丹道奇才。如今他的师尊成了楚风的徒弟，宝丹阁彻底垮了，他在青山城的名声也毁于一旦。唯一能支撑他的，便是师尊沈冠从小灌输给他的信念。他的丹道天赋是万中无一的奇才，日后定能成为震慑一方的丹道巨擘。丹塔由丹阳宗老祖所留，只要进入丹塔，他一定能碾压楚风，挽回所有的尊严。闻听此言，众人纷纷议论起来。钱明这是要在天赋上和楚城主一较高下呀！楚风的丹道造诣虽然逆天，但天赋和造诣是两回事，说不定钱明的天赋真的更高呢。我赌楚风赢，连10成药效的圣灵丹都能炼制出来，天赋能差到哪里去？钱明死死地盯着楚风的背影，只要楚风答应，他便能彻底洗刷今日的屈辱。然而楚风只是淡淡的笑了笑，他没有回头，甚至没有停下脚步，那份无视比任何的嘲讽更让钱明感到屈辱。你怕了吗？沈关见状连忙对着钱明沉声道：钱明不得对师祖无礼。说完，他便快步跟上楚风的脚步，如同一个乖巧的弟子，亦步亦趋地跟在楚风身旁，之前的倨傲早已荡然无存。就在这时，楚风突然转头看向跟在身旁的沈关，你在丹阳宗是什么职位？沈关闻言连忙低下头，脸上露出一丝不好意思的神色。回师尊，弟子只是丹阳宗的外门长老。外门长老在宗门内的地位并不高，只能管理一些外门弟子和简单的宗门事务。楚风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继续往前走了几步，而后再次开口：你现在立即回丹阳宗，帮我准备一份药材。回丹阳宗取药材？沈关心中顿时升起了一丝好奇，楚风既然特意让他回丹阳宗取，说明这些药材在青山城乃至周边城池都没有，定然是极为珍贵的高阶药材，而能用如此珍贵药材炼制的丹药，也绝非寻常丹药可比。他的心中越发激动，连忙追问道：不知师尊要炼制什么丹药？楚风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抬起右手，指尖凝聚出一缕金色的灵力，灵力在空中快速勾勒，很快便形成了一张虚幻的药材清单，上面密密麻麻的写着数十种药材的名称。可记住了！沈关连忙凑上前，目光紧紧地盯着那张灵力凝聚的药材清单。紧接着，他整个人如同被一道惊雷击中，瞬间愣在了原地，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骇然之色。这是九转凝神丹！沈关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几乎是脱口而出。他怎么也想不到，楚风让他准备的竟然是九转凝神丹的药材。凝神丹他自然知晓，那是一种3品丹药，能够温和地提升修士的精神力，在青山城这样的边陲小城都算得上是热门丹药。可九转凝神丹却是传说中的9品丹药，整个大凤王朝数万年来都没有人能成功炼制出9品丹药，而且九转凝神丹的作用更是堪称逆天，它能恢复神魂的所有损伤，无论神魂破损到何种程度，哪怕只剩下一缕残念，服用之后也能恢复如初。要知道，神魂损伤是修士最忌惮的伤势，一旦神魂受损，轻则道心破碎，重则魂飞魄散。九转凝神丹却能彻底修复神魂损伤，这简直是逆天改命的至宝。沈关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冷汗如同瀑布般从额头滑落，浸湿了后背的衣袍。他之前就猜到楚风的丹道不凡，能炼制出10成药效的圣灵丹，丹道造诣定然远超自己。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楚风竟然能够炼制9品丹药。要知道，如今大凤王朝公认的丹道第一人丹王也只不过是一位8品丹师，毕生都在冲击9品丹道，却始终未能成功。而楚风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竟然敢尝试炼制9品丹药。师尊，你真的能够炼制九转凝神丹？沈关死死地盯着楚风，仿佛要从楚风脸上看出真假。楚风略微侧过头，目光淡淡地扫了他一眼，语气带着一丝玩味地说道：没想到你还是有些见识，竟然能够认出此丹。沈关连忙点头，语气带着一丝自豪：回师尊，1年前丹王曾于京师炼丹台当众尝试炼制九转凝神丹，轰动了整个大凤王朝，无数人前往观礼，弟子当时也有幸在场，亲眼见过丹王炼制丹药时所用的药材清单，所以才能一眼认出来。哦，楚风的眼中来了一丝兴趣，他炼制出来的九转凝神丹是几成药效？沈关的面色瞬间变得有些怪异，语气带着一丝尴尬：他炸炉了。楚风愣住了，随即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就这也配称丹王？沈关听到楚风诋毁丹王，吓得连忙低下头，不敢接话。丹王可是大凤王朝公认的丹道第一人，
就算是丹阳宗的宗主，也要给丹王3分薄面。他虽然心中也觉得丹王诈虏有些丢人，但借他10个胆子，也不敢当众诋毁丹王。可是眼前这位年轻的师尊，丹道底蕴深不可测，连9品丹药都敢尝试炼制，他又哪里敢妄加评判？只能默默地低着头，装作没有听到楚风的话。楚风看着沈关那副噤若寒蝉的模样，也没有再继续吐槽丹王，转而说道：“你尽快回丹阳宗，将这些药材凑齐。”沈关闻言，脸上的尴尬瞬间被为难取代。他犹豫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说道：“师尊，炼制9转凝神丹所需的药材，每一种都珍贵无比。弟子这些年虽然也积攒了一些灵石，但想要凑齐这些药材，还差得太远。”后边的话他没有明说，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钱不够。楚风点了点头，虽然他售卖丹药赚了一些灵石，但凭现在的家底，想要凑齐9转凝神丹所需的药材，还远远不够。可是他必须在丹塔试炼前准备好9转凝神丹。他目光微微转动，很快便有了主意。你身上都带了什么药材？我可以帮你炼制一枚高阶丹药，你带回丹阳宗卖掉，应该就能凑够买药材的灵石了。青山城只是一个边陲小城，灵气稀薄，根本没有太过珍贵的高阶药材。他之前炼制的都是些2、3品丹药，只能算是小打小闹。沈关听到楚风要帮他炼制高阶丹药，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头顶。高阶丹药的定义极为明确，至少也是7品以上的存在。7品丹药已经是大凤王朝顶尖丹师才能触及的领域，整个丹阳宗也只有寥寥几位太上长老能够炼制。他的脑海中瞬间闪过无数念头，手指下意识地攥紧了内戒，那里存放着他这辈子最珍贵的积蓄。沉吟片刻，沈关像是下定了巨大的决心，抬起头，眼神中带着一丝决绝。师尊，我这有一份炼制寿元丹的药材。他的声音都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寿元丹，那是货真价实的8品丹药，即便是踏入修行之路，修士也终究逃不过寿元的桎梏。一旦修为停滞不前，寿元耗尽之日，便是魂飞魄散之时。因此，几乎所有丹师都会为自己筹备一份寿元丹的药材。这枚丹药的作用极为直接，延寿100年。对于那些寿元将尽的老怪物来说，这100年寿元足以让他们付出一切去争夺。而对于丹师而言，筹备这份药材，既是对自己丹道的鞭策，希望有朝一日能凭自己的本事炼制出8品丹药，也是给自己留的一条后路。等到寿元将尽之时，哪怕自己无法炼制，也能求顶尖丹师出手，换取再活100年的机会。沈关这几百年来的积蓄，10之8九都用在了购买寿元丹的药材上。凑齐这份药材，几乎耗尽了他毕生的心血，是他真正的老本。楚风闻言，眼中闪过一丝了然，平静地伸出手：“药材给我。”简单的4个字，却让沈关的心脏猛地揪紧。这可是他的全部家底啊！若是楚风炼制失败，这些药材便会化为飞灰，他几百年来的心血也就付诸东流。到时候，别说凑齐9转凝神丹的药材，就连他自己的后路都彻底断了。可若是成功了一枚8品丹药，而且极有可能是高品质的8品丹药，一旦带回丹阳宗拍卖，定然能卖出一个天文数字，足够他买下炼制9转凝神丹所需的所有药材，甚至还能剩下不少。仅仅犹豫了1秒，沈关便抬手一挥，从纳戒中取出10几个精致的玉盒。他双手捧着这些玉盒，恭恭敬敬地递到楚风面前：“师尊，这便是炼制寿元丹的全部药材。”楚风的目光扫过那些玉盒，却并没有立即去捡。“不怕我失败了？”沈关的神色顿时严肃了几分，他挺直了腰板，语气无比诚恳：“徒儿既然拜师，便对师尊有绝对的信任，就算真的失败了，那也是徒儿的机缘未到。”当然，他的心中也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能够亲眼观摩一位丹道巨擘炼制8品寿元丹，无论成功与否，他都能学到无数宝贵的经验，这已经是天大的收获了。楚风看着他诚恳的模样，眼中闪过一丝满意，没有再多说什么，抬手一挥，将那些玉盒收入自己的纳戒之中。“走吧，回家炼丹。”楚家炼丹房，一间宽敞的石屋，中央摆放着一个通体黝黑的丹炉。那丹炉看起来平平无奇，甚至有些陈旧，显然是最普通不过的丹炉，连玄器都算不上，比万宝阁的星辰顶差了不止一个档次。沈关站在炼丹房内，看着眼前这尊普通的丹炉，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他怎么也想不到，楚风在家中炼丹所用的丹炉竟然如此简陋。他下意识地捧起自己的赤焰鼎，试探性地对着楚风说道：“师尊，要不还是用我的赤焰鼎吧？我不是质疑师尊的丹道，之时这尊丹炉恐怕难以承受8品丹药的药力。”在他看来，8品丹药的炼制极为凶险，对丹炉的要求极高，必须是得气以上的丹炉才能勉强承受。楚风这尊反铁丹炉，别说炼制8品丹药，就算是炼制4品丹药，都有可能随时炸裂。闻言，楚风转头看向他，淡然道：“既然你拜我为师，那我今日便教你一些真东西。”说完，他不再理会沈关，掌心缓缓凝聚出一团火焰，这并非至阳道火，而只是最普通的灵力凝聚而成的火焰。沈关的瞳孔骤缩，脸上的疑惑更浓了。不用的气丹炉，竟然连道火都不用，只用普通的灵力火焰和反铁丹炉，就想炼制8品寿元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彻底颠覆了他对丹道的认知。他的眼睛瞬间瞪得溜圆，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前倾去，
死死地盯着丹炉内的动静。楚风对火焰的掌控已经达到了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他之前在万宝阁赌斗时，只顾着自己炼丹，并没有仔细观察楚风的手法。如今近距离观摩，他才发现楚风的炼丹手法简直是神乎其技。他终于明白楚风为何能炼制出10成药效的圣灵丹，为何敢尝试炼制9品9转凝神丹。这样的丹道造诣，就算是丹王恐怕也未必能及。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楚风的每一个动作，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脑海中疯狂地记忆着楚风的手法、火焰的变化、药材的投放顺序，恨不得将这一切都刻在自己的骨子里。时间一点点流逝，不过一盏茶的功夫，丹炉之中便传出一股浓郁的药香，吸入鼻腔，让人瞬间感到神清气爽。沈关深吸一口气，感受着这股浓郁的药香，心头巨震，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他炼丹多年，对丹药的药效有着极为敏锐的感知，这股药香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丹王炼制的寿元丹也只有8成药效，而楚风炼制的这枚寿元丹，从药香来看，至少有9成。一个无比荒唐的猜测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让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难道是10成药效？师尊，这枚寿元丹的药效……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楚风便已经抬手掀开了丹炉的炉盖。嗡！一道柔和的金色霞光从丹炉中冲天而起，照亮了整个炼丹房。紧接着，一枚丹药缓缓升起，散发着温润的灵力波动。楚风随手一抄，将那枚丹药握在手中，而后扔给了沈关。自己看。沈关连忙伸出双手，小心翼翼地接住那枚丹药。他双手捧着这枚温热的丹药，宛若捧着稀世珍宝。他小心翼翼地将丹药凑到眼前，仔细观察着丹药的外观，没有丝毫杂质，表面光滑如玉，金色的光晕流转不息。紧接着，他又注入一丝灵力，仔细探查丹药的药效。当灵力涌入丹药的瞬间，沈关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他脸上的表情从期待变成了震惊，再从震惊变成了狂喜，最后化为了难以置信的激动。10成药效！沈关的声音带着一丝哭腔，几乎是嘶吼出来的。他的心脏疯狂地跳动着，如同要跳出自己的嗓子眼，泪水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师尊竟然真的炼制出了10成药效的寿元丹，他这一次真的赌对了，拜楚风为师将是他这辈子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要知道，当年丹王也只是炼制出了8成药效的寿元丹，便已经轰动了整个大凤王朝，而他的师尊竟然用一尊反铁丹炉，普通的灵力火焰，在一盏茶的功夫内炼制出了10成药效的完美寿元丹。这若是传出去，定然会引起更大的轰动，甚至可能颠覆整个大凤王朝的丹道界。沈关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自己激动的心情。寿元丹可延寿100年，这只是最理想的状态，只有10成药效的完美丹药才能真正达到延寿100年的效果，而8成药效的寿元丹至多只能延寿80年。看似只有20年的差距，可对于那些濒临作化的老怪物来说，这20年的寿元足以让他们付出一切去争夺。这枚10成药效的寿元丹，其价值已经不能用灵石来衡量了，一旦拍卖，绝对能卖出一个天文数字。别说凑齐炼制9转凝神丹的药材，就算是再买10份寿元丹的药材也绰绰有余。扑通，沈关直接跪在了地上，心悦诚服地重重磕了一个头。师尊，您就是丹地转世？噗！楚风刚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听到这话，一口茶水直接喷了出来。他抬手擦了擦嘴角，脸上带着一丝哭笑不得的怪异神色。他虽然知道沈关这是在拍马屁，但这种被人一语道破真实身份的感觉，还是让他有些不自在。毕竟他真的是丹地转世。好了，起来吧。楚风放下茶杯，这枚寿元丹你拿去拍卖，20天之内务必将我需要的药材带回来。徒儿遵命。沈关连忙应声，他搓了搓手，脸上堆起谄媚的笑容，眼神中带着一丝期待与忐忑，小心翼翼地开口：师尊，徒儿还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当讲不当讲？楚风抬眸看了他一眼，淡淡吐出一个字：说。沈关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说道：等到徒儿寿元将尽之时，师尊能否为徒儿炼制一枚完美的寿元丹？亲眼见过10成药效的寿元丹，再让他去服用8成药效的次品，他实在难以接受。而且有楚风这样的丹地及师尊在，若是不能为自己求一枚完美寿元丹，实在是天大的遗憾。楚风闻言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不能。沈关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眼中的渴望如同被泼了一盆冷水，瞬间熄灭。他张了张嘴，想要再说些什么，却又不知该如何开口。可还没等他的失落蔓延开来，楚风的声音再次响起：待到你寿元将尽之时，若是还不能自己炼制出10成药效的寿元丹，你也不要再说是我的徒弟。沈关猛地抬起头，眼中的失落瞬间被狂喜取代。这话的意思再明显不过，楚风是真的要将高阶炼丹术倾囊相授。他之前还在担心楚风只是利用他办事，不会真心教他炼丹，如今看来是他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师尊这是要将他培养成真正的顶级丹师啊！徒儿绝对不会令师尊失望。10日后，丹阳宗主峰之巅有一处被列为宗门圣地的秘境，秘境之中灵气浓郁的几乎化为液体，万年灵草随处可见。大殿之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盘膝坐在蒲团上，面容枯槁，布满了深深的皱纹，
如同老树皮一般。他双眼紧闭，气息微弱而绵长，仿佛随时都会断绝。这便是丹阳宗辈分最高的老祖玄真道人。玄真道人早已是大凤王朝屈指可数的顶尖强者，炼虚境大能。可惜岁月不饶人，即便是炼虚修士也难逃寿元桎梏。如今他的寿元已不足10年，虽闭关多年，试图冲击合体期以增寿元，却始终难以突破，只能眼睁睁看着生命一点点流逝。吱呀，大门被轻轻推开，一道身影缓步走了进来，正是丹阳宗宗主云苍兰。他走到玄真道人面前，恭敬地躬身行礼，拜见老祖。玄真道人的眼皮微微颤动了一下，缓缓睁开双眼。他的眼睛浑浊不堪，却在睁开的瞬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金光。苍兰，何事打扰老夫闭关？云苍兰抬起头，语气恭敬却急促地说道：老祖，弟子有一件重大消息禀报，此事或许与老祖的寿元有关。寿元？玄真道人的眼神微微一动，如今他最关心的便是自己的寿元之事了。云苍兰点头，一字一句地说道：万通商会刚刚放出消息，3日后将举办一场大型拍卖会，此次拍卖会的压轴拍品是一枚10成药效的完美寿元丹。什么？玄真道人猛地从蒲团上坐直了身体，枯槁的双手不由自主地攥紧了拳头。10成药效的完美寿元丹，这怎么可能？寿元丹作为8品丹药，炼制难度极大，即便是丹王也只能炼制出8成药效的丹药。据说即便是中州那些圣地之中的9品丹师，也只能炼制出9品药效的寿元丹。完美寿元丹只存在于古籍记载之中，如今竟然真的出现了。云苍兰看着老祖震惊的模样，心中早有预料。老祖，这是万通商会放出的消息，想来不会有假，这怎么可能？玄真道人再次开口，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他见过无数大风大浪，却从未像此刻这般震惊。8品丹药想要达到10成药效，堪比炼制9品丹药。云苍兰连忙说道：老祖，万通商会乃是大凤王朝第一商会，这种关乎商会声誉的事情，他们绝对不敢造假。而且我还听说丹王连夜赶往了万通商会，想要验证这枚寿元丹的真伪。你的意思是说，那枚寿元丹并非丹王炼制？玄真道人的身体猛地一震，眼中的震惊达到了顶点。他终于反应过来，他原本以为是丹王的丹道有所精进，却没想到这枚丹药根本就不是丹王炼制的。这意味着大凤王朝除了丹王之外，还隐藏着一位丹道造诣远超丹王的绝世高人。玄真道人只觉得一股气血翻涌，他猛地抬手重重地拍在自己的大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老夫真是悔不当初。玄真道人仰天长叹，早知道世间还有人能炼制出完美寿元丹，老夫当初说什么也不会服用丹王那枚8成药效的次品。100年前他便请丹王为他炼制了一枚寿元丹，也只达到了8成药效，让他的寿元增加了80年。如今他的寿元还剩不到10年，却没想到竟然出现了10成药效的完美寿元丹。若是当初能等到这枚完美寿元丹，他的寿元便能增加100年。虽然依旧无法支撑他冲击合体境，但至少能多活20年。对于他来说，多活1天都可能出现新的机缘，更何况是20年，这如何能让他不后悔？查！玄真道人猛然抬头，立即查清楚那枚完美寿元丹究竟是出自谁人之手。寿元丹只能服用1次，再服用第2枚便没有了效果。但一个能够炼制出完美寿元丹的人，其丹道造诣定然深不可测，说不定还能炼制出传说中的9品丹药无极寿元丹。无极寿元丹，那可是能让人延寿1000年的至宝。若是能找到这位神秘丹师，求一枚无极寿元丹，他不仅能彻底摆脱寿元危机，甚至还有足够的时间冲击合体境。云苍兰见老祖如此激动，连忙躬身应道：老祖放心，我已经下令全力追查此事，同时也联系了万通商会的高层，打探这位神秘丹师的消息。20天时间转瞬即逝，青山城的丹塔外早已人山人海。人群之中，钱明身着一身华丽的锦袍，脸上带着倨傲之色。楚风那家伙该不会是怕了，不敢来了吧？钱明嗤笑一声，声音故意放大：他不过是运气好，炼制出了几枚完美丹药，真要比丹道天赋，他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这话引来了不少修士的侧目，有人露出了认同的神色。见状，钱明心中更加得意。我师尊当年也是丹道奇才，只可惜他眼光不行，拜了楚风那个庶子为师。但我不一样，我可是万中无一的丹道天才，青山城的第一丹师，只能是我钱明。话音刚落，楚风姗姗来迟，众人顿时让开一条路。见到楚风之后，钱明从怀中取出一张泛黄的兽皮纸，小心翼翼地展开。这张兽皮纸上记载着一种名为玉凤丹的丹方，正是他这次的底气所在。玉凤丹是4品丹药，但其炼制难度却只有3品，而且药效奇特，更能帮助修士突破瓶颈。化神境以下，任何瓶颈只要服用此丹，皆可破境。凭借这张丹方，他在丹塔试炼中一定能炼制出惊世丹药，碾压楚风。楚风，这是玉凤丹的丹方，4品丹药。就算你能炼制出3品完美丹药又如何？我已经能炼制4品丹药了。孙佑威站在人群中，听到钱明的狂妄之言，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钱明，你屡次败在楚风手里，就连你的师尊神长老都心悦诚服地拜楚风为师，
你凭什么认为自己的丹道天赋比楚风强？你一个女人懂什么？钱明脸色一沉，而后怒声反驳道：丹道天赋和炼丹造诣是两回事，楚风不过是仗着有些奇遇，能炼制出完美丹药罢了。论天赋，他连我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他转头看向楚风，出言相讥：楚风，有本事就随我一同进入丹塔，一试便知。说完，他转身大步朝着丹塔大门走去。看着钱明走进丹塔，孙佑威的心中不由得泛起了一丝担忧，因为楚风好似丝毫没有进入丹塔的意思。楚风，你不进去吗？楚风扫了一眼丹塔，淡然道：不急。话音刚落，只见沈关急匆匆御空而来，他的衣衫有些凌乱，脸上带着一丝疲惫，显然是赶路太过匆忙。师尊，弟子回来了。沈关快步走到楚风面前，恭敬地躬身行礼，而后取出一枚淡青色的纳戒，递到楚风手中。师尊需要的药材，弟子已经全部凑齐了。楚风接过纳戒，用神识探查了一下，里面果然整齐地摆放着炼制九转凝神丹所需的所有药材。辛苦了。说完，他便转身走进了丹塔。见状，众人不由得开始议论出声：你们说谁的丹道天赋更强？听说丹塔之中藏着一尊炼丹炉，乃是圣器。没错，只有拥有9重丹道天赋之人才能获得那件圣器。楚风走进丹塔，丹塔一层的空间极为宽敞，四周分布着10个独立的炼丹室，每个炼丹室都由厚重的石门隔开。此刻，其中一个炼丹室的石门已经关闭，显然钱明已经开始在里面炼丹了。然而，楚风并没有像钱明那样选择炼丹室，而是径直朝着楼梯走去。刚一踏上2楼，便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压力扑面而来。2楼的空间比1层小了许多，地面上刻画着一个复杂的阵法，形成一道无形的屏障，阻挡着他前进。只不过前世楚风曾经进入过丹塔，对这里阵法早已摸透。当他踏入阵法的瞬间，金光骤然暴涨，无数道金色的符文朝着他席卷而来。然而楚风却如同闲庭信步一般，脚步丝毫没有停顿。他打出一道法诀，落在阵法的关键节点上。随着法诀的落下，阵法的金光渐渐暗淡下去，无形的屏障也缓缓消散。楚风轻松地穿过阵法，朝着3楼走去。一盏茶的功夫，楚风便已经登上了第9层。楼层的正中央摆放着一尊巨大的炉鼎，正是传说中的圣器乾坤紫金炉。在乾坤紫金炉的炉檐上，竟然坐着一位女子。她身着一袭火红的长裙，裙摆拖地，如同燃烧的火焰，将她玲珑有致的身材完美勾勒出来。一双修长笔直的玉腿交叠在一起，露出一小截白皙的肌肤，在火红长裙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诱人。然而她的身形却极为淡薄，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周身的灵力波动也极为微弱。她便是乾坤紫金炉的器灵紫嫣。看到楚风竟然能够登上第9层，紫嫣的美眸瞬间眯起。你是怎么上来的？楚风看着炉檐上的绝美女子，眼中闪过一丝欣赏。走上来的。紫嫣的眉头微微皱起，眼中的警惕更浓了。丹塔前8层的阵法，每一层都凶险无比，就算是阵道大师也不可能轻易破阵。信不信由你。楚风摊了摊手。紫嫣的眼中闪过一丝怒意，这个年轻人太过狂妄了。作为圣器的器灵，他也有着自己的骄傲。他的手中凝聚出一道淡红色的灵力匹链，带着凌厉的气息朝着楚风的胸口刺去。然而他实在太虚弱了，这一击的威力甚至比不上金丹境修士的全力一击。楚风看着扑过来的绝美女子，眼中闪过一丝无奈。他侧身一闪，轻易地避开了那道灵力匹链，同时他伸出右手，精准地抓住了紫嫣的手腕。紫嫣的手腕纤细而冰凉，如同上好的羊脂玉。楚风的指尖传来细腻的触感。放开我！紫嫣怒喝道，想要挣脱楚风的束缚，却发现楚风的手掌如同铁钳一般，紧紧地抓住他的手腕，让他动弹不得。他不甘心，另一只手朝着楚风的脑袋劈去。楚风左手探出，再次抓住了他的另一只手腕。此刻两人的距离极近，楚风能够清晰地闻到紫嫣身上散发出的一股淡淡的幽香。紫嫣的身体被楚风牢牢控制住，胸前的丰盈几乎要贴在楚风的胸膛上。你放开我，登徒子！紫嫣又羞又怒，挣扎得更加厉害了。她的身体不断扭动，胸前的丰盈也随之晃动，摩擦着楚风的胸膛，带来一阵异样的触感。楚风的喉结微微滚动了一下，这个女人实在是太诱人了，再打下去，你的灵体就要彻底散了。我是来帮你的。帮我！紫嫣的挣扎瞬间停止了，美眸死死地盯着楚风。楚风坦诚地说道，我可以帮你炼制一枚9转凝神丹，助你灵体恢复到巅峰状态。9转凝神丹！紫嫣的瞳孔骤缩，那可是9品丹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怎么可能做到？9转凝神丹的炼制难度，他比谁都清楚，那需要极为高深的丹道造诣和强大的精神力。我凭什么信你？就凭我能站在你的面前，能够轻松破解丹塔的阵法，登上第9层，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紫嫣的美眸紧紧盯着楚风，眼底的怀疑之色未曾散去。他见过太多人心叵测，深知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眼前这个年轻人能轻松登上丹塔9层，还能炼制出9转凝神丹，绝非等闲之辈，必然有所图谋。心念及此，他轻笑一声，而后冷声道，就算你上了9层楼又如何？
他可是太了解人类的龌龊心思了，要么让他认主，或者永远为其所用。身为圣器的器灵，他宁愿神魂消散，也绝不会成为他人痉挛。闻听此言，楚风的面色立即阴沉了下来。他登临这丹塔绝顶，甚至准备了九转凝神丹，自然是需要借助紫嫣的力量。他原本打算以诚相待，毕竟强行收服一个心存抗拒的器灵，绝非上策，却没想到这个女人给脸不要脸。楚风眼神中最后一丝温度褪去，既然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哼！一声轻哼，仿佛冰珠坠地。下一刻，楚风的身形瞬间消失在了原地。紫嫣瞳孔骤然一缩，他虽然并非全盛时期，但在这丹塔9层之内，他的感知本应无与伦比。可楚风的消失，他竟只捕捉到一丝微不可察的空间涟漪。还没等他调动塔内阵法力量锁定对方，一只修长而有力的手已经凭空出现在他面前，狠狠掐住了他的脖颈。紫嫣半透明的灵体猛地一颤，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紧接着一股无可抗拒的巨力传来。楚风掐着他的脖子，像甩一件破布袋般，毫不怜香惜玉的将他狠狠地灌在了地上。砰！一声闷响，紫嫣的灵体光滑乱颤，原本飘逸的流仙裙摆狼狈地散开。虽然灵体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疼痛，但这种被粗暴对待的感觉，以及灵力被禁锢的恐慌，让他心神俱震。楚风的身影在他面前凝视，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你不会真的以为我是在求你吧？紫嫣仰躺在地，绝美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丝异样的神色。她从未被如此粗暴地对待过，以往那些参加试炼者，即便心怀不轨，谁不是对她恭敬有加？何曾有人敢直接对她动手？你可恶！回过神来之后，紫嫣怒声道：“狂妄的蝼蚁，我要杀了你！我要调动丹塔禁制，将你彻底炼化。”然而楚风掐住他脖颈时注入的灵力，竟像无数细密的锁链，早已经封锁了他所有力量。啪！一声清脆无比的响声打断了紫嫣徒劳的威胁。楚风甩手就是一记力道十足的耳光，结结实实地扇在了紫嫣脸颊上。这一巴掌不仅打散了紫嫣正在凝聚的灵力，更打碎了她高高在上的冰冷外壳。紫嫣被打的头偏向一边，捂着脸颊，整个人都懵了。灵体传来一阵让她灵魂都为之震颤的波动，她怔怔地转过头，看向楚风，那双总是清冷孤高的紫眸里蓄满了奇异的水光。楚风冷漠地看着他，嘴角勾起：“就凭你一个器灵，还想杀我？”紫嫣捂着脸，声音突然变小了许多，甚至带着一丝颤音：“你也太强硬了吧！”这声音又轻又软，与他之前冰冷空灵的形象截然不同。楚风眉梢一挑，察觉到了异样。他仔细看向紫嫣，只见原本白皙的脸颊上竟然浮现出2抹绯红，一直蔓延到耳根。那双总是清澈冷冽的紫眸，此刻水光潋滟，雾气朦胧，哪还有半分刚才的清冷孤高，倒像是个受了欺负却欲罢不能的小女人。这副神态，这种反应似乎不太对劲。楚风心头猛地一动，一个荒诞却并非不可能的猜想浮上心头：我最强硬的地方你还没见过呢。他故意恶声恶气地说道，带着一种试探的意味。话音未落，他再次抬手，又是毫不留情的一巴掌扇在了紫嫣另一边脸颊上。约莫一盏茶的功夫后，空旷的丹塔9层，紫嫣已经整理好了略显凌乱的衣裙，脸颊上的红晕尚未完全褪去，仿佛熟透的蜜桃。她低眉顺眼，乖巧无比地跪坐在楚风身侧稍后的位置，像一只刚刚被彻底驯服的小兽。楚风神色平静，收服紫嫣的过程虽然出乎意料，但结果令人满意。简而言之，他已经被打服了，接下来可以开始炼丹了。楚风盘膝坐在乾坤紫金炉前，双目缓缓闭上。下一刻，一股磅礴的灵力从他体内爆发而出，周身泛起一道青色的丹炉虚影。紫嫣的美眸瞬间瞪大，她本就是乾坤紫金炉的器灵，见过无数丹师炼丹，可楚风竟然仅凭自身灵力凝聚出丹炉，这是他闻所未闻的炼丹方式。更让他震惊的还在后面，那些珍贵药材在进入丹炉虚影的瞬间便被炼化。丹炉虚影中每一种药材的精华都在被快速提炼，杂质被瞬间剔除，转化为一丝丝精纯的药液。这些药材的利用率竟然达到了100%，没有丝毫浪费。要知道，即便是最顶尖的丹师炼制丹药时，也会有或多或少的损耗，能将药材利用率达到80%，便已是极为罕见。可楚风竟然能做到零损耗，这简直是神乎其技。这怎么可能？紫嫣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美眸死死地盯着那道青色丹炉虚影。不过片刻功夫，楚风便缓缓睁开了眼睛，周身的青色丹炉虚影也渐渐消散。你准备好服用丹药了吗？紫嫣愣了一下，下意识地看向楚风空空如也的双手。丹药在哪呢？楚风指了指自己的丹田处，嘴角带着一丝玩味的笑容。在我体内。在你体内？紫嫣的美眸中满是疑惑。那我要怎么服用？楚风站起身，一步步朝着紫嫣走去。与我同修？你竟然想我？紫嫣又羞又怒，接连后退数步。她怎么也没想到楚风打的竟然是这个主意。楚风早已经看穿了这个女人的内心，假装脸上露出一丝无奈，转头对着空气说道：裴姨，她不想服用这枚丹药。话音刚落，一道紫色的流光从楚风腰间的星刺剑中飞出，落在地上，化作一位身着紫色长裙的绝美女子。她嘴角带着一抹妩媚的笑容，正是星刺剑的剑灵裴玉涵。
裴玉涵十分配合地陪着楚风演戏，他走到楚风身边，伸出纤纤玉手，亲昵地挽住楚风的胳膊，一脸娇媚之色。既然他不想要，那便给裴一把。说着，他亲吻了一下楚风的脸颊。楚风的喉咙微微滚动了一下，他确实只是想要裴玉涵配合演一场戏，却没想到对方竟然如此敬业，简直像是要跟他来真的一般。那柔软的舌尖划过脸颊，带来一阵酥麻的触感，让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绷紧了。紫嫣见到裴玉涵之后，顿时急了。他不过是一时间有些害羞罢了，谁说自己不想要了？如果九转凝神丹被裴玉涵夺走，那他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我要！紫嫣几乎是脱口而出，他确实需要九转凝神丹，不然用不了1个月，他就会彻底烟消云散。当初他的主人留下乾坤紫金炉，让他静待九重丹到天赋之人取走丹炉，传承丹道，可没想到始终没有出现拥有九重丹到天赋的人，他的魂力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淡，灵体越来越虚弱。现在新的主人已经出现了，自己自然不能错过他。楚风的眉头微微一挑，眼中闪过一丝戏谑。你要什么？紫嫣的脸颊长得通红，如同熟透的苹果。他可做不到裴玉涵那般搔首弄姿，但为了得到九转凝神丹，他也只能羞涩的低声道：我想要主人为我丹药。裴玉涵看着紫嫣羞涩的模样，美眸弯弯，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他凑到楚风的耳旁，轻轻咬了一下他的耳垂。你可是欠裴一枚九转凝神丹。楚风浑身一震，他转头想要说话，却发现裴玉涵的身形已经化作一道紫色流光，重新回到了新瓷剑中，只留下空气中残留的一缕幽香。他轻轻摸了摸自己的耳垂，脸上露出一丝无奈的笑容，而后再次朝着紫嫣走去。紫嫣感受到楚风的靠近，身体不由自主地绷紧了，心跳如同肋骨般狂跳。他抬起头，双手紧紧地攥着裙摆，火红的长裙被他攥得皱起了一团。楚风走到他面前，微微俯身，鼻尖几乎要碰到紫嫣的鼻尖。看到紫嫣眼中自己的倒影，他没有再犹豫，低头吻上了紫嫣柔软的唇。紫嫣闷哼一声，眼睛瞬间瞪大，但很快他便闭上了眼睛。一炷香的时间在两人的纠缠中悄然流逝。突然，紫嫣猛地弓起身子，她的周身爆发出一股磅礴的灵力波动，灵体瞬间变得无比凝实，不再是之前那般淡泊透明。与此同时，她的实力也在快速恢复，一路飙升至炼虚境。紫嫣缓缓睁开眼睛，美眸中闪烁着晶莹的光泽，她的神魂已经完全恢复，甚至比全盛时期还要强大。而这一切都得益于楚风炼制的九转凝神丹，竟然是10成药效。紫嫣怎么都没想到，楚风炼制的九转凝神丹竟然是完美丹药。就在此时，楚风凑到了他的耳旁，温热的气息喷洒在他的耳廓上。你说我炼制的这枚丹药是几重丹道天赋？紫嫣的身体微微一震，其实测试炼丹者天赋的并不是丹塔本身，而是他这个乾坤紫金炉的器灵，一直都是他通过观察炼丹者炼制的丹药品质、炼丹手法、灵力掌控等方面来判断试炼者的丹道天赋。天赋越高，炼制出的丹药品质越好，对应的天赋等级也就越高。钱明此刻还在丹塔一层的炼丹室中炼制玉凤丹，等待着他的评判。可现在他已经被楚风彻底征服，哪里还有心思去判定钱明的丹道天赋？紫嫣的双目微微失神，脑海中回荡着刚刚所发生的一切，喃喃道：主人是9重天赋，9重丹道天赋，这是丹道天赋的最高等级，也是他的原主人留下乾坤紫金炉时所期待的天赋等级。这么多年来，无数天才丹师前来试炼，最高也只达到过7重天赋，从未有人能达到9重。现在那个人出现了。丹塔外的广场上，喧嚣的议论声如同潮水般此起彼伏。前半程站在人群前排，面色紧绷，双手不自觉地攥成了拳头。他的目光死死盯着丹塔的大门，眼底满是紧张之色。为了给钱明弄到那张玉凤丹丹方，钱家几乎掏空了大半积蓄。若是钱明的丹道天赋不能碾压楚风，不仅钱家在青山城的地位将岌岌可危，他多年的心血也将付诸东流。沈官站在孙佑威身旁，神色平静，却难掩眼底的期待。他坚信能炼制出10成药效寿元丹的师尊，丹道天赋绝不可能平庸。钱明的斤两他最清楚，最多也就5重天赋顶天，根本不可能与师尊相提并论。孙佑威则秀眉微蹙，美眸中带着一丝担忧。他相信楚风的天赋，但钱明此次有千古奇方加持，他难免有些忐忑。周围的众人更是议论不休。你们说，楚城主和钱明谁的天赋更高？我赌楚城主，10成药效的完美丹药，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炼制的。钱明那玉凤丹可是4品丹药，炼制难度还不高，说不定能影响丹塔对他天赋的判断。众人之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丹道天赋极为稀有，5重便是万中无一的天才，足以被各大宗门争抢，而6重以上更是千年难遇。就在这时，一阵轻微的震动突然从丹塔底部传来，嗡！低沉的嗡鸣声中，丹塔第1层突然亮起一道金色的光芒，光芒从塔身的丹纹中溢出，如同流动的金沙，将第1层映照的金碧辉煌。紧接着，第2层、第3层、第4层、第5层金色光芒如同燎原之火，逐层向上蔓延。短短呼吸间，
丹塔第5层便被彻底点亮。5重，竟然是5重丹道天赋！我的天，青山城竟然出了一位万中无一的丹道天才！广场上瞬间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惊呼，众人纷纷瞪大了眼睛，盯着丹塔第5层的金色光芒。不管是谁，5重天赋都足以被丹阳宗当成核心弟子培养了。前半程的呼吸瞬间变得急促起来，双手攥得更紧了。5重天赋虽然不是他期待的6重，但也已经是万中无一的天才了。只要钱明能成长连起来，钱家在青山城的地位便稳如泰山。可他心中又隐隐有些不甘，毕竟为了那丹方花了那么多积蓄，若是不能碾压楚风，总觉得有些亏。他虽然看好自己的儿子可以楚风炼丹的天赋，应该也能达到5重天赋。然而就在众人以为光芒会就此停止时，第6层的丹纹突然也亮起了金色光芒。轰！第6层被点亮的瞬间，广场上的惊呼声再次拔高。六重天赋！前半程的眼睛瞬间瞪得溜圆，脸上的紧张瞬间被狂喜取代。老天保佑，一定是我儿钱明！6重天赋，钱家要发达了！他仿佛已经看到了钱家成为青山城第一家族，甚至被各大宗门拉拢的场景，嘴角的笑容根本抑制不住。为了这张丹方，钱家可以说是孤注一掷，如今终于看到了回报，这让他如何能不激动？孙佑薇的秀眉皱得更紧了，心中的担忧越来越浓。难道真的是钱明？6重天赋，这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沈关却摇了摇头，钱明绝不可能有如此天赋，这一定是师尊。师尊连10成药效的寿元丹都能炼制，丹道天赋定然还在丹王之上。果然，第7层的金色光芒亮了。7，一位修士瞪大了眼睛，手指着丹塔第7层，激动的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发出断断续续的音节。广场上瞬间陷入一片死寂，所有人都仿佛被施了定身咒一般。过了足足3息时间，广场上才出现惊呼声。7重天赋，竟然是7重天赋，这可是丹王级别的丹道天赋啊！传闻丹王年少时前来丹塔试炼，便是7重天赋。如今青山城也出了一位丹王级别的天才，前半程已经屏住了呼吸，比丹王还年轻的7重天赋丹师。若是钱明真的有如此天赋，整个大凤王朝的各方势力都会前来拉拢钱家。他的心脏狂跳不止，几乎要跳出嗓子眼儿，目光死死地盯着丹塔大门，期待着钱明出来的那一刻。就在众人还沉浸在7重天赋的震惊中时，第8层的金色光芒突然亮起，如同太阳般耀眼，瞬间照亮了整个广场。这已经超越丹王，整个大凤王朝历史上都从未出现过8重丹道天赋的丹师。青山城要崛起了，有这样一位绝世天才，大凤王朝都会因为青山城而震动。广场上的众人彻底疯狂了，8重天赋已经不是用天才2个字能够形容的了，这简直是丹道之神。7重天赋都能成就丹王之称，8重天赋若是成长起来，必然能够成为丹帝级别的人物。沈关的喉咙剧烈滚动了一下，他能成为这样一位绝世天才的弟子，简直是祖坟冒青烟了。难怪师尊敢说丹王也不过如此，这等天赋，丹王确实不及师尊万一。前半程的身体已经僵硬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这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极限。他甚至开始怀疑，这真的是钱明吗？钱明的天赋他最清楚，虽然不错，但真的达到如此逆天的程度。可他又不愿意相信这是楚风，毕竟楚风是钱家的死对头。就在这时，丹塔第9层亮了。第9层被点亮的瞬间，整个天地仿佛都安静了下来。死寂！一道粗壮的金光光柱从丹塔第9层直冲云霄，刺破了苍穹，在天空中形成一道巨大的金色光幕，方圆千里之内都能清晰地看到。传说中的9重丹道天赋竟然真的存在！丹帝，这是未来的丹帝啊！万古唯一，9重丹道天赋，万古以来第一人。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地盯着丹塔的大门，谁第一个从丹塔中走出来，谁就是那位拥有9重丹道天赋未来的丹帝。广场上静得可怕，只剩下众人急促的呼吸声。下一刻，丹塔大门缓缓打开，一道身影从门内走了出来，正是钱明。竟然真的是钱明！9重丹道天赋的竟然是钱明！钱家要崛起了！之前我还以为是楚风，没想到竟然是钱少。看来钱少才是真正的乾隆在渊。楚风呢？他怎么还没出来？该不会是天赋太低，不好意思出来了吧？众人看向钱明的眼神，如同在看一位未来的丹帝，充满了讨好。9重丹道天赋，万古唯一，这样的人物，未来注定要横行天下，谁不想提前攀附？钱明站在丹塔门口，脸上还带着一丝未散的忐忑。他刚才在一层炼丹室炼制完玉凤丹后，等了半晌，既没有感受到天赋测试的反馈，也没有听到任何提示音，心中其实有些没底。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炼制失败了，犹豫了许久，才硬着头皮走出丹塔。刚一出来，便被无数双炽热的目光包围，耳边是此起彼伏的恭维与惊叹，这让他心中的忐忑渐渐被一种莫名的狂喜取代。他下意识地朝着人群前排望去，一眼便看到了自己的父亲钱半成。父亲！钱半成早已激动得浑身颤抖，他猛地冲上前，一把抱住钱明，双手死死地攥着他的胳膊，指甲几乎要嵌进他的肉里。他的脸上布满了狰狞的狂喜，嘴角咧到了耳根，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狂笑。我的好儿子，你是9重丹道天赋！9重啊！
他之前还担心钱明的天赋不足以碾压楚风，现在看来那些担心都是多余的。9重天赋足以让钱明一飞冲天，别说小小的青山城，就算是整个大凤王朝，也要对他的儿子趋之若鹜。钱家即将成为真正的顶级势力，我儿钱明有大帝之资。轰！钱明的大脑如同被一道惊雷击中，瞬间一片空白。他愣愣地看着父亲疯狂的模样，又转头看向身后的丹塔，那道金色光柱还未消散，9层塔身的金色光芒璀璨夺目，如同在印证着前半程的话。更重要的是，楚风至今还没有从丹塔中出来。钱明的心脏疯狂地跳动起来，他终于反应了过来，楚风之所以没出来，肯定是还没有成丹，而他钱明才是那个拥有9重丹道天赋的绝世天才。沈关说的没错，他确实是万中无一的丹道奇才。之前被楚风屡次羞辱又如何？那些都只是暂时的，凭借这9重丹道天赋，足以让所有人都仰视他。别说这小小的青山城，就算是大凤王朝的皇室，也要对他奉若上宾。丹王又如何？传闻丹王当年也不过是7重丹道天赋，如今他可是9重，未来的他注定要超越丹王，成为真正的丹道至尊，受万人敬仰。我拥有9重丹道天赋。钱明他抬起头，之前被楚风打压的憋屈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睥睨天下的傲气。钱少，恭喜啊！钱少天赋逆天，日后必定前途无量，钱家要崛起了，以后还请钱少多多关照。周围的众人纷纷围了上来，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争先恐后的向钱明和前半程道贺。各种恭维的话语如同潮水般涌向钱明，让他更加飘飘然，仿佛自己真的已经成为了高高在上的丹帝。钱明享受着众人的追捧，目光在人群中扫过，最终落在了沈关的身上。他的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笑容，推开围在身边的人群，径直朝着沈关走去。沈关站在原地，看着钱明那负小人得志的模样，嘴角微微一抽。他太了解钱明了，钱明的丹道天赋虽然不算差，但最多也就5重，怎么可能是9重天赋？可是楚风到现在都没有出来，也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钱明走到沈关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眼中满是讥讽。沈关，你说的不错，我的炼药天赋确实是万中无一。沈关皱了皱眉，开口想要说些什么。徒儿，钱明的面色瞬间一寒，冷声道：我现在可是9重丹道天赋，未来的丹帝，你区区一个丹阳宗的外门长老，竟然还想做我师尊，你配吗？在他看来，沈关现在的身份地位已经不配做他的师尊了，不然日后便是他钱明丹帝的污点。我今日便与你断绝师徒关系。当初要不是你拜了楚风为师，说不定还能沾我一点光，可你偏偏有眼无珠，放着我这样的天才弟子不珍惜，去追捧一个天赋平平的家伙，真是可笑。周围的众人听到钱明要与沈关断绝师徒关系，纷纷露出了看热闹的神色。有人觉得钱明忘本，但更多的人却觉得理所当然。9重天赋的未来丹帝，自然不能有一个4品丹师做师尊，这简直是辱没了钱明的身份。沈关看着钱明嚣张的模样，心中叹息了一声。他当初对钱明说其丹道天赋万中无一，不过是为了鼓励他好好修炼撒的一个谎，却没想到钱明竟然当真了。念在往日师徒一场的情分，他也没有戳破钱明的这个美梦。也罢，你我师徒缘分已尽。钱明见沈关如此干脆，心中更加得意，以为沈关是怕了他。他冷哼一声，不再理会沈关，转身继续接受众人的追捧。而人群的另一角，孙家妇女的脸色却难看到了极点。孙幼薇死死地攥着拳头，脸色变得惨白。怎么可能？拥有9重丹道天赋的人，怎么可能是钱明？楚风明明在丹道一途的表现远胜钱明，楚风能炼制出10成药效的完美丹药，能轻松赢得与沈关的赌斗，甚至能让沈关这样的丹师心悦诚服的拜师。这样的人物，天赋怎么可能不如钱明？一定是哪里弄错了，一定是之前为了拒绝钱明的求亲，他已经彻底和楚风绑定在了一起，等于变相的得罪了钱家。现在钱明成了拥有9重天赋的未来丹帝，钱家的势力必将一日千里，孙家的下场可想而知。孙家家主孙元身体晃了晃，一个踉跄，险些跌倒在地。他的眼神空洞，嘴唇颤抖着喃喃自语：钱明竟然是9重丹道天赋，孙家完了。石兰英连忙伸手搀扶住他，脸上也满是恐慌。夫君，你别吓我，事情难道真的没有转机了吗？孙元的声音中充满了悔恨，长长叹息了一声。钱明成了未来丹帝，钱家必定会报复我们孙家，我们孙家在青山城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了。他原本以为楚风足够强大，能够庇护孙家，可现在看来，在9重丹道天赋的钱明面前，楚风的这点实力根本不值一提。他看着被众人簇拥在中央，意气风发的钱明，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若不是石兰英搀扶着，恐怕早已瘫倒在地。众人也注意到了孙家妇女的窘境，纷纷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神色。孙家这次怕是要遭殃了，之前和楚风走得那么近，现在钱明成了未来丹帝，孙家能有好果子吃？这就是选错对的下场，放着未来丹帝不嫁，偏偏要去依附一个天赋平平的楚风，真是自寻死路。我看孙家主还是赶紧去给钱家赔罪吧，说不定钱少大人有大量，能饶他们一命。石兰英看着孙元摇摇欲坠的模样，又看向孙幼薇倔强的侧脸，心中的焦虑瞬间爆发。
他指着孙佑威，痛心疾首的怒斥道：“都怪你！若不是你当初执意要和钱明作对，我们孙家怎么会落到如今的地步？现在好了，孙家的前途都要被你毁了。当初钱明上门求亲时，何等风光！若是佑威嫁过去，孙家不仅能攀附钱家，万宝阁的生意也能更上一层楼。可偏偏女儿不知好歹，非要和钱明对着干。现在钱明成了未来丹帝，孙家的处境简直是危在旦夕。”孙佑威紧抿着薄唇，唇瓣被他咬得泛起苍白，眼中却没有丝毫悔意。楚风所炼制的丹药皆是10成药效，钱明拿什么和他比？无论是当初还是现在，他都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哪怕是死，他都绝不会嫁给钱明。你，孙元被女儿的话气得浑身发抖，他脸色铁青，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他怎么也没想到，到了这个时候，女儿竟然还在维护楚风。石兰英连忙轻拍着孙元的后背，帮他顺气，同时压低声音提醒道：“老爷，您别气坏了身子，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挽回钱家。您当初不是已经口头答应了钱明和佑威的婚事了吗？虽然之前万宝阁和宝丹阁因为楚风生出了些矛盾，但只要佑威愿意嫁过去，再好好赔个罪，过去的事情自然就能接过去了。”闻听此言，孙元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脸上的怒气消散了不少。他猛地抓住石兰英的手，连忙点头：“对，你说的对。”他转头看向孙佑威，语气带着一丝强硬：“佑威，事到如今，你必须嫁给钱明，实在不行，我们就将万宝阁作为嫁妆，全部送给钱家。只要钱明大人不计小人过，日后能提携我孙家1、2，就算是付出再多，也一切都值得。”什么？孙佑威眼眶瞬间泛红，声音带着一丝难以置信。他这么多年一直尽心尽力地打理万宝阁，这早已经成了他的心血。如今父亲竟然为了巴结钱家，要将万宝阁拱手送人。父亲，楚风还没有从丹塔之中出来，您怎么就知道他的丹道天赋不如钱明？呵！孙元不由得发出一声冷笑，语气中满是不屑。出现一个9重丹道天赋，已经是万年难遇的奇迹，楚风怎么可能也是9重丹道天赋？这世上哪有那么多逆天的天才？孙家已经得罪了钱家，若是这个时候还不快点抱紧钱家的大腿，等到楚风从丹塔之中走出来，再去找钱家，钱明还会搭理他吗？他不敢赌，也赌不起。万一赌输了，整个孙家便要葬送在他的手中。退一万步讲，就算楚风也是9重丹道天赋，又能怎么样？同样都是9重，他为什么不选眼下最稳妥的钱明？钱明现在已经被所有人认定是未来丹帝，巴结他的势力不计其数，现在投靠还能占得先机。孙佑威看着父亲眼中的决绝，心中一阵冰凉。他父亲已经被钱明的9重天赋冲昏了头脑，无论他怎么说，父亲都不会改变主意了。父亲，我绝不嫁给钱明。逆女！孙元怒斥一声，再也懒得和女儿废话。现在时间紧迫，必须尽快去巴结钱明，晚了可能就来不及了。他狠狠瞪了孙佑威一眼，转身便挤进了围绕着钱明的人群之中。周围的修士们见状，纷纷主动为孙元让开道路，脸上带着玩味的笑容。他们都清楚孙元的心思，无非是想趁着钱明得意之时攀附钱家。孙元一边挤着人群，一边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对着钱明的方向大声喊道：“钱少，钱少！”他之前虽然口头答应了和钱家的婚事，但后来因为楚风炼制的完美丹药太过惊艳，他便一直拖着婚事，想要观望一番。如今钱明成了9重丹道天赋的未来丹帝，他心中最后一丝犹豫也消失了。选择楚风，孙家最多只能在青山城称王称霸；可选择钱明，孙家日后便能飞黄腾达，成为大凤王朝的一流世家。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一目了然。更何况，若是这个时候还和钱明作对，不知道有多少想要巴结钱明的势力会对他们孙家出手。所以这一次，他绝对不能再顺着女儿的性子胡来了。与此同时，一道身影从丹塔内走了出来，正是楚风。楚风抬头看了一眼明媚的阳光，只觉得神清气爽，不仅顺利得到了圣器乾坤紫金炉，更是收服了紫嫣这个炼虚境的器灵作为保镖，一箭双雕。看到楚风终于出来，众人齐齐侧头看了过去，原本喧闹的议论声瞬间小了许多。然而此刻众人的目光都有些怪异，因为丹塔除了之前亮起的9层金色光芒之外，再没有任何动静。要知道，丹塔是炼的天赋测试，只要炼丹成功，就会根据丹药的品质触发相应的天赋光芒。钱明出来后，9层光芒依旧璀璨，显然是钱明的天赋触发的。而楚风现在出来了，丹塔却没有任何反应，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楚风的丹道天赋要么是低得可怜，连1重都没有，要么就是炼丹失败了，根本没有触发天赋测试。楚风的丹道天赋不会连1重都没有吧？依我看，更有可能是被钱少的9层光芒给掩盖了。毕竟9层光芒太过璀璨，就算楚风有天赋，也被压得显现不出来了。我看他就是炼丹失败了，所以才没有检测出丹道天赋。有道理，之前还觉得楚风多厉害，没想到天赋这么差，看来钱少才是真正的丹道天才。之前那些追捧楚风的修士，此刻也纷纷倒戈，对着楚风指指点点，脸上满是鄙夷的神色。钱明听到众人的议论，脸上的笑容更加得意了。他转头看向楚风，嘴角勾起一抹嚣张的弧度。他就知道楚风不过是个运气好的废物，
真正的天才只有他自己。钱明猛地抬手举起了一枚通体银白的丹药，朗声道：“大家看好了，这就是我在丹塔之中炼制的玉凤丹，8成药效的4品丹药。”人群瞬间炸开了锅，4品丹药在青山城可是极为罕见的珍品，更别说还是8成药效的玉凤丹。对于那些卡在境界瓶颈多年的修士来说，这枚丹药简直是逆天改命的至宝。更重要的是，这枚丹药是钱明炼制的，是他9重丹道天赋的最好证明。能买下这枚丹药，不仅能获得突破的机缘，更等于间接和钱家攀上了关系。我愿意出8万灵石买此丹。一个身材肥胖的富商率先喊道，脸上满是急切。他卡在筑基9重多年，一直无法突破，这枚玉凤丹对他来说简直是救命稻草。我出10万。立刻有人加价。我11万，钱少的丹药绝对值这个价。15万，我出15万，钱少，这枚丹药卖给我，日后我愿为钱家马首是瞻。16万，我李家也愿追随钱少。竞价声此起彼伏，价格一路飙升，短短几息时间就从8万灵石涨到了16万，而且还在不断攀升。钱明看着眼前疯狂竞价的场面，脸上的笑容越发得意。他瞥了一眼楚风，心中暗道：楚风，看到了吗？这就是差距。你能炼制出10成药效的3品丹药又如何？我随手就能炼制出4品丹药，还有9重丹道天赋。你在我面前不过是个跳梁小丑。就在此时，一道响亮的声音从人群后方响起，瞬间盖过了所有的竞价声。我出20万灵石。众人纷纷转头，下意识地让开了一条道路。谁这么大手笔？只见孙元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径直朝着钱明走去。恭喜姑爷，贺喜姑爷！孙元走到钱明面前，深深鞠了一躬，语气恭敬到了极点。我孙家愿用20万灵石买下姑爷的成名丹药。为了巴结钱明，他也是下了血本，但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只要能攀上钱明这棵大树，孙家日后的回报将是无穷的。钱明看了看孙元那张谄媚的脸，他之前确实想过娶孙幼薇，毕竟万宝阁在青山城也算是不错的产业，但现在他是9重丹到天赋的未来丹帝，孙幼薇那样的女人已经配不上他了。他抬手拍了拍孙元的脸颊，冷声道：在我进入丹塔试炼之前，孙幼薇或许还有资格给我做妾，但现在她只配做我的婢女。轰！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狠狠砸在孙元的头上。他脸上的谄媚笑容瞬间僵住，整个人愣在原地。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如此低声下气的巴结，甚至愿意拿出20万灵石买下丹药，钱明竟然如此羞辱他，羞辱他的女儿。孙幼薇可是他的掌上明珠，青山城有名的才女，竟然只配几人做婢女。然而仅仅过了一瞬，孙元的脸上再次挤出谄媚的笑容，甚至比之前更加卑微。钱少说的是，能做钱少的婢女是他的荣幸，更是我们孙家的荣幸。为了孙家的未来，这点羞辱又算得了什么？只要能攀上钱明，别说女儿做婢女，就算是做牛做马，他也愿意。人群后方，孙幼薇听到钱明的话，又看到父亲那副卑微到尘埃里的模样，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浑身冰冷。钱明满意的看了一眼孙元的反应，心中的优越感更加强烈。他转头，目光再次落在楚风身上。楚风，你在丹塔之中炼制的丹药呢？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啊！他的声音故意放大，引得周围的众人也跟着纷纷附和。对啊，楚风，把你的丹药拿出来看看，该不会真的炼制失败了吧？我看他就是没有天赋，之前能炼制出完美丹药，肯定是运气好。楚风站在原地，平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心中早已了然。他在丹塔9层与紫嫣纠缠了许久，耽搁了不少时间，而钱明恰好在这个时候出来，众人自然误以为9重丹到天赋的人是钱明。至于他炼制的丹药，早已化作精纯的药液，被紫嫣吸收。这件事他自然无法当众说出来，就算说了也不会有人相信，反而会被当成是炼丹失败的借口。所以楚风只是淡淡的看了钱明一眼，并没有理会。可他的沉默在钱明看来却是默认了炼丹失败的事实。楚风，你之前不是很嚣张吗？靠着一些旁门左道炼制出几枚完美丹药，就真以为自己是丹道大师了？在我这个9重天赋的未来丹帝面前，你连提鞋都不配。楚风的眉头微微皱起，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寒意。他懒得和跳梁小丑一般见识，但这么跳的小丑还真是不多见。聒噪一声冷喝落下，楚风周身骤然爆发出源阴劲的威压，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楚风的身影瞬间出现在钱明面前。啪！清脆响亮的巴掌声响彻整个广场。钱明甚至没看清楚风是如何动作的，便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力量扑面而来。他惨叫一声，身体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噗！钱明喷出一口鲜血，2颗带着血丝的大牙从他口中飞出，他的半边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肿胀起来，如同猪头一般，火辣辣的疼痛让他几乎晕厥过去。我可是丹帝，你竟然敢打我！钱明捂着肿胀的脸颊，他可是未来丹帝，楚风竟然还敢打他，简直无法无天。楚风居高临下的看着地上的钱明，他抬起右脚，毫不犹豫地朝着钱明的大腿根处踩了下去。这一脚下去，直接踩碎了钱明的命根子。就你叫丹帝啊！啊！钱明发出一阵凄厉到极致的惨叫，声音如同杀猪般刺耳。他的身体蜷缩在地上，
剧烈的抽搐着，冷汗如同瀑布般从额头滑落，瞬间浸湿了他的衣衫。下身传来的撕心裂肺的疼痛，他好像失去了某种东西。楚风的脚依旧踩在他的大腿根处，力道没有丝毫放松。没有成长起来的天才就是蝼蚁。简单的一句话，却带着一股睥睨天下的霸道。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所谓的天赋，所谓的未来，都只是镜花水月。钱明就算有9重丹到天赋又如何？在他这个元婴境修士面前，依旧不堪一击，想捏死就捏死。钱明的惨叫声渐渐微弱下来，他的眼睛瞪得溜圆。他想放狠话威胁楚风，可剧烈的疼痛让他根本无法开口，眼前一黑，直接疼晕了过去。广场上瞬间陷入一片死寂，众人都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过了许久，广场上才响起一阵窃窃私语。楚风还真是霸道啊，竟然直接废了钱明。钱明可是9重丹到天赋的未来丹帝啊，他就不怕日后钱明报复吗？钱明毕竟是丹阳宗弟子，又如此有天赋，楚风废了他，丹阳宗的人定然会为钱明出头。孙元站在原地，看着钱明被废得凄惨模样，脸上的谄媚笑容瞬间凝固，他浑身颤抖着，双腿一软，险些瘫倒在地。楚风有一句话没有说错，没有成长起来的天才就是蝼蚁。在钱明彻底攀附其他大势力之前，他还不能得罪楚风。孙佑威看着眼前的一切，眼中的绝望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丝复杂的情绪。楚风还是那个楚风，依旧那么霸道，依旧那么让人看不透。楚风缓缓收回脚，目光平静地扫过全场，所有与他对视的修士都下意识地低下了头，不敢与他对视。哼，他冷笑一声，不再理会地上晕过去的钱明，转身朝着楚府的方向走去。沈关快步跟在楚风身后，脚步急促却又小心翼翼。他心里藏着太多疑问，师尊明明进入了丹塔，而且丹塔亮起了9层金光，那必然是有人触发了9重丹道天赋。所有人都以为是钱明，可他打死也不信。钱明那点能耐他最清楚，炼制一枚4品玉凤丹，就算是8成药效，也绝不可能触发9重天赋。当年丹王何等精彩绝艳，在丹塔中炼制的可是6品丹药，也才只得到7重天赋。钱明凭什么？唯一的可能就是师尊。可如果师尊才是真正的9重天赋拥有者，那他炼制的丹药呢？若是师尊真的炼制成功了9转凝神丹，为何不拿出来证明自己？可如果师尊炼丹失败了，那9重天赋又该如何解释？沈关几次想开口询问，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半晌，他终于还是按捺不住，试探性的开口道：“师尊，您在丹塔之中。”楚风的脚步略微停顿了一下，没有回头。钱明可是9重丹道天赋，未来的丹帝之资，你若是现在改换门庭，拜他为师，还来得及。沈关浑身猛地一紧，如同被冰水浇透。徒儿不敢。钱明怎配与师尊相提并论？徒儿此生只认您这一位师尊，绝无二心。经过寿元丹一事，他早已对楚风的丹道造诣深信不疑。就算全世界都认为钱明是9重天赋，他也坚信真正的天才只有他的师尊。就在这时，一道温柔的身影快步走上前，亲昵地挽住了楚风的手臂。夫君，要不我们搬离青山城吧？无论你想去哪里，我都陪着你。楚风看着赵有容担忧的脸庞，眼中露出了一丝疑惑之色。为什么要搬家？钱明觉醒了9重丹道天赋啊！赵有容眉头微蹙，你今日废了他，他定然怀恨在心。以他的9重天赋，日后定会被丹阳宗着重培养。丹阳宗可是大凤王朝的顶尖宗门，底蕴深厚。虽然楚风是元婴境修为，在青山城可以一手遮天，但面对那样的大宗门，根本就是匹夫撼树。我怕他日后仗着丹阳宗的势力报复你。楚风看着赵有容担忧的模样，抬手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放心吧，不用搬，先让他做几天美梦，等丹阳宗的人真的来了，他的梦也就该醒了。闻听此言，沈关不由得陷入了沉思。丹阳宗，咚！一声浑厚而悠远的钟声突然从钟楼响起，穿透了云层，传遍了整个丹阳宗。什么声音？气运钟，多少年没响过了。我记得从我进入宗门开始，就没听过气运钟响。丹阳宗的弟子们纷纷停下手中的事情，抬头望向钟楼的方向。气运钟在丹阳宗只是一个传说，据说只有遇到天大的机缘才会响起。咚！第二声钟声响起，比第一声更加响亮，2声了。气运钟竟然连响2声，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难道是宗门出现了什么绝世天才？不可能吧，宗门最近也没有什么天赋特别出众的新弟子啊。长老们也纷纷出关，身形闪烁，朝着钟楼的方向望去。钟声一声接着一声不断响起，越来越响亮，如同惊雷般在丹阳宗上空回荡。徐青拉住身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脸上满是好奇：“爷爷，这钟声到底是什么回事啊？”这位老者正是丹阳宗的徐长老，他此刻正仰头望着主峰的方向，嘴唇微动，竟然在一声一声地数着钟声。1响，2响，3响。随着钟声不断响起，徐长老的身体开始微微颤抖起来，脸上的平静渐渐被激动取代，他的呼吸变得急促，眼神越来越亮。4响，5响，6响。徐长老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身体的颤抖也越来越明显。徐青看着爷爷反常的模样，更加好奇了：“爷爷，您这是怎么了？不就是几声钟声吗？”7响
徐长老猛地提高了声音，身体剧烈的颤抖起来，眼中爆发出惊人的光芒。8响，当第8声钟声响起时，徐长老的眼皮不受控制的跳了跳。他活了近1000年，从未想过有生之年竟然能听到气运钟响8声。咚，第9声钟声轰然响起，在丹阳宗上空久久回荡。9响，竟然是9响！徐长老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放声大喊起来，声音带着一丝哽咽。长老们听到第9声钟声，也彻底沸腾了。9响，气运钟连响9声。那位老祖曾经说过，气运钟响，预示着丹道大才降世。9响，这得是何等逆天的丹道天赋啊！徐青被爷爷的反应吓了一跳，他连忙扶住徐长老，急切地问道：“爷爷，到底怎么回事？”徐长老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自己激动的心情。“妻儿，你有所不知，这气运钟是我们丹阳宗的一位老祖留下的。这位老祖当年在青山城留下了一座丹塔，那座丹塔不仅是传承之地，更是一座天赋测试塔。丹师进入其中炼丹，可根据丹药的品质测试出自身的丹道天赋。”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气运钟与丹塔气运相连，若是出现6重丹道天赋以上者，便会引动气运钟。老祖曾留下法旨，气运钟9响之日，便是我们丹阳宗兴盛之时。丹塔、气运钟9重丹道天赋。”徐青瞪大了眼睛，他听说过丹塔事情，一直只当这是一个传说，根本没有放在心上。没想到丹塔竟然和气运钟有关，而且还真的出现了9重丹道天赋之人。爷爷，这传说竟然是真的，这还能有假？徐长老感慨到，当年丹王也曾进入过丹塔试炼，他测出了7重丹道天赋，当时气运钟便响了7下。只可惜丹王并非我丹阳宗弟子，否则我丹阳宗早已成为大凤第1宗门了。徐青的心脏狂跳不止，他终于明白了爷爷为何如此激动。7重天赋的丹王已经是大凤丹道第1人，那9重天赋岂不是意味着青山城出现了一位比丹王还要逆天的丹道奇才？爷爷，您的意思是说青山城出了一个拥有9重丹道天赋的人？徐长老重重地点了点头，眼中闪烁着金光。如此绝世奇才，无论如何都要收入我丹阳宗门下，我要立即去见宗主商议此事。丹阳宗圣地，云苍兰正恭恭敬敬地站在玄真道人面前，语气凝重地禀报道：“老祖，我已经查清楚了，之前万通商会拍卖的那枚10成药效的寿元丹，竟然是出自我宗外门长老沈官之手。”什么？玄真道人的身体猛地一震，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难以置信的震惊之色。一个外门长老怎么可能炼制出10成药效的8品寿元丹？云苍兰点了点头，语气带着一丝肯定：“以沈冠的丹道造诣，断然不可能炼制出10成药效的寿元丹。依弟子之见，他背后一定有人。那枚寿元丹多半是他背后的人炼制的，他只是代为拍卖而已。”话音刚落，一声浑厚而悠远的钟声突然从远处传来。咚！玄真道人和云苍兰皆是浑身一震，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震惊。这是气运钟。云苍兰失声说道。玄真道人没有说话，只是竖起耳朵，眼神凝重地听着。第2声钟声响起，两人不再言语，而是默契地沉默下来，静静地数着钟声。1响、2响、3响。当第7声钟声响起时，云苍兰的身体已经开始止不住地颤抖起来，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激动。7响。当年丹王测试时，气运钟也只响了7响，这意味着青山城出现了一位至少7重丹道天赋的奇才。8响。第8声钟声响起的瞬间，玄真道人的眼皮也跟着不受控制地跳了跳。8重天赋，这已经超越丹王了。第9声钟声轰然炸响，如同惊雷般在玄真殿上空回荡。玄真道人和云苍兰猛地看向彼此，异口同声地说道：“9重丹道天赋！”玄真道人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之前的疲惫瞬间消散了不少。9重丹道天赋，传说中丹帝才有的天赋，竟然真的出现在了青山城，而且极有可能就是沈冠背后的那个人。云苍兰的脸上也满是狂喜，他猛地想起了什么，立即开口道：“老祖，我还查到沈冠有一名弟子名叫钱明，就是青山城本地人。您说那枚10成药效的寿元丹有没有可能是钱明炼制的？”玄真道人豁然起身，周身散发出一股磅礴的气息，立即让沈冠来见我，我要亲自问个清楚。老祖，沈冠他不在宗内。云苍兰连忙说道，他拍卖寿元丹所得的灵石，全部用来购买了一份炼制9转凝神丹的药材，好像是去了青山城。9转凝神丹，玄真道人的身体又是猛地一震。9转凝神丹可是9品丹药，如果有人能够炼制9转凝神丹，那必然也能够炼制无极寿元丹。我要亲自去一趟青山城。万宝阁，都给我滚开！一阵嚣张的脚步声便由远及近，一行人簇拥着一名女人，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走在最前面的女人正是赵翠，她一身绫罗绸缎，头上插着金钗，脸上敷着厚厚的脂粉，眼神里满是得意，哪里还有半分昔日的卑微模样。钱明早就知道赵翠和孙佑威之间有着不共戴天的恩怨，他被楚风废了之后，心中的恨意无处发泄，便特意让赵翠前来万宝阁，他要将所有的怨气都撒在孙佑威的身上。自从离开万宝阁之后，赵翠便靠着曾经钱明的关系去了宝丹阁，如今有了钱家撑腰，他自然要耀武扬威，
把往日里受的气加倍讨回来。在赵翠的身后跟着一个身材魁梧的老者，正是钱家新招揽的周供奉，金丹6重的修为。他原本是个闲散修士，听闻钱明觉醒了9重丹道天赋，未来前途不可限量，这才屁颠屁颠的找上门来，投靠了钱家，想着日后能沾光，跟着鸡犬升天。在周供奉的身后还跟着10几个钱家的仆从，他们一个个耀武扬威，眼神凶狠地扫视着万宝阁的伙计，一副天老大我老二的模样。赵翠一进万宝阁，便径直走到大堂中央，目光落在了孙佑威身上。孙佑威身着一袭淡蓝色长裙，他看着眼前的赵翠，眉头紧紧皱起，眼中闪过一丝厌恶。赵翠，你怎么还敢来我万宝阁？赵翠听到孙佑威的话，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孙佑威，你以为你还是以前那个高高在上的万宝阁阁主吗？他一步步朝着孙佑威走去，眼神里满是挑衅。实话告诉你，我现在是宝丹阁的管事，今日我来是奉了钱少的命，来接你去钱家的。接我去钱家？孙佑威的眉头皱得更紧了。我与钱家毫无瓜葛，为何要去钱家？赵翠嗤笑一声，语气越发刻薄。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你父亲早就答应了，要把你送到钱家，给钱少做婢女。孙佑威的身体猛地一颤，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他怎么也想不到，父亲竟然真的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为了攀附钱家，竟然不惜牺牲他的幸福，让他去给钱明做婢女。我父亲绝不会答应这种事。赵翠从怀里掏出一份字据，得意洋洋地扬了扬，这是你父亲亲手签下的字据，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自愿将你送入钱家，侍奉钱少。孙佑威看着那份字据，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堵住了，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见状，赵翠凑到孙佑威的面前，语气里满是报复的快感。孙家已经没人能给你撑腰了，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孙佑威的目光扫过万宝阁的长老，他们一个个低着头，不敢与他对视，他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是啊，父亲都答应了，还有谁会为他撑腰呢？孙佑威抬起头，语气带着一丝决绝。我孙佑威就算是死，也绝不会去给钱明那个废物做婢女。赵翠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他猛地扬起手，对着孙佑威的脸颊狠狠扇了一巴掌。啪！清脆响亮的巴掌声在寂静的万宝阁中显得格外刺耳。孙佑威，你竟敢辱骂钱少，我看你是给脸不要脸！孙佑威被这一巴掌打得偏过头去，脸颊上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疼痛，嘴角甚至渗出了一丝淡淡的血迹。他死死盯着赵翠，眼中的怒意如同火山般爆发出来。一个被万宝阁扫地出门的婢女，如今竟然敢打他！赵翠，你找死！孙佑威猛地运转体内的灵力，想要出手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贱人。可就在这时，站在赵翠身后的周供奉突然动了，他冷哼一声，周身爆发出一股磅礴的威压，金丹6重的灵力如同潮水般席卷开来，瞬间笼罩了孙佑威。孙佑威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力量压在自己身上，体内的灵力像是被冻结了一般，根本无法运转。金丹6重，他不过是筑基境，在金丹境面前根本没有任何反抗之力。赵翠看到孙佑威被周供奉镇压，脸上的笑容越发得意了。他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孙佑威红肿的脸颊，语气带着讥讽：孙佑威，现在的你连一条狗都不如，钱少愿意让你做婢女，那是你的荣幸。孙佑威怒视着赵翠，狠狠啐了一声：赵翠，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当初若不是我收留你，你早就饿死街头了。如今你竟然帮着外人来欺辱我，你会遭报应的。赵翠嗤笑一声，不屑地开口道：我跟着钱少，吃香的喝辣的，比在你万宝阁当牛做马强多了。孙佑威看着赵翠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心中的绝望如同潮水般涌来。他知道自己今天是难逃一劫了，可是他宁愿死也绝不屈服。孙佑威猛地伸手，拔出匕首，紧紧握在手中。我宁肯死，也绝对不会去给人为奴为婢。说着，他举起匕首就要朝着自己的脖颈刺去。放肆！周供奉见状，脸色一沉，他冷哼一声，周身的威压骤然增强。孙佑威只觉得浑身一僵，根本动弹不得，连手臂都无法抬起分毫。他的眼中满是不甘与绝望，泪水不受控制地滑落下来。将你带回钱家，是钱少交代给老夫的第一件事。周供奉的声音冰冷：你若是死了，岂不是在打老夫的脸？话音未落，周供奉猛地一挥手，一股强大的空间扭曲之力瞬间席卷而来，落在了孙佑威手中的匕首上。砰！匕首瞬间崩碎成无数碎片，散落一地。孙佑威看着地上的碎片，眼中的光芒彻底暗淡下去。连自尽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吗？既然你这么不识抬举，周供奉的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他一步步朝着孙佑威走去。那老夫就先废了你这一身修为，再把你带回去。他抬起手，掌心凝聚出一团浓郁的灵力，朝着孙佑威的丹田狠狠拍去。孙佑威绝望地闭上了眼睛，这一掌下去，他便会成为一个废人。可是想象中的痛苦却并没有传来。孙佑威疑惑地睁开眼睛，只见一道熟悉的背影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楚风。孙佑威看着那道背影，嘴唇颤抖着，泪水如同断了线的珍珠般滑落下来。楚风没有回头，他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目光冷冷地盯着周供奉。这个人我保了。
周供奉的手掌停在半空中，他看着突然出现的楚风，眉头紧紧皱起，眼中闪过一丝忌惮。他自然认得楚风，原英静的大能在青山城可以说是一手遮天，可是他已经投靠了钱家，若是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日后还怎么在钱家立足？周供奉咬了咬牙，硬着头皮说道：“楚风，他可是钱少要的人，你这样做就不怕得罪钱家吗？”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楚风便一拳轰出，轰！原英静的灵力如同火山般爆发出来，拳风呼啸。周供奉脸色大变，他连忙运转全部灵力，凝聚出一道厚厚的灵力护盾，咔嚓，灵力护盾瞬间破碎，楚风的拳罡狠狠砸在了周供奉的胸口，噗！周供奉喷出一口鲜血，直接飞出了万宝阁，他肋骨断了好几根，气息瞬间萎靡下去。看着楚风那冰冷的眼神，他哪里还敢停留，连滚带爬的从地上爬起来，头也不回的跑了。临走之时，他还不忘放句狠话：“今日之事，我定会禀报钱少，你给我等着！”看着周供奉狼狈逃窜的背影，那些跟来的钱家仆从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双腿打颤。他们哪里还敢停留，纷纷扔掉手中的棍棒，连滚带爬的跑出了万宝阁，生怕晚一步就会落得和周供奉一样的下场。赵翠看着眼前的一幕，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他双腿发软，想要逃跑，却发现自己根本挪不动脚步。楚风缓缓转过身，目光冷冷地落在赵翠的身上：“你该死！”赵翠吓得浑身一颤，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声音带着哭腔，语无伦次的求饶道：“楚公子饶命啊，大小姐救我！”可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便被楚风扼住了喉咙。赵翠的身体瞬间僵硬，她瞪大了眼睛，脸色长得通红。楚风的眼神没有丝毫波动，手腕微微用力，咔嚓一声脆响，赵翠的脖颈被直接扭断，她的身体软软的倒在地上，眼中的光芒彻底暗淡下去，再也没有了声息。做完这一切之后，楚风才缓缓转过身，看向孙佑威：“日后有什么难处，可以让小何去找我。”说完，楚风便转身准备离开万宝阁。孙佑威看着楚风渐行渐远的背影，眼神复杂，感激、委屈，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悸动。他看着那道背影，一股勇气突然从心底涌起。楚风的脚步顿住了，却并没有回头。孙佑威的心脏狂跳不止，脸颊瞬间变得滚烫，他的身体在微微颤抖，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可是他还是快步跑到了楚风的面前，拦住了他的去路。孙佑威抬起头，紧紧盯着楚风的目光。楚风看着眼前的孙佑威，他的眼眶红红的，脸颊上还带着巴掌印，却依旧美得惊心动魄。他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等着他的下文。孙佑威的嘴唇微微颤抖着，他沉默了良久，而后深吸一口气，主动开口道：“钱明想要让我为奴为婢，我不想。”楚风依旧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孙佑威的心跳更快了，他一字一句地问道：“你敢娶我吗？”话音落下，万宝阁内一片寂静，众人的目光齐齐看向孙佑威，瞳孔巨震。孙佑威的脸颊烫得惊人，他甚至不敢去看楚风的眼睛，紧张地低下了头。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会主动说出这样的话。楚风上前一步，两人之间的距离瞬间拉近，近到可以感受到彼此的呼吸。孙佑威的身体猛地一颤，他抬起头撞进了楚风的心眸之中。下一刻，楚风突然低下头，吻上了他的唇。孙佑威浑身一颤，眼睛瞬间瞪大，嘴角挤出一声细碎的嘤咛。良久，唇分。孙佑威被当众夺去了初吻，脑袋晕乎乎的，如同踩在云端一般，好似在做梦一般。直到楚风凑到他的耳边，温热的气息喷洒在他的耳廓上，带来一阵酥麻的触感。我倒是敢娶，但是你想好怎么面对你的家人了吗？孙佑威的身体猛地一震，瞬间清醒过来。是啊，父亲已经答应了钱家的事，孙家自然不会同意她嫁给楚风。楚风愿意和他一同面对，但是他想要知道孙佑威的态度到底有多坚决。孙佑威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从今以后，我便不再是孙家人。他已经想清楚了，与其留在孙家，不如跟着楚风。楚风满意地点了点头，而后牵起了他的手。那便跟我回府吧。孙佑威的呼吸猛地一滞，跟楚风回府。他怎么都没想到事情会进展得这么快。就在他愣神之际，一个清脆的声音突然响起：“大小姐！”只见小何快步从柜台后跑了出来，他跑到孙佑威的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大小姐，求您带小何一起走吧。”小何心里清楚得很，他在万宝阁能够立足，完全是因为楚风的关系。如今孙佑威要彻底和孙家决裂，那他留在万宝阁肯定会遭到报复。毕竟这些日子一直都是他在负责接待楚风，和楚风走得最近。孙佑威看着跪在地上的小何，他刚想开口，却看到楚风对着他点了点头。这段时间，小何在万宝阁确实尽心尽力地伺候他，楚风自然也不想让这个忠心耿耿的丫头留在万宝阁这个火坑里。带上她吧，你身边也需要有个伺候的丫鬟。小何听到楚风的话，连忙对着楚风和孙佑威磕了一个头：“谢谢大小姐，谢谢楚公子。”翌日，红灯笼挂满了楚家府邸的每一处眼角，灯笼上印着烫金的喜字。不同于寻常婚礼的繁琐流程，楚风为孙佑威办的这场婚礼少了迎亲，少了三媒六聘，
只因孙幼薇昨夜便已经住进了楚家的西厢房，今日便会成为他的妻子。小何捧着一套楚风连夜让人赶制的嫁衣，走进了西厢房。大小姐，该梳妆了。孙幼薇坐在床沿，看着那套流光溢彩的嫁衣，指尖微微颤抖。小何麻利地替她褪去身上的素裙，换上那身大红的嫁衣。铜镜里映出孙幼薇的脸庞，原本清丽的眉眼在红妆的映衬下多了几分娇艳。大小姐，您今天真漂亮。小何看着镜中的孙幼薇，由衷地赞叹道。他的心里像揣了一只活蹦乱跳的小兔子，满是欢喜与庆幸。想当初，他不过是万宝阁里一个不起眼的小丫鬟，每日里迎来送往，端茶送水，看尽了各色人等的脸色，还要小心翼翼地伺候着难缠的客人，生怕出一点差错。那时候的他何曾想过自己有朝一日能踏入楚家？比起在万宝阁的日子，现在的生活何止是强了100倍1000倍。他替大小姐高兴，他也替自己高兴。孙幼薇望着镜中的自己，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宛若是做梦一般。她确实曾经幻想过，若是能嫁给楚风，该有多好。那时候的幻想不过是少女怀春的小心思，藏在心底不敢言说的秘密。她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楚风早已经是她遥不可及的存在。本以为这辈子能远远地看着他，能和他维持着合作的关系，就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却没想到这一天竟然真的来了，而且来得如此之快，快得让他有些措手不及，快得让他直到此刻都觉得像是踩在云端，轻飘飘的，不真切。小何替孙幼薇挽好了发髻，插上凤钗，还是忍不住开口问道：大小姐，我听说钱明拥有9重丹道天赋，您嫁给楚公子，就真的不怕日后钱家报复吗？她虽然只是个小丫鬟，但是这些日子青山城关于钱明的议论，她听得太多了。9重丹道天赋啊，那可是传说中丹帝才有的天赋，是万年难遇的奇才。所有人都说钱明日后一定会被丹阳宗着重培养，一定会成为大人物。孙幼薇听到小何的话，脸上的笑容微微一顿，随即又恢复了平静。她转过头看着小何担忧的眼神，语气坚定地说道：哪怕是跟他死在一起，也好过给钱明为奴为婢。两人正说着话，门外传来了仆役的通报声：大小姐，家主已经在正厅等着了，吉时快到了。正厅里早已布置好了喜堂。司仪清了清嗓子，高声喊道：夫妻对拜。楚风和孙幼薇相对而立，正欲弯腰对拜之时，院外突然传来一阵喧闹之声：逆女！紧接着2道身影不顾仆役的阻拦，硬闯了进来，正是孙元和石兰英。刘全急得满头大汗，他知道家主今日大婚，不想让任何人来捣乱。可这2位怎么说也是今日新娘子的父母，他一个管家哪里敢真的动手拦着？孙元身着一身锦袍，脸色铁青，胡子都气得翘了起来。他一眼就看到了喜堂中央穿着凤冠霞帔的孙幼薇，顿时怒火中烧，指着他的鼻子厉声怒斥道：你这个逆女，还不给我滚过来！他的胸膛剧烈起伏着，气得浑身发抖。孙幼薇可是钱少看中的女人，钱少是什么人？那是9重丹道天赋的未来丹帝，只要孙幼薇乖乖的去给钱少做婢女，孙家就能攀附上钱家这棵大树，就能飞黄腾达，成为顶尖家族。可这个逆女竟然敢自作主张嫁给楚风，楚风得罪了钱少，嫁给楚风就等于彻底得罪了钱家，彻底断了孙家的前途。现在多少人挤破了头，想要入钱家为奴为婢都没有机会，她这个傻女儿竟然放弃了这样一步登天的机会，偏偏要往火坑里跳。然而孙幼薇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我已经不再是孙家人，从今往后我与孙家再无瓜葛。孙元指着孙幼薇，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石兰英叉着腰指着楚风的鼻子，尖声怒骂道：楚风，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拐骗我们的女儿！然而他的话音刚落，楚风便猛地抬起手，啪一声清脆响亮的巴掌声响彻整个喜堂。楚风一巴掌扇在了石兰英的脸上，力道之大，直接将石兰英扇飞。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在这里大呼小叫？石兰英捂着火辣辣的脸颊，瞪大了眼睛：我可是孙幼薇的娘，你竟然敢打我！楚风嗤笑一声，眼神越发冰冷：你不过是孙元的一个小妾，幼薇的生亲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轮得到你在这里耀武扬威？石兰英想要再说些什么，可当他对上楚风那带着杀意的眼神时，到了嘴边的话又硬生生地咽了回去。那眼神太可怕了，像是能把人活活吞了一样。他再也不敢多说一个字，只能转过身朝着孙元扑了过去，哭喊着：老爷，您可要替我做主啊！孙元看着石兰英红肿的脸颊，心中的怒火熊熊燃烧。他也知道自己根本不是楚风的对手，楚风是元阴境的大能，动动手指就能捏死他，想要用强根本就是痴人说梦。不过他之所以今日赶来闹场，也是有所依仗的。他算准了，楚风今日大婚图的是一个吉利，肯定不想见血，肯定不想把事情闹大。楚风就算再生气，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只不过他也算是看出来了，想要阻止孙幼薇嫁入楚家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但是他好不容易将女儿养这么大，岂能这么白白的让她嫁入楚家？必须要狠狠敲楚家一笔。想到这里，孙元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中的恐惧。楚风，幼薇可是我的女儿，你就算是想要迎娶她，也必须先下聘礼。
孙佑威的身体猛地一颤，指甲深深嵌入掌心，带来一阵尖锐的痛感，却远不及心口的寒凉。父母印闯楚家喜堂的那一刻，他的心底其实还残存着一丝微不足道的奢望。他以为，就算父亲再功利，母亲再刻薄，终究还是念着一丝血脉亲情，却没想到这两个人上门根本不是为了他，竟然只是为了要聘礼，为了钱。在他们眼中，他孙佑威根本不是什么女儿，只是一件可以用来换取零食的货物。孙佑威深吸一口气，强忍着眼中的酸涩，开口道：“我早已经和孙家没有了任何关系，今日我加入楚家是我心甘情愿，何须什么聘礼？你这个逆女！”孙元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孙佑威的鼻子，胸口剧烈起伏，险些一口气没上来，当场背过气去。他的脸色铁青，胡子都气得翘了起来。家族白养你这么大了吗？你吃孙家的饭，穿孙家的衣，如今翅膀硬了，就想一脚踹开孙家？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他的话音落下，石兰英也连忙附和，捂着依旧红肿的脸颊，尖声说道：“佑威，你可不能忘恩负义，要不是你爹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能有今天？楚公子要娶你，给聘礼，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楚风站在一旁，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他如何看不穿孙元的目的？什么血脉亲情，什么养育之恩，不过是为了敲诈勒索找的借口罢了。楚风轻轻拍了拍孙佑威的手背，目光平静地落在孙元的身上，直接开口道：“你想要多少零食，直接说。”闻听此言，孙元不由得心中一喜，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贪婪。他下意识地和身旁的石兰英对视了一眼，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同样的兴奋。果然，楚风还是怕了。孙元清了清嗓子，故意摆出一副为难的模样，伸出2根手指：“看在你和佑威真心相爱的份上，我也不多要，只要你能拿出200万两零食，我便同意女儿嫁入楚家，从此不再干涉你们的事情。”200万零食！一众宾客们瞬间炸开了锅，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满脸的难以置信。200万零食，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楚家就算是掏空了家底，也未必能拿得出这么多零食。孙元这哪里是要聘礼，分明是狮子大开口，想要敲诈楚风一笔。孙佑威更是气得浑身发抖，险些当场掀了自己头上的红盖头。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的父亲竟然如此厚颜无耻。200万零食，亏他也开得了这个口。他的女儿哪里值200万零食？孙佑威的胸口剧烈起伏，想要和孙元理论，却被楚风伸手抓住了手腕。放心，交给我来处理，别误了你的眼睛。说完，楚风不再理会孙元那副贪婪的嘴脸，抬手一挥，从纳戒之中取出一个古朴的小木盒。木盒通体由沉香木打造而成，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一看就不是凡品。楚风随手将小木盒扔到了孙元的面前，木盒落在光滑的青石板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这里有1枚大眼造化丹，足够抵你说的价格了吧？楚风的语气平淡，仿佛只是拿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东西，可这句话却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巨石，瞬间在喜堂里掀起了惊涛骇浪。大眼造化丹，那可是5品丹药啊！楚风哪里来的大眼造化丹？难道是沈官炼制的？沈官不是拜了楚风为师吗？不可能，沈官只是4品丹师，他怎么可能炼制出5品丹药？大眼造化丹可是化神大能在突破炼虚境之时所需的丹药，此丹可大大提升突破炼虚境的成功率。这样的丹药，价格绝对在200万零食以上。楚风竟然随手就拿出了1枚大眼造化丹做聘礼，这手笔也太大了。孙元的脸上却满是不信，他看着地上的小木盒，眼中闪过一丝怀疑：“你不会想要用1枚假的丹药骗我吧？大眼造化丹何等珍贵，你怎么可能拿得出来？”楚风闻言，语气平静地反问：“你之前好歹也做过万宝阁的阁主，1枚丹药是真是假？难道你还分辨不出来吗？”孙元被楚风的话噎了一下，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他看着楚风那副风轻云淡的模样，心中的怀疑更深了，却又忍不住想要打开木盒，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最终，他还是弯下腰，捡起了地上的那个小木盒。随着木盒打开，一股浓郁到极致的药香从木盒中四散而开，弥漫在整个喜堂里。孙元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木盒中那枚通体翠绿的丹药，仅仅是看着就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恐怖能量。他不由得呼吸一滞，脸上的怀疑瞬间被贪婪取代。竟然真的是大眼造化丹！孙元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心脏狂跳不止。他怎么都没想到，楚风竟然真的拿出了1枚货真价实的5品丹药。这一刻，他发现自己有些看不透楚风了。对方竟然能如此轻轻松松地拿出1枚5品丹药，这楚家到底是何等的底蕴？难道楚家的背后还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势力？孙元的脑海中闪过无数念头，脸上的表情变幻莫测。而站在楚风身旁的孙佑威，此刻也早已惊得目瞪口呆。他听小何说过，楚风昨日去万宝阁购买了许多珍贵药材，难道他昨晚就是在丹房之中炼制了这枚大眼造化丹？莫非楚风不仅仅是3品丹师，而是一位5品丹师？这个念头刚刚冒出来，孙佑威的心跳便不由得更快了。喜堂的角落里，沈官站在那里，看着眼前众人震惊的模样，不屑地撇了撇嘴。区1枚5品丹药就如此震惊，真是没见过世面。师尊可是当着他的面炼制出了1枚10成药效的8品寿元丹。沈官的目光落在孙元的身上，
眼中满是鄙夷。日后孙幼薇便是他的师母了。孙家若是凭着这层关系抱紧楚风的大腿，何愁不能飞黄腾达？何愁没有数不尽的零食和丹药？可是眼下这孙元竟然为了区200万零食，为了一枚5品丹药，就想和楚风撇清关系，就想断了这层天大的机缘。这简直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凭借着未来丹帝岳丈的名头，孙元未来能拥有多少枚大眼造化丹，恐怕是数都数不清吧。蠢货！孙元紧紧地攥着手中的小木盒，心中突然涌起一丝悔意，他是不是做错了？可是木已成舟，他已经收下了这枚大眼造化丹，就算是后悔也已经晚了。此时石兰英踉踉跄跄地跑到孙元面前，夫君，这真的是大眼造化丹？虽然他对丹药之道一窍不通，可5品丹药的名头他却是如雷贯耳。万宝阁开了这么多年，他跟着孙元也见过不少世面，自然知道一枚5品丹药的价值远远超过200万灵石。孙元的眼神却有些麻木，他低头看着木盒中那枚丹药，浓郁的药香丝丝缕缕钻入鼻腔，勾得他心头发颤，却又莫名的空落落的，像是丢了什么更重要的东西。他沉默了半晌，才缓缓点了点头。这确实是大眼造化丹，货真价实的5品丹药。众人的目光齐齐落在了孙幼薇的身上。楚家用一枚5品丹药做聘礼，这怕是青山城有史以来最豪华的聘礼了吧？孙幼薇站在喜堂中央，听着周围的议论声，眼眶里的泪水终于忍不住，如同断了线的珍珠般滚落下来，砸在大红的嫁衣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他的肩膀微微颤抖着，心酸、委屈、释然，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他几乎说不出话来。夫君，楚风感受到掌心传来的微微颤抖，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心疼。不过是区一枚5品丹药而已，算不得什么。轰！这句话如同平地惊雷，再次炸翻了全场。众人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看向楚风的眼神充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撼。区一枚5品丹药，那可是5品丹药啊！无数修士梦寐以求的至宝，怎么到了楚风嘴里，就像是一颗随手能丢的糖豆一样？孙元听着楚风的话，脸上的贪婪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丝复杂的神色。他深吸一口气，脸上挤出一丝谄媚的笑容，语气也放缓了许多，甚至带着一丝讨好。姑爷，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这拜堂成亲，高堂之上怎么能没有长辈呢？我身为幼薇的父亲，理应坐在高堂之上，受你们一拜啊！他一边说，一边朝着喜堂上方的太师椅挪去。只要能坐上那把椅子，受楚风和孙幼薇一拜，他就还是孙幼薇的父亲，日后就能借着这层关系，从楚家捞取更多的好处。一枚5品丹药算什么？只要抱紧楚风的大腿，日后想要多少丹药就有多少丹药。然而他的话音刚落，楚风的眼神骤然一寒。你也配？楚风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冷声道：拿了丹药赶紧滚！从今以后，幼薇和孙家再无瓜葛。他之所以愿意拿出这枚5品丹药，根本不是为了满足孙元的贪婪，而是为了彻底断了孙幼薇和孙家的关系，让他不会再有丝毫亏欠。孙家确实养育了孙幼薇这么多年，即便孙幼薇一心想要斩断和孙家的联系，心中多少还是会有一丝愧疚。现在一枚5品丹药，一笔远超养育之恩的补偿，足以让这份愧疚彻底烟消云散。从今往后，孙幼薇可以安心做楚家的夫人，再也不用受孙家的束缚。孙元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伸出去的脚步僵在半空，脸上的谄媚笑容也僵住了，变得无比难看。就在这时，一道身影骤然挡在了他的面前，正是沈关。沈关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周身元婴2重的威压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笼罩在孙元的身上。没听到我师尊的话吗？孙元被这股威压吓得浑身发抖，哪里还敢多说一句话？可他骨子里的贪婪还是让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朝着孙幼薇的方向看去。女儿，你日后可要好好服侍姑爷啊！他以为孙幼薇心软，只要孙幼薇开口，楚风一定会给他面子。可他这话却彻底激怒了孙幼薇。盖头下的孙幼薇只是冷冷地吐出2个字：掌嘴。师母发话，沈关没有丝毫的犹豫，他猛地抬起手，狠狠扇在了孙元的脸上。啪！一声脆响，响彻整个喜堂。这一巴掌的力道极大，孙元甚至没来得及反应，身体便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他的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肿起来，一颗带着血丝的大牙从他口中飞了出来。孙元重重地摔在地上，疼得龇牙咧嘴，浑身抽搐，半天爬不起来。见状，石兰英尖叫一声，连滚带爬地跑过去扶起孙元，看着他肿得像猪头一样的脸，瞬间红了眼。他转头指着孙幼薇，尖声怒骂道：你这个忤逆不孝的东西，你竟然连你父亲都打，你还是不是人？沈关的目光微微一眯，眼中闪过一丝杀意。都不需要孙幼薇开口，他便大步上前，抬手又是2巴掌，狠狠扇在了石兰英的脸上。啪啪，2声脆响接连响起，石兰英的身体直接被扇得转了2圈，重重地摔在孙元身边。他的2边脸颊瞬间肿得老高，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紧接着，沈关上前一步，像拎小鸡一样，一手一个抓住孙元和石兰英的后领，直接将2人拖出了楚家大门，随手扔在了门外的大街上。滚！闹剧落幕，喜堂里的喜庆氛围再次浓郁起来。
司仪清了清嗓子，挺直了腰板。新人夫妻对拜，送入洞房。夜色如墨，孙佑薇端坐在床沿，大红的嫁衣铺陈开来，如同盛开的烈焰玫瑰。房门被轻轻推开，带着一身清冽夜风的楚风走了进来。他握着玉如意，轻轻挑起红盖头的一角，红绸缓缓滑落，如同流霞坠地，露出孙佑薇那张羞红的脸庞，唇瓣嫣红饱满，还带着一丝水润的光泽。四目相对，孙佑薇的心跳漏了一拍，连忙闭上眼睛，长长的睫毛剧烈的颤抖着，连耳根都红透了。楚风看着他这副娇羞的模样，喉结微微滚动了一下。别怕，楚风的声音落在他的耳边，温热的气息拂过他的耳廓，带来一阵酥麻的痒意。孙佑薇的身体微微一颤，还没来得及回应，便被楚风轻轻扑倒在了床上。龙凤颈被柔软如云，带着淡淡的暖意，将两人包裹其中。红烛跳动，光影摇曳。轰！夺了孙佑薇的纯元之后，楚风仿佛打开了一道新的闸门，他的至阳道体力量更强了，这让他对灵力的掌控力提升了数倍，修炼速度至少提升到了5倍。更让他惊喜的是，修为也在道体突破的带动下突破到了元婴3重。一日一夜，红烛燃尽，天光破晓，孙佑薇悠悠转醒，只觉得浑身像是散了架一般，酸软的厉害，连动一下手指都觉得费力。他微微蹙眉，想要坐起身，却发现自己被楚风紧紧搂在怀中。孙佑薇的脸颊微微发烫，想起昨夜的种种，不由得红了脸。他轻轻挣脱他的怀抱坐起身，却突然感觉到体内传来一股异样的力量。他下意识地运转灵力，却发现自己竟然突破了。灵力在经脉中奔腾不息，比往日顺畅了数倍，修为已经踏入筑基5重。孙佑薇的眼睛瞬间瞪得溜圆，脸上满是新奇之色。他卡在筑基4重半年了，他日夜苦修，用尽了各种丹药，却始终无法寸进。可现在仅仅一夜之间，他竟然就突破到了筑基5重。我卡在筑基4重许久了，为什么一晚上就突破了？楚风被他的声音吵醒，缓缓睁开眼睛。他看着孙佑薇那副震惊的模样，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笑容。因为我昨晚上疏通了你体内淤堵之处，自然便突破了。疏通淤堵之处？孙佑薇一脸天真的追问道。你什么时候疏通的？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难道是用灵力帮我打通的经脉？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便顺着楚风的目光低头看向了自己那方寸之地的旖旎痕迹。此刻他哪里还不明白楚风是什么意思？孙佑薇的脸颊瞬间红得像是煮熟的虾子，从耳根红到了脖颈，连耳根都在发烫。他又羞又恼，伸出粉拳轻轻捶在了楚风的胸口，声音带着一丝娇嗔。你竟然取笑我！楚风抓住他的玉手放在唇边轻轻吻了一下。日后只要多疏通，保你能够快速突破境界。孙佑薇想起昨夜确实有一股奇异的力量涌入自己的体内，滋养着他的经脉。他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眼中满是期待。真的？楚风看着他那副期待的模样，嘴角的笑容越发深邃。他揽住他的腰，将他拉入怀中。你再试试不就知道了？怎么是？孙佑薇的话还没有说完，便被楚风再次推倒在了床上。直到日上三竿，两人才洗漱完毕，手牵着手走出了房门。孙家，孙元和石兰英盯着那枚5品丹药，一夜未眠。夫君，这枚大眼皂化丹可是5品丹药，我们该怎么处理？还有钱明那边，我们该如何交代？一提到钱明，孙元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钱明是什么人？9重丹到天赋的未来丹帝。他原本答应了钱明，要将孙佑薇送去做婢女，借此攀附钱家。可现在孙佑薇竟然嫁给了楚风，他还收了楚风一枚5品丹药的聘礼，这等于彻底得罪了钱明，还能怎么交代？孙元烦躁地抓了抓头发，孙佑薇那个逆女已经和我们断绝关系了，钱明要怪也只能怪他，可钱明未必会信啊。石兰英急得直跺脚，万一钱明迁怒于我们孙家，我们怎么办？就在这时，一道年轻的身影从内堂走了出来，此人面如冠玉，正是孙元和石兰英的儿子孙清扬。孙清扬的目光落在小木盒上，眼中闪过一丝算计。爹娘，依我看，这枚大眼皂化丹我们孙家守不住。孙元和石兰英皆是一愣，齐齐看向他。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枚5品丹药价值连城，足以让无数势力眼红。孙清扬徐徐开口解释道，与其守着他招来杀身之祸，不如将他献出去。献给谁？孙元不由得一愣，下意识地问道。孙清扬的眼中闪过一丝金光，语气带着一丝得意。我曾与丹阳宗弟子徐清姑娘在秘境之中相遇，互留了传音信物。徐清姑娘的爷爷乃是丹阳宗的徐安长老，若是能够将这枚大眼皂化丹送给徐长老，我不仅能够拜入丹阳宗门下，还能娶徐清为妻，与丹阳宗攀上关系。他顿了顿，继续说道，若是我们有了这层关系，钱明也无法怪罪我们，到时候我们大可以将这一切都推给楚风。石兰英听到这话，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她拉着孙清扬的手，激动地说道，儿啊，你什么时候和丹阳宗的弟子有了联系？孙清扬扬起下巴，语气中故意带着一丝谦逊。之前我与徐姑娘还未曾确立关系，所以儿子未曾禀报父亲和母亲。孙元看着手中的小木盒，眉头紧紧皱起，心中却是有些犹豫。一枚5品丹药就这样送出去，他实在有些舍不得。可孙清扬的话又确实有道理，孙家守不住这枚丹药，
献给丹阳宗，不仅能保住孙家，还能让儿子拜入丹阳宗，攀附上徐长老这棵大树。这笔买卖似乎并不亏。你和那位徐姑娘发展到哪一步了？如果送出一枚5品丹药，能够让儿子娶到丹阳宗内门弟子，还能拜入丹阳宗，那自然是值得的。可若只是儿子的一厢情愿，徐青根本看不上他，那孙家可就亏大了。孙清扬拍了拍胸脯，自信地说道：“爹，您放心，当初在秘境之中，我曾将秘境中的一件宝物相送，徐姑娘对我颇有好感，不然也不会留下传音信物。只要我将这枚大眼皂化丹送过去，她定然会帮我引荐徐长老，日后我们朝夕相处，自然也就能够水到渠成。”说着，孙清扬从怀中取出一枚青色的传信玉符，我这就联系徐姑娘。孙清扬说着，指尖凝聚出一丝灵力，注入玉符之中，一道微弱的光芒从玉符上亮起，随即一道消息便传了出去：“徐仙子在吗？”孙清扬脸上满是期待的笑容，他仿佛已经看到自己拜入丹阳宗门下，娶了徐青，成为丹阳宗长老的孙女婿，孙家飞黄腾达的场景。而此刻，青山城外的高空之上，一艘巨大的御空舟悬浮在云层之中，徐青正站在御空舟的船头，眺望着远方的青山城。他身着一袭青色长裙，眉宇间带着一丝好奇。此次他跟着老祖以及一众长老前来青山城，就是为了亲眼见见那位测出9重丹道天赋的奇才。毕竟9重天赋千年难遇，就连老祖都对此人极为重视。就在这时，他袖中的一枚青色玉符微微震动了一下，徐青眉头微皱，伸手取出玉符，一道微弱的灵力波动传来，上面浮现出一行小字：“徐仙子在吗？”看到这行字，徐青的眼中闪过一丝淡淡的不屑。当初在秘境之中相遇，孙清扬确实帮过他一次，还送了他一件不算太珍贵的宝物，他看在那份情分上才留下了传音玉符。可自那以后，两人便再无交集。他是丹阳宗内门弟子，孙清扬不过是一个小家族的子弟，两人之间的差距如同云泥之别。徐青扫了一眼玉符上的消息，连回复的兴趣都没有。站在他身后的徐长老见状，不由得开口问道：“妻儿何事？”徐青摇了摇头，语气平淡地说道：“没什么，不过是一个小家族的子弟，不必理会。”徐长老点了点头，没有再多问。他的目光落在远方的青山城，眼中满是期待。很快，他就能见到那位9重丹道天赋的奇才了。孙家大堂，孙清扬眼巴巴地看着手中的玉符，却始终没有等到任何回复。他的脸上满是尴尬，不由得摸了摸鼻子，看向孙元和石兰英，强笑道：“可能徐仙子在忙，没看到消息。”孙元和石兰英的脸上露出一丝失望，却没有多说什么。孙清扬不死心，再次注入灵力，连发数条消息：“我是青山城孙清扬，自秘境一别，已是许久未见，不知徐仙子过得可好？”消息一条接一条的发了出去，可始终没有回复。一旁的孙元看着儿子捧着传信玉符，脸上的期待如同潮水般涨了又落，终究是看不下去了。算了，他活了大半辈子，什么风浪没见过。孙清扬这点心思，他一眼就看穿了。那徐青是丹阳宗内门弟子，长老的亲孙女，两人在秘境中不过是萍水相逢，哪里就谈得上什么交情，更别说娶人家进门了。这枚大眼皂化丹虽然珍贵，可若是真的拿去巴结，恐怕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孙清扬听到父亲这话，肩膀猛地垮了下来，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难道就这样放弃了？这可是他唯一能攀上丹阳宗的机会。他咬了咬牙，事到如今，只能赌一把了。孙清扬深吸一口气，再次发出了一条消息：“我孙家得到了一枚大眼皂化丹。”嗡！那枚沉寂了许久的传信玉符突然发出一阵轻微的震动，一道柔和的灵光从玉符上亮起，紧接着玉符上缓缓浮现出2个字：“当真。”动了！玉符动了！石兰英激动地尖叫出声。孙清扬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他猛地挺直了腰板，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心中的石头轰然落地。果然，徐仙子还没有忘记他。他几乎是手忙脚乱地注入灵力，飞快地回复道：“千真万确，而且是10成药效的大眼皂化丹。”这一次消息回复得非常快，快得超乎孙清扬的想象。玉符上再次亮起灵光，浮现出一行娟秀的字迹：“我就在青山城，稍后我便会去找你，等我。”看到这行字，孙清扬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头顶，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他死死地盯着玉符上的字，反复看了好几遍，生怕自己是在做梦。他颤抖着手指回复了4个字：“好，我等你。”放下玉符的那一刻，孙清扬的腿都软了，险些瘫倒在地。钱家，徐青握着手中玉符，美眸微微流转。孙家不过是青山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家族，孙清扬那小子资质平平，修为也不过是筑基中期，他哪里来的大眼皂化丹？不过此刻的他暂时无暇去思考这些，他的目光落在床榻上那个面色苍白的年轻人身上，因为他已经见到了那位拥有9重丹道天赋之人。此时的钱明正虚弱地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如纸，气息也有些萎靡，被楚风一脚废了命根子，他足足昏迷了1天1夜。见到丹阳宗的宗主云苍兰，钱明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原本萎靡的气息竟然凭空多了几分底气。有丹阳宗撑腰，楚风算什么东西？原因竟又如何？
今日定要让楚家鸡犬不留。钱半成恭恭敬敬地站在床榻旁，腰杆弯得如同虾米，脸上满是谄媚的笑容。他见丹阳宗的众人目光落在钱明身上，连忙上前一步，对着玄真道人控诉楚风的恶行：诸位可一定要为我儿做主啊！那楚风明知道我儿是丹阳宗弟子，还将我儿伤成了这个样子，他根本就没有将丹阳宗放在眼里。钱明躺在床榻上，缓缓抬起头，目光落在云苍兰的身上。宗主，弟子只有一个要求，灭了楚家。云苍兰闻言，眉头微微一蹙，却没有立刻答应。他看着钱明，语气平淡地说道：你若真的拥有九重丹道天赋，老祖自然会为你做主。此话一出，钱半成的眼睛瞬间瞪得溜圆，没想到站在眼前的这位老者竟然是丹阳宗老祖。他怎么也没想到，不仅丹阳宗的宗主来了，就连传说中的玄真道人都亲自驾临。有老祖出手，就算是100个楚风，也不过是弹指可灭。钱家要崛起了，真的要崛起了。钱明听到云苍兰的话，也是心中一喜。他豁然转头，目光落在站在人群最前方的那位老者身上。钱明还是第一次见到玄真道人，心中却没有丝毫敬畏，反而涌起一股强烈的优越感。他可是9重丹道天赋的未来丹帝，就算是丹阳宗老祖都要亲自来拜见他。丹阳宗不过是他人生的起点罢了。今日他靠着丹阳宗报仇，日后他成为丹帝，丹阳宗还要仰仗他的鼻息。钱明挺看着玄真道人，语气带着一丝倨傲，甚至隐隐透着一丝施舍的意味。老祖，弟子进入丹塔试炼，测试出9重丹道天赋，整个青山城的人都亲眼所见，他们都可以作证。日后我若是成为丹帝，绝不会忘记宗门今日之恩，定会提携丹阳宗。这话一出，站在玄真道人身后的一众长老眉头都微微皱了起来。死子好大的口气！玄真道人那双浑浊的眼睛微微眯起，仔细打量着钱明。他们一行人抵达青山城后，便已经派人打探过了。所有人都说钱明就是那个触发丹塔9层金光，测出9重丹道天赋的人，否则他们也不会直接来到钱家。只不过相比于钱明的丹道天赋，玄真道人此刻更关心的是那枚10成药效的寿元丹。那枚在万通商会拍卖的寿元丹，可是你炼制的。轰！这句话如同惊雷般狠狠砸在钱明的头上。钱明的身体猛地一颤，脸上的嚣张笑容瞬间僵住。寿元丹，可问题是那枚丹药根本就不是他炼制的。钱明的心脏狂跳不止，脑海中瞬间闪过无数念头。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全靠着9重丹道天赋这张底牌。钱明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中的慌乱。他梗着脖子，硬着头皮道：没错，就是我炼制的，不过是一枚寿元丹罢了。以他9重丹道天赋，日后得到丹阳宗的倾力培养，必然能够炼制出来。此话一出，整个正厅瞬间陷入一片死寂。云苍兰和玄真道人对视一眼，眼中闪过一丝了然。他们其实早就有所猜测，此刻不过是确认罢了。可其他的长老们却是彻底惊呆了。那枚10成药效的寿元丹，竟然是钱明炼制的，8品完美丹药，这等造诣，就算是丹王也不能及。难怪他能测出9重丹道天赋，这等丹道造诣简直是逆天。钱少果然是万年难遇的奇才，未来丹帝可期啊！有这样的弟子，我丹阳宗何愁不兴？众人都知道万通商会拍卖那枚10成药效寿元丹的事情，当时所有人都在猜测是哪位隐世的丹道巨擘炼制的，却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是眼前的年轻人。听着这些议论声，钱明的心脏都漏跳了一拍。10成药效的完美寿元丹，他原本以为仅仅是需要炼制1枚寿元丹，却没想到那竟然是完美丹药。究竟是谁炼制出了完美的寿元丹？可是听着众人的恭维声，他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楚风在他面前不过是跳梁小丑，今日有丹阳宗为他撑腰，楚家必灭。他仿佛已经看到楚风跪在他面前求饶的模样，看到孙幼薇哭着喊着求他原谅的场景，整个青山城都要匍匐在他的脚下。在听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之后，玄真道人继续开口问道：那你可否炼制无极寿元丹？这句话一出，全场瞬间陷入死寂。无极寿元丹，那可是传说中的9品丹药，1枚便可延寿1000年。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玄真道人来说更是至关重要。若是钱明能炼制出无极寿元丹，他便有了1000年的时间去冲击合体境，长生有望。否则他此生恐怕只能止步于炼虚境，最终化为一抔黄土。而听到这个问题的钱明父子，心脏更是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尤其是钱半成，他的身体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他太了解自己的儿子了，钱明现在撑死了也就3品丹师的水准，连4品丹药都练得磕磕绊绊，8品的寿元丹都不可能炼制出来，更别说9品的无极寿元丹了。刚才钱明撒谎说寿元丹是他炼制的，他就已经吓得魂飞魄散，生怕被玄真道人看穿。现在玄真道人竟然又问起了无极寿元丹，撒了一个谎就必须要用无数个谎言去圆。他真的不明白自己的儿子刚才为什么要逞能撒谎。那枚10成药效的寿元丹明明就不是钱明炼制的呀！钱明躺在床上，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头顶。他现在骑虎难下，若是承认自己不能炼制，之前的谎言就会不攻自破，钱家必将万劫不复。这个老东西不帮他报仇也就罢了，竟然还在这里问东问西，没完没了。无极寿元丹可是9品丹药，
就算他真的拥有9重丹道天赋，也不可能轻易炼制出如此珍贵的丹药啊！他现在不过筑基境，拿什么炼制9品丹药？但他知道自己不能慌，一旦露怯钱家，就彻底完了。钱明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恐惧，喉咙微微滚动了一下。老祖，我现在还无法炼制。玄真道人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个答案，只是不甘心地问道：“你能够炼制9转凝神丹，为何不能炼制极寿元丹？”两人的聊天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钱明的心脏狂跳不止，大脑飞速运转，拼命想着借口。他的目光猛地一沉，眼中闪过一丝怨毒的光芒。我被楚风所伤，道心受创，暂时无法再炼制高阶丹药了。这个理由简直是天衣无缝。果然，玄真道人听到这话，脸色瞬间沉了下来，眼中爆发出浓烈的杀意。楚风！玄真道人咬牙切齿地吐出这2个字：敢对我丹阳宗的弟子动手，老夫定要将他碎尸万段。钱明看到玄真道人动怒，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多谢老祖，弟子日后定当潜心修炼，早日修复道心，为老祖炼制出无极寿元丹。玄真道人缓缓收敛了威压，眼中闪过一丝满意之色。从今日起，你便是我丹阳宗圣子，宗门内的所有资源任你取用。闻听此言，众人皆是心中一惊。钱明原本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外门弟子，如今竟然一步登天，成为了丹阳宗的圣子。但没有一个人敢提出反对意见，因为这话是老祖说的。而且钱明拥有9重丹道天赋，未来前途不可限量，这个圣子之位他当之无愧。前半程更是激动的浑身发抖，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圣子，他的儿子竟然成了丹阳宗的圣子。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钱明却没有立即答应。他的目光微微一转，余光落在了徐青身上，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贪婪。在宗门的时候，他就对徐青垂涎3尺，无数次在梦中幻想过拥有他的场景。只可惜那时候的他只是个不起眼的外门弟子，根本不配仰望徐青这样的天之娇女。可现在不一样了，他是丹阳宗的圣子，他有资格拥有一切，包括徐青。到了梦想成真的时候了。钱明缓缓抬起头，目光直视着玄真道人。老祖，想要我做圣子，我有一个条件。玄真道人眉头微微一蹙，眼中闪过一丝不悦，但他现在有求于钱明，只能耐着性子问道：什么条件？钱明抬起手，毫不避讳地指向徐青：我倾慕徐师姐久矣，我要她嫁给我。嗡！这句话如同惊雷般炸得徐青浑身一颤，他只觉得遍体生寒，一股恶心的感觉从心底涌起。他可是听说了，钱明已经被那个叫楚风的人废了命根子，根本无法再行男女之事，嫁给一个太监，这简直是对他的羞辱。更何况自从他进门之后，钱明的目光就一直色眯眯地盯着他，让他浑身不自在。哪怕对方拥有9重丹道天赋，哪怕对方是丹阳宗的圣子，他也不想委屈自己。徐青深吸一口气，对着玄真道人躬身行礼道：老祖，我不嫁。你说什么？钱明的目光瞬间一寒，眼中的贪婪变成了阴鸷。贱人，不识好歹的贱人！若不是因为他现在被废了，徐青这样的女人只配做他的痉挛，哪里有资格做他的圣子夫人？现在他已经成了丹阳宗的圣子，对方竟然敢拒绝他。钱明的心里早在被楚风废了之后就已经变得扭曲，他恨楚风，恨所有比他过得好的人，更恨这些看不起他的女人。在他眼中，女人不过是玩物，是用来蹂躏的。徐青越是拒绝，他就越是想要得到她，然后狠狠地折磨她，发泄心中的怒火。钱明看着玄真道人，语气带着一丝威胁：老祖，我若是道心不畅，此生便再也无法炼制出无极寿元丹了。这句话直接戳中了玄真道人的软肋。为了得到无极寿元丹，别说是让徐青嫁给钱明，就算是让徐青去死，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立刻动手。徐安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看着床榻上嚣张跋扈的钱明，又看着面无表情的玄真道人，心中顿时一紧。孙女是他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宝贝，怎么能嫁给一个太监？徐安连忙上前一步，语气带着一丝哀求：老祖，青儿早已心有所属，而且被我宠坏了，实在不配嫁给圣子殿下。然而玄真道人根本不为所动，他周身的威压瞬间释放出来，狠狠压在了徐安的身上。扑通！徐安的身体一软，重重地跪倒在地上，像是被压弯了的老树。他想要抬头求情，却发现自己连抬起头的力气都没有。徐安，玄真道人的声音冰冷：圣子的道心关乎我丹阳宗的未来，你要以大局为重。钱明看着徐安跪在地上凄惨的模样，心中暗暗得意。如今他就是丹阳宗的天，老祖为了他可以做任何事。如此一来，丹阳宗的任何女人他都可以得到，哪怕是他想要睡宗主夫人，云苍兰也得乖乖的将人送到他的床上。徐青看着爷爷跪在地上受辱的模样，他知道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他连忙跪在了老祖的面前，哭着说道：老祖，我愿意嫁，你饶了爷爷吧。玄真道人听到这话，眼中的冰冷终于褪去了一丝。来人，抬着圣子随老夫前往楚家，今日老夫要灭了楚家。楚家！砰！一声震耳欲聋的撞击声从楚家的府门方向传来，紧接着一阵沉重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朝着庭院的方向逼近。是丹阳宗的人。赵有容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猛地站起身，紧紧攥着楚风的衣袖。来人至少有10几位元婴境，
还有一道深不可测的气息。楚风却依旧坐在石凳上，端着茶杯的手稳如泰山。只见庭院的入口处，为首之人是一位老者，正是玄真道人。在玄真道人的身后，跟着丹阳宗宗主云苍兰以及10几位丹阳宗长老。而在这群人的簇拥下，钱明被2个仆从小心翼翼地抬着，半躺在软轿上。当看到楚风的那一刻，钱明的眼中瞬间爆发出浓烈的恨意。他挣扎着想要做起身，却被腰间的剧痛牵扯得龇牙咧嘴。楚风，你没想到吧？我回来了，我现在已经是丹阳宗的圣子，今日谁都救不了你。你欠我的，我要你100倍、1000倍的还回来。有玄真道人这位炼虚境老祖替他出头，楚风就算是元婴境又如何？今日必死无疑。钱明看着楚风那张云淡风轻的脸，心中的快意如同潮水般涌来。他仿佛已经看到楚风被玄真道人一掌拍死，楚家被夷为平地，孙佑威和赵有荣哭着喊着求他放过的场景。赵有荣和孙佑威的脸色更加惨白，两人死死地攥着楚风的衣袖，低声劝说道：“夫君快走，丹阳宗势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快走。”楚风再厉害，也不可能是这么多人的对手。丹阳宗这次来势汹汹，显然是要置楚风于死地。只要楚风能活着离开，总有一天能卷土重来。楚风放下了手中的凌迟，而后拍了拍两人的玉手：“慌什么？不过是一群跳梁小丑罢了。”这云淡风轻的态度让钱明的脸色瞬间变得扭曲，尤其是当他看到楚风身旁的孙佑威和赵有荣时，他更是觉得自己被楚风夺走了一切。老祖，就是此子他打伤了我，我要他死，我要楚家鸡犬不留。玄真道人目光一寒，他闭关了这么多年，竟然有人说出他是跳梁小丑。一股恐怖的炼虚境威压朝着楚风席卷而去，石桌石凳直接化为齑粉。伤我宗圣子，死！丹阳宗的长老们见状，皆是一脸漠然。炼虚境的威压足以碾压元婴境修士。钱明更是得意的狂笑起来，眼中满是期待之色。楚风，我要看着你被老祖的威压碾成肉泥。然而让所有人都震惊的一幕发生了。楚风站在原地纹丝不动，那足以碾碎天地的炼虚境威压落在他的身上，竟然如同石沉大海，没有掀起丝毫波澜。这怎么可能？炼虚境的威压之下，他竟然毫发无伤。元婴境的修为竟然能硬抗炼虚境的威压。丹阳宗的长老们瞬间炸开了锅，一个个瞪大了眼睛，他们皆是盯着楚风，如同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怪物。云苍兰的脸色也瞬间变得凝重，眼中闪过一丝深深的忌惮。楚风身上的气息确实是元婴3重，可他为什么能硬抗老祖的威压？钱明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嘴里喃喃自语：怎么会这样？玄真道人也是眉头微皱，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威压确实落在了楚风的身上，可对方却像是有某种至宝护身，将威压尽数抵消。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沈关急匆匆地从内院跑了出来。他原本正在后院的丹房里研究丹药，听到前院的动静，连忙赶了过来。当看到丹阳宗的众人时，一脸错愕：宗主，您怎么来了？云苍兰看到沈关，眉头顿时皱得更紧。沈关，你怎么在这？之前他还在纳闷，在钱家为什么没有见到沈关，没想到对方竟然在楚家。沈关可是钱明的师尊，钱明被楚风打伤，沈关不帮钱明报仇也就罢了，竟然还待在楚家。听到沈关这个名字，玄真道人的目光瞬间落在了沈关的身上。他想起云苍兰之前说过，那枚10成药效的寿元丹就是沈关交给万通商会拍卖的。他缓缓收回威压，对着沈关沉声问道：沈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沈关这才注意到玄真道人，他的身体猛地一颤，连忙上前几步，对着玄真道人深深躬身，语气恭敬至极：沈关拜见老祖。行完礼后，沈关抬起头看了看楚风，又看了看丹阳宗的众人，深吸一口气，对着双方介绍道：老祖、宗主、诸位长老，这位是我的师尊青山城城主楚风。说完，他又转向楚风，恭敬地介绍道：师尊，这位是我丹阳宗的老祖玄真道人，这位是宗主云苍兰，还有诸位长老。轰！沈关的一番话如同惊雷般狠狠砸在丹阳宗众人的头上。丹阳宗的长老们瞬间陷入一片死寂，一个个瞪大了眼睛，仿佛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沈关竟然拜这小子为师，这楚风到底有什么来头？竟然能让沈关心甘情愿的拜师？他可是钱明的师尊，竟然还要拜别人为师？众人一个个看向楚风的眼神充满了探究之色。沈关好歹也是丹阳宗的长老，既然拜师楚风，这说明楚风的丹道造诣远在沈关之上。钱明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如水，难看至极。他死死地盯着沈关，眼中充满了怨毒。师尊拜他的仇人为师，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沈关，我如今已经是宗门圣子，你立刻跪在我面前磕头认错，不然我便将你逐出宗门，永世不得踏入宗门半步。他现在是丹阳宗的圣子，身份尊贵无比，他不信沈关敢不听他的话。只要沈关肯认错，他还能饶沈关一命。若是沈关不识抬举，他定要让沈关付出代价。沈关听到钱明的话，脸上露出一丝鄙之色，他转头看向云苍兰，一脸不解地开口道：宗主，您竟然让他做宗门圣子，钱明是什么样的人，他难道不清楚吗？此子何德何能，
能做丹阳宗的圣子。玄真道人闻言，语气带着一丝不悦。钱明拥有9重丹道天赋，乃是万年难遇的丹道奇才，老夫让他做圣子，有什么问题吗？在他看来，9重丹道天赋足以配得上圣子之位，甚至这个位置还是委屈了钱明。沈官听到这话，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老祖拥有9重丹道天赋之人，绝不可能是钱明，而是我的师尊楚风。这句话如同平地惊雷，再次炸翻了全场。拥有9重丹道天赋的人是楚风？不可能！青山城的人都亲眼看到钱明从丹塔中出来，丹塔9层金光点亮。这沈官不会是被楚风蛊惑了吧？不然他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他们实在无法相信拥有9重丹道天赋的人会是楚风。毕竟钱明是第一个从丹塔中出来的人。钱明更是气得浑身发抖。我炼制的丹药将丹塔9层点亮，整个青山城的人都可以作证。你竟然说楚风拥有9重丹道天赋，真是天大的笑话！他顿了顿，脸色猛地一寒。楚风在丹塔之中炼制丹药失败，连一丝天赋光芒都没有触发，青山城谁人不知？沈官，你为了讨好他，竟然说出这样的谎话，你就不怕被人笑掉大牙吗？玄真道人盯着沈官，沉声问道：沈官，你凭什么说拥有9重丹道天赋的人不是钱明？沈官听到玄真道人的话，沉声开口道：就凭钱明在丹塔之中炼制的只是一枚4品丹药玉凤丹。众人齐齐倒吸一口凉气，不由得失声惊呼：一枚4品丹药怎么可能检测出9重丹道天赋？当初丹王年少时在丹塔中炼制了一枚6品丹药，也不过是检测出7重丹道天赋。玉凤丹我知道，那是4品丹药之中最简单的一种，炼制难度甚至只有3品。听着周围此起彼伏的议论声，钱明的脸色越发阴沉。进入丹塔测试的只有我和楚风，我炼制的是4品丹药玉凤丹又如何？至少我炼出了丹药，楚风连一枚丹药都拿不出来，他就是炼丹失败了，根本没有资格和我相提并论。只要楚风拿不出丹药，那他就是最后的赢家，9重丹道天赋的名头就永远属于他。楚风嘴角微微勾起，目光淡漠地扫过钱明，像是在看一个跳梁小丑。谁告诉你我没有承担？钱明一愣，随即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疯狂地大笑起来。你若是真的炼出了丹药，为何当日不敢拿出来给大家看？呵！楚风冷笑一声，一字一句地说道：你们也配？钱明的笑容瞬间僵住，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你！此刻站在人群最前方的玄真道人眼睛微微眯起，钱明的话在他听来漏洞百出。如果那枚10成药效的8品寿元丹真的是钱明炼制的，那他的丹道造诣绝对是惊世骇俗的。可这样一位丹道奇才，在丹塔试炼之中，为什么只炼制了一枚4品的玉凤丹？除非钱明根本就没有炼制寿元丹的能力，那枚丹药根本不是他炼制的。玄真道人的目光落在沈官的身上，沉声问道：沈官，你放在万通商会拍卖的那枚10成药效的完美寿元丹，究竟是谁炼制的？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落在了沈官的身上。那枚寿元丹可是8品完美丹药，无数修士梦寐以求的至宝，没想到那枚丹药竟然是沈官放在万通商会拍卖的。沈官深吸一口气，迎着众人的目光开口道：自然是我师尊炼制的，而且那枚丹药的炼制过程是我亲眼所见。整个楚家的庭院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若真可闻。所有人都如同被施了定身咒一般，一动不动。钱明在钱家的时候可是亲口说过那枚寿元丹是他炼制的，可现在沈官却说那枚丹药是楚风炼制的，到底是谁说了谎？钱明在听到沈官的话之后，整个人如遭雷击，瞬间僵在了原地。10成药效的完美寿元丹是楚风炼制的，这怎么可能？楚风不过是一个元婴修士，他怎么可能炼制出8品完美丹药？钱明的脑海中一片空白，他怎么都没有想到玄真道人口中的寿元丹竟然是楚风炼制的。恐惧如同潮水般瞬间淹没了他的谎言恐怕要被戳穿了。钱明猛地回过神来，像是疯了一般，对着玄真道人疯狂嘶吼道：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云苍兰的脸色也变得无比凝重，他看着钱明那不歇斯底里的模样，心中的疑虑更深了。钱明，你不说那枚寿元丹是你炼制的吗？钱明的额头渗出冷汗，他的身体控制不住地颤抖着，却依旧梗着脖子强撑着说道：自然是我炼制的。沈官分明是嫉妒我的天赋，嫉妒我成为了宗门圣子，所以才故意诬陷我。你放屁！沈官怒喝一声，他指着钱明，声若洪钟：钱明，你有几斤几两我还不知道，别说炼制10成药效的完美寿元丹了，你连寿元丹长什么样都没见过，你现在竟然敢大言不惭地说寿元丹是你炼制的，你还要不要脸？沈官的话字字诛心。钱明嘴唇颤抖着想要反驳，却发现自己根本无话可说。沈官不再理会钱明，他对着玄真道人深深躬身：老祖，您千万不要被他骗了。钱明的丹道天赋顶多也就是5品丹师的水准，他根本不可能炼制出8品丹药。玄真道人的目光缓缓落在楚风的身上，他也发现自己之前太过草率了，他太渴望无极寿元丹了，太渴望长生了，所以才会在听到钱明拥有9重丹道天赋的消息时失了方寸，
没有仔细确认钱明的身份，就直接封他为圣子。现在想来，这一切都透着一股不对劲。玄真道人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波澜。楚风，你如何证明你才是那个拥有9重丹道天赋的人？楚风闻言，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冷笑。他原本想让丹阳宗成为自己背后的势力，却没想到这些人皆是有眼无珠之辈，竟然被钱明这样的跳梁小丑骗得团团转，还封他为圣子。我何须向你证明？此话一出，整个庭院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众人看着楚风，如同看到了一个疯子，他竟然敢对玄真道人说这样的话。玄真道人可是丹阳宗的老祖，是炼虚9重的大能。楚风不过是一个元婴3重的修士，竟然敢如此嚣张，如此不敬。沈关的喉咙剧烈地滚动了一下，额头上渗出了冷汗，心中暗暗叫苦：师尊啊师尊，难道是我刚才没有介绍清楚吗？站在您对面的可是炼虚9重的大能，一巴掌就能拍死您的存在啊！他紧张地看着玄真道人，生怕老祖一怒之下将楚风拍死。玄真道人听到楚风的话，眼睛微微眯起，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的杀意。年轻人，不要太嚣张。楚风抬眸，目光平静地与玄真道人对视。不嚣张，还叫年轻人吗？玄真道人的眼中闪过一丝怒意，语气中充满了不屑。你可知道，即便你真的拥有9重丹道天赋，在没有成长起来之前，在我眼中也不过是一只蝼蚁。楚风脸上的笑容缓缓收敛，眼神变得淡漠。你寿元将近，没有无极寿元丹延寿，你在我眼中不过是一个死人。轰！这句话如同点燃了炸药桶的火星，瞬间引爆了玄真道人的怒火。寿元，这是玄真道人心中最深的刺。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炼制出无极寿元丹，延寿1000年，冲击合体境。可楚风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如此辱他。玄真道人的眼中瞬间爆发出浓烈的杀意，周身的气息骤然暴涨，一股恐怖的威压如同海啸般瞬间席卷开来。庭院里的灵草瞬间枯萎，化为飞灰。钱明被这股威压吓得浑身发抖，却又忍不住露出了一丝幸灾乐祸的笑容。楚风，你死定了！玄真道人掌心之中凝聚出一团金色的灵力，猛地一掌朝着楚风拍去。今日老夫便让你学会敬畏。就在那金色掌印即将落在楚风头顶的刹那，一道清冷的笑声突然响起，如同玉珠落盘，穿透了掌风的呼啸声，清晰地传入每个人的耳中。紧接着，一道倩影从楚风身后走出，她身着一袭曳地的紫色长裙，一双凤眸微微弯起，带着几分似笑非笑的慵懒，扫视着在场的众人。紫嫣刚刚走出，周身便散发出一股若有若无的威压。小玄子，你还真是好大的口气！听到这熟悉的声音，玄真道人的身体猛地一僵。轰！天空之中，那道遮天蔽日的金色掌印轰然崩碎，化作漫天的灵力碎片。一股恐怖的气浪席卷四周，吹得丹阳宗众人衣袍猎猎作响。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这是怎么回事？老祖的掌印竟然被他轻易挡下了。这女人到底是谁？好强的气息，这绝对是炼虚境巅峰的威压。楚风竟然拥有一个炼虚境的护道者，难怪他这么嚣张。沈关的反应更是夸张，眼睛瞪得溜圆，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他的喉咙剧烈地滚动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能呆呆地看着紫嫣的背影。炼虚境护道者，师尊竟然还有一位炼虚境的护道者。沈关只觉得自己的心脏快要跳出嗓子眼了，脑海中一片空白。他之前一直以为师尊的底牌只是那逆天的丹道天赋，却万万没想到师尊的身边竟然还跟着一位如此恐怖的大能。然而相比于其他人的震惊，玄真道人的反应才是最夸张的。当他看清紫嫣的面容时，他的身体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原本凝聚的灵力瞬间溃散。他自然认得眼前之人正是镇守在丹塔之中乾坤紫金炉的气灵。当初他刚接手丹阳宗之时，宗门发生巨大变故，若非紫嫣前辈出手，丹阳宗恐怕早已经覆灭了。只不过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过去了这么久，对方灵体的力量竟然没有丝毫消散，反而更胜以往。轰！玄真道人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楚风，脑海之中一阵轰鸣。他突然想起了一个可怕的事情，云苍兰曾经提起过，沈关在万通商会购买了炼制9重凝神丹的药材，所以楚风在丹塔之中并非炼丹失败，而是他炼制的9转凝神丹已经被紫嫣服用了，所以紫嫣的神魂力量才会如此强大。一切都解释得通了。楚风炼制出来了9品丹药，拥有9重丹道天赋的人自然是他，不然紫嫣也不可能站在他的身旁。此刻他不由得暗自后悔，自己怎么就忘了拥有9重丹道天赋之人便可掌控丹塔之中存放的乾坤紫金炉。如果他从一开始便向钱明索要乾坤紫金炉，立即便能知道那是个冒牌货。可他偏偏被长生的欲望冲昏了头脑，不仅没有验证钱明的身份，还封他为圣子，带着宗门长老兴师动众的来楚家找麻烦。玄真道人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波澜，对着紫嫣恭恭敬敬的躬身行礼。玄真拜见前辈，多年未见，前辈风采依旧，实力更胜往昔。嚯！玄真道人的这个举动瞬间让丹阳宗众人倒吸一口凉气。老祖竟然对这个女人行如此大礼，还口称前辈，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云苍兰快步上前一步，压低声音道：“老祖，这位是？”玄真道人缓缓抬起头，目光落在紫嫣的身上。这位便是镇守在丹塔之中，负责测试丹道天赋乾坤紫金炉的器灵紫嫣前辈。当年若非前辈出手相助，丹阳宗早已覆灭。沈关也瞬间明白了过来，他果然没有猜错，拥有9重丹道天赋的人就是他的师尊。众人皆是瞳孔巨震，终于明白了眼前之人的分量。我原本以为是丹塔测试丹师的丹道天赋，没想到竟然是器灵。如此说来，在丹塔之中测试出来的丹道天赋高低，岂不是全凭这位前辈的一句话？这位前辈跟在楚风身旁，拥有9重丹道天赋之人，定然是楚风了。长老们的议论声此起彼伏，一个个看向楚风的眼神充满了敬畏与歉意，看向钱明的眼神则充满了鄙夷与愤怒。众人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齐齐落在了钱明的身上。钱明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同纸糊一般，他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眼中的嚣张早已荡然无存。乾坤紫金炉的器灵，紫嫣前辈。钱明怎么也想不到，楚风身边的那个女人竟然是如此恐怖的存在。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谎言被彻底拆穿了，他的底牌，他的依仗，在楚风面前如同纸糊的一般，不堪一击。9重丹道天赋的名头根本就不属于他，而属于楚风。钱明双腿发软，险些瘫倒在地，只能死死地抓着身旁的仆从，支撑着自己的身体。怎么会这样？站在人群边缘的前半程此刻也同样吓得魂飞魄散，他踉跄着后退了几步，心中涌起一股灭顶之灾般的绝望。他明白了，他终于明白了，真正觉醒9重丹道天赋的人不是他的儿子钱明，而是楚风。他们钱家为了这个虚无缥缈的名头，得罪了楚风，得罪了一位拥有炼虚境护道者的绝世天才。前半程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喉咙里涌上一股腥甜，险些喷出一口鲜血。逆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前半程的怒吼声如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击垮了钱明的心理防线。钱明猛地甩开仆从的手，歇斯底里的嘶吼起来：“明明是我，拥有9重丹道天赋的人，明明是我！”他双眼赤红，死死地盯着玄真道人：“老东西，我命令你杀了楚风！我是丹阳宗的圣子，你们都给我杀了他！”玄真道人听到钱明那疯癫的怒吼，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的杀意。一个欺世盗名的废物，竟然也敢对他指手画脚，不知死活的东西！话音未落，他便一掌朝着钱明拍了下去。钱明还在疯狂地嘶吼着，根本没有反应过来。他只觉得一股恐怖的力量扑面而来，身体瞬间被一股无形的巨力笼罩。噗！一声闷响，钱明的身体如同被戳破的气球，瞬间炸开。直到临死前的那一刻，他才终于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他后悔了，后悔不该去招惹楚风。可是，一切都晚了。前半程看到钱明被一掌拍死的瞬间，整个人如遭雷击，双腿一软，直接跪在了地上。他以为能带领钱家飞黄腾达的儿子就这样死了，一股灭顶之灾般的绝望瞬间淹没了他。前半程猛地转过头看向楚风，他不停地朝着楚风重重磕头：“楚公子，饶命啊！”前半程的声音带着哭腔，语无伦次地哀求道：“小的有眼无珠，求您大人有大量，饶了我吧！我愿意把钱家的一切都献给您，求您饶我一条狗命。”望着这一幕，孙佑威站在楚风的身旁，心中涌起一股无比荒诞的感觉。几天前，他父亲还像条哈巴狗一样围着钱家父子团团转，甚至不惜牺牲他的幸福，要把他送给钱明做婢女。那个时候，谁能想到真正拥有9重丹道天赋的人竟然是楚风？谁能想到不可一世的钱家会落得如此下场？孙家为了巴结钱家，不惜与楚风交恶，甚至为了一枚大眼造化丹，彻底断了和楚家的关系。孙佑威的嘴角勾起一抹苦涩的笑容。他的父亲，不，孙元，如果知道了这件事，会是什么样的反应？楚风冷冷地扫了前半程一眼，眼中没有丝毫波澜。把钱家的全部家产留下，你可以滚出青山城了。前半程的喉咙微微滚动了一下，他刚刚说献出钱家的一切，不过是客套话，楚风怎么还认真了呀？钱家的全部家产，那可是他一辈子的心血，如果全部留下，他日后离开青山城又该如何立足？然而，就在他犹豫的一瞬，一股冰冷的杀机瞬间笼罩了他的周身。他毫不怀疑，只要他敢说一个不字，楚风会立刻让他和钱明一样，化为一滩肉泥。遵命，小的一定把钱家的全部家产都留下。多谢楚公子不杀之恩。楚风不再理会他，转头看向身旁的孙佑威：“日后保丹阁就由你接手，辛苦你了。”孙佑威望着眼前的楚风，突然发现自己好像从来都没有看透他，哪怕两人昨夜已经知根知底。你放心，我定会让保丹阁成为青山城最大的商会。如今他已经是楚家的人，保丹阁是楚风的产业，哪怕保丹阁和万宝阁成为竞争关系，他也绝对不会手软。楚风微微点头，便对着身后的刘全淡淡开口：“刘全，送客。”闻听此言，刘全的余光瞥了一眼玄真道人，吓了一脑门子冷汗。可他又不敢违抗楚风的命令，只能硬着头皮快步走到玄真道人的面前：“诸位，请。”玄真道人的面色瞬间一紧，他此行的目的可不是为了杀钱明，
而是为了无极寿元丹。楚风能够炼制出9品的9转凝神丹，那多半也能炼制出无极寿元丹，这可是他长生的唯一希望，他绝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玄真道人连忙上前一步，语气甚至带着一丝谦卑：“楚小友，之前是我受了前明的蒙蔽，我在此向你道歉，还望小友大人不计小人过。”此话一出，众人一个个大眼瞪小眼，他们的老祖竟然当众向一个小辈道歉。然而楚风却像是没有听到一般，脚步不停，连头都没有回一下。显然玄真道人开出的道歉条件并不足以打动他。玄真道人的脸色更加难看了，他看着楚风渐行渐远的背影，若是今日错过了这个机会，他这辈子都别想再得到无极寿元丹了。玄真道人咬了咬牙，再次开口：“楚小友，既然你获得了丹塔中的传承，丹阳宗愿奉你为圣子，可调动宗门一切资源。”可是楚风的脚步依旧没有停下，甚至连一丝停顿都没有。沈关跟在楚风的身后，心中感慨万千。他算是看出来了，自己的这位师尊虽然只有元阴境的修为，但是他的能量已经远远超过了丹阳宗。若是让他在丹阳宗和楚风之间2选1，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玄真道人看着楚风那毫不留恋的背影，心中一横，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丹阳宗愿奉楚小友为太上长老，可号令丹阳宗上下。轰！这句话让丹阳宗一众长老顿时不淡定了。太上长老，这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老祖疯了吗？那岂不是意味着楚风的地位还要在宗主之上？为了得到无极寿元丹，老祖这是豁出去了。太上长老这个位置在丹阳宗已经空悬了数百年，只有对宗门有莫大贡献或者实力通天的人才有资格担任。云苍兰的面色也有些不自然，但他很清楚玄真道人对丹阳宗意味着什么。玄真道人是丹阳宗的镇海神针，只要玄真道人在，丹阳宗就能屹立不倒。如果能让玄真道人延寿1000年，哪怕是废了他这个宗主之位也值得。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楚风。云苍兰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波澜，他知道自己该做出选择了。云苍兰对着楚风的背影恭敬行礼：“丹阳宗宗主云苍兰参见太上长老。”见状，丹阳宗的一众长老们眼皮齐齐一跳，他们相互对视一眼，随即也跟着纷纷行礼：“参见太上长老。”沈关不由得心头狂跳，忍不住凑到楚风身旁，低声道：“师尊，您就帮帮丹阳宗吧。丹阳宗毕竟培养了他这么多年，没有丹阳宗便没有今日的他。哪怕他选择楚风，但心中依旧希望丹阳宗能够蒸蒸日上。”楚风的脚步这才停下来，转头看向了身后的众人，他的余光瞥了沈关一眼，淡然道：“看在我徒儿的面子上，我可以答应你。”闻听此言，玄真道人猛地抬起头，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仿佛瞬间年轻了10岁。他连忙从怀中取出一枚令牌，双手奉上：“这是太上长老的令牌，日后太上长老可随时进出丹阳宗任何地方，宗门内的任何资源皆可随意取用。”楚风探手一抓，令牌飞入他的掌心。既然如此，那我便宣布第一件事。此话一出，众人皆是精神一振，露出洗耳恭听的模样。他们都想知道这位新上任的太上长老第一份命令会是什么。楚风淡然道：“从今以后，沈关便是丹阳宗内门长老。”闻听此言，沈关的身体猛地一颤，一股暖流瞬间从心底涌起，直冲眼眶。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师尊成为太上长老之后，第一件事竟然是为了他。熬了这么多年，依旧只是丹阳宗的外门长老，却没想到仅凭楚风的一句话，他就升了。弟子谢师尊厚爱。玄真道人见状，也不由得微微颔首，眼中闪过一丝赞许。他看得出来，楚风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为了自己的徒弟，一上任便提拔他，这样的人定然不会亏待丹阳宗。如此一来，他的无极寿元丹便有着落了。玄真道人心中大定，连忙上前一步：“太上长老，我有些话想要单独跟您说。”楚风转头看向站在一旁的赵有容和孙佑薇，叮嘱道：“有容，你带诸位长老去大厅休息，好生招待。佑薇，你去接手钱家的财产，前半程别想带走一块灵石。”两女各自应了一声，便分头离开了前院。紧接着，楚风朝着沈关和玄真道人招了招手：“你们随我来，炼丹房。”楚风走到丹炉旁，目光落在玄真道人的身上，直接开门见山：“炼制无极寿元丹的药材，你可带在了身上？”听到这个问题，玄真道人的身体猛地一震，他心脏狂跳不止，险些从嗓子眼里跳出来。难道楚风现在就要帮他炼丹？玄真道人激动得浑身发抖，连说话都变得磕磕绊绊。他喉咙微微滚动了一下，用力咽了口唾沫，生怕自己听错了。带了，我一直随身携带。紧接着，他便从纳戒之中取出了炼制无极寿元丹的药材。楚风的目光扫过那些药材，微微颔首。这些药材的年份和品质都远超炼制无极寿元丹的最低要求。看来玄真道人确实是下了血本。既然你许了我太上长老之位，我便帮你炼一枚无极寿元丹。楚风的目光从药材上移开：“你先出去吧，我要开始炼丹了。”听到这话，玄真道人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头顶，激动的差点当场给楚风磕一个头。若是换做别人说能炼制无极寿元丹，他
他定然不会相信。毕竟九品丹药的炼制难度远超想象。但是紫嫣就站在楚风的身旁，这便是最好的证明。楚风连九品的九转凝神丹都能炼制出来，炼制无极寿元丹自然也不在话下。玄真道人强忍着心中的激动，对着楚风深深躬身行礼：“多谢太上长老，我就在门外等候。”玄真道人迫不及待地快步走出了炼丹房，生怕打扰了楚风炼丹。然而就在沈关跟着玄真道人打算一同出去的时候，身后却传来了楚风淡淡的声音：“沈关，你去哪？”沈关的脚步猛地一顿，身体僵在原地。他缓缓转过头，脸上露出一丝不确定的喜色：“师尊，这炼丹的过程我也能看吗？”沈关的心脏狂跳不止，脑海中一片空白。当初楚风当着他的面炼制出了一枚10成药效的8品寿元丹，那已经让他受益无穷，丹道造诣突飞猛进。可眼下楚风要炼制的是9品的无极寿元丹，整个大凤王朝除了楚风，没有人能够炼制。观看9品丹药的炼制过程，这是多少丹师梦寐以求的机会，就算是丹王也没有这样的机缘。楚风看着他那副激动的模样，淡然道：“不然怎么学习我的炼丹术？”沈关闻言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直接给楚风磕了一个：“多谢师尊，弟子定不辜负师尊的期望。”站在炼丹房门口的玄真道人听到两人的对话，脸上不由得流露出一丝羡慕之色。他是丹阳宗的老祖，丹道造诣仅次于丹王，观看9品丹药的炼制过程，这对他来说也是天大的机缘。可他却没有这个资格，区区一个外门长老，竟然走了狗屎运，得到了这样的机缘。连他这个炼虚9重的老祖都没资格看，沈关却可以。一炷香的时间转瞬即逝，一股浓郁的药香从炼丹房内飘出，瞬间弥漫了整个楚家内院。守在门口的玄真道人闻到这股药香，顿时心中一喜，他死死地盯着炼丹房的门，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成丹了！”话音刚落，炼丹房的门便被人从里面打开。楚风缓步走了出来，他的手中托着一枚通体金黄的丹药。楚风随手将那枚丹药扔了出去，淡然道：“丹药已经炼好了，带着你的人回去吧。日后我若是有需要，会去丹阳宗找你。”玄真道人见状，连忙伸出双手，小心翼翼地接住丹药。丹药入手温热，一股精纯的力量顺着掌心涌入他的4肢百骸，让他的神魂都为之震颤。他低头看着手中的无极寿元丹，身体猛地一僵，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甚至忘记了呼吸。10成药效，楚风能够炼制出10成药效的8品寿元丹，便已经足够惊世骇俗，足以让整个大凤王朝的丹师为之疯狂。可他万万没想到，楚风炼制的9品无极寿元丹竟然也能达到10成药效，这是一枚完美的9品丹药。此刻他握着丹药的手剧烈的颤抖着，几乎要晕厥过去。他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立刻炼化手中的丹药，延长自己的寿元，而是直接给楚风跪了，语气带着一丝哽咽：“我也想拜师，可以吗？”沈关僵在炼丹房的中央，整个人宛若被施了定身咒一般，一动不动。他的眼睛瞪得溜圆，瞳孔之中还残留着楚风炼丹时那惊世骇俗的画面。刚才他看到了什么？那哪里是在炼丹，那分明是在演绎一场丹道的神迹。9品无极寿元丹，那是传说中的丹药，可楚风炼制起来却如同吃饭喝水一般简单。这样的炼丹术，别说元阴境，就算是炼虚境的丹师也绝不可能够做到。沈关的喉咙剧烈的滚动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的脑海中一片空白，只剩下楚风炼丹时的画面在疯狂回放。他感觉自己之前所学的丹道知识，在楚风的炼丹术面前，简直是不值一提的儿戏。直到炼丹房外传来玄真道人那带着哽咽的话，沈关才猛然惊醒过来。他转过头，一脸难以置信地盯着玄真道人：“老祖要拜楚风为师？一个炼虚9重的老祖，竟然要拜一个元婴修士为师？这要是传出去，其他怎么看丹阳宗？”沈关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仿佛自己是在做梦。他用力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剧烈的疼痛传来，这才让他意识到这不是梦。楚风也是有些错愕，他挑了挑眉，转头看向跪在地上的玄真道人：“你可是丹阳宗老祖，炼虚9重的大能，拜我一个元婴修士为师，就不怕被人笑掉大牙？”玄真道人闻言却是用力地摇了摇头：“在您面前，我只是一个丹师。”顿了顿，他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再次开口：“只要您肯收我为徒，丹阳宗日后为师尊马首饰瞻。”不得不说，楚风心动了。他之前答应玄真道人成为丹阳宗的太上长老，虽然拥有了极高的地位和话语权，但说到底，整个丹阳宗依旧是玄真道人说了算。毕竟玄真道人是丹阳宗的定海神针，宗门的长老大多对他忠心耿耿。可如果收了玄真道人为徒，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玄真道人成了他的弟子，那他就真的能够做丹阳宗的主了。玄真道人要想跟他学习炼丹术，就不得不听他的话。而且无极寿元丹只是一个开始，玄真道人日后想要提升丹道造诣，想要突破境界，都离不开他。仅仅是思虑了1秒，楚风就做出了决定：“我可以收你为徒，但我需要你立下天道誓言，此生忠于我，绝不背叛。”玄真道人毕竟不是沈关，楚风无法轻易掌控他，所以必须要以天道誓言来约束。毕竟日后他要面对整个皇室，容不得半点差错。玄真道人听到楚风的话，
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大声应道：“我愿意。能够拜一位拥有如此逆天丹道造诣的人为师，他可以付出一切。”什么老祖？那都是虚名。楚风将来的成就定然会远远超过现在的他，甚至有可能成为传说中的丹帝。金灵起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现在成为楚风的弟子，不仅不丢人，反而是他的荣幸。不久的将来，恐怕整个大凤王朝都会有无数人挤破头想要拜入楚风门下，到时候就算是跪下来求，也未必有这个机会。刹那间，一股磅礴的神魂力量从玄真道人的体内涌出。我玄真今日自愿拜楚风为师，此生忠于师尊，绝无二心。若有背叛，神魂俱灭，永世不得超生，天道为证。话音落下的瞬间，天空之中突然响起一声惊雷，一道金色的闪电划破云层，瞬间没入玄真道人的眉心。这是天道誓言的印记，一旦立下，便会与神魂绑定，永世不得解除。若是违背誓言，无需楚风动手，天道便会降下惩罚，让他神魂俱灭。弟子玄真拜见师尊。楚风满意地点了点头。天道誓言已立，玄真道人从今往后便是他的弟子了。他转头看向沈关，淡然道：“见过你师兄。”轰！这句话如同惊雷般再次炸得沈关头晕目眩。师兄？他是老祖的师兄？他不过是一个元婴二重的歪门长老，就算侥幸成了内门长老，何能和老祖做同门啊？玄真道人的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显然也觉得有些别扭。不过他还是迈步走进炼丹房，对着沈关躬身行礼：“见过师兄。”沈关整个人都麻了，他僵在原地，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老祖竟然真的给他行礼，还叫他师兄。他回过神来，手忙脚乱地将玄真道人搀扶起来。老祖折煞我了。然而玄真道人却是一脸的认真：“师兄此言差矣，从今往后，在师尊面前，你便是我的师兄。”说完，玄真道人还对着沈关露出了一个和善的笑容。沈关只能僵硬地点了点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敢说不吗？玄真道人盘膝坐在地上，开始炼化无极寿元丹。丹药入口即化，化作一股暖流涌入他的丹田。他体内的经脉瞬间被拓宽，原本变得有些衰败的灵力瞬间变得活跃起来。玄真道人的身体开始缓缓散发出淡淡的金色光芒，他的气息变得越来越浑厚，越来越磅礴。沈关站在一旁，看着玄真道人的变化，眼中满是震撼。玄真道人的寿元正在飞速增加，他的灵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凝练。片刻后，玄真道人缓缓睁开了眼睛，他的寿元增加了整整1000年，看上去仿佛年轻了10几岁。玄真道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直接对楚风叩首道：“师尊与我有再造之恩，弟子此生没齿难忘。”楚风摆了摆手，语气平淡：“起来吧，你我既然是师徒，不必如此多礼。”会客厅，玄真道人清了清嗓子，直接开口道：“从今日起，楚风便是我的师尊。”轰！这句话如同平地惊雷，瞬间在会客厅内炸开，掀起了滔天巨浪。在场的众人全都僵在了原地。云苍兰手中的茶杯直接掉在了地上，茶水洒了一地，他却浑然不觉。他仿佛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喉咙不断滚动。长老们更是炸开了锅，一个个从座位上猛地站起身：“老祖，您拜楚风为师，这若是传出去，丹阳宗的脸往哪搁？”沈关拜楚风为师也就罢了，您可是我们丹阳宗的老祖啊！他们实在无法理解玄真道人为何会做出如此疯狂的决定。楚风确实有逆天的丹道天赋，可那又如何？他的修为终究只是元婴境，一个炼虚大能拜元婴修士为师，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众人的目光不由自主的齐落在了楚风的身上。乱了，全乱了！沈关拜楚风为师，成了楚风的弟子，如今连宗门的老祖也拜了楚风为师，日后他们见到沈关该怎么称呼？云苍兰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他快步走上前，语气带着一丝恳求：“老祖，此事还需从长计议啊，不必多言。”玄真道人直接打断了他的话：“我早已行过了拜师礼，还立下了天道誓言，此生忠于师尊，绝无二心。”顿了顿，玄真道人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的杀意，目光扫过在场的所有长老：“从今往后，丹阳宗由师尊一人说了算，谁若是敢对师尊不敬，我第一个不答应。”闻听此言，云苍兰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眼中满是绝望。完了，彻底完了！行过了拜师礼，还立下了天道誓言，这意味着玄真道人拜楚风为师的事情再也没有任何挽回的可能。从今往后，丹阳宗真的要改姓楚了，他这个宗主也彻底成了一个摆设。云苍兰心如死灰的闭上了眼睛，他辛辛苦苦经营丹阳宗这么多年，到头来却成了别人的囊中之物。然而就在他万念俱灰的时候，玄真道人一巴掌拍在了他的脑袋上：“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拜见你师祖！”师祖！云苍兰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心中五味杂陈。他的师祖竟然是楚风，这要是传出去，其他宗门的宗主定然会笑死他。云苍兰不由自主地瞥了一眼玄真道人，玄真道人正用一种威胁意味十足的眼神看着他，那眼神仿佛在说：“你要是敢不拜，后果自负。”云苍兰心中一寒，立即躬身行礼：“云苍兰拜见师祖。”说完这句话，
云苍兰感觉自己的脸颊像是被火烧一样滚烫。其他的长老们一个个面面相觑，短暂的犹豫之后，也跟着齐齐行礼，拜见师祖。站在楚风身旁的赵有容，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他的夫君先是成了丹阳宗的太上长老，这才多大一会儿的功夫，竟然又成了丹阳宗的师祖。赵有容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心脏狂跳不止，仿佛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夫君竟然会有如此通天的本事。楚风神色淡然，好似见过了这种场面。都起来吧，谢师祖。众人齐声应道。楚风的目光落在了赵有容的身上，从今往后，赵有容便是丹阳宗的圣女。这一次，众人的震惊之中多了几分两然。他们早就知道了赵有容和楚风之间的关系，而赵有容之前便是云天宫的圣女，他们自然都认识。如今楚风是整个丹阳宗的掌权者，他要立自己的女人为圣女，谁敢有意见？这一次，长老们没有丝毫的犹豫。见过圣女，赵有容愣在原地，整个人都懵了。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朝一日竟然能够再次成为圣女。更让他受宠若惊的是，丹阳宗的宗主和一众长老竟然向他一个圣女行礼。他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连忙对着众人躬身还礼。有容见过诸位前辈。楚风知道众人心中所想，而后解释道：你们不必觉得我以权谋私，我家娘子已经重新凝聚了天灵根，足以做你们丹阳宗的圣女。楚风的话音落下，众人齐齐倒吸一口凉气。他竟然重新凝聚了天灵根，灵根一旦被废，几乎没有复原的可能，更何况是天灵根。我听说赵有容当初离开云天宫，就是因为灵根被废，没想到他竟然能涅槃重生。天灵根啊，修炼速度一日千里，有这样的圣女，我丹阳宗何愁不兴？然而玄真道人却突然上前一步纠正道：是尊此言差矣。楚风眉头微微一皱，眼中闪过一丝讶异：我哪说错了？玄真道人抬起头，目光灼灼地看着楚风：不是你们的丹阳宗，是我们的丹阳宗。楚风闻言先是愣了一下，随即才反应过来，哑然失笑。他现在是玄真道人的师尊，整个丹阳宗辈分最高的人，他早已不是那个置身事外的青山城城主，而是丹阳宗真正的主人。只是这身份转变太快，他一时间还没完全带入进去。楚风伸出手指着玄真道人，忍不住笑出了声，像是想起了什么。玄真道人继续说道：云天秘境即将开启，圣女正好可一同返回宗门，参加这次的云天大会。赵有容听到这个名字，眼眸之中瞬间闪过一丝异色。身为云天宫的前圣女，她自然对云天大会再熟悉不过。云天宫、丹阳宗、万寿宗、天震宗本是同出一脉，名为云天道宗。那时的云天道宗是大凤王朝当之无愧的第一宗门，威震四方。可惜后来云天道宗宗主身亡，宗门内部发生内乱，最终分崩离析，分裂成了现在的四大宗门。云天秘境里面蕴藏着无数的天才地宝，乃是四大宗门的根基所在。秘境无法分割，所以四大宗门约定每5年举办一次云天大会，由大会的排名决定各宗门进入秘境的弟子人数，排名越高，进入秘境的名额越多，得到的机缘也就越多。只是丹阳宗不善杀伐，近100年来在云天大会上一直稳居倒数第一，得到的秘境名额也是最少的。若是继续这样下去，再过几届，丹阳宗恐怕就要彻底失去进入云天秘境的资格了。他深吸一口气，语气铿锵有力：我愿意代表丹阳宗参加这次的云天大会。他不仅要为丹阳宗争一口气，更是要告诉云天宫他回来了。楚风自然也听过云天秘境，里边还有一样他想要的东西。我现在也算是丹阳宗的人了，能不能也参加这次的云天大会？玄真道人等的就是这句话。当然能，有师尊带队，我丹阳宗必能夺得云天大会的第1名。接下来的时间里，玄真道人详细介绍了云天大会的规则。商议完毕，楚风便牵着赵有容的手起身离开。会客厅内只剩下丹阳宗的众人，气氛渐渐变得有些微妙。云苍兰犹豫了许久，终究还是忍不住问道：老祖，楚风即便是拥有9重丹道天赋，可他终究只是一个元婴修士，他何德何能做您的师尊啊？云苍兰的这句话像是说出了所有长老的心声。众人纷纷抬起头看向玄真道人，眼中充满了同样的疑惑。是啊，老祖，我们不是质疑楚风的能力，只是这辈分实在是太悬殊了。他年纪轻轻，就算丹道天赋再高，也不可能教导得了您啊。老祖，您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徐青站在人群的末尾，也同样面露疑惑。玄真道人只说了一句话，便瞬间压过了所有人的议论声。师尊刚刚为我炼制了一枚10成药效的无极寿元丹。会客厅内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若真可闻，众人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仿佛被施了定身咒一般。10成药效的无极寿元丹，那可是传说中的9品丹药，一枚便可延寿1000年。长老们终于反应过来，一个个惊呼出声：我的天，9品丹药，还是10成药效的完美丹药，这怎么可能？师祖他才多大年纪，竟然能炼制出9品完美丹药？元婴修为炼制出9品完美丹药，这要是传出去，整个大凤王朝都会疯狂。什么辈分悬殊，在10成药效的9品完美丹药面前，这些都不值一提。徐安死死地盯着玄真道人，嘴唇颤抖着
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见过无数的丹师，却从未听说过有人能够炼制出10成药效的9品丹药，尤其是炼制这枚丹药的人还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这样的丹道造诣，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徐青的反应更是夸张，他身体微微颤抖着，脑海之中不由得浮现出了楚风的身影。他难道是9品丹师？孙家老爷，丹阳宗徐长老和徐仙子到了。来了！孙元猛地从太师椅上弹起来，脸上一副谄媚到极致的笑容。他整整一惊，快步朝着府门跑去。石兰英和孙清扬紧随其后。在看到徐安和徐青之后，孙元脸上的笑容几乎要堆出褶子。徐长老、徐仙子，大驾光临，寒舍蓬荜生辉。石兰英也连忙上前，脸上堆满了讨好的笑容，对着徐青一阵打量，赞叹道：“早就听闻徐仙子貌若天仙，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比那画里的仙女还要好看。”孙清扬目光炽热地盯着徐青，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徐仙子，好久不见。”徐青淡淡瞥了他一眼，眼神中没有丝毫波澜，仿佛只是在看一个陌生人。徐安则是微微颔首，语气平淡地说道：“孙府主不必多礼，我们今日前来是为了正事。”是，正事要紧。孙元连忙侧身引路，一边走一边殷勤地招呼着。一行人走进客厅，分宾主落座。孙元坐在下手，身体微微前倾，目光紧紧地盯着徐安。孙清扬则是坐在徐青对面，目光始终粘在徐青的身上，脑海中已经开始幻想自己拜入徐安门下，迎娶徐青，孙家飞黄腾达的场景，似乎是被看得有些不自在。徐青率先开口：“孙道友之前在传信玉符中说，你手中有一枚大眼造化丹。”对。孙清扬猛地回过神来，取出早就准备好的大眼造化丹。徐仙子，请看，这就是我说的大眼造化丹。徐青抬眸落在木盒上，他伸出纤纤玉指，轻轻打开木盒，刹那间，一股浓郁到极致的药香从木盒中四散开来。徐青仔细打量了片刻，而后转头对着徐安说道：“爷爷，确实是10成药效的大眼造化丹，品质极佳。”徐安闻言，眼中闪过一丝满意的神色，他接过木盒，语气平静地问道：“说吧，你们想要什么？”这话一出，孙元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他刚想开口，却被孙清扬抢了先。孙清扬深吸一口气，快步走到徐安面前，对着徐安重重地磕了一个头：“徐长老，我想要拜您为师。”石兰英也连忙附和道：“徐长老，犬子对丹道极有悟性，您就收下他吧。”就在这时，徐青却下意识地问道：“这枚丹药，你从何而来？”这个问题让孙清扬的动作微微一顿，孙元和石兰英也对视一眼，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石兰英便镇定下来：“这丹药是我女儿的聘礼。”聘礼？徐安眉头微微一挑，此话怎讲？孙元连忙接过话头，继续说道：“实不相瞒，我女儿孙幼薇嫁给了楚风，这枚大眼造化丹就是他送来的聘礼。”这话一出，徐安和徐青对视一眼，眼中皆是闪过一丝震惊之色。孙家和楚家竟然是姻亲，楚风可是老祖的师尊，能够炼制出无极寿元丹的绝世丹师。徐安的心中瞬间掀起了惊涛骇浪，而后深深地看向了孙元，没想到你们竟然是楚风的岳父。可他的话音刚落，孙元却突然脸色一变，连连摆手，仿佛生怕沾上什么麻烦。徐长老，你可千万别误会，孙幼薇早就和我们孙家断绝关系了，我们和楚风没有任何关系。石兰英也连忙附和道：“孙幼薇就是个白眼狼，为了楚风那个小子，竟然敢顶撞我们早就不认他这个女儿了。楚风是楚风，我们孙家是孙家，两不相干。他们已经猜到了，丹阳宗的人来青山城，定然是为了钱明而来。钱明拥有9重丹道天赋，没准已经成了丹阳宗的圣子，前途不可限量。此刻他们哪里还敢和楚风扯上半点关系？”徐安看着他们一家3口急切撇清关系的模样，眉头皱了起来。楚风能拿出10成药效的大眼造化丹做聘礼，足以看出他的重视，你们为何要和他断绝关系？孙元叹了口气，脸上露出一丝痛心疾首的神色。徐长老有所不知，我们原本是想让幼薇嫁给钱明少爷的，钱明少爷可是拥有9重丹道天赋的人，前途不可限量。石兰英也连忙补充道：“楚风仗着青山城没有人是他的对手，所以强娶我们的女儿，最后给了这么大眼造化丹作为聘礼。一家3口你一言我一语，将自己和楚风撇得干干净净。”徐安听着他们的话，脸上的神色渐渐变得古怪起来。他看着眼前这3个势利眼的家伙，心中不由得暗暗冷笑，真是有眼不识真龙啊！他们哪里知道，钱明不过是个欺世盗名的废物，真正拥有9重丹道天赋的人是楚风。楚风不仅是9重丹道天赋，更是能够炼制出9品完美丹药的绝世丹师。徐安摇了摇头，心中对孙家的最后一丝好感也荡然无存。他将手中的小木盒缓缓推回孙清扬的面前：“这枚丹药我不能收，你们还是留着吧。”说完，徐安便站起身，对着徐青说道：“妻儿，我们走。”徐青点了点头，他从袖中取出一枚青色的传信玉符，轻轻放在桌子上。这枚玉符正是孙清扬之前送给他的。他看着孙清扬，语气带着一丝淡淡的疏离：“以后不要再联系我了，我怕楚风误会。”说完，徐青便转身跟着徐安朝着门口走去。孙家人彻底懵了。孙元瞪大了眼睛，
看着桌上的木盒和传信玉符，脸上满是茫然。石兰英也愣在原地，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这是怎么回事？之前还谈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说走就要走？丹药也不收了，传信玉符也退回来了。孙清扬更是急了，他快步追了上去，拦在徐青的面前。徐仙子，是不是我哪里惹您生气了？您说出来，我一定改。徐青停下脚步，眼中闪过一丝淡淡的讥讽。他实在忍不住孙清扬的纠缠，冷冷地说道：拥有9重丹到天赋的人，不是钱明，而是楚风。这句话如同惊雷般狠狠砸在孙清扬的头上。你说什么？徐青冷笑一声，继续说道：楚风现在可是我们丹阳宗的太师祖，谁还敢收你的丹药？说完，徐青便不再理会孙清扬，快步跟上徐安的脚步，两人的身影很快便消失在府门之外。孙清扬僵在原地，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他看着徐青离去的方向，脑海中回荡着徐青的话，一遍又一遍。楚风拥有9重丹道天赋，楚风是丹阳宗的太师祖，这怎么可能？拥有9重丹道天赋的人竟然是楚风，竟然是楚风！跟着追出来的石兰英更是直接瘫软在地，身体抖若筛糠。楚风是丹阳宗的太师祖，那是玄真老祖的师尊啊！孙元猛地一拍自己的脑袋，眼中布满了血丝，恨不得抽自己2个耳光。他想明白了，他终于想明白了。楚风随手就能拿出10成药效的大眼皂化丹做聘礼，钱明那个废物连4品丹药都练得磕磕绊绊，怎么可能拥有9重丹道天赋？真正的天才是楚风，他亲手将这尊大佛推出了孙家，难怪楚风能拿出10成药效的大眼皂化丹做聘礼。真正拥有丹道天赋的人是楚风啊！为了一枚大眼皂化丹，为了巴结钱明那个废物，他竟然和楚风断绝了关系，竟然将孙佑维赶出了家门，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不，他丢的不是西瓜，而是一座金山，一座足以让孙家飞黄腾达的金山。只要孙家和楚风攀上关系，别说是一枚大眼皂化丹，就算是10枚、100枚，楚风也能随手拿出。孙家想要的一切，楚风都能给。想明白这一切，孙元恨不得一头撞死在墙上。就在这时，管家急匆匆地从外面跑进来：老爷，不好了，出大事了！孙元猛地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出什么事了？管家喘着粗气，语气带着一丝惊恐说道：听说钱明被丹阳宗老祖一掌拍死了，而且钱家正在收拾东西，所有家产都要交给楚家。轰！这句话如同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了孙元的心理防线。钱明死了，钱家垮了，所有家产都交给了楚家。孙元双眼失神地看着前方，声音带着一丝绝望：完了，我们孙家完了！楚家！孙佑威的目光落在孙家3人身上，眼中没有丝毫波澜，仿佛在看3个陌生人。你们来干什么？孙元脸上堆着谄媚的笑容，语气带着一丝讨好：佑威啊，我的好女儿！石兰英也连忙上前，想要伸手去拉孙佑威的手，却被孙佑威侧身避开。石兰英的手僵在半空，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却依旧笑着说道：佑威啊，之前都是我们的错，我们不该和你断绝关系，你原谅我们吧。孙清扬则是站在一旁，双手抱胸，语气带着一丝理所当然：姐，我今天来是有件事要你帮忙。孙佑威看着3人那副虚伪的模样，声音清冷，不带一丝感情：我与孙家早已恩断义绝，你们还来找我干什么？闻言，孙元连忙说道：清扬他一心想要拜入丹阳宗，还喜欢上了徐青仙子，你看能不能让楚风帮个忙，让清扬拜入丹阳宗，再让徐青仙子嫁给清扬。石兰英也连忙附和道：清扬可是你的弟弟，你忍心看着他的婚事没有着落吗？孙清扬则是仰着头，语气带着一丝傲慢：姐，只要你跟姐夫说一句话，徐青就得乖乖嫁给我，我是玄丹宗太师祖的舅子，配徐青绰绰有余。孙佑威听到这里，忍不住笑了出来，他看着孙清扬，眼神冰冷：孙清扬，你也配？孙清扬的脸色瞬间一变，语气带着一丝恼怒：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孙佑威目光扫过3人，语气带着一丝恨意：当初是谁逼着我给钱明为奴为婢的？是谁为了巴结钱家不惜牺牲我的幸福的？是谁为了一枚大眼皂化丹和我断绝关系，说我是白眼狼的？孙元张了张嘴，想要辩解，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见状，石兰英赶忙打圆场，劝说道：佑威，之前都是误会，那都是钱家逼我们的，我们也是为了你好啊，我们是想让你嫁个好人家，为了我好。孙佑威冷笑一声：究竟是为了我，还是为了你们自己？你们心里清楚。3人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难堪到了极点。他们低着头，不敢直视孙佑威的眼睛。孙佑威深吸一口气，语气决绝：孙家当初既然选择了和我断绝关系，就别想再攀附楚家。他上下打量了一眼孙清扬，忍不住摇了摇头：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德行？徐青是丹阳宗的内门弟子，徐长老的亲孙女，别说楚风不会帮你，就算楚风帮你，徐青也不会嫁给你。他就差点被家族逼着去给钱明为奴为婢，自己又怎么可能让楚风去威胁另外一个女人？孙清扬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指着孙佑威，气急败坏地说道：我可是你弟弟，你这个贱人怎么能胳膊肘往外拐？啪！孙佑威直接一巴掌甩在了孙清扬的脸上：我没有你这样的弟弟，从你们和我断绝关系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有家人了。石兰英连忙上前，
想要再次哀求，却被孙佑威冷冷打断。不必多说了，现在请你们离开。孙元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至极，语气带着一丝威胁。孙佑威，我可是你的亲生父亲，你要是不帮我们，就是忘恩负义。孙佑威看都没看孙元一眼，直接对着身后的刘全道：刘全，送客，从今往后不许孙家的人再踏入楚家一步。刘全闻言立即上前一步，对着孙家三人冷冷说道：三位请吧。孙元三人见孙佑威态度坚决，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脸色瞬间变得狰狞起来，他们的谄媚笑容瞬间消失不见。孙佑威，你这个白眼狼，你嫁了人就忘了本，你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吗？你这个不孝女，我们白养你这么大了，你良心被狗吃了吗？你就眼睁睁看着你弟弟前途尽毁吗？你给我等着，你今天不帮我，早晚有你后悔的一天。三人的骂声在庭院中回荡着，然而孙佑威却连头都没有回，直接离开了。就在三人骂得起劲的时候，一道巨大的黑影突然从内院的方向冲了出来。天煞鬼虎冲到门口，虎视眈眈地盯着孙家三人，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咆哮声。吼！虎啸声如同惊雷般炸响，震得孙家三人耳膜生疼，头晕目眩，一股恐怖的威压如同潮水般席卷开来，压得三人喘不过气来。孙元的身体猛地一颤，双腿一软跪倒在地。天煞鬼虎，救命！救命啊！石兰英吓得哭了起来。孙清扬看着天煞鬼虎那双冰冷的虎目，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天煞鬼虎再次发出一声咆哮，猛地向前迈了一步。孙家三人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朝着楚府门外跑去。孙佑威，你竟然敢师傅！丹阳宗宗门深处，一座名为静云轩的院落格外雅致。此刻静云轩的正厅内气氛却显得有些凝重。大长老林英之端坐在主位上，他身着一袭月白色的道袍，勾勒出他窈窕玲珑的身姿。他的面容清丽绝尘，一双凤眸清澈如水。作为丹阳宗辈分最高的长老之一，他不仅修为达到了炼虚境，更是宗门内公认的美人。鱼儿，宗门的名额调整了，你不能参加这次的云天大会了。在他的对面站着一个身着青色长袍的年轻男子，剑眉星目，身姿挺拔，正是他的亲传弟子秦云。秦云修为已经达到了金丹境3重，是丹阳宗年轻一辈中的翘楚，也是这次云天大会宗门选定的核心人选之一。为什么？他的声音陡然拔高，胸口剧烈起伏着。弟子为了参加云天大会准备了整整10年，现在您告诉我，我不能参加了。云天大会10年一届，对年轻修士来说是获取秘境机缘的绝佳机会。他已经28岁，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云天大会的机会，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林英之看着秦云激动的模样，心中也颇为不忍。他叹了口气，语气带着一丝沉重：鱼儿，你先冷静一点，不是为师不想帮你，实在是宗门的安排，为师也无力更改。他顿了顿，继续说道：云天大会我宗只有5个参赛名额，这5个名额之前确实已经定下了，你和孟师师都在其中。但是宗门来了一位太上长老，宗主和老祖商议之后，决定由这位太上长老和他的夫人顶替你和孟师师的名额。太上长老？秦云愣了一下，随即皱起眉头。参加云天大会的要求是年龄必须在30岁以内，那位太上长老既然能坐上这个位置，年龄至少也在1000岁以上了吧？他怎么可能符合参赛条件？这不合规矩。在秦云的认知里，太上长老都是宗门的元老级人物，活了1000年以上，修为深不可测，怎么可能是30岁以内的年轻人？林英之看着秦云，语气带着一丝复杂。那位太上长老名叫楚风，他的年龄只有20岁。轰！这句话如同惊雷般狠狠砸在秦云的头上。秦云的身体猛地一颤，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他呆呆地看着林英之，仿佛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20岁？这怎么可能？20岁的太上长老，就算是那些万古罕见的绝世天才，20岁能达到元婴境就已经是逆天了，更别说成为一个一流宗门的太上长老。秦云的脑海中一片空白，只剩下20岁和太上长老这2个词在疯狂回荡。过了许久，秦云才缓缓回过神来，他看着林英之，眼中满是不甘。就算他是20岁的太上长老，那又如何？我可是丹阳宗选定的5人之中实力最强的，凭什么要我让出名额？他自问，无论是天赋还是努力，都不比任何人差，凭什么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太上长老就能轻易夺走他10年的心血？林英之看着秦云，眼中闪过一丝愧疚。他站起身，走到秦云身边，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带着一丝无奈：鱼儿，不是为师不帮你争，实在是这名额动不得别人，只能委屈你和诗诗了。他顿了顿，继续解释道：5个名额之中，徐青和徐白2姐妹修炼的是宗门传承的组合武技青鸾双鸣，联手之下实力堪比划神境修士，宗门的底牌自然不能拆散。还有1个名额是老祖的亲孙女，老祖对她寄予厚望，这个名额更是万万动不得的。剩下的2个名额原本是你和诗诗的，如今楚风和他的夫人要来，思来想去也只能委屈你们了。林英之的语气带着一丝苦涩，其实他对这个安排也极为不满。秦云是他最看重的弟子，天赋出众，勤奋刻苦，本应在云天大会上大放异彩，可这是宗主和老祖共同做出的决定，甚至老祖还特意交代，
务必让楚风和他的夫人参加大会。他虽是大长老，却也无法违抗老祖的命令。秦云听着林英之的话，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他知道徐清、徐白姐妹的实力确实无可替代，老祖的亲孙女更是动不得。可这并不代表他就要心甘情愿地让出名额。秦云猛地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决绝。既然师尊不能帮弟子争，那弟子就自己去争。雨儿，你……林英之张了张嘴，想要劝阻，秦云却打断了他的话，语气带着一丝直傲：“师尊，弟子知道您为难，但是这是弟子最后一次参加云天大会的机会，弟子不能就这么放弃。楚风既然能成为太上长老，想必实力不凡，弟子要去向他挑战。若是弟子输了，弟子心甘情愿让出名额；若是弟子赢了……”他的话没有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林英之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有再劝阻。他叹了口气，心中暗暗想到：若是秦云真的能赢了楚风，他再去找宗主和老祖求情，相信他们也无话可说。毕竟云天大会终究是要靠实力说话的。丹韵阁，这是玄真道人特意为楚风安排的住所，院落比静云轩更加雅致。楚风正坐在石桌旁，手中拿着一本古老的丹经，他的身旁徐清正恭恭敬敬地站着，手中捧着一枚刚炼制好的4品丹药，脸上满是请教的神色。太师祖，我炼制的玄黄丹药效只有8成，还望太师祖指点。自从在青山城听说楚风炼制出10成药效的9品无极寿元丹后，徐清对楚风的崇拜已经达到了极致。这些日子，他几乎天天来丹韵阁请教炼丹问题，楚风也偶尔会指点他几句，让他的丹道造诣进步神速。楚风放下丹经，接过徐清手中的玄黄丹，仔细打量了片刻，他的指尖轻轻拂过丹药表面，感受着丹药的灵力波动，缓缓开口：“你的丹火控制的还不够精准，玄黄丹需要温和的丹火，将药材的药性缓缓提炼出来。你太急于求成，丹火过猛，导致部分药性流失。”徐清闻言恍然大悟，连忙点头：“多谢太师祖指点。”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伴随着嘈杂的议论声，打破了丹韵阁的宁静。楚风抬起头，眉头微微一皱，目光看向院门口，只见秦云大步流星地闯入了院子，他的身后跟着孟诗诗和10几名丹阳宗的弟子。秦云走到楚风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语气带着一丝挑衅：“你就是楚风？”楚风抬起头，目光平静地扫过秦云：“你是谁？”徐清见状，连忙上前一步，对着楚风解释道：“此人名为秦云，大长老林英之的亲传弟子，也是之前宗门选定的云天大会参赛人选之一。您和圣女顶替了他和孟诗诗的名额。”说完，徐清又转头看向秦云，眉头紧蹙：“秦云，这是我宗的太师祖，你竟敢如此无礼，擅闯丹韵阁！”秦云冷哼一声，根本没有理会徐清的呵斥。他看着楚风，眼中满是不服气：“楚风，我不管你是太上长老还是太师祖，我只知道你夺走了我的参赛名额，我要向你挑战。你若是输了，就把云天大会的名额还给我。”他的话音刚落，身后的那些弟子便纷纷起哄起来：“这小子看起来年纪轻轻，竟然也能做我们丹阳宗的太上长老！我听说啊，他是青山城来的，就是那个测出9重丹道天赋的小子。可云天大会比的是实力，不是炼丹。他炼丹厉害又怎么样？这小子看起来也就20岁，修为能有多高？秦师兄一根手指就能捏死他。宗主和老祖到底是怎么想的？竟然让这样一个小子当太上长老，还夺走秦师兄的名额，真是太过分了！”这些弟子平日里就对秦云极为敬佩，如今看到秦云被夺走名额，自然是站在秦云这边。楚风听着这些议论声，脸上依旧没有丝毫波澜，仿佛没有听到一般。他的目光缓缓落在了秦云身后的孟诗诗身上，只见孟诗诗周身萦绕着一层淡淡的蓝色光晕，显然她也是一位身负大气运的女子。徐清看到楚风的目光落在孟诗诗身上，接续介绍道：“这位就是孟诗诗，也是秦云师兄的未婚妻。”楚风闻言，眼中闪过一丝了然，他看着秦云，语气带着一丝玩味：“你要向我挑战，赌云天大会的名额？”秦云挺起胸膛，一脸傲然地说道：“没错，你敢不敢应战？”楚风看着他，语气带着一丝淡淡的嘲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赌？”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我输了就要让出名额，可我若是赢了，又能得到什么？你空着手来就想夺我的名额，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秦云的脸色微微一沉，他没想到楚风竟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过仔细想想，对方说的也在理。他咬了咬牙，取下了腰间的长剑。那长剑通体漆黑，剑身出鞘的刹那，散发出一股凌厉的剑气。这是我师尊送给我的佩剑，名为墨影剑，这可是一把的气。秦云握着墨影剑往前一递，这把剑足以做赌注了吧？众人的眼中闪过一丝羡慕之色，地气只有内门长老才有资格拥有，秦云能有一把的气佩剑，足以看出大长老对他的重视。楚风看着那把墨影剑，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冷笑。他只见一抹灵光闪过，新刺剑便出现在了手中。长剑刚一出现，一股恐怖的威压便瞬间弥漫开来，那威压远比墨影剑更加磅礴。你觉得我会稀罕你的这把破剑吗？这是……秦云的瞳孔骤缩，身体微微颤抖，一个名字在他的脑海中疯狂回荡：地气之上是天气。楚风手中的这把剑竟然是一把天气。在场的那些弟子
更是瞬间炸开了锅。楚风不是来自于青山城吗？那种地方怎么可能有天气？依我看，应该是老祖上赐给他的。秦师兄的地气，在天气面前还真不够看。秦云握着墨影剑的手剧烈的颤抖着，墨影剑在新磁剑的光芒下显得如此暗淡无光，如此可笑。你到底想要什么赌注？只要我能拿出来的，都可以给你。他已经骑虎难下了，今日若是不赌，他不仅会失去名额，还会成为宗门的笑柄。楚风看着秦云，嘴角的笑容越发浓郁。他伸手指着孟诗诗，眼神中闪过一丝玩味，一字一句的说道：“我要他。”秦云目光一寒：“你说什么？”楚风看着他，再次重复了一遍：“我要他立天道誓言，若是你输了，他要认我为主。”这句话如同惊雷般，瞬间炸翻了全场。秦云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双拳紧握，眼中满是暴怒的火焰。楚风，你欺人太甚！孟诗诗更是浑身一颤，脸上满是错愕之色。自从他进门之后，楚风的目光就始终都他身上，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对方竟然敢提出如此要求。身后的那些弟子也都惊呆了，一个个面面相觑。谁也没有想到，楚风要的赌注竟然会是孟诗诗。丹韵阁的气氛瞬间变得剑拔弩张，楚风竟然敢让孟师妹认他为主，疯了！他绝对是疯了。孟师妹可是秦师兄的未婚妻啊，他不过是仗着有9重丹道天赋，被老祖封为太上长老罢了，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然而楚风却是好似根本感受不到秦云的愤怒，若是不敢赌就滚出去。秦云的脸色瞬间铁青如铁，周身金丹3重的灵力如同沸腾般狂涌而出，他死死地盯着楚风，额头上青筋暴起，声音如同从牙缝里挤出来一般：“楚风，你找死！”孟诗诗是他的未婚妻，他认定的道理，这不仅是在羞辱孟诗诗，更是在踩他的脸。是可忍，孰不可忍？站在楚风身旁的徐青脸色也变了，他连忙上前一步，对着秦云急声道：“秦云，你冷静点，这可是宗门的太上长老，也是我们的太师祖，你不可无礼。”他虽然也觉得楚风的要求有些过分，但楚风的身份摆在那里，秦云若是动手，后果不堪设想。可秦云此刻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哪里听得进徐青的劝阻？你竟敢如此羞辱诗诗！他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尖直指楚风：“楚风，别以为你有个太上长老的名头就可以为所欲为。”楚风摩挲着手中的新磁剑剑鞘，语气平淡：“我只是在提出合理的赌注，你若自信能赢，又何必在意赌注是什么？”柳如烟站在孟诗诗身旁，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她与孟诗诗同为大长老门下弟子，容貌也算清秀，却总被孟诗诗的光芒所掩盖。此刻她轻轻拉了拉孟诗诗的衣袖，压低声音道：“诗诗姐，这楚风太欺负人了，竟然提出这种要求。”孟诗诗咬着下唇，心中涌起强烈的不安。虽然她也愤怒于名额被夺，但楚风那份从容不迫让她隐隐觉得，这个看似只有20岁的太上长老，恐怕不像表面那么简单。怎么不敢赌？楚风终于抬眼看向秦云，嘴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弧度：“若是没这个胆量，就别浪费我的时间。”秦云环视四周，那些跟随他来的师弟师妹们都在看着他。今日若是退缩，自己多年来在宗门建立起的威望将荡然无存。秦师兄不能答应！徐青焦急的劝阻：“此事还需从长计议。”秦云抬手打断他，眼中闪过决绝之色：“我秦云修行这么多年，同辈之中未尝一败。今日若是连一个20岁小子的挑战都不敢接，还修什么道？问什么仙？”他转向楚风，一字一顿道：“好，我答应你的赌注，但若是我赢了，你不仅要归还云天大会的名额，还要当众向我磕头赔罪，承认你不配太上长老之位。”可以。楚风干脆利落地点头，仿佛在答应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云哥，孟诗诗忍不住开口，眼中满是忧虑。秦云转身握住他的手，目光灼灼：“诗诗，他就算从娘胎里开始修炼，20岁能达到金丹境矣是奇迹，绝不可能是我对手。”柳如烟也凑过来，轻声道：“诗诗姐，秦师兄说的对，你若是不答应这赌注，岂不是显得不信任他？这么多师弟师妹看着呢，秦师兄的面子往哪放？”孟诗诗看向秦云，看到他眼中不容置疑的自信，又看了看周围那些期待的目光，终于艰难地点了点头。他走到院子中央，抬头望向天空：“天道在上，弟子孟诗诗在此立誓，若今日秦云与楚风赌斗落败，弟子自愿认楚风为主，终身侍奉，绝不背叛。若为此事，愿遭天道反噬，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超生。”话音落下，天空中忽然传来一声若有若无的雷鸣，一道淡金色的光芒从天而降，在孟诗诗眉心处凝聚成一个复杂的符文印记，闪烁3次后，缓缓引入肌肤之下。天道誓言已成。见誓言已成，秦云再不犹豫，他手中墨影剑横于胸前，周身气势开始节节攀升。楚风，受死！他冷喝一声，金丹3重的灵力毫无保留地爆发开来。跟随秦云儿来的弟子们纷纷后退，为2人留出足够的空间。徐青也退到廊下，眼中满是担忧，不是担忧楚风，而是担忧秦云。别人不清楚，他可是很清楚，楚风是元婴境的修为啊。然而此刻一众弟子还在给秦云助威：“秦师兄，
好好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让他见识见识我们丹阳宗亲传弟子的实力。区区20岁，能有多大本事？秦师兄3招之内必败他。孟师师站在人群前，双手紧握在胸前，他看着秦云周身越来越盛的灵力波动，心中默默祈祷：天道誓言已立，若是秦云输了，他的一生都将彻底改变。楚风，拔剑吧！秦云见楚风空手而来，感觉受到了轻视，怒意更盛。对付你还用不着兵器。楚风淡淡道：狂妄！秦云眼中寒光一闪，整个人如离弦之箭冲向楚风，一剑破苍穹。墨影剑剑身之上，青色剑罡迅速凝聚，转瞬间化作一道长达30余丈的巨型剑影。院中的灵力疯狂涌动，全部向那剑影汇聚。好强！秦师兄这一剑已有金丹后期的威力，不愧是宗门亲传弟子。这一剑破苍穹，已得大长老7分真传。那楚风动都不动，该不是吓傻了吧？在众人议论声中，青色剑影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朝楚风当头劈下。剑位置，凌厉的剑气已在地面离出一道深沟，直逼楚风脚下。孟诗诗屏住呼吸，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楚风。柳如烟嘴角扬起，这一剑的威力，他再清楚不过。去年宗门大比时，秦云正是凭借这一剑击败了一位金丹5重的师兄。然而，楚风只是轻轻抬起了右手，五指微微张开，仿佛要接住一片飘落的树叶。一股恐怖威压以楚风为中心轰然扩散，院中的空气在这一瞬间凝固了，时间仿佛静止。那势不可挡的30丈剑影在距离楚风头顶3丈处硬生生停滞，剑身上流转的青色光华像是被冻结，不再有丝毫流动。剑影周围撕裂的空间裂缝如同被一只无形大手抚平，迅速弥合消失。这是秦云发现自己无法再前进分毫，不仅是无法前进，他连动一根手指都做不到。那股无形的威压如同万丈高山压在他的双肩上，他拼命运转9转玄元功，丹田内的金丹疯狂旋转，但所有灵力一离开身体，就如同泥牛入海，被那股威压碾得粉碎。墨影剑在他手中剧烈颤抖，发出哀鸣般的剑音。这柄地气长剑，剑身上竟然开始出现细密的裂纹，咔嚓，清脆的碎裂声响起，那道30丈的青色剑影从剑尖开始寸寸崩碎，化作漫天光点消散。不可能！秦云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额头青筋暴起。他拼尽全力想要将剑向前推进哪怕1寸，但手臂重若万钧，连颤抖都做不到。楚风缓缓放下右手，向前踏出一步，仅仅一步，威压再增3分。砰！秦云双膝一软，重重跪倒在地，青石板地面被他膝盖砸出2个深坑，裂纹如蛛网般向外蔓延。墨影剑脱手飞出，哐当一声落在地上，剑身上的裂纹已经清晰可见。整个丹域隔死一般寂静，那些原本叫嚣助威的众人脸上的表情集体凝固。柳如烟脸上的笑容早已消失无踪，他踉跄着后退2步，嘴唇哆嗦着想说些什么，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输了！秦云竟然输了！孟诗诗浑身剧烈颤抖，指甲深深陷入掌心，鲜血顺着指缝滴落，他却浑然不觉。他看着跪在地上动弹不得的秦云，所有的侥幸在这一刻化为齑粉。天道誓言的金光印记在他眉心隐隐发烫，提醒着他那不可违背的契约。若秦云败，他将认楚风为主，终身侍奉。楚风走向跪在地上的秦云，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众人的心跳上。终于，他停在了秦云面前。秦云艰难地抬起头，眼中布满血丝，那张原本俊朗的脸已经变得扭曲。你究竟是什么修为？楚风没有回答，只是抬起右脚，轻轻踩在了秦云的头顶。这个动作很轻，甚至没有用力，但其中蕴含的羞辱意味，让所有众人倒吸一口凉气。认输或者死。楚风的声音冰冷得让人骨髓发寒。我给你3息时间选择。你敢杀我？秦云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我是尊氏大长老。楚风直接打断他，脚下的力量微微加重。秦云感到头骨传来不堪重负的咔咔声，死亡的阴影瞬间笼罩心头。这一刻，他所有的不甘在那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显得如此可笑。他想起自己10多年的苦修，想起为云天大会准备的10年心血，想起在静云轩中向师尊立下的豪言壮语，但所有这些都比不上此刻对死亡的恐惧。我认输3个字用尽了他全部的力气。话音落下，秦云像是被抽空了所有精气神，整个人瘫软在地，眼神空洞地望着天空。楚风收回脚，那股笼罩全院的恐怖威压也如潮水般退去。滚！那些弟子如梦初醒，慌忙冲上前，7手8脚地架起瘫软的秦云。有人捡起地上布满裂纹的墨影剑，手忙脚乱地收进剑鞘。整个过程无人敢说话，甚至连呼吸都刻意放轻，生怕引起楚风的注意。众人都走了，唯独孟诗诗站在原地，身体微微发抖。楚风重新落座，这才将目光落在他的身上。孟诗诗缓缓抬起头，眼中已是一片死灰。他走到楚风面前，双膝跪地，声音空洞：主人。天道誓言已然生效，那枚金色印记在他眉心隐隐浮现，将他与楚风之间的主仆关系牢牢锁定。徐青也很识趣，立刻躬身行礼：弟子告退。他转身时，目光复杂地看了孟诗诗一眼，而后退出了别院，并且关上了院门。丹运阁的院子里，
忽然安静的只剩下风吹竹叶的沙沙声。孟诗诗站在楚风面前3步之遥，垂手而立，双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角。他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一下又一下，在寂静的夜色中格外清晰。楚风静静地看着他，缓步走近。孟诗诗下意识地想要后退，双脚却像是生了根，动弹不得。终于，楚风停在了他面前，两人的距离近得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孟诗诗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清冽气息，楚风伸出手，轻轻挑起了他的下巴。孟诗诗全身瞬间僵硬，一股电流般的酥麻感从下颌处蔓延开来，直冲头顶。他从未与男子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即便是秦云，最亲近时也不过是牵过他的手。别动。楚风的声音低了几分，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女人。这句话如同惊雷，炸响在孟诗诗的脑海。他瞪大了眼睛，眼中瞬间涌上惊恐、屈辱、不甘。他想摇头，想后退，想推开他，可是当反抗的念头刚升起时，眉心处的金色印记骤然灼烫，一股无形的力量从神魂深处蔓延开来。不，他艰难地发出一个音节，但已经晚了。楚风的脸在眼前放大，然后他的唇落了下来。孟诗诗的身体剧烈颤抖起来，他双手抵在他胸前，想要推开他，可那力道软绵绵的，与其说是推拒，不如说是无力的挣扎。天道誓言的制约越来越强，每生出一丝反抗的念头，神魂就像被针扎般刺痛。更可怕的是，他的身体开始背叛他的意志。孟诗诗感到腰间一松，衣裙失去了束缚。不，他又挣扎起来，声音带着哭腔，我还没有准备好。不需要准备。楚风的语气不容置喙，你只需要接受。话音落下，他手臂用力将他拦腰抱起。孟诗诗闭上了眼睛，长睫轻颤，一滴泪滑落。消息像野火一样在丹阳宗蔓延开来。听说了吗？秦师兄去挑战那位新来的太上长老，结果连一招都没出就被镇压了。何止是一招没出，秦师兄施展了一剑破苍穹，结果楚风连动都没动，仅凭威压就碾碎了秦师兄的剑罡。20岁的元婴简直是妖孽啊！我的天，那孟诗诗师姐呢？听说她立了天道誓言，已经认主了，现在就在丹韵阁伺候着呢。丹阳宗深处，一座云雾缭绕的山峰上，玄真道人负手立于崖边，听着云苍兰的汇报，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看来这太上长老之位给得值。云苍兰的脸色却是有些怪异。老祖，楚风如此羞辱清约，大长老那边？玄真道人摆摆手，年轻人有些傲气是好事，但不知天高地厚，总要吃点苦头。楚风此举既是立威，也是替我们敲打某些心高气傲的小辈。静云轩内，林英之看着跪在面前失魂落魄的秦云，久久无言。他怎么都没想到，楚风竟然是元婴境的修为。师尊，弟子给您丢脸了。秦云声音嘶哑，眼中已无往日的神采。林英之长叹一声，伸手扶起秦云，不是你的错，20岁的元婴三重，别说是你，就算是为师当年也远远不及。他顿了顿，语气复杂，只是诗诗那孩子，天道誓言已立，为师也无能为力了。秦云身体一颤，双目猩红，弟子一定会将他夺回来。云天宫大长老叶唐正襟危坐，将一份名单递了过去。雅儿，这便是其余3大宗门此次参加云天大会的名单，你且看看吧。云天宫圣女诗雅伸手接过名单，她随意的翻看着，语气带着一丝轻蔑。丹阳宗那群炼丹的废物也配合我们云天宫争名额。闻言，叶唐也是点了点头。这一次你一定要夺取大会的第一，最好直接把丹阳宗挤出去，让他们彻底失去进入秘境的资格。诗雅脸上的笑容更加浓郁。师尊放心，我已经突破到了金丹8重，在年轻一辈中，谁能与我抗衡？他一边说着，一边继续浏览手中的名单。可当他的目光扫到一个名字之时，指尖下意识地攥紧了名单，原本轻松的神色瞬间凝固。这名单上的赵有容是怎么回事？赵有容这个名字，他怎么可能忘记？当年在云天宫，赵有容是他最强的竞争对手，两人同为内门弟子，争夺圣女之位，明争暗斗了数年。最终，赵有容凭借着天灵根的天赋击败了他，成为了云天宫的圣女。可后来，赵有容灵根尽毁，被逐出了云天宫，从此销声匿迹。一个灵根尽毁的废人，怎么可能出现在丹阳宗的参会名单上？叶唐看着诗雅震惊的模样，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语气不以为意地说道：“你不会以为这是当年那个被逐出宗门的赵有容吧？”他放下茶杯，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一丝感慨。当年赵有容灵根尽毁，修为尽失，就算不死，也不过是个废人罢了。这丹阳宗的赵有容，定然是重名罢了。天底下同名同姓的人多了去了。诗雅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她指尖摩挲着名单上的赵有容3个字，心中的不安却越来越强烈。她总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能参加云天大会的都是各宗门年轻一辈的顶尖人物，绝不可能是籍籍无名之辈。可我之前从未听说过丹阳宗有一个叫赵有容的弟子。他顿了顿，目光再次落在名单上，指着另一个名字，继续说道：“还有这个楚风，我也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丹阳宗年轻一辈中，实力最强的应该是秦云才对，可这次的名单之中竟然没有他，不对劲，10分有12分的不对劲。秦云不在名单上，取而代之的是2个名不见经传的人。这丹阳宗
到底在搞什么鬼？叶棠也被诗雅的话勾起了疑虑，他接过名单，重新仔细地看了一遍，眉头也微微皱了起来。难道真的会是赵有容？不管是不是他，我明日去一趟丹阳宗，就什么都明白了。诗雅猛地站起身，语气带着一丝冷意。翌日清晨，丹阳宗山门大开，云雾缭绕的山道上，两道身影缓缓走来。走在前面的正是云天宫圣女诗雅，她身姿窈窕，眉宇间带着一丝高傲。跟在她身后的是一位身着青色衣袍的男子，剑眉星目，身姿挺拔，正是诗雅的道侣刘冰。刘冰的修为也达到了金丹6重，他看着身旁的诗雅，眼中满是爱慕。两人刚走到山门前，便被丹阳宗的弟子拦下。诗雅取出云天宫的圣女令牌，淡淡开口：“我乃云天宫圣女诗雅，有事拜访贵宗弟子赵有容。”守门弟子见状，不敢怠慢，连忙恭敬地说道：“两位请稍等，我这就去通报。”片刻之后，一位身着青色道袍的丹阳宗弟子快步走来，对着诗雅和刘冰躬身行礼：“两位随我来吧。”穿过层层叠叠的灵竹，一座雅致的别院出现在眼前。别院的院门敞开着，院中传来阵阵清脆的剑鸣声。诗雅和刘冰顺着声音望去，只见院内的空地上，一位身着淡紫色长裙的女子正在练剑。女子身姿轻盈，剑光如练，每一剑都带着凌厉的灵力波动。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她的身上，勾勒出她窈窕的身姿。她的容颜绝美，眉宇间带着一丝淡淡的清冷，正是诗雅和刘冰以为早已沦为废人的赵有容。果然是他！诗雅的脚步猛地顿住，瞳孔骤缩，她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虽然心中有所猜测，可是亲眼所见之后，她依旧是大脑一片空白。她怎么都想不明白，早已经废了修为的赵有容为何会出现在丹阳宗。而站在诗雅身后的刘冰反应更是夸张，他的身体猛地一颤，喉咙剧烈的滚动着，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眼中满是慌乱。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在这里见到赵有容。当年在云天宫，他对赵有容一见钟情，苦苦追求了数年，却始终得不到他的心。后来赵有容灵根尽毁，被逐出云天宫，他才在诗雅的主动示好下和诗雅走到了一起。可现在看到赵有容活生生地站在那里练剑，他的心中竟然涌起了一丝久违的悸动。引路的丹阳宗弟子看到两人的反应，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但还是恭敬地走上前，对着正在练剑的赵有容躬身禀报道：“圣女，这位是云天宫的圣女诗雅，说是您的故交，特意前来拜访您。”赵有容听到声音，手腕一转，长剑归鞘，他缓缓转过身，目光落在诗雅身上，眼中闪过一丝淡淡的冷意。当年在云天宫，两人为了争夺圣女之位，明争暗斗，水火不容。没想到他离开云天宫之后，诗雅竟然成了新的圣女。至于刘冰，赵有容的目光淡淡扫过他，眼中没有丝毫波澜，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诗雅在短暂的震惊过后，很快便恢复了镇定。他刚才已经用神识探查过了，赵有容的修为不过是金丹1重。虽然不知道赵有容是怎么恢复修为的，但金丹1重的修为，在他金丹8重的面前根本不堪一击。诗雅整理了一下裙摆，缓缓走进院子，脸上露出一丝虚伪的笑容：“哎呀，这不是赵师姐吗？没想到竟然能在丹阳宗见到你。”他口中喊着师姐，语气却带着浓浓的讥讽。他故意释放出自己金丹8重的灵力威压，那股威压如同潮水般朝着赵有容席卷而去，想要让赵有容感受到两人之间的差距。赵有容感受到那股扑面而来的威压，眉头微微皱起，却依旧站在原地纹丝不动。他看着诗雅，语气带着一丝疏离：“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些吗？”诗雅见赵有容竟然能抵挡住自己的威压，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他走到赵有容面前，上下打量着他，嘴角的笑容越发浓郁：“师姐，这是说的哪里话？我看到参加云天大会的名单上有你的名字，还以为是重名呢，没想到真的是你。师姐真是好本事啊，灵根尽毁都能恢复修为，真是让我刮目相看。”站在一旁的刘冰看着赵有容那张熟悉的脸庞，心中越发慌乱。他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诗雅注意到刘冰的失态，眼中闪过一丝不悦，他猛地拉过刘冰的手臂，将他挽在自己的怀里，对着赵有容炫耀道：“对了，师姐，我和刘师兄现在已经是道侣了。”他顿了顿，故意凑近赵有容的耳边，声音不大，却足以让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刘师兄之前可是很喜欢师姐，只可惜啊，当初师姐修为尽毁，被逐出云天宫。当年在云天宫，赵有容是众星捧月的圣女，所有人都喜欢她，她一直被赵有容的光芒所笼罩，如同丑小鸭一般。可现在风水轮流转了，她成了云天宫的圣女，修为达到了金丹8重，还有一个金丹6重的道侣。而赵有容不过是金丹1重的修为，寄人篱下，在丹阳宗苟延残喘。”诗雅看着赵有容，心中充满了快意。他就是要让赵有容羡慕嫉妒恨，他就是要让赵有容知道谁才是最后的赢家。刘冰被诗雅挽着手臂，身体僵硬，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的神色。他看着赵有容，眼中闪过一丝愧疚，却又不敢挣脱诗雅的手。赵有容看着诗雅那副得意洋洋的模样，又看了看刘冰那副尴尬的神色，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讥讽：“说完了吗？你可以走了。”闻言，诗雅脸上的虚伪笑容骤然褪去：“不装了，就你还想参加云天大会？”他手掌微微用力，捏着赵有容的下巴，
迫使他抬头看着自己。赵有容，你以为你恢复了金丹一众的修为就能翻身了？告诉你，在我眼里，你依旧是那个被逐出云天宫的废物。你如果真的敢参加云天大会，我会让你死在大会上。赵有容冷冷地盯着诗雅，一字一句地说道：我的事与你无关，与我无关。诗雅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当年你抢走我的圣女之位，如今又出现在丹阳宗的参会名单上，你说与我无关？就在这时，一直站在诗雅身后脸色惨白的刘冰终于忍不住开口了。他拉了拉诗雅的衣袖，语气带着一丝哀求：雅儿，别这样，有话好好说。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赵有容的脸上，哪怕赵有容如今修为只有金丹一众，可在他的心中，赵有容依旧是那个高高在上，让他魂牵梦萦的圣女。诗雅听到刘冰的话，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猛地转过头，一巴掌狠狠甩在刘冰的脸上。啪！一声清脆的响声在寂静的院子里显得格外刺耳。刘冰的身体猛地一颤，脸颊瞬间红肿起来，嘴角溢出一丝鲜血。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诗雅，眼中满是错愕。雅儿，你……诗雅死死地盯着刘冰，眼中满是怒火。你还对他余情未了是不是？看到他你就心软了是不是？刘冰，你别忘了，现在你是我的道侣，而他不过是一个被逐出宗门的废物。刘冰被诗雅骂得狗血淋头，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他张了张嘴想要辩解，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他确实对赵有容余情未了，看到赵有容的那一刻，他的心中就掀起了惊涛骇浪。然而不等刘冰开口，赵有容便冷冷地开口了：我已经有夫君了，请注意你们的言辞。什么？诗雅和刘冰皆是一愣，两人对视一眼，眼中都闪过一丝难以置信。诗雅她上下打量着赵有容，语气带着一丝嘲讽：你是被逐出云天宫，没人要了，随便找了个男人嫁了吧？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男人娶你这个废人。刘冰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疼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双拳死死地攥着，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她竟然嫁人了，那个曾经让她魂牵梦萦的圣女竟然嫁人了。就在这时，一道清越的声音从院门外传来：有容。众人循声望去，只见楚风缓步走了进来，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的身上，勾勒出他挺拔的身影，如同谪仙下凡。赵有容看到楚风的瞬间，眼中的冰冷瞬间融化，他快步走上前，轻易地挽住楚风的手臂，将头轻轻靠在他的肩膀上。这是我夫君楚风。楚风被赵有容突如其来的亲昵弄得一愣，他低头看了看靠在自己肩膀上的赵有容，又抬头看了看院中的诗雅和刘冰，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他对着两人微微颔首，语气平淡地问道：这两位是？赵有容挽着楚风的手臂，眼神中带着一丝冷意，缓缓开口：这位是云天宫的新任圣女诗雅，这位是她的道侣刘冰。刘冰看向出，眼中满是敌意。诗雅在看到楚风的瞬间，眼睛猛地亮了起来，她的目光落在楚风俊逸的脸上，眼中闪过一丝惊艳。楚风的容貌比刘冰强了太多，而且周身散发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气质，让他心动不已。他的心中瞬间涌起一个念头：赵有容的东西他都要抢过来。当年抢了圣女之位，现在他要抢赵有容的夫君。诗雅走到楚风的面前，脸上露出一丝妩媚的笑容，声音柔的能滴出水来：楚公子，我是云天宫圣女诗雅。刘冰看到诗雅对楚风如此热切，气得浑身发抖，眼中满是醋意。赵有容感受到诗雅的目光，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他挽着楚风的手臂更加用力，眼神中带着一丝警惕。诗雅，你来找我就是为了和我夫君搭讪吗？诗雅转头看向赵有容，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赵师姐这是吃醋了，我不过是和楚公子打个招呼罢了。楚风看着眼前剑拔弩张的三人，心中瞬间明白了几分。他虽然不知道三人之间的过往，但也能看出诗雅的挑衅。不知圣女今日前来有何事？诗雅见楚风语气平淡，没有被自己的美色所诱惑，心中闪过一丝不悦，但很快便掩饰过去。也没什么事，只是来看看师姐，毕竟我们很快就要在云天大会上见面了。说完，诗雅对着楚风抛了个媚眼，这才转身离去。刘冰脚步踉跄，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赵有容，而赵有容只是冷冷地看着他，眼神中没有丝毫波澜。两人离开后，院子里终于恢复了宁静。赵有容猛地拉着楚风的手臂，快步朝着屋内走去。楚风被他拉着，调侃道：娘子，这可是大白天啊！赵有容猛地停下脚步，语气带着一丝急切：我想要提升修为，我要在云天大会上打败诗雅。楚风看着赵有容眼中的泪光，心中的调侃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好，我帮你。这段时间他已经用丹药将赵有容的修为提升到了金丹1重，可想要在云天大会之前帮他突破到金丹8重还是有些勉强。不过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主意。很快屋内便传来赵有容压抑的喘息声。1个月后，屋内的灵力波动达到了顶峰，浓郁的灵力几乎要凝聚成实质。赵有容猛地弓起了腰身，浑身剧烈地颤抖着：突破了，我突破了！话音刚落，一股磅礴的灵力从他的体内爆发出来，席卷了整个房间。他的气息瞬间暴涨，突破到了金丹6重。赵有容缓缓睁开眼睛，他体内的灵力变得无比浑厚，经脉也拓宽了数倍。
仅仅1个月的时间，他的修为竟然提升了整整5个小境界，达到了金丹6种。这要是传出去，绝对会震动整个大凤王朝。赵有容轻轻抱住楚风，语气带着一丝哽咽：“谢谢你，夫君。”楚风轻轻拍了拍他的背，语气平淡地说道：“我们是夫妻，不必言谢。”赵有容抬起头，眼中的激动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丝遗憾。明天便是云天大会了，我现在是金丹6种，可诗雅是金丹8种，我距离他还差2个小境界。楚风看着他失落的模样，从纳戒中取出一个小鼎：“明日大会，你把这个带上，若是遇到诗雅，就催动此鼎。”赵有容接过小鼎，一股磅礴的威压传来，让他的心神为之一震。这是圣器，乾坤紫金炉。他曾经在云天宫的古籍上见过关于乾坤紫金炉的记载，这是丹塔的镇塔之宝，真正的圣器。楚风点了点头，语气平淡地说道：“没错，有了这个，定然能让你赢他。”赵有容紧紧地握着手中的乾坤紫金炉，心中却闪过一丝犹豫，这会不会有些胜之不武？楚风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修行之路讲究才履法地，圣器也是实力的一部分，而且云天大会也没有规定不允许使用圣器吧。赵有容收起乾坤紫金炉，而后扑到了楚风的身上：“夫君，再来一次吧。”丹阳宗一道身影快步走来，正是玄真道人。走到丹运阁门口，玄真道人停下脚步，整理了一下衣襟，这才恭敬地对着院内喊道：“师尊，我按照您的吩咐，已经将炼制九转凝神丹的药材凑齐了。”话音落下，院内传来楚风平淡的声音：“进来吧。”玄真道人连忙推门而入，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快步走到楚风面前，将储物袋双手奉上。这些都是弟子从宗门宝库翻找出来的，每一样都是顶级的药材，绝对符合炼制九转凝神丹的要求。楚风接过储物袋，指尖轻轻一拂，袋口便自动打开，一股浓郁的药香瞬间喷涌而出。他的目光扫过储物袋中的药材，微微颔首：“不错。”玄真道人听到这话，脸上的笑容更加浓郁。他搓着手，语气带着一丝期待：“师尊，您这次炼丹，弟子能不能在一旁学习？九转凝神丹可是9品丹药，能观摩楚风炼制9品丹药，对他来说绝对是天大的机缘。”楚风看了他一眼，淡淡点头：“当然可以，多谢师尊。”玄真道人激动得差点跳起来，连忙躬身行礼。他小心翼翼地退到一旁，找了个不碍事的角落站定，眼睛瞪得溜圆，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轰！一声轻响，乾坤紫金炉内瞬间燃起道火，乾坤借法，丹火凝魂，九转归一，凝神聚气。随着法诀的打入，炉内的火焰愈发旺盛。玄真道人站在一旁，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楚风的动作，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原来丹火还可以这样控制，原来法诀还可以这样组合，我之前的炼丹术简直是儿戏。一炷香的时间过去，楚风猛地收手，口中低喝一声：“凝！”话音落下，紫金炉内的火焰瞬间收敛，炉口的金色雾气也随之凝聚，金光闪过，一枚丹药从炉口缓缓飞出，悬浮在半空中。楚风抬手一抓，将九转凝神丹握在手中。站在一旁的玄真道人此刻早已呆若木鸡，他的瞳孔之中倒映着那枚九转凝神丹，脸上的表情已经凝固。过了许久，玄真道人才缓缓回过神来。十成药效。他见过无数的丹师，也见过无数的丹药，可他从未见过有人能如此轻松地炼制出10成药效的9品丹药。玄真道人的心中对楚风的崇拜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楚风没有理会玄真道人，他转头看向身旁的虚空，淡淡开口：“裴一，出来吧。”话音落下，一道光影从楚风腰间的星刺剑中飞出。裴玉涵看着楚风手中的九转凝神丹，眼中闪过一丝激动的光芒：“这是给我的，这是九转凝神丹，裴一服下它便能恢复魂体的实力。”楚风将丹药递到裴玉涵的面前，当初之所以先给紫嫣炼制九转凝神丹之时，因为他想要得到乾坤紫金炉，不然以他现在的修为，用普通的炼丹炉无法炼制出10成药效的9品丹药。裴玉涵的眼眶瞬间湿润了，他接过丹药，直接放入口中，丹药入口即化作一股滚烫的暖流，顺着喉咙涌入他的魂体之中，一股精纯的力量瞬间在他的魂体之中炸开。裴玉涵只觉得一股难以言喻的舒适感席卷了他的全身，那股暖流所过之处，他受损的魂体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修复着，他原本透明的身影渐渐变得凝实起来，周身的气息也越来越浓郁。玄真道人站在一旁，眼中满是羡慕。九转凝神丹，一枚足以让无数炼虚境修士疯狂的丹药，楚风竟然随手就给了一个器灵，这手笔也太大了。片刻后，裴玉涵缓缓睁开眼睛，他的身影已经变得和常人无异，周身散发着炼虚9重的恐怖威压。他踮起脚尖，凑到楚风的脸颊上吻了一下，柔软的触感传来，楚风的身体微微一僵，裴玉涵的脸颊瞬间变得通红，语气带着一丝羞涩：“大恩不言谢，日后当涌泉相报。”说完，裴玉涵的身影化作一道光影，飞入星刺剑中。楚风愣在原地，伸手摸了摸被吻过的脸颊，脸上露出了一丝错愕。云天大会，云天宫作为上一届云天大会的第1名，有着举办大会的资格。此刻的演武广场早已是人满为患，广场中央，
搭建着一座巨大的擂台，擂台由万年陵木打造，上面布下了防御阵法，足以承受化神境修士的全力一击。就在这时，广场入口处传来一阵骚动，只见丹阳宗的众人走了进来，为首的是一位女子，她腰肢纤细如柳，双肩圆润，即便身着宽松的道袍，也难掩那惊心动魄的曲线，正是丹阳宗的大长老林英之。跟在林英之身后的，便是丹阳宗参加云天大会的5人：楚风、赵有容、徐清、徐白、姚梦。当赵有容的身影出现在众人视线中的时候，广场上瞬间炸开了锅。那不是赵有容吗？我的天，真的是他！他不是灵根尽毁，被逐出云天宫了吗？他身上穿的是丹阳宗的道袍，难道他拜入了丹阳宗？云天宫的弟子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赵有容曾经是云天宫的圣女，这里没人不认识他。后来他灵根尽毁，被逐出宗门，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彻底沦为废人，没想到他竟然会以丹阳宗弟子的身份出现在云天大会的现场。云天宫的长老们也纷纷皱起了眉头。叶棠看着赵有容的身影，眼中闪过一丝冷意。而在这些议论声中，还有一些其他声音：丹阳宗的大长老长得也太美了吧！这些议论声传入林英之的耳中，他的脸上没有丝毫波澜。他带着楚风等人缓步走到丹阳宗的席位前，坐了下来。楚风扫了一眼身旁的4人，心中暗暗吐槽：这丹阳宗还真是阴盛阳衰啊！参加云天大会的5个人，竟然有4个女子，只有他一个男人。徐清和徐白两姐妹，他是认识的。姚梦是玄真道人的孙女，修为达到了金丹3重，长得娇俏可爱，一双大眼睛滴溜溜地转着，好奇地打量着四周。就在这时，一位云天宫长老走上擂台，手中拿着一个黑色的签筒。他清了清嗓子，声音洪亮地说道：诸位，现在进行云天大会的抽签，4大宗门两对战，胜者晋级，败者淘汰。最终晋级的2大宗门进行决战，争夺云天大会的第1名。话音落下，广场上瞬间安静下来，请4大宗门的代表上前抽签。话音刚落，4大宗门的代表便纷纷站起身，朝着擂台走去。丹阳宗的代表是林英之，云天宫的代表是叶棠，天震宗和万寿宗的代表也都是各自宗门的大长老。4人走到擂台中央，围着签筒站定。裁判将签筒晃了晃，对着4人说道：签筒中有4支签，2支红色，2支蓝色，抽到相同颜色的宗门互为对手。林英之深吸一口气，率先走上前，伸手从签筒中抽出一支签。只见那支签的签头是红色。叶棠也走上前，抽出一支签，红色。裁判看着2人手中的签，朗声道：抽签结果，丹阳宗对战云天宫。此话一出，广场上瞬间响起一阵哗然。丹阳宗对战云天宫，这下有好戏看了。云天宫可是上一届的第1名，丹阳宗这次怕是要输惨了。丹阳宗一向不善杀伐，这次遇到云天宫，怕是连晋级的机会都没有。叶棠看着林英之，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讥讽，没想到我们竟然这么有缘，第1场就遇上了。林英之看着他，语气平淡，确实没想到。见状，叶棠继续说道：说起来，你们丹阳宗已经连续在云天大会上倒数第1了吧？今年可得加把劲，不然怕是连进入云天秘境的资格都要没有了。丹阳宗的弟子们一个个面色涨红，眼中满是怒火，却又无从反驳，因为叶棠说的是事实，这是丹阳宗所有人心中的痛。林英之的脸色瞬间变得冰冷：叶长老不必担心，今年我们丹阳宗定能赢。赢？叶棠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他不屑地扫了一眼丹阳宗的5人，你看看你们的人，这几个废物能做什么？紧接着他转头看向了云天宫参会的5人，我宗最弱的都是金丹6重，最强的诗雅修为更是突破到了金丹8重，你觉得你们丹阳宗拿什么赢？林英之被叶棠一番话堵得脸色铁青，他眼中闪过一丝决绝。既然你如此看不起我丹阳宗，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叶棠微微蹙眉，随即又嗤笑一声：你丹阳宗如今还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赌注？就赌第1场比试的胜负。林英之的声音清亮，传遍了整个演武广场，让原本嘈杂的议论声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2人身上。他深吸一口气，一字一句道：若是我丹阳宗输了，我林英之当众给你跪下，承认丹阳宗不如云天宫；若是你云天宫输了，你叶棠也要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跪下，承认云天宫技不如人。这话一出，满场皆惊，2大宗门的大长老竟然以当众下跪为赌注，一旦输了，不仅是个人颜面尽失，整个宗门的脸面都会被踩在脚下。叶棠瞳孔骤缩，心中不由得咯噔一下，但转念一想，这场比试丹阳宗绝无胜算。好，我跟你赌，你就等着给我下跪吧。就在这时，叶棠的目光越过林英之，落在了丹阳宗队伍中的赵有容身上。当看清赵有容那张熟悉的脸庞时，叶棠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的杀意。他早就听诗雅说过，赵有容恢复了修为，还加入了丹阳宗，要代表丹阳宗参加云天大会。此刻亲眼看到赵有容站在丹阳宗的队伍里，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滔天的怒火。赵有容是他看着长大的，是他亲手培养的弟子，当年他对赵有容寄予厚望，甚至想过让赵有容继承他的位子。可赵有容灵根尽毁被逐出云天宫后，竟然不回来求他，反而转头投靠了丹阳宗，这是对他的背叛。
对整个云天宫的背叛。诗雅，既然他不想回云天宫，那便废了他。赵有容的身体猛地一颤，他抬起头，看着叶棠那张冰冷的脸。当年他临根尽悔，曾跪在叶棠的门前，求他相信自己，求他给他一个机会。可叶棠呢，连门都没让他进，直接让人把他打了出去，还放话说他此生再无他入云天宫的资格。如今他恢复了修为，叶棠竟然要废了他。他的眼神越来越坚定，越来越冰冷。丹阳宗的众人听到叶棠的话，瞬间炸开了锅。赵师姐不过是加入了我们丹阳宗，他就要废了赵师姐，真当我们丹阳宗好欺负吗？云天宫当年把赵师姐逐出宗门，现在又想斩尽杀绝，无耻！今日定要让云天宫知道我们的厉害。人群中，姚梦的反应最为激烈。她是玄真道人的孙女，从小被宠坏了，最见不得别人欺负丹阳宗的人。她猛地跳了出来，指着云天宫的方向，大声嚷嚷道：“我要第一个上擂台！”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娇俏却带着浓浓杀意的声音从云天宫的队伍中传来：“师姐，可敢一战？”众人循声望去，只见诗雅手持长剑，一步步走上擂台。赵有容看着擂台上的诗雅，眼中闪过一丝冷意。他朝着擂台走去，每走一步，气势便强盛一分。当他踏上擂台的那一刻，一股磅礴的灵力从他体内爆发出来。金丹六重，金丹六重。诗雅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他明明记得1个月前在丹阳宗见到赵有容时，他的修为不过是金丹1重。这才短短1个月的时间，赵有容竟然连跳5个小境界，达到了金丹6重，这怎么可能？随即他很快便反应了过来，1个月前在丹阳宗，你故意在我面前藏拙，是吗？在诗雅看来，赵有容一定是早就恢复了修为，甚至早就达到了金丹6重。之前在丹阳宗不过是故意示弱，只不过即便如此，赵有容依旧不可能是他的对手。赵有容没有解释，只是拔出腰间的长剑。拔剑吧！话音落下，赵有容一剑斩出流云金月，这是云天宫的镇宫剑诀，共分9重，修炼到大成境界，一剑可引动流云，斩落星月，威力无穷。当年赵有容身为云天宫圣女，曾将这套剑诀修炼到了第7重，而此刻随着他的剑招展开，众人震惊地发现他的剑招竟然圆润自如，行云流水，赫然是大成境界。诗雅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了起来，他苦练这套剑诀多年，却始终卡在第8重，无法突破到大成境界。可赵有容这个被逐出宗门的废人，竟然修成了。诗雅的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杀意，他怒吼一声：“就算你修成了又如何？境界的差距不是剑诀能够弥补的。”话音落下，诗雅的手中的长剑爆发出耀眼的青光。他深知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他必须在众人面前彻底碾压赵有容，才能挽回自己的颜面。裂天剑，诗雅手中的长剑展出，一道数10丈长的青色剑罡撕裂空气，朝着赵有容狠狠劈去。轰！一声巨响，震耳欲聋。强劲的气浪以碰撞点为中心，朝着四周扩散开来。众人定睛望去，只见赵有容站在原地，而诗雅则踉跄着后退了数十步，脸色惨白，嘴角溢出一丝鲜血，显然是受了伤。这怎么可能？诗雅盯着自己的手掌，掌心传来一阵剧痛。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金丹8重的修为，竟然会被金丹6重的赵有容震伤，这简直是奇耻大辱。诗雅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她看着赵有容，眼中闪过一丝疯狂的光芒。紧接着，她从纳戒中取出一件宝物，那是一口通体金黄的小钟，散发着磅礴的威压。太虚钟，云天宫的圣器，足以碾压金丹境的修士。而丹阳宗的众人看到诗雅拿出太虚钟，瞬间炸开了锅，一个个面露怒色来。无耻，太无耻了！打不过我们圣女，竟然拿圣器，这根本不是公平比试。云天大会是年轻一辈的较量，他竟然动用圣器，云天宫真是不要脸。林英之的脸色也瞬间变得铁青，他猛地站起身，看向叶棠。这场比试是年轻一辈的较量，你竟然让诗雅动用圣器，这不成了比拼宗门底蕴吗？他怎么也没想到叶棠竟然会如此不择手段。原本以为这场比试是年轻一辈的公平较量，所以宗门根本没有给赵有容准备圣器。可现在诗雅拿出了太虚钟，赵有容拿什么抵挡？叶棠看着林英之愤怒的模样，语气带着一丝轻慢的讥讽：“林长老，云天大会可没有规定不能使用圣器啊！”你……林英之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叶棠，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擂台上，诗雅脸上露出一丝狰狞的笑容：“赵有容，这都是你逼我的，今日我定要废了你！”话音落下，诗雅猛地将灵力注入太虚钟中，嗡！一声沉闷的钟鸣响起，太虚钟瞬间暴涨，化作一口数10丈高的巨钟，悬浮在半空中。钟身上的符文亮起，散发出一股恐怖的威压，朝着赵有容狠狠碾压而去。这股威压让赵有容的身体微微一颤，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体内的灵力都开始紊乱起来。台下的众人都屏住了呼吸，丹阳宗的弟子们面露绝望。叶棠看着擂台上的景象，脸上丝毫没有同情之色，他就是要当众废了赵有容，告诉所有人背叛他的下场。林英之也闭上了眼睛，不忍再看。他知道赵有容输定了。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赵有容即将认输，甚至被废去修为的时候，
乾坤紫金炉从他的奈戒中飞了出来。当乾坤紫金炉出现在赵有容手中的那一刻，整个演武广场瞬间安静下来。丹阳宗的弟子们先是一愣，随即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那是乾坤紫金炉，太好了！赵师姐也有圣器，这下看云天宫还怎么嚣张。如此说来，我们丹阳宗起不是有2件圣器了？叶棠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猛地转头看向林英之。林英之，你竟然藏了这么一手，没想到你们丹阳宗竟然找到了乾坤紫金炉。林英之也是一脸的震惊，他根本不知道乾坤紫金炉在赵有容的手中，但看着叶棠吃瘪的模样，林英之的心中却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快意。承让了。太虚中与乾坤紫金炉遥遥相对，2股圣气的威压如同无形的巨浪，席卷了整个演武广场。诗雅死死地攥着太虚中的法诀，金丹8重的灵力如同不要钱一般疯狂注入其中。那口数10丈高的巨钟瞬间爆发出璀璨的金光，一股恐怖的吸力陡然爆发，仿佛要将整个擂台都吞噬进去。赵有容，受死吧！赵有容手中的乾坤紫金炉在灵力的催动下，同样暴涨到数10丈高。虽然紫烟没有现身，谁都看得出来，乾坤紫金炉的力量远在太虚钟之上。下一刻，乾坤紫金炉狠狠地压向太虚钟，轰！2道圣气的光芒轰然碰撞在一起，气浪如同海啸般扩散开来。演武广场四周的弟子们纷纷催动灵力抵挡，一些修为较低的弟子甚至被气浪掀飞出去，口吐鲜血。只见那道金光在紫光的冲击下，如同纸糊一般迅速溃散。太虚中的气灵早已濒临消散，根本无法与乾坤紫金炉中那强大的气灵相抗衡。哐当一声脆响，太虚钟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被紫金炉的威压狠狠震飞，重重地砸在演武广场上。诗雅作为太虚钟的催动者，在圣气被震飞的瞬间便遭到了恐怖的反噬，一股狂暴的能量顺着他的手臂疯狂地涌入他的经脉。啊！诗雅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身体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地撞在擂台的边缘，口喷鲜血。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浑身的经脉如同被无数根钢针穿透一般，传来撕心裂肺的剧痛。诗雅瘫倒在地上，浑身抽搐着，看着缓缓走向自己的赵有容，眼中充满了恐惧。赵有容的眼神冰冷如刀，没有丝毫的怜悯。他一步步走到诗雅的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她，周身散发着淡淡的杀意。这些年的屈辱、痛苦、绝望，在这一刻全都化作了刺骨的寒意。诗雅看着赵有容眼中的杀意，吓得魂飞魄散，她拼命地往后缩着身体，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你不能杀我，我是云天宫的圣女，你杀了我，云天宫是不会放过你的，师尊也不会放过你的。就在这时，一道愤怒的暴喝声响起：逆徒，住手！叶棠的身影瞬间出现在擂台的边缘，他看着身受重伤的诗雅，气得浑身发抖。赵有容，你竟敢对云天宫的圣女下杀手，你好大的胆子！赵有容缓缓抬起头，看向叶棠，眼中没有丝毫的畏惧，只有一片冰冷的嘲讽。我早已经被你逐出师门，甚至早已经被逐出云天宫了，你今天是以什么身份来跟我说话？这句话如同一把刀，狠狠扎在叶棠的心上。他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冷声道：就算你被逐出了宗门，可你用的还是云天宫地功法，流云金月剑诀是云天宫的绝学，没有这套剑诀，你以为你能打败诗雅？赵有容闻言不由得笑了出来。怎么？难道你还想废了我一身修为吗？当年他灵根尽毁，跪在叶棠的门前，求他相信自己，求他给他一个机会。可叶棠呢？连门都没让他进，直接让人把他打了出去，还放话说他此生再无踏入云天宫的资格。现在他恢复了修为，叶棠却想用功法来约束他，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叶棠被赵有容的话噎得说不出话来，他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难堪到了极点。他眼中闪过一丝狠厉，语气带着一丝威胁：你以为我不敢？话音落下，叶棠周身的威压愈发浓郁，显然是动了杀心。赵有容的身体微微一颤，他知道自己不是叶棠的对手，但他没有退缩，而是转过头看向丹阳宗的席位。楚风正坐在那里，目光平静地看着他，四目相对。楚风对着他点了点头：做你想做的事，出了任何事我担着。赵有容的眼眶微微泛红，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有他在，他什么都不怕。赵有容看向瘫倒在地的诗雅，眼中的杀意愈发浓郁，他不再犹豫，猛地抬起手，一掌拍在诗雅的丹田之上。啊！诗雅发出一声凄厉到极致的惨叫，身体剧烈的抽搐着，浑身的青筋暴起，她的灵根正在寸寸断裂，金丹8重的修为彻底化为乌有。和当年的赵有容一样，他彻底沦为了一个废人。赵有容蹲下身，拍了拍诗雅的脸颊：我不杀你，我要让你也尝尝灵根被废的滋味，看看那个对你寄予厚望的师尊会不会像当年抛弃我一样抛弃你。诗雅瘫倒在地上，如坠冰窟，她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灵根已经彻底破碎，丹田也变得空荡荡，修为没了，圣女也没了，一切都没了。叶棠看中的从来都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的修为，他的圣女身份。如今他沦为废人，叶棠是绝不会再管他的。诗雅的身体剧烈地颤抖着，口中发出呜咽的哭声。叶棠看着灵根尽毁的诗雅，顿时银牙紧咬：你这个逆徒，我今日定要废了你！
叶棠手掌之上凝聚着浓郁的灵力，狠狠拍向赵有容的天灵盖。这一掌若是落下，赵有容定然会魂飞魄散。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身影瞬间出现在赵有容的面前。叶棠，出手！林英之伸出手掌挡住了叶棠的攻击，下一刻，他的身体微微一颤，往后退了2步，才稳住身形。叶棠，这场比试是年轻一辈的较量，你身为云天宫的大长老，竟然对一个晚辈出手，你还要不要脸？叶棠看着挡在赵有容面前的林英之，眼中的怒火更盛。林英之，你敢阻拦我？你是想要引起2宗大战吗？战又如何？一道平淡的声音突然响起，众人循声望去，只见楚风缓缓站起身，一步步朝着擂台走来。叶棠看着楚风，眼中闪过一丝不屑，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一个毛头小子也敢在我面前放肆。在他看来，楚风不过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根本不足为惧。然而林英之的下一句话却让叶棠彻底愣住了。他是我丹阳宗的太上长老，太上长老之命，我丹阳宗上下无所不从。此话一出，云天宫的众人瞬间炸开了锅。这个年轻人竟然是丹阳宗的太上长老！我的天，他看起来才20岁左右，怎么可能是太上长老？玄真道人是不是老糊涂了？竟然让一个年轻人做太上长老！而在演武广场的另一侧，万寿宗的席位上同样掀起了轩然大波。万寿宗此次前来参加云天大会的是季福和温玉言。季福忍不住低声对身旁的温玉言说道：“这个楚风是什么来头？20岁的年纪，竟然能做丹阳宗的太上长老？他见过无数的天才，却从未见过如此年轻的太上长老，这简直是闻所未闻。”温玉言的反应比季福更大，他看着楚风的身影，身体猛地一颤。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在这里见到楚风。当初在青山城，楚风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城主，可如今他竟然摇身一变，成了丹阳宗的太上长老。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大到让他根本无法接受。温玉言的心脏狂跳不止，脑海中一片空白。季福看着温玉言失态的模样，不由得皱起了眉头。玉言，你怎么了？温玉言猛地回过神来，他连忙摇了摇头。我只是觉得他太年轻了，太不可思议了。他不敢说出自己认识楚风的事情，只能强压下心中的震惊。叶棠看着林英之，又看了看缓步走来的楚风，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年轻人竟然是丹阳宗的太上长老。但他很快便冷静下来，这里是云天宫的地盘，今日谁也救不了他。我说的。话音落下，叶棠猛地一挥手，来人！3道身影瞬间出现在叶棠的身后。这3人都是云天宫的长老，修为都达到了化神后期。显然叶棠早就做好了准备。3名化神境长老将赵有容团团围住，演武广场上的气氛瞬间变得剑拔弩张。丹阳宗的弟子们一个个面露怒色，却又无可奈何。然而就在3人动手之时，一道璀璨的紫光突然从乾坤紫金炉中爆发出来，紫光如同潮水般扩散开来，笼罩了整个擂台。众人的目光瞬间被那道紫光吸引，只见紫金炉的炉口浮现出一道淡淡的紫色光影，那光影身姿窈窕，容颜绝美，周身散发着一股睥睨天下的威严。紫烟，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地定格在那道紫色光影上，连呼吸都下意识地停止了。云天宫的弟子们最先炸开了锅。炼虚九重，这气灵竟然是炼虚九重的修为。乾坤紫金炉的气灵不仅没有消散，而且完好无损。圣气的气灵历经岁月侵蚀，大多都会神魂残缺，可这尊气灵简直是逆天。季福猛地从椅子上站起身，一双美眸瞪得溜圆。炼虚九重的气灵，丹阳宗到底藏了多少底牌？玄真道人怕是早就知道找到乾坤紫金炉了吧？温玉言的目光落在了楚风的身上，不知为何，他总觉得楚风才是乾坤紫金炉真正的主人。这个男人到底还有多少秘密？擂台上，那3位云天宫的长老在紫烟的威压笼罩下，脸色早已惨白如纸。那股威压如同万丈高山，狠狠压在他们的神魂之上，让他们连动弹一根手指都觉得困难。紫烟看着他们，俏脸上没有丝毫波澜，仿佛只是在看3只微不足道的蝼蚁。他缓缓抬起玉手，轻轻一挥，可就是这看似轻柔的一挥，却蕴含着炼虚九重的恐怖威能。轰！一股磅礴的气浪骤然爆发，3位云天宫长老的身体如同断线的风筝般，瞬间被震飞出去。他们口中狂喷鲜血，身体在空中划过3道狼狈的弧线，重重地砸在演武广场上。3人挣扎着想要站起身，却发现浑身经脉寸寸断裂，丹田内的灵力紊乱不堪，连一丝一毫的力气都提不起来。这一幕彻底震慑了全场，整个演武广场鸦雀无声，落针可闻。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擂台上那道窈窕的紫色身影。化神境长老在他手中竟如此不堪一击。叶棠的身体猛地一颤，踉跄着后退了2步。他自己的修为不过是炼虚7重，与紫烟之间差了整整2个小境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紫烟想要杀他，如同捏死一只蚂蚁般简单。叶棠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在这一刻凝固了。他死死地盯着紫烟，嘴唇颤抖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直到这时，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惹到了一个多么可怕的存在。楚风缓缓走上擂台，
目光平静地落在叶棠的身上。既然你输了赌约，那便跪下吧。叶棠猛地回过神来，他和林英之赌的是这场比试的胜负，赌的是当众下跪，承认自己的宗门不如对方。他之所以敢立下这个赌约，是因为他笃定丹阳宗必输。可他怎么也没想到，丹阳宗竟然藏着如此逆天的底牌，让他给林英之下跪。做梦！叶棠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恐惧，脸上露出一丝色厉内荏的狠厉。你以为有一尊炼虚境的气灵就可以肆无忌惮了吗？别忘了，这里是云天宫。他的话音落下，周身炼虚7重的灵力疯狂涌动，试图在紫嫣的威压下保住自己最后一丝尊严。呵，一声清冽的冷笑响起。既然你不肯体面，那便只能我来帮你体面了。话音落下，楚风便被紫嫣递了一个眼神。紫嫣秒懂，他瞬间出现在叶棠的上空，玉足轻轻一点，轰！那是炼虚9重的威压，带着睥睨天下的气势，狠狠碾压着叶棠。叶棠的身体猛地一僵，那股威压如同无数根钢针，狠狠刺进他的四肢百骸，刺进他的神魂深处。他的骨骼开始发出不堪重负的声响，仿佛随时都会碎裂。但叶棠的眼中却死死地咬着牙，双膝如同灌注了铅一般，不肯弯曲。他是云天宫的大长老，他的尊严不允许他在这么多人面前下跪啊！叶棠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他探手一抓，将所有的灵力涌入太虚中内。在他的灵力灌注下，太虚中瞬间爆发出一道金光，抵消了紫嫣的部分威压。就算你有圣气又如何？我云天宫也有圣气。紫嫣看着那口摇摇欲坠的太虚中，俏脸上露出一丝不屑。他抬起玉手，对着擂台上的乾坤紫金炉招了招手。消！乾坤紫金炉化作一道紫金流光，瞬间飞到紫嫣的脚下。紫嫣玉足轻轻点在紫金炉的炉顶，目光平静地看着太虚中。就凭这口快要报废的破钟，也想挡住我？话音落下，紫嫣脚下的乾坤紫金炉爆发出万丈紫金光芒。当乾坤紫金炉与太虚钟再次狠狠撞在了一起，一声震耳欲聋的钟鸣响彻云霄，传遍了整个云天宫。两道圣气的光芒在半空中疯狂碰撞，金光与紫光交织，爆发出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紫嫣看着那口摇摇欲坠的太虚钟，语气带着一丝淡淡的诱惑，仿佛在对一个老朋友说话。小钟啊，你再这么撑下去，只会魂飞魄散。你若是不想落得那样的下场，还是不要挡着我为好。他顿了顿，余光瞥了一眼楚风。当然，你若是能够讨得他的欢心，或许也能像我一样恢复所有魂力。每个圣气都有自己的气灵，太虚中也不例外。只不过太虚中的气灵历经岁月侵蚀，又在之前的碰撞中受到了重创，早已是残魂状态，几乎无法凝聚魂体。紫嫣的话乍想在太虚中气灵的残魂深处恢复魂力，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太虚中再次剧烈震荡起来，钟身上的金光忽明忽暗。紧接着，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太虚中竟然猛地挣脱了叶棠的掌控，化作一道金光，朝着云天宫深处的圣地飞去。他的速度极快，瞬间便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中。什么？叶棠脸上的一瞬间消失，他伸出手想要抓住太虚钟，却只抓到了一片虚空。回来，你给我回来！太虚钟是云天宫的正宗圣器，他最大的底牌，可现在这张底牌竟然弃他而去了。这一幕让全场哗然，云天宫的弟子们一个个面如死灰。太虚钟跑了，完了，连圣器都弃我们而去了。太虚钟的气灵不会真的想要投靠丹阳宗吧？没有了太虚钟的庇护，紫嫣的威压如同潮水般再次狠狠地碾压在叶棠的身上。咔嚓，叶棠的骨骼发出一声脆响，他的腰杆弯得更低了，头颅几乎要贴到胸口。他的双膝剧烈地颤抖着，青筋暴起，显然已经到了极限。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叶棠撑不了多久了。就在这时，异变陡生，天空之中突然响起一声巨响，紧接着一只巨大的金色手掌法相如同遮天蔽日般缓缓出现在演武广场的上空。那手掌法相轻轻一拖，便将紫嫣脚下的乾坤紫金炉拖住。一道浑厚的声音如同洪钟大吕般响彻整个演武广场：得饶人处且饶人，今日之事算我欠丹阳宗一个人情，如何？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位中年男子缓缓出现在那只巨大的手掌法相之上。他面容俊朗，眉宇间带着一丝威严，正是云天宫的宗主简州。紫嫣翘眉微蹙，眸子看向楚风，眼中带着一丝询问之色。今日之事该如何收场，自然要听楚风的意思。楚风抬眼看向半空中的简州，冷声道：你的人情值几个钱？轻飘飘的一句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云天宫的众人更是齐齐倒吸一口凉气，这个楚风竟然敢如此顶撞他们的宗主。简州面色一寒，眼中闪过一丝浓烈的杀意。他活了近1000年，还是第一次被一个小辈如此羞辱，好大的口气！简州怒喝一声：给脸不要脸的东西！他猛地抬起手，朝着天空的方向一挥，嗡！只见云天宫的四面八方突然亮起了一道道璀璨的金色符文，紧接着那些符文凝聚成了一个巨大的金色光罩，将整个演武广场笼罩其中。这正是云天宫的护宗大阵锁天困龙阵。此阵不仅是防御大阵，更是一座恐怖的杀阵，一旦启动便能困杀炼虚境以下的所有修士，就算是炼虚境的强者，一时半刻也别想挣脱。锁天困龙阵，宗主竟然启动了护宫大阵，这下丹阳宗的人插翅难飞了。楚风那个小子太狂妄了，
简直是自寻死路。大阵之中，紫嫣的脸色微微一变，她玉手一挥，乾坤紫金炉爆发出万丈紫金光芒，试图冲破大阵的束缚。轰！紫金光芒狠狠撞在金色光罩之上，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然而，光罩之上的符文只是微微闪烁了一下，便又恢复了平静。紫嫣的身体反而被大阵的反震之力震得微微一颤，这大阵的威力倒是比我想象的要强一些。随着紫嫣被锁天困龙阵困住，丹阳宗的众人瞬间陷入了劣势之中。简州看着被困住的紫嫣，威压如同潮水般朝着丹阳宗的众人席卷而去。扑哧，几名修为较低的弟子更是直接被威压震得口吐鲜血。简州手掌猛然下压，今日你们都要给我跪！休想！一声清冽的怒喝响起，灵音之瞬间出现在了丹阳宗众人的身前。他深吸一口气，灵力毫无保留地爆发出来，形成一道屏障。咔嚓，灵力屏障瞬间布满了裂纹。灵音之的脸色一白，嘴角溢出一丝鲜血，他咬着牙，拼命催动体内的灵力，死死地支撑着灵力屏障。叶棠，你我之间的赌约，大家可都听到了？难道你想赖账吗？叶棠看着灵音之狼狈的模样，语气带着一丝不屑。就凭你丹阳宗也配让我跪？他顿了顿，继续说道：那不过是我跟你开的一个玩笑罢了，你还当真了，真是可笑。丹阳宗的众人也都感受到了那股庞大的威压，即便是灵音之替他们抵消了大半，但炼虚境的威压，哪怕是一丝，也足以让他们气息震荡。赵有容看着眼前的景象，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无力感。他想要冲上去，却发现自己在炼虚巅峰的威压下，连动弹一根手指都觉得困难。简州看着丹阳宗众人绝望的模样，心中的快意更浓。今日我便替玄真道人教训教训你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辈，让你们知道什么叫敬畏。话音落下，简州猛地一掌拍出，一道数10丈长的金色掌印，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朝着灵音之狠狠拍去。这一掌若是落下，灵音之不死也残。灵音之看着那道金色掌印，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他知道自己挡不住这一掌，但他身为丹阳宗的大长老，必须护住身后的弟子。他深吸一口气，准备燃烧自己的神魂，换取一击之力。轰！一股更加浑厚的威压如同海啸般席卷而来，紧接着一股强大的气浪直冲简州而去。气浪所过之处，连空间都微微扭曲。简州的脸色瞬间大变，他来不及多想，猛地收回拍向灵音之的手掌，周身的灵力疯狂涌动，凝聚成一道灵力护盾。砰！气浪狠狠撞在灵力护盾之上，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响彻云霄，灵力护盾瞬间破碎，化作漫天光点。简州倒飞出去100丈之远，在空中喷出一大口鲜血，他狼狈地落在地上，踉跄着后退了几步，才稳住身形。气浪袭来的方向，只见一道身影从虚空中踏出，玄真道人。在玄真道人的身后还跟着云苍兰。玄真道人一步踏出，身形便已经出现在了云天宫的上空。他居高临下的看着简州，眼神冰冷。我丹阳宗的人还轮不到你这小辈来教训。玄真道人。简州的瞳孔骤缩，他怎么会在这里？所有人都知道玄真道人寿元将近，早已不问宗门之事。他怎么都没有想到玄真道人竟然会来参加云天大会。云天宫的众人也都愣住了。玄真道人可是炼虚9重的大能，和他们老祖一个级别的强者。叶棠看着玄真道人的身影，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不安。唉，一声苍老的叹息声从云天宫的圣地之中传来。听到这声熟悉的叹息，玄真道人的眼睛猛地一亮，他抬起头看向云天宫圣地的方向，朗声道：你这老东西再不出来，我可就要大闹云天宫了。话音落下，一道苍老的身影缓缓从圣地之中飘了出来。来人道袍早已破旧不堪，布满了补丁，他的头发和胡须都已经变得雪白，而且稀疏的可怜，露出了光秃秃的头皮。此人正是云天宫的老祖宋一，他的寿元已经快要耗尽了，现在几乎是仅凭一口气儿吊着，苟延残喘。楚风的目光在宋一的身上扫过，宋一的寿元恐怕比玄真道人当初还要少，最多也就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了。见状，楚风的心中也有了底，既然当初云天宫有负他的娘子，那今日他便要替赵有容出口气。宋一缓缓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看向玄真道人。当他的目光落在玄真道人的身上时，瞳孔骤然一震，他的身体猛地一颤，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你的寿元。他能清晰地感觉到玄真道人的身上散发着一股浓郁的生机气息。两人年龄相差无几，修为也都是炼虚9重，寿元也几乎相同。10年之前，他曾见过玄真道人一面，当时的玄真道人虽然比他的状况要好一些，但也只是好那么一些。可是10年过去了，他已经油尽灯枯，随时都可能撒手人寰，而玄真道人却面色红润，精神矍铄，周身的生机浓郁的如同壮年之人。这意味着玄真道人的寿元至少还有1000年，这让他如何不惊？两人早已经服用了寿元丹，寿元早已达到了极限，不可能再通过寿元丹延寿了。除非玄真道人服用了传说中的无极寿元丹。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宋义声音颤抖着，眼中满是急切。他也想延寿，他也想活下去。哈哈哈！玄真道人仰头大笑起来，笑声洪亮而畅快，响彻了整个云天宫。他笑得前仰后合，
笑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能清晰地看到宋义脸上的震惊与嫉妒，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快意。丹阳宗被云天宫压了这么久，处处受制于人，每次见面他都要被宋义冷嘲热讽。如今他终于在寿元上赢了这个老东西一筹，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玄真道人笑够了，他看着宋一，眼中满是得意的神色。你想要知道，我偏不告诉你。宋义嘴唇颤抖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简州和叶棠终于注意到玄真道人的不对劲。玄真道人的灵力浑厚，声若洪钟，哪里有半分寿元枯竭的样子？玄真道人的寿元怎么会这么充足？10年前他不是寿元将尽了吗？怎么现在看起来比我们宗主还要精神？难道他服用了传说中的无极寿元丹？无极寿元丹早就失传了，怎么可能有人能炼制出来？宋义终于绷不住了，他佝偻着身子，周身那微弱的生机仿佛随时都会熄灭。寿元，寿元，还是寿元，这2个字如同魔咒，死死地缠绕着他的神魂。这些年来，他寻遍天才地宝，为的就是能多续哪怕1天的寿元。可无论他如何努力，寿元依旧在飞速流逝，死亡时时刻刻笼罩着他。方才看到玄真道人那磅礴的生机，他的心脏都快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玄真道人一定有延寿的秘法，一定有。玄真，你到底想要什么？只要你肯将延寿之法告诉我，云天宫可以答应你任何条件，哪怕是让出云天秘境的3成收益，我都认了。他的姿态放得极低，低到了尘埃里。在寿元面前，所谓的脸面不值一提，只要能活下去，他什么都愿意做。然而玄真道人却只是淡淡的瞥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他负手而立，眼神平静地看着云天宫的众人，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他在等他的师尊发话。下一刻，楚风缓步上前，他伸出3根手指，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我今天来只为3件事，公平，公平，还是特么的公平。楚风抬手指向半空中的简州，冷声道：跪下，道歉，放肆！简州猛地怒吼一声，眼中怒火升腾。这里是云天宫，还轮不到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小辈说话。宋义眯起了浑浊的眼眸，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不安。这个年轻人太不对劲了。他身上的气息明明只是元婴3重，可他的气势却比炼虚境的强者还要霸道。云天宫不可辱。很好，楚风拍了拍手，今日我倒要看看谁能拦我。话音刚落，一声清越的剑鸣响彻云霄，楚风腰间的星磁剑瞬间出鞘，直冲云霄。斩！星磁剑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朝着锁天困龙阵狠狠斩去。轰！紫烟和星磁剑合力，一击之下，护宫大阵瞬间碎裂。星磁剑的威势不减，化作一道流光，瞬间出现在简州的头顶上空。剑身之上，炼虚9重的威压如同海啸般席卷开来，笼罩了整个云天宫。那股威压比紫烟的威压还要霸道。那剑上的威压是炼虚9重，那把剑里有气灵，而且是炼虚9重的气灵，这怎么可能？天气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强大的气灵？宋一身体具裂得颤抖着，口中发出一声惊呼：这怎么可能？星磁剑的威压狠狠压在他的身上，他的身体瞬间僵硬，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在这一刻凝固了。扑通！简州的双膝不受控制的弯曲，重重地跪在了地上。他是云天宫的宗主，可现在竟然被一个年轻人的气灵逼得当众下跪，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下一刻，楚风瞬间出现在简州的面前，他居高临下的看着跪在地上的简州，一巴掌狠狠扇在了简州的脸上。啪！一声清脆的响声响彻整个演武广场，简州的脸颊瞬间红肿起来，5道清晰的指印浮现在上面。他的脑袋被打得偏向一边，口中喷出一口鲜血，夹杂着几颗碎裂的牙齿。老子今日放肆了，又如何？所有人都愣住了，大脑一片空白。楚风竟然敢当众扇云天宫公主的脸，疯了！楚风他疯了，他竟然敢打宗主！季福俏脸煞白，一双美眸瞪得溜圆。他竟然敢打简州！温玉言的手心微微出汗，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悸动。如果不是顾忌在常人太多，他甚至想要立刻扑进楚风的怀里，被他狠狠浇灌。一旁的季福察觉到了他的不对劲，眉头微微皱起。玉言，你的脸怎么这么红？温玉言猛地回过神来，连忙低下头，掩饰住眼中的痴迷。没什么，我只是觉得这个楚风太可怕了。季福看着温玉言那慌乱的模样，心中充满了疑惑，却也没有再多问。啊！简州猛地抬起头，他的脸颊火辣辣的疼，口中满是血腥味。他盯着出，恨不得将楚风碎尸万段。然而星磁剑就悬在他的头顶上空，炼虚9重的威压死死地锁定着他，他动弹不得，连一丝一毫的反抗之力都没有。楚风看着他那不服气的模样，反手又是一巴掌，狠狠扇在了简州的另一边脸上。还敢瞪我！简州的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楚风，我必杀你！楚风目光一寒，他直接转过身，目光落在了叶棠的身上。与此同时，悬在简州头顶上空的星磁剑威压瞬间暴涨。你敢！宋义猛地怒吼一声，周身的灵力疯狂涌动，形势比人强，他能容忍楚风打简州，能容忍楚风羞辱云天宫，可他绝不能容忍楚风当着他的面前杀人。宋一瞬间朝着楚风扑去，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他也要护住简州。然而就在他出手的瞬间，一道挡在了他的面前。玄真道人负手而立，
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宋一，你想过界？玄真道人也没想到楚风竟然真的敢下杀手，可楚风是他的师尊，楚风的任何决定他都会无条件支持，哪怕是楚风要将这天捅个窟窿，他也会追随左右，绝不皱一下眉头。老祖，救我呀！简州终于感受到了恐惧。宋一看着挡在自己面前的玄真道人，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无力感，他急得双眼赤红，对着玄真道人怒吼道：玄真，你这是要逼我云天宫与你丹阳宗不死不休吗？闻言，玄真道人的语气也带着一丝决绝。今日哪怕是丹阳宗死绝，也绝不会退让一步，绝不退让！丹阳宗的几人齐声呐喊。简州看着宋一被玄真道人挡住，眼中的最后一丝希望也彻底破灭了，没有人能救他了。云天宫的圣器只有太虚钟，可太虚钟已经飞回了圣地，他后悔了，他真的后悔了。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他只想给叶棠一巴掌，然后把他踹倒在地。可是没有如果了。不要杀我！新磁剑猛地斩落，简州的身体瞬间被剑光劈成两半，就连神魂都被碾碎，整个演武广场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落针可闻。众人看着地上那具被劈成两半的尸体，甚至忘记了呼吸。楚风的目光落在了叶棠的身上，冷声道：该你了。叶棠看着简州被新磁剑一剑劈成两半的惨状，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在这一刻凝固了。他眼中的狠戾早已荡然无存，只剩深深的恐惧。楚风连云天宫的宗主都敢杀，又怎么会在乎他一个大长老的性命？下一秒，叶棠的双腿一软，重重地跪在了地上，他的身体剧烈的颤抖着，不敢去看楚风冰冷的眼神。别杀我！叶棠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的哭腔，语气中充满了哀求。他说话都变得结结巴巴，往日里那副高高在上的模样，此刻早已荡然无存。悬在他头顶上空的新磁剑散发着炼虚九重的恐怖威压，那股威压如同无形的手，死死地攥着他的神魂。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只要楚风一声令下，他就会和简州一样，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楚风缓步走到叶棠的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他没有丝毫的怜悯，如同在看一只微不足道的蝼蚁。说。叶棠先是愣了一下，大脑一片空白，显然是被楚风的气势震慑住了。过了片刻，他才猛地反应过来楚风的意思，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屈辱的颤抖，却又不敢有丝毫的迟疑。我输了，云天宫不如丹阳宗。话音落下的瞬间，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头顶上空那股恐怖的威压缓缓消散了。楚风缓缓抬起手，新磁剑发出一声清越的剑鸣，化作一道流光飞回了他的腰间。愿赌服输，早这样不就好了，何必闹得打打杀杀，最后落得如此下场？听到楚风的话，叶棠紧绷的神经瞬间松弛下来，他如同劫后余生一般，长长的松了一口气，瘫软在地上，冷汗顺着脖颈滑落，浸湿了他的衣襟。他颤抖着抬起手，擦了擦额头上密密麻麻的汗珠，掌心一片冰凉。刚才那短短片刻，对他来说如同一个世纪般漫长。谁能想到，一个丹阳宗弟子竟然这么勇，敢当众杀了云天宫的宗主，敢逼着云天宫的大长老下跪认输。叶棠瘫在地上，久久无法回神。今日之事将会成为他一生的耻辱。林英之看着眼前的一幕，美眸中闪过一丝悸动。他很清楚，如果今日不是因为楚风，叶棠绝不会心甘情愿地下跪认输。林英之的目光落在楚风的身上，心中不由得泛起一丝涟漪。他原本以为楚风最强的是他那逆天的丹道天赋，可今日他才明白，这位年轻的太上长老最强的是他那睥睨天下的强者气魄，这让他都不由得对一个年轻小辈生出了折服与仰慕。林英之的脸颊微微泛红，他连忙移开目光，心中却依旧波澜起伏。玄真道人站在楚风的身后，看着云天宫众人狼狈的模样，微微扬起了下巴。多少年了，丹阳宗已经多少年没有这么扬眉吐气过了。自从他成为丹阳宗的老祖以来，丹阳宗就一直被云天宫压着一头，每次参加云天大会，丹阳宗都是倒数第一，受尽了云天宫的冷嘲热讽。可今日丹阳宗不仅赢了云天宫，还让云天宫的大长老下跪认输，爽！玄真道人深吸一口气，只觉得心中的郁气一扫而空。他果然没有看错人，楚风就是丹阳宗的救星。就在此时，一直愣在原地的宋一终于反应了过来，他看了这楚风，又看了看站在楚风身后一脸恭敬的玄真道人，浑浊的眼眸中闪过一丝金光。下一刻，他脑海中仿佛有一道闪电划过，瞬间想通了所有的关节。难道帮玄真延寿的人就是你？虽然他的心中仍有疑惑，但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玄真道人明明寿元将近，可现在却生机盎然，寿元充足，而楚风竟然能让玄真道人对他言听计从，甚至为了他不惜与云天宫开战。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答案：楚风手中有延寿的办法。宋一的话音刚落，云天宫的一位长老突然低声说道：我好像听说丹阳宗的老祖拜了一个小辈为师，难道传说是真的？轰！这句话在宋一的脑海中轰然炸响，让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他豁然转头看向那位说话的长老：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那位长老被宋一的眼神吓得浑身一颤，喉咙滚动了一下，
感受到了宋义身上传来的莫大压力，他只能硬着头皮结结巴巴地解释道：“老祖，宗门内许多人在传，玄真道人拜了一个小辈为师，只不过他一直把这事当成谣言，从来没有相信过。毕竟玄真道人是炼虚9重的强者，什么人能做他的师尊？就算是丹王都不配啊！可现在看来，这个看似荒诞的谣言，并非空穴来风。”宋义的眼睛越睁越大，如同醍醐灌顶一般，不住地点头。难怪玄真道人会对楚风言听计从，难怪楚风敢如此嚣张，原来他竟然是玄真道人的师尊，延寿之法定然就在楚风的身上。心念及此，宋一的态度顿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原本紧绷的脸瞬间堆满了谄媚的笑容。他佝偻着身子，快步走到楚风的面前，对着楚风躬身行礼，语气带着一丝讨好的笑意：“楚道友，刚刚都是误会，既然叶棠已经认输了，这件事不如就此接过吧。”宋一的话瞬间炸翻了全场，云天宫的众人一个个看着光速变脸的老祖竟然向楚风低头了，难道我们的公主就这么白死了？楚风是玄真道人的师尊，玄真道人能延寿，肯定是楚风的功劳，老祖这是想要求的延寿之法呀。楚风看着宋怡那副谄媚的模样，语气带着一丝玩味：“我可是杀了云天宫的公主。”宋怡连忙摆手，脸上的笑容更加谄媚：“那是简州咎由自取，他不识抬举，得罪了楚道友，与楚道友无关。”宋怡的姿态放得极低，低到了尘埃里。他现在一心只想求得延寿之法，哪里还管什么宗门尊严，什么公主的死活？楚风看着宋怡那副模样，知道这老家伙是铁了心要低头了。对方的姿态都已经摆得这么低了，哪怕他想要找茬都没机会了。楚风淡淡的瞥了宋依一眼，没有说话。他缓缓收回了新词剑，转身退回了丹阳宗的席位，坐在了属于自己的椅子上。下一刻，玄真道人飘落在了楚风的身后。更令人震惊的是，玄真道人竟然没有坐下，而是恭恭敬敬地站在了楚风的身后。他的腰杆挺直，眼神恭敬，如同一个侍奉主子的仆从。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十分违和。老祖竟然站在年轻一辈身后，这要是传出去，恐怕会震惊整个大凤王朝。坐在楚风身边的姚梦看到这一幕，哪里还敢坐着？他连忙站起身，小心翼翼地退到了玄真道人的身旁，低声说道：“爷爷，您坐。”岂料玄真道人竟然摇了摇头。他看着楚风的背影，语气带着一丝恭敬：“哪有徒弟和师尊同坐的道理？一旦激起千层浪。”玄真道人这句话等于是当众宣布他确实拜了楚风为师。徐清和徐白两姐妹听到这句话更是如坐针毡，他们看着站在楚风身后的玄真道人，哪里还敢坐着？两人连忙站起身，恭恭敬敬地站在了玄真道人的身后。这一幕引得众人频频侧目。演武广场上寂静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楚风的身上。诗雅瘫坐在擂台的角落，浑身经脉尽断，灵根破碎，曾经引以为傲的金丹8重修为荡然无存。此刻的他和当年被逐出云天宫的赵有容一样，成了人人可以践踏的废物。他的目光死死地粘在楚风的身上，那双曾经充满不屑的眸子，此刻只剩下羡慕与嫉妒，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悔恨。在丹阳宗的别院里，他第一次见到楚风之时，只当对方是一个有些丹道天赋的小辈，可谁能想到，这个看起来只是长得有些俊俏的年轻人，竟然是丹阳宗的太上长老。玄真道人这般的老怪物都要恭敬行礼称师尊。他手握天气星磁剑，弹指间就能毁了云天宫的护宫大阵，一剑劈死公主。这一切都像一把锋利的刀子，狠狠扎在诗雅的心上。凭什么赵有容都已经变成了废物，还能找到这样的如意郎君？凭什么赵有容被逐出云天宫，还能得到如此逆天的机缘，一步步爬起来，甚至在云天大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废了他的灵根，毁了他的一切？诗雅的指甲深深嵌入掌心，可他却感觉不到丝毫的疼痛。他的目光转向刘冰，眼中的厌恶更浓。同样是男人，楚风如同天上的皓月，耀眼夺目，睥睨天下。刘冰连给楚风提鞋都不配，相比之下，他简直就是垃圾，连垃圾都不如。当初他选择和刘冰在一起，不过是因为刘冰追求过赵有容，他想以此来羞辱赵有容，想证明自己比赵有容更有魅力。可现在看来，他的选择是多么的可笑。刘冰看着瘫坐在地上的诗雅，心中涌起一丝愧疚。他快步走上演武广场，来到诗雅的面前，弯腰想要搀扶她。雅儿，我扶你起来。滚开，别碰我！诗雅猛地抬起头，眼中满是狰狞的怒火。她一把甩开刘冰的手，让刘冰踉跄着后退了2步，仿佛刘冰碰了他一下就是对他的莫大侮辱。你这个废物，现在上来又有什么用？刘冰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看着诗雅那副歇斯底里的模样，嘴唇动了动，想要说些什么，最终却什么都没能说出口。就在这时，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出招吧！赵有容走到演武广场的中央，目光平静地看着刘冰，显然他已经将刘冰当成了对手。刘冰猛地抬起头，对上赵有容那双平静无波的眸子，心中顿时涌起一丝苦涩。他怎么可能对赵有容出手？更何况他也绝不可能是赵有容的对手。刘冰连连摆手，身体不由自主地后退了2步，他的目光躲闪着，不敢直视赵有容的眼睛。不用比了，我认输。说完这句话，
刘冰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他低着头，如同一只丧家之犬，快步走下了演武广场。赵有容的目光扫过云天宫剩余的3名弟子，下一个。那3名弟子看到赵有容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吓得浑身一颤，连忙齐齐摇头：“我认输，我也认输，俺也一样。开什么玩笑？他们公主都被一剑劈死，大长老被逼得下跪认输，他们3个拿什么和赵有容打？上去不过是自取其辱，甚至可能丢掉性命。”宋怡看着这一幕，却视而不见，他的目光始终在楚风的身上。别说这一届云天大会输了，就算是日后10届、100届都输了又如何？丹阳宗连续100年都是云天大会的倒数第一，不依旧是大凤王朝的一流宗门吗？宗门的荣耀，大会的输赢，在寿元面前都不值一提。他现在最关心的是楚风手中的延寿之法，只要能得到延寿之法，让他多活几年，就算是让他给楚风下跪磕头，他都心甘情愿。见云天宫的众人都已经认输，楚风看向负责主持大会的云天宫长老：“可以宣布结果了吧？”那位长老听到楚风的声音，身体猛地一颤，只觉得喉咙有些发干，连吞咽口水都觉得困难。云天宫和丹阳宗的比试，丹阳宗晋级。话音落下的瞬间，丹阳宗的众人瞬间沸腾了。赢了，我们赢了！玄真道人轻抚胡须，手指有些颤抖。这一天，他等了太久太久了。另一边，诗雅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踉跄着走到叶棠的面前，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他低着头，声音带着一丝哽咽的哭腔：“师尊，对不起，我输了，我辜负了您的期望，辜负了云天宫的栽培。”然而，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叶棠冷冷地打断了：“不要叫我师尊，我没有你这样的弟子。从今以后，你也不再是云天宫的圣女。”什么？诗雅听到叶棠的话，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她猛地抬起头，看着叶棠那张冰冷的脸，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神色。师尊，你要废除我的圣女之位？她怎么也没想到叶棠竟然会这么绝情。她是叶棠一手提拔起来的圣女，是叶棠最看重的弟子。就算她输了比试，就算她被废了灵根，叶棠也不该这么对她。此刻，她终于体会到了赵有容当年的感觉。当年赵有容被逐出云天宫时，心中该是何等的绝望。诗雅的身体剧烈的颤抖着，她伸出手，死死地抓着叶棠的裙摆，嘶吼道：“师尊，求求你不要放弃我，我还有用。赵有容能够恢复修为，我也一定可以，我一定可以重新站起来。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叶棠伸出手捏住了诗雅的下巴，迫使她抬起头：“你拿什么恢复修为？赵有容能够找到楚风那样的夫君，你能吗？”赵有容能恢复修为，玄真道人能延寿，这2件事都指向了同一个人——楚风。叶棠看着诗雅那副失魂落魄的模样，眼中闪过一丝厌恶，他猛地甩开诗雅的手，一脚将其踹开，将他赶出云天宫。从今往后，不许他再踏入云天宫半步。话音刚落，2名云天宫的弟子立即快步走上前来。曾经的诗雅是高高在上的圣女，他们需要仰仗，可现在的诗雅是个灵根尽毁的废物，对云天宫没有任何的价值，谁还会在乎？2名弟子上前，一左一右地架起诗雅的手臂，拖着她就往外走。诗雅剧烈地挣扎着，她的头发很快变得散乱。“放开我，我是圣女！”叶棠的目光落在了赵有容的身上，他的心中充满了悔恨。如果当初他没有将赵有容逐出云天宫，如果当初他能给赵有容一个机会，那现在楚风就是他云天宫的人了。赵有容是云天宫的圣女，楚风就是云天宫的女婿。到时候，楚风手中的延寿之法，楚风的天气，楚风的一切都会成为云天宫的底蕴，他也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得到数不尽的好处。可是没有如果。有容，你会原谅为师的，对吗？丹阳宗众人的欢呼声还在回荡，一道略显玩味的目光却悄然落在了楚风的身上。那目光的主人正是万寿宗圣女冷怡。有点意思。他的话音刚落，异变陡生，嗡！一声钟鸣突然从云天宫圣地的方向传来，紧接着一道金光划破天际，如同流星赶月般朝着演武广场的方向急射而来。那金光的速度极快，眨眼间便冲破云层，落在了楚风的掌心。金光散去，正是云天宫的镇宫圣器太虚钟。云天宫有几位性子急躁的长老直接站起身，指着楚风嘶吼道：“楚风，快把太虚钟还回来！那是我们云天宫的圣器，你竟然敢当众夺取我宗圣器，老祖不能让他把太虚钟带走！”然而宋怡却只是张了张嘴，最终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也没有阻拦。乾坤紫金炉和太虚钟乃是同一时代的圣器，当年齐名于世。可如今乾坤紫金炉的气灵紫烟，神魂凝实，而太虚钟的气灵却早已濒临消散，连凝聚魂体都快做不到了。宋义活了这么久，岂会看不出其中的门道？太虚钟之所以会主动飞向楚风，定然是他的气灵感知到了楚风身上有能让他恢复魂力的机缘。毕竟连玄真道人都能在楚风的帮助下延寿1000年，修复一个气灵的残魂，对楚风来说恐怕也并非难事。他就算想拦，又能拦得住吗？与其强行阻拦得罪楚风，还不如顺水推舟卖楚风一个人情。只要能和楚风搞好关系，求得那延寿之法，别说太虚钟，就算是把云天宫的圣地拱手相让，他也愿意。宋义深吸一口气，缓缓闭上了眼睛，
仿佛对眼前的一切都视而不见。楚风低头看了看掌心的太虚钟，太虚钟内有一道微弱的残魂，正在瑟瑟发抖地向他示好，算你识相。就在这时，负责主持云天大会的长老终于缓过神来。接下来进行云天大会的第2场比试，由万寿宗对战天震宗。众人的目光终于从楚风的身上移开，聚焦在了擂台上。天震宗的队伍里率先走出一名身着黑袍的年轻男子，他面容清秀，手中握着一只青铜罗盘，眼神中带着一丝傲气。云苍兰微微弯腰凑到楚风的身旁，介绍道：“此人便是天震宗圣子霍修。天震宗这一辈最出色的阵法天才，已经是4品阵师了。”楚风微微颔首，霍修的周身萦绕着一股淡淡的阵法波动。虽然修为只有金丹5重，但显然是对阵法有着极深的造诣。他有炼天图相助，才能在短时间内突破到元婴3重。这霍修的修为虽然没到元婴，但凭借阵法之能，确实有和他一较高下的实力了。擂台上，霍修的对手是万寿宗的一名弟子，那名弟子召唤出了一头3阶妖兽黑熊，一人一兽朝着霍修扑去。霍修手中的青铜罗盘轻轻转动，困。话音落下，地面上突然亮起一道青色的符文，符文迅速交织，形成一个巨大的困阵，将那名万寿宗弟子和黑熊笼罩其中。黑熊怒吼着，用力爪拍打着阵法的光幕，却只能发出阵阵的闷响，根本无法冲破阵法的束缚。那名万寿宗弟子也拼命催动灵力，想要破解阵法，却发现阵法的威力远超他的想象。破！霍修再次低喝一声，青铜罗盘上的光芒暴涨，困阵瞬间收缩，一股强大的挤压之力爆发出来。那名万寿宗弟子和黑熊惨叫一声，被阵法的力量震飞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好厉害的阵法，不愧是4品阵师，这实力太强了。万寿宗的弟子和妖兽联手，竟然都不是他的对手。接下来的比试更是毫无悬念，霍修又连败万寿宗3名弟子，无论是单人对战还是妖兽联手，都无法冲破他布下的阵法。霍修站在擂台上，手持青铜罗盘，意气风发。万寿宗就这点本事吗？万寿宗的一众弟子面色铁青，眼中充满了不甘，却又无可奈何。霍修的阵法太强了，他们根本不是对手。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天震宗必胜无疑的时候，冷仪走了出来。她身着一袭鲜红长裙，将完美的身材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吹弹可破的肌肤在阳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一双玉足洁白如玉，静静浮于空中，不染一丝尘土。她的容颜绝美，眉宇间带着一丝清冷孤傲，如同9天之上的仙子，不容亵渎。冷仪缓缓飘落在擂台上，目光平静地看着霍修：“你还真当我万寿宗无人不成？”霍修看着冷仪那绝美的容颜，眼中闪过一丝惊艳。他冷笑一声，手中的青铜罗盘再次转动，四方困龙阵起。霍修低喝一声，青铜罗盘上的光芒暴涨，这是他最强大的4品阵法，曾经困住过不少元婴境。放弃吧，你破不了我的阵法。厉！一声清越的凤鸣突然响彻云霄，紧接着一道火红的光影从虚空之中俯冲而下，那光影的速度极快，瞬间出现在擂台上空。光影散去，露出了一只巨大的神鸟，它的羽毛如同火焰一般赤红如血，翅膀展开，足足有数10丈长。青鸾火凤，众人不由得齐齐道吸一口凉气。那是5阶妖兽，这可是相当于化神境的力量了，这还怎么打？霍修的笑容瞬间僵在了脸上，甚至忘记了防御。青鸾火凤猛地扇动翅膀，一股熊熊烈火瞬间爆发出来，朝着四方困龙阵席卷而去。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那无往不利的4品阵法在青鸾火凤的火焰面前如同纸糊一般，瞬间被轰碎。青色的符文如同潮水般溃散，化作漫天光点，消散在空气中。霍修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火焰的余波狠狠震飞出去。他的身体在空中划过一道狼狈的弧线，重重地摔在地上。噗！他喷出一口鲜血，手中的青铜罗盘也碎裂开来。一招，仅仅一招，冷仪便凭借着青鸾火凤的力量秒了霍修。全场瞬间陷入死寂。天震宗的大长老猛地站起身，语气带着一丝气急败坏：“这绝不可能！你怎么可能驯服5阶妖兽？”冷仪缓缓转过头，目光平静地看着天震宗大长老。世上总有2种人自以为是，一种是觉得我上也行，另外一种是觉得我不行，谁也不可能行。天震宗大长老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冷仪不再理会他，直接转头看向负责主持大会的云天宫长老：“可以宣布结果了。”那位长老整个人都麻了，这场云天大会的走向完全出乎了他的预料。先是楚风横空出世，杀了云天宫的公主，逼得大长老下跪认输，现在又是冷仪召唤出5阶妖兽，秒杀了天震宗的圣子。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震惊。天震宗和万寿宗的比试，万寿宗晋级。按照云天大会的规矩，最后的2宗对决应该要等到第2天，毕竟修士需要时间恢复灵力，调整状态。可是今天的2场比试，丹阳宗和万寿宗都赢得太快了，快到让人措手不及。冷仪站在擂台上，没有丝毫要离开的意思。他的目光落在了赵有容身上，语气带着一丝挑衅：“我觉得不需要等明日了，现在就决出谁是第一吧。”话音落下，全场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
都聚焦在了赵有容的身上。赵有容缓缓站起身，眼中闪过一丝战意。他刚要迈步走向擂台，楚风却突然摁住了他的玉手。楚风对着他微微摇了摇头，眼中闪过一丝宠溺。他缓缓站起身，周身的气势瞬间爆发出来。好，下一刻，他已经出现在了演武广场的中央。他刚一站定，便感觉到一股浓郁的紫色光晕从冷仪的周身散发出来，如同紫气东来，带着一股磅礴的气运之力。这冷仪的气运，竟是他生平仅见，难怪他如此年轻就能驯服5阶妖兽，原来是身负大气运之人。不过，楚风的脸上没有丝毫的畏惧之色，他左手乾坤紫金炉，右手星磁剑，无敌。你是直接认输，还是想要被我打下去？冷仪看着楚风手中的乾坤紫金炉和星磁剑，却是轻笑出声：凭你的2个气灵，可赢不了我。话音刚落，冷仪的玉手轻轻一挥，一道黑色的光芒突然从他的纳戒中飞出，光芒散去，露出了一面漆黑的旗帜。万魂幡，阴风阵阵，一些修为较低的弟子甚至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只觉得头皮发麻，神魂都在微微震颤。圣器，这竟然也是一件圣器。万寿宗的正宗圣器是万寿鼎，这万魂幡可不是他们的正宗圣器啊！这下有好戏看了。楚风有乾坤紫金炉和星磁剑2件至宝，冷仪有青鸾火凤和万魂幡，这简直是神仙打架。圣器本就稀少，万寿宗竟然也能拿出2件，顿时让人瞠目结舌。宋仪看着万魂幡，浑浊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凝重。这万魂幡之中蕴含着一股吞噬神魂的恐怖力量，就算是炼虚境的气灵，一旦被他盯上，也会有被吞噬的危险。冷仪眉头一扬，冷声道：2个炼虚9重的气灵，你可以猜猜，若是让你的这2位气灵现身，他们会怎么样？所有人都明白冷仪的意思，万魂幡能吞噬神魂，紫嫣和裴玉涵都是气灵，本质上就是神魂凝聚而成的存在。一旦他们现身，万魂幡的吞噬之力便会瞬间锁定他们，到时候他们要么被吞噬，要么就会元气大伤。楚风已经陷入了2难的境地，无论怎么选都是输。玄真道人更是直接对着楚风大声喊道：师尊，快认输，我们没必要冒险。他可以接受丹阳宗书，他可以接受云天大会的第1名被万寿宗夺走，但是他不能接受楚风有任何损伤。楚风是丹阳宗的希望，楚风的安危比什么都重要。林英之也皱紧了眉头，如果楚风不放出那2个气灵，根本无法对付一头5阶的青鸾火凤，可一旦释放气灵，就很有可能会被万魂幡吞噬。冷仪看着楚风沉默不语的模样，嘴角的笑容更加浓郁，他以为楚风已经被震慑住了。万魂幡上的鬼脸扭曲得更加厉害，一股浓郁的吞噬之力缓缓扩散开来，锁定了乾坤紫金炉和星磁剑。怎么不敢让你的气灵现身了？既然不敢，那就乖乖认输，我可以饶你一命。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楚风会认输的时候，楚风却突然笑了。下一刻，楚风乾坤紫金炉和星磁剑收进了纳戒之中。没有了乾坤紫金炉和星磁剑的加持，楚风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元婴修士。所有人都愣住了，楚风这是干什么？他怎么把圣器收起来了？没有了生气，他怎么和冷仪打？冷仪也愣住了，他眼中闪过一丝疑惑，随即又化为了不屑。放弃抵抗了？楚风目光平静地看着冷仪，淡然道：谁说我要靠气灵了？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天空中的青鸾火凤，语气带着一丝玩味：不妨告诉你，我也略懂一些御兽之术。冷仪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御兽之术是我们万寿宗的绝学，你一个炼丹的也敢说自己懂御兽之术？青鸾火凤眼中闪过一丝不屑，翅膀猛地扇动，一股熊熊烈火瞬间爆发出来，如同潮水般朝着楚风席卷而去。冷仪冷哼一声，双手结印，青鸾焚了它。这是万寿宗的御兽秘法，能让妖兽的力量暴涨3分。青鸾火凤喷出的火焰更加旺盛，朝着楚风狠狠扑去。然而楚风却站在原地纹丝不动，甚至他直接闭上了眼睛。他的识海之中，一股精纯的精神力如同潮水般扩散开来。楚风的精神力如同无形的丝线，瞬间延伸出去，缠绕在了青鸾火凤的神魂之上。冷仪的脸色微微一变，他感觉到一股陌生的精神力正在试图入侵青鸾火凤的神魂。轰！那道火柱轰然砸在楚风的身旁，与他擦肩而过。雕虫小技！冷仪冷哼一声，他也运转御兽秘法，将自己的精神力注入青鸾火凤的神魂之中，试图将楚风的精神力驱逐出去。演武广场上，楚风和冷仪都站在原地纹丝不动，两人的脸上都带着一丝凝重。青鸾火凤的身体剧烈地颤抖着，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痛苦和迷茫。他看着楚风，又看着冷仪，发出一声凄厉的凤鸣。冷仪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的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楚风的御兽之术竟然比他的还要精妙。楚风心中不由得感慨，冷仪的御兽之术确实很高明，在年轻一辈中绝对算得上是顶尖的存在。若是换做一般的御兽师，根本不可能在他的手中夺走妖兽的控制权。以他目前的精神力，想要彻底驯服青鸾火凤也有些困难。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驯服青鸾火凤，而是切断冷仪和青鸾火凤之间的联系。谁都别想好，给我断！楚风的心中低喝一声，一声闷响在冷仪的识海之中炸开。
冷怡只觉得识海一阵剧烈的震荡，一股撕心裂肺的疼痛瞬间席卷了他的全身，他的精神力如同潮水般退去，他和青鸾火凤之间的联系竟然被楚风彻底切断了。啊！冷怡身体猛地一颤，嘴角溢出了一丝鲜血，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青鸾火凤在联系被切断的瞬间，眼中的迷茫和痛苦瞬间消失。他看了看冷怡，又看了看楚风，发出一声清越的凤鸣。下一刻，青鸾火凤猛地扇动翅膀，朝着天际飞去，眨眼间便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回来！冷怡伸出手想要抓住青鸾火凤，却只抓到了一片虚空。青鸾火凤是他耗费心血才驯服的5阶妖兽，可现在竟然被楚风切断了联系，飞走了。演武广场上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楚风竟然真的懂御兽之术，而且还能切断冷怡和青鸾火凤之间的联系。这怎么可能？楚风竟然真的会御兽之术，而且比冷怡还要厉害，太逆天了！岂不是说他御兽的天赋也是无人能比？冷怡的底牌没了，这下他输定了。玄真道人也愣住了，他看着楚风的背影，眼中充满了震惊，随即又化为了狂喜。他的师尊好像无所不能。林英之看着楚风的背影，眼中闪过一丝异彩，心中的悸动更加强烈。这个年轻的太上长老总是能给他带来惊喜。冷怡缓缓抬起头，看着楚风，眼中充满了不甘。就算没有了青鸾火凤，我还有万魂幡。说着，冷怡猛地抬起手，催动了万魂幡。万魂幡上的鬼脸扭曲得更加厉害，一道黑色锁链朝着楚风击射而去。楚风看着冷怡那不歇斯底里的模样，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嘲讽。没有了青鸾火凤，冷怡的实力至少下降了一大半。楚风缓缓抬起手，周身的元婴3重灵力毫无保留地爆发出来，一股磅礴的威压朝着冷怡席卷而去。没有了青鸾火凤，你觉得你还能和我抗衡吗？乾坤紫金炉瞬间从纳戒中飞出，悬浮在他的身前。紫金炉的炉身之上，丹纹闪烁着璀璨的紫金光芒，一股磅礴的浩然正气扩散开来。轰！紫金炉内瞬间燃起熊熊烈火，散发出一股净化一切邪祟的力量。那些黑色的锁链刚一接触到丹火，便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瞬间被焚烧殆尽，化作缕缕黑烟。圣气对轰，这才是真正的神仙打架呀！众人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半空中的2件圣器。冷怡看着自己的黑色锁链被丹火焚烧殆尽，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他咬着牙，再次催动灵力，万魂幡上的鬼脸扭曲得更加厉害，一股比之前更加浓郁的邪气爆发出来，化作一只巨大的鬼爪，朝着乾坤紫金炉狠狠抓去。雕虫小技！楚风冷哼一声，紫金炉的光芒暴涨，炉口猛地喷出一道数10丈长的金色光柱，与那只巨大的鬼爪狠狠碰撞在一起。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金色光柱与鬼爪同时爆炸开来，2件圣器的威力不相上下，竟然陷入了僵持。冷怡的脸色惨白，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乾坤紫金炉的威力正在一点点地压制着万魂幡，他的灵力消耗极快，金丹6重的灵力已经快要见底了，而楚风却依旧气定神闲，显然还有余力。不行，我不能输！冷怡的眼中闪过一丝疯狂，体内精血注入万魂幡中，万魂幡的光芒瞬间暴涨，鬼爪的威力也随之增强，再次朝着乾坤紫金炉抓去。楚风看着冷怡这副拼命的模样，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让冷怡先耗尽灵力，再好好收拾他。就在2件圣器再次碰撞僵持不下的时候，楚风的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他的左手悄然一动，一道光芒从纳戒中飞出。锁妖网！锁妖网的速度极快，瞬间绕过了半空中的2件圣器，朝着冷怡笼罩而去。冷怡正全神贯注地操控着万魂幡，等他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锁妖网已经如同天罗地网般将他的身体死死地笼罩住了。这是什么？只见一张黑色的大网紧紧束缚住了冷怡的身体，他的腰肢本就纤细，此刻被网绳一勒，更是显得不盈一握。所有人都愣住了，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看着擂台上被锁妖网束缚的冷怡，喉咙滚动着，说不出话来。冷怡圣女被绑住了，这画面也太……冷怡感受到周围那些异样的目光，脸颊瞬间变得通红，她的眼中充满了羞愤，身体剧烈地挣扎着，厉声嘶吼道：“楚风，你这个无耻之徒！”楚风缓缓收起乾坤紫金炉，缓步走到冷怡的面前，星磁剑出现在他的手中，剑身轻轻划过冷怡的脸颊，留下一道冰凉的触感。认不认输？冷怡死死地盯着楚风，眼中充满了杀意。我要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我万寿宗不会放过你的！楚风的眼中闪过一丝冷意，敬酒不吃吃罚酒。他手中的星磁剑抬起，剑身抽打在冷怡的手心上。啪！一声清脆的响声，在寂静的演武广场上显得格外刺耳。冷怡的手一抖，让他忍不住发出一声闷哼：“你找死！”冷怡的嘶吼声更加凄厉，却因为挣扎，身体被锁妖网勒得更紧。楚风没有理会他的嘶吼，手中的星磁剑再次落下。啪啪啪！清脆的响声接连不断的响起，剑身抽打在冷怡的手心上，力道不大，却带着一股羞辱的意味。尤其是楚风的目光始终平静地看着他，仿佛在看一个不听话的孩子。
冷怡的挣扎越来越无力，他能感觉到周围那些目光如同针一般刺在他的身上，让他无地自容。楚风，你够了！冷怡的声音带着一丝哭腔，却依旧倔强的不肯认输。楚风手中的新词剑停顿了一下，他看着冷怡那布满泪水的脸庞，嘴角的笑容更浓了。看来你还没吃过苦头。楚风的话音刚落，手中的新词剑再次落下。冷怡的灵力已经耗尽，根本无法挣脱锁妖网的束缚，只能任由楚风抽打。就在这时，一道愤怒的暴喝声突然从万寿宗的队伍中响起。楚风，安敢辱我万寿宗圣女！季服瞬间冲出，朝着楚风扑去，他的眼中充满了怒火，周身化神境的威压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显然是被气得不轻。然而就在他即将冲到楚风面前的时候，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林英之负手而立，眼神平静地看着季服，语气带着一丝淡淡的警告：季长老，稍安勿躁，这是小辈之间的交手，你难道想坏了云天大会的规矩？季服看着挡在自己面前的林英之，眼中的怒火更盛。你让开！楚风如此羞辱我万寿宗圣女，我岂能坐视不理？林英之轻笑一声，目光扫过擂台上的冷怡，语气带着一丝淡淡的嘲讽：是冷怡先威胁要吞噬我丹阳宗气灵在前，太上长老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再说他若是直接认输，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就在这时，一道冰冷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季服的身体猛地一颤，他缓缓转过头，看向那道目光的来源——玄真道人。虽然玄真道人没有释放任何威压，但那眼神让他浑身发冷。那是炼虚九重强者的眼神，带着一股睥睨天下的威严，让他不敢有丝毫的妄动。季服的喉咙滚动了一下，眼中的怒火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恐惧。他知道，只要他敢再往前一步，玄真道人就会毫不犹豫地出手。季服咬着牙，不甘地后退了一步。楚风看着冷怡那副泣不成声的模样，手中的新词剑再次抬起。最后问你一次，认不认输？冷怡看着楚风手中的新词剑，感受着身上那阵阵酥麻的痛感，还有周围那些异样的目光，终于彻底崩溃了。他的身体瘫软在锁妖网中，泪水如同断了线的珠子，不断的滑落。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的哭腔，语气中充满了绝望。我认输。听到这三个字，楚风嘴角的笑容才缓缓散去。他抬手一挥，锁妖网瞬间松开，化作一道银色的光芒，飞回了他的奈戒中。冷怡失去了束缚，身体一软，瘫倒在地上。他的衣衫凌乱，脸颊通红，泪水布满了脸庞，看起来狼狈至极。演武广场上瞬间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议论声。我的天，敢当众抽打冷怡屁股的人，楚风绝对是第一个。楚风没有理会众人的议论，他的目光扫过万寿宗剩余的4名弟子。这4名弟子看着楚风那冰冷的眼神，身体猛地一颤。圣女都败了，还被楚风如此羞辱，他们上场又能如何？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楚风缓缓开口，声音清冷而平静。还有谁？4名弟子对视一眼，连忙低下头，不敢与楚风对视。我们认输。负责主持云天大会的云天宫长老此刻终于缓过神来，他擦了擦额头的冷汗，对着全场宣布道：云天大会最终决战，丹阳宗对战万寿宗，丹阳宗胜，魁首楚风。话音落下的瞬间，丹阳宗瞬间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玄真道人看着欢呼雀跃的一众弟子，心中也是颇为激动。他终于看到丹阳宗扬眉吐气，拿下了云天大会的第1名了。按照云天大会的规矩，第1名的宗门可以在3日后派遣100名弟子进入云天秘境。100名弟子，这对丹阳宗来说是天大的机缘。夜色如墨，沉沉地笼罩着云天宫的客园。厢房里烛火摇曳，映得墙壁上的影子明明灭灭。温玉言垂手而立，指尖微微颤抖，低垂的眼眸中满是不安之色。厢房的深处立着一道雕花屏风，屏风上绘着百兽图，栩栩如生。屏风后，一道身影端坐，与白日里的万寿宗圣女冷怡一般无二，但若是仔细听，便能察觉到她的声音比白日里的冷怡多了几分威严。此人正是万寿宗的宗主江芷。白日里在演武广场上的冷怡，不过是他用秘法易容假扮的。为了参加云天大会，为了进入云天秘境寻找那件至宝，他不得不暂时隐藏身份，借用冷怡的名号。而在秘境开启之前，他的容貌根本无法恢复。屏风外，季服负手而立，死死地盯着温玉言。万寿宗以御兽立宗，最引以为傲的便是独门的御兽之术。可楚风施展的御兽手段，竟然比万寿宗的还要精妙，硬生生切断了他们宗主与青鸾火凤的联系。除了失传已久的御兽灵诀，季服想不出还有什么御兽之术能有如此威力。当初御兽灵诀是被温玉言座下的弟子赵德柱偷走的。赵德柱是青山城人，楚风也是青山城人，这其中的联系不得不让人怀疑。温玉言。屏风后传来江芷清冷的声音：白日里楚风操控青鸾火凤的手段你也看到了，那御兽之术精妙绝伦啊。温玉言的身体猛地一颤，头垂得更低了，手指死死地攥着衣角，不敢吭声。他当然知道楚风会御兽灵诀，甚至他还知道楚风的御兽灵诀就是从赵德柱那里得来的，可他不能说，一旦说出去，万寿宗绝对不会放过楚风。季服上前一步，周身的威压更盛，语气带着一丝质问：
楚风的御兽之术竟然还在宗主之上，你说奇不奇怪？温玉言嘴唇颤抖着，喉咙滚动了几下，勉强挤出了几个字：确实奇怪。可这样的态度，在江芷和继父看来就是心虚。屏风后的江芷眼中闪过一丝冷意，他缓缓抬手，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赵德柱是你的弟子，楚风和赵德柱同出青山城，你敢说你不知情？温玉言猛地抬起头，眼中满是慌乱，连忙摆手道：宗主明鉴，我真的不知道。继父冷哼一声，显然是不相信他的话。他上前一步，逼近温玉言，眼中满是厉色：你当我们是3岁小孩吗？今日你若是不说实话，没人能保得住你。温玉言感觉自己的喉咙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扼住，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他的身体剧烈的颤抖着，膝盖一软，差点跪倒在地。可他依旧咬着牙，不肯松口。他绝不能出卖楚风。屏风后的江芷看着温玉言这副宁死不屈的模样，眼中闪过一丝了然。他已经明白了，温玉言不是不知道，而是在刻意隐瞒。楚风定然是学会了御兽灵诀，既然你不肯说，那我就帮你说。继父的眼中闪过一丝怒意，他猛地抬手，一股磅礴的灵力朝着温玉言压去。温玉言的身体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地撞在墙壁上，口中喷出一口鲜血。咳！温玉言捂着胸口，剧烈的咳嗽着，却依旧死死地咬着牙，不肯说出楚风的名字。就在这时，砰！厢房的房门被人一脚踹开，一道挺拔的身影缓步走了进来。来人正是楚风。他的目光扫过厢房内的景象，当看到被撞在墙上嘴角溢血的温玉言时，眼中闪过一丝冷意。楚风！温玉言看到楚风的瞬间，脸色大变，他挣扎着想要站起身，对着楚风大声喊道：你快走！紧接着他对着屏风后的江芷哀求道：宗主，此事与他无关，你放过他吧。楚风没有走，他走到温玉言的身边，伸手扶住他摇摇欲坠的身体，指尖凝聚出一缕精纯的灵力，注入他的体内。我既然来了，就不会走。温玉言看着楚风俊逸的脸庞，感受着他指尖传来的温暖，眼中的泪水不受控制的滑落。继父看到楚风，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没想到楚风竟然敢自投罗网。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擅闯我万兽宗的驻地！继父怒喝一声，周身的灵力疯狂涌动，就要对楚风出手。住手！屏风后传来江芷的声音。继父愣了一下，不甘地收回了手，恨恨地瞪着楚风。楚风扶着温玉言，缓缓抬起头，目光落在那道雕花屏风上。屏风后的身影周身散发着淡淡的紫色光晕，那光晕和白日里冷仪身上的一模一样。楚风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好似明白了什么。虽然冷仪和江芷同时都是紫色气运的可能性也有，但太低了。而且如果江芷没有问题，又怎么会用屏风遮掩？白日里的冷仪根本不是什么万兽宗的圣女，而是万兽宗的宗主江芷。难怪她的气运如此浓郁，难怪她能驯服5阶的青鸾火凤。楚风缓缓松开温玉言，缓步走到屏风前。万兽宗的宗主竟然能参加云天大会！屏风后的江芷身体猛地一颤，他没想到楚风竟然看穿了他的身份。温玉言更是震惊的无以复加，他看着那道屏风，眼中满是茫然。宗主什么时候参加云天大会了？楚风看着屏风后那道僵硬的身影，一掌朝着屏风拍去。轰！一声巨响，那道雕花屏风瞬间被楚风的掌力轰碎，木屑纷飞。屏风后的身影彻底暴露在几人的视线之中，果然是冷仪。只不过他比白日里的冷仪更加成熟，眉宇间带着一股久居上位的威严。江芷看着楚风，眼中闪过一丝杀意。然而楚风嘴角却勾起笑意：你也不想其他3大宗门知道，万兽宗参加云天大会的圣女其实是你这个宗主假扮的吧？温玉言的瞳孔骤然收缩，原来白日里的冷仪真的是宗主假扮的。这件事若是传出去，万兽宗定会成为其他3大宗门的笑柄，而且恐怕以后都无法再进入云天秘境了。江芷的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一想到白日里在演武广场上被楚风当众抽打屁股的屈辱，他的心中更是涌起一股滔天的怒火。看来你是真的不怕死。楚风看着江芷那负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的模样，淡然道：我徒儿玄真就在院外，你猜若是动起手来，你我谁先死？玄真道人！江芷的身体猛地一颤，眼中的杀意瞬间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丝忌惮。他知道玄真道人对楚风言听计从，若是他敢对楚风动手，玄真道人定会毫不犹豫地出手。楚风的话不仅仅是吓唬他，玄真道人真的就在院外。江芷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怒火。你想要怎么样？之前楚风不敢让万兽宗知道他修炼了御兽灵诀，那是因为他身后没有任何势力可以依靠。如今的他早已不惧4大宗门之中的任何一个宗门，所以可以直接上门摊牌了。我不管你进入云天秘境想要干什么，我可以不把你假扮圣女的事情告诉其他3大宗门，但是御兽灵诀之事你也不许再追究。江芷的眉头紧紧地皱起，他眼中闪过一丝犹豫。御兽灵诀是万兽宗的镇宗之宝，就这样放弃追究，他不甘心。可他也知道楚风有玄真道人撑腰，他根本奈何不了楚风。若是闹僵了，吃亏的只会是万兽宗。更何况
楚风能练成御兽灵诀，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沉吟片刻，他还是咬了咬牙：“我答应你。”楚风转头看向温玉言，眼中闪过一丝温柔。另外，我要带玉言走。江芷看着温玉言，眼中闪过一丝冷意。他是我万寿宗的长老，无论他去啊，这一点都无法改变。楚风深深地看了江芷一眼，没有再说话，拉着身旁之人便外走。温玉言的身体微微一颤，随即跟着楚风离开了。厢房内只剩下江芷和季福，季福眼中满是不甘。宗主，这就这么让他们走了？江芷缓缓站起身，目光深邃地看着窗外的夜色。御兽灵诀连我都无法练成，可楚风却修炼成功了。此子天赋异禀，气运滔天，没那么容易死。略顿，他话锋一转，等到进入云天秘境之后，我有的是办法，从此子口中知道我想要知道的任何事。暖帐低垂，檀香袅袅，将厢房内的空气熏染得温热而缱绻。楚风揽着温玉言的腰肢，指尖轻轻拂过她鬓边的碎发。小别胜新婚，一连3日，两人都没下床。温玉言的脸颊泛着淡淡的红晕，嘴角勾起一抹满足的笑意。她的声音软糯，带着一丝慵懒的沙哑。你就不怕宗主报复你？楚风低头，鼻尖蹭过她光洁的额头。就算是与整个万寿宗为敌，我也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更何况，你这都是为了我。他的指尖划过她的脊背，惹得她一阵轻颤。温玉言抬起头，美眸中水波流转，带着一丝嗔怪。秘境马上就要开启了，你就一点没想着秘境的事？楚风俯身吻了吻她的唇角，语气带着一丝宠溺。以我的修为，秘境之中谁是我的对手？你的宗主也不行。他的话音顿了顿，目光落在她泛红的眼角，眼中的笑意更浓。倒是你累坏了吧？温玉言的脸颊更红，他伸手捶了捶她的胸膛，却没什么力气。还不是因为你。云天秘境的入口处早已是人潮涌动，一座巨大的石门矗立在云雾缭绕的山峰之巅，这便是云天秘境的入口。丹阳宗的队伍就站在石门左侧的空地上，除了当初参加云天大会的5人，剩余的95人都是宗门内的精英弟子。楚风的目光扫过人群，很快便看到了2个熟悉的面孔，秦云和柳如烟。至于孟诗诗，则是乖巧地站在他身边，宛若一个听话的婢女一般。就在此时，秦云的目光悄然落在了人群中的一道身影上，那是一个身着白色长裙的女子，容颜清丽，眉宇间带着一丝淡淡的哀愁。她便是简州的女儿简灵儿。自从简州被楚风一剑劈死之后，简灵儿便对楚风恨之入骨，一心想要为父报仇。秦云趁着众人不注意，悄然转身朝着简灵儿的方向走去。他走到简灵儿的身后，压低声音道：“简师妹。”简灵儿的身体微微一颤，眼中闪过一丝警惕。有事？秦云微微一笑，左右看了看，确定没有人注意他们，这才凑近简灵儿，声音压得更低：“我知道你想杀楚风，为你父亲报仇。”简灵儿的眼中闪过一丝杀意，她死死地盯着秦云，语气冰冷：“你想干什么？”秦云挤出一抹笑意，继续说道：“你要杀楚风，我可以帮你。”简灵儿的眉头紧紧地皱起：“楚风是丹阳宗的太上长老，你为什么要帮我杀他？”秦云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眼中闪过一丝怨毒：“他抢了我的未婚妻，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简灵儿顺着秦云的目光看向了人群中的孟诗诗，她在看向秦云之时，眼中闪过一丝怜悯之色。楚风可是元婴3重的修士，实力深不可测。秦云的眼中闪过一丝得意的光芒，他缓缓从纳戒中取出一张泛黄的地图，地图之上画着秘境的地形，中央的位置标注着一个血色的骷髅头，旁边写着4个字：圣殿。这是我偶然得到的秘境地图，地图中央的圣殿里冰封着一具合体期大能的傀儡尸体，只要我们能得到这具傀儡，就算楚风是元婴3重，也绝不是我们的对手。他眼中闪过一丝疯狂的光芒，继续说道：“到时候我不仅要杀了楚风，还要让他亲眼看着赵有荣尘伏在我的面前。”简灵儿看着地图上的魔教圣殿，眼中闪过一丝犹豫。合体期大能的尸体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可是秦云的为人他早有耳闻，此人阴险狡诈，睚眦必报，绝不是什么值得信任的人。最重要的是，他早已经变卖了所有的修炼资源，换了一样足以置楚风于死地的东西。不必了。秦云的笑容瞬间僵在脸上，眼中闪过一丝错愕：“你什么意思？”简灵儿眼中闪过一丝决绝：“杀楚风，我自己就可以。”秦云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简灵儿竟然会拒绝他。不过没关系，秦云的眼中闪过一丝阴鸷的光芒，就算没有简灵儿的帮助，他也一样能得到魔教圣殿里的合体期傀儡。到时候他要让简灵儿也跪在自己的面前。就在这时，一道清冷的声音突然响彻整个山峰之巅，所有人安静。叶棠缓步走到石门之前，宣布规则：此次进入秘境的时间是1个月，1个月之后秘境入口会再次开启，若是到时候出不来，便会被困在秘境之中。圣气的力量太过强大，会引发秘境入口的空间裂缝出现紊乱。进入秘境不允许携带圣气和炼虚境气灵。楚风的眉头微微一挑，他倒是无所谓，就算没有圣气，他的实力也足以应对秘境之中的危险。紧接着叶棠抬手一挥，一道灵力注入石门之上的符文，嗡！石门之上的符文瞬间亮起，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一股磅礴的吸力从石门之内传来，秘境开启了，冲啊！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众人瞬间沸腾了，他们争先恐后地朝着石门冲去，生怕晚了一步就错失了进入秘境的机会。就在楚风即将踏入石门的瞬间，一道身影突然从他的身旁擦肩而过，正是简灵儿。一阵天旋地转的眩晕感袭来，楚风只觉得眼前一花，身体便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拉扯着，朝着未知的方向飞去。不知过了多久，楚风终于感觉到脚下传来一阵踏实的触感，他缓缓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身处一片茂密的森林之中，古木参天，遮天蔽日，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灵气，还有一丝淡淡的血腥味。这里便是云天秘境。楚风的目光扫过四周，发现身边只有一个人，孟诗诗。孟诗诗正蜷缩在一棵大树下，脸色苍白，显然还没从传送的眩晕感中回过神来。诗诗，楚风的声音响起，孟诗诗猛地抬起头，她的身体微微一颤，连忙站起身。主人。楚风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秘境之中的传送是随机的，身边只有孟诗诗也在意料之中。就在这时，一道苍老的声音突然响彻整个秘境，如同洪钟大吕般传入每个人的耳中。紧接着，他便发现孟诗诗的头顶突然亮起一道道金色的光点，这些光点如同萤火虫般散发着淡淡的光芒。楚风的眼中闪过一丝了然，这些光点应该和秘境之中的机缘有关，这里的所有人都已经成了他的猎物。就在这时，一股刺骨的寒意突然从楚风的脚底升起，如同潮水般瞬间席卷了他的全身。楚风的身体猛地一颤，一股钻心的疼痛从四肢百骸传来，他的身体瞬间僵住，牙齿不受控制的打颤，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神魂仿佛要被这股寒意彻底冰封。楚风低头一看，顿时瞳孔骤缩，只见他的手腕处不知何时出现了一道细细的红色血线，这道血线如同有生命一般，正在缓缓地向上蔓延，并且以手腕为中心，朝着四周扩散开来，形成了一张密密麻麻的血网，将他的整条手臂包裹。血网越收越紧，楚风的手臂传来一阵剧痛，仿佛被无数把锋利的刀子切割着。他能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手臂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如同破碎的瓷娃娃一般，布满了细密的裂纹，鲜血从裂纹中渗出，染红了他的衣袖，触目惊心。这是什么东西？楚风连忙运转体内的灵力，想要将这道血线驱散，可他的灵力刚一运转，血线便像是受到了刺激一般，扩散的速度变得更快，而且他的灵力正在被血线源源不断的吸收。他调动的灵力越多，血线扩散的速度就越快。楚风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立即停止了灵力的运转。就在这时，他的胸口处突然传来一阵剧痛。楚风低头一看，只见他的胸口处竟然出现了一只血色的眼睛，这只眼睛栩栩如生，眼瞳是暗红色的，正死死地盯着他，散发着一股浓郁的怨毒之气。血线已经蔓延到了他的胸口，并且还在朝着他的心脏蔓延。楚风的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危机感，他好像中了一种咒怨，这种咒怨不仅能吞噬灵力，还能冰封灵魂，一旦彻底蔓延到心脏，他便会魂飞魄散。楚风的目光扫过四周，想要破解这种咒怨，必须炼制出专门的解药，而炼制解药需要一种极其稀有的灵药——血莲华。血莲华能解天下奇毒，对这种咒怨更是有着奇效。诗诗，孟诗诗被楚风的模样吓得脸色惨白，她看着楚风手臂上的血网和胸口的血眼，身体剧烈的颤抖着。主人，你怎么了？楚风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体内的剧痛，语气急切地说道：我中了咒怨，需要一株灵药来炼制解药，这株灵药名叫血莲华，你现在立刻去帮我寻找血莲华。好，主人，你一定要等我回来。说完，孟诗诗不再犹豫，转身朝着秘境深处跑去。楚风的身体几乎完全瘫软在粗糙的树皮上，头歪向一侧，他的胸膛微微起伏，气息微弱的如同风中残烛，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细碎的喘息，仿佛下一秒便会彻底断绝。缠绕在他周身的红色血线依旧在缓缓蠕动，一点点蚕食着他的生机。原本细密的血网此刻已经蔓延到了脖颈，离咽喉只有寸许之遥。咒怨的力量远比他想象的更加霸道，不仅吞噬灵力，还在疯狂侵蚀他的神魂。在孟诗诗转身离去的那一刻，他便再也抵挡不住那股刺骨的寒意，眼前一黑，几乎昏死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一阵轻微的脚步声踩着厚厚的落叶悄然逼近，脚步声的主人正是简灵儿。简灵儿缓缓走到楚风的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瘫软的模样。楚风啊，楚风，没想到你也有今天。这时魂血咒乃是云天宫的禁术，中咒者神魂会被一点点蚕食，最终魂飞魄散，连转世的机会都没有。多少元阴境的强者中了此咒，撑不过一炷香便会暴毙。你竟然撑了这么久，倒是让我有些意外。他缓缓蹲下身，伸出纤细的手指探向楚风的鼻尖，指尖传来一丝若有若无的温热气息。简灵儿的眉头微微一挑，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你道士命硬。他的目光落在楚风的纳戒上，眼中闪过一丝贪婪的光芒。他父亲死后，云天宫那些曾经巴结他的人，现在纷纷离他远去，就连修炼资源也给他少了。楚风身为丹阳宗的太上长老，
那戒里定然藏着不少好东西。心念及此，简灵儿抬手便去摘楚风的那戒，他的手指刚触碰到那戒，便感觉到一股微弱的阻力。简灵儿冷哼一声，指尖凝聚出一缕灵力，强行破开了那戒的禁制。那戒的禁制被破，里面的东西瞬间呈现在他的眼前。简灵儿先是一愣，随即脸上露出了一丝错愕的神色。那戒里竟然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女子衣物，水绿色的罗裙，粉色的肚兜，还有几双绣着精致花纹的软缎罗袜。这些衣物散发着淡淡的馨香，显然是女子的贴身之物。简灵儿的脸颊微微一红，眼中闪过一丝鄙夷。没想到堂堂丹阳宗太上长老竟然还好这一口。他强压下心中的错愕，伸手在这些衣物中翻找起来。他不信楚风的那戒里只有这些东西。果然，在衣物的最底层，他摸到了一个冰凉的玉瓶。简灵儿心中一喜，连忙将玉瓶取了出来。8品丹药。简灵儿的眼中闪过一丝狂喜，她小心翼翼地拔开瓶塞，一股浓郁的药香瞬间弥漫开来。简灵儿满意地将玉瓶收入自己的那戒中，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有了这枚8品丹药，她的修为定能更上一层楼。她的目光再次落在楚风的脸上，即便是在昏死之中，她依旧带着一股睥睨天下的气势。可惜了这么一张俊朗的脸。简灵儿轻声低语，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可以剥下来做成人皮面具。她缓缓举起了手中的匕首，就在匕首的刃口即将触碰到楚风脸颊的那一刻，简灵儿的手指突然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她低头一看，瞳孔骤缩，只见她的食指指尖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块墨绿色的斑块。这块斑块如同活物一般，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朝着她的手臂蔓延。这是什么？简灵儿的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恐惧，她想要甩脱那块斑块，却发现斑块如同枯骨之躯，根本甩不掉。紧接着，一股撕心裂肺的剧痛从她的胸口炸开。呀！简灵儿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她的身体剧烈的颤抖着，喉咙一甜，一口黑血猛地喷了出来。毒！那戒上有毒！简灵儿的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她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她这才意识到，楚风的那戒根本不是那么好拿的。简灵儿不敢有丝毫的迟疑，她连忙从自己的那戒中取出一个个玉瓶，将里面的解毒丹一股脑的倒出来，胡乱的塞进嘴里。可是，无论她吃下多少解毒丹，那墨绿色的斑块依旧在疯狂蔓延，胸口的剧痛也没有丝毫的缓解，反而随着解毒丹的摄入，毒素扩散的速度变得更快了。没用，都没用。简灵儿看着自己手臂上已经蔓延到肘部的墨绿色斑块，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悔意。她不该贪财的，不该去碰楚风的那戒。简灵儿的目光再次落在楚风的身上，她的眼中闪过一丝怀疑：楚风真的昏死过去了吗？还是说他是在伪装昏迷，故意引他上钩？这个念头一出，便如同野草般疯长起来。简灵儿强忍着剧痛，对着楚风厉声喝道：楚风，你给我装死！你以为这样就能骗到我吗？你快把解药交出来，否则我就算是拼了这条命，也要拉着你同归于尽。然而楚风依旧瘫软在那里，连一丝一毫的反应都没有。简灵儿的眉头紧紧地皱起，她咬着牙，心中的怀疑更甚。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简灵儿缓缓举起了手中的匕首。如果楚风真的昏死了，那他这一刀下去就能彻底了结他的性命。如果楚风是在伪装，那他一定会在最后关头出手。简灵儿深吸一口气，将体内仅剩的一丝灵力注入匕首之中。匕首的寒光暴涨，他猛地朝着楚风的咽喉刺去，刀锋划破空气，离楚风的咽喉只有1寸的距离。就在这时，一只大手突然从旁边伸出，稳稳地抓住了简灵儿的手腕。那只手的力道极大，死死地钳住了他的手腕，让他无法再前进分毫。简灵儿瞳孔骤缩，他猛地抬起头看向楚风，只见楚风不知何时已经睁开了眼睛，正冰冷地注视着他。你果然是装的！简灵儿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在这一刻凝固了。楚风看着简灵儿那副惊骇欲绝的模样，缓缓吐出一口浊气，那口浊气带着淡淡的黑雾。他将袖中的一枚止血丹塞进嘴里，丹药入口即化，一股温热的暖流瞬间席卷全身。你就是给我施了咒的人吧？简灵儿的身体猛地一颤，他彻底落入楚风的圈套了。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疯狂，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他猛地抬起另一只手，手中的匕首朝着楚风的心脏刺去。这一刀，他拼尽了体内最后的一丝灵力，拼死一击，速度快如闪电。然而，楚风的速度比他更快。咔嚓！楚风握着简灵儿手腕的手猛地用力，简灵儿只觉得一股剧痛从手腕处传来，他的手臂以一个诡异的角度弯曲着，骨头断了。简灵儿的口中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手中的匕首掉落在地上。下一瞬，刀光闪过，楚风不知何时已经捡起了地上的匕首，他手腕一翻，匕首的刃口便刺入了简灵儿的腋窝之下，那位置选得极为刁钻，正好刺中了他手臂的经脉。简灵儿只觉得一股剧痛从腋窝处传来，他的手臂瞬间垂落下去，再也抬不起来了。简灵儿的眼中充满了怨毒，他死死地盯着楚风，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可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另外一只手臂的腋窝处也传来了一阵刺骨的剧痛。若是在正常情况下，以简灵儿金丹6重的修为，
中了这2刀，还不至于如此狼狈。可是此刻他体内的毒素正在疯狂地侵蚀着他的丹田，他的灵力已经彻底断绝，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那剧烈的疼痛感如同潮水般席卷了他的全身，简灵儿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滚落，他死死地咬着牙，嘴唇被咬得鲜血淋漓，才没有发出一声求饶的声音。楚风看着简灵儿那腹痛不欲生的模样，冷声道：“说说吧，你至少有3句话要说。”简灵儿深吸一口气，强忍着剧痛，对着楚风说道：“我们做个交易吧。现在他只想保住自己的命。”噗嗤！楚风面无表情地举起匕首，再次刺入了简灵儿的大腿。匕首的刃口没入肉中，传来一阵清晰的刺痛。简灵儿的身体猛地一颤，心间狠狠地抽搐了一下。楚风转动匕首，声音更冷了几分：“不是这句。”简灵儿倒吸一口凉气，随即破口大骂：“楚风，你不得好死！”也不是这句。楚风的话音刚落，匕首再次拔出，又刺入了他的另一条大腿。剧烈的疼痛让简灵儿的身体蜷缩起来，他死死地咬着牙，眼泪不受控制地滑落下来。他终于明白，楚风根本不是在和他谈条件，楚风是在和他比谁的命更硬。其实楚风并不知道是谁给他下了咒，但是料到了他会来，所以提前在那戒上涂了剧毒。这种剧毒是他亲手炼制，唯一的解药早就被他吃下去了。简灵儿紧抿着唇，你休想在我口中知道解咒之法。简灵儿的声音带着一丝哭腔，他宁肯死也要给父亲报仇。楚风缓缓拔出匕首，匕首的刃口滴落灼墨绿色的血液，那是毒素与血液融合后的颜色。看来你还不清楚自己的处境。一盏茶过后，楚风站在一片暗红的血泊旁，手中的匕首滴着墨绿色的血珠。简灵儿的模样已经不能用狼狈来形容了，他的食指指甲被尽数拔去，指尖血肉模糊，露出惨白的指骨，每动一下都牵扯着伤口，疼得他浑身抽搐，满口牙齿也被敲碎拔光，嘴唇肿得老高，嘴角淌着混合着血沫的口水。简灵儿垂着脑袋，凌乱的头发被冷汗浸透，黏腻地贴在脸颊和脖梗上，遮住了他大半的脸。他的身体剧烈地颤抖着，像一片被狂风摧残的落叶，连抬起头的力气都没有了。呵，他张开嘴，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破碎的呻吟。此刻的他已经是进气多出气少，胸膛的起伏越来越微弱，就连神志都变得模糊不清。眼前的景象在他眼里扭曲成一片血色的混沌，耳边只剩下自己粗重的喘息声。食魂血咒是云天宫的禁术，霸道无比。他本以为楚风就算不死，也会变成一个废人，任他宰割。可他万万没想到，楚风不仅扛住了咒怨的侵蚀，还反过来给他下了毒，用最残忍的方式折磨他。简灵儿的目光越来越涣散，眼皮沉重的像灌了铅，他的嘴里不停的喃喃自语，声音微弱的只有离得极近才能听清。杀了我吧！他不想再承受这种痛苦了，死亡对他来说已经成了一种奢望。楚风蹲下身，手中的匕首轻轻挑起他的下巴，迫使他抬起头。如何破解这咒怨？说食魂血咒的侵蚀越来越严重，他能感觉到那道血线已经蔓延到了心脏附近，胸口的邪炎眨动得越来越频繁。他必须尽快找到破解之法，否则就算杀了简灵儿，他也难逃一死。简灵儿的嘴唇动了动，声音断断续续，需要炼化凤七枝方可破解咒怨。凤七枝！楚风的眼睛猛地一亮，他听过这种灵药，能解天下奇毒，更能滋养神魂。凤七枝你放哪了？简灵儿的喉咙里发出一阵痛苦的呻吟，他的头无力地垂下。我没有。楚风的眉头猛地皱起，眼神瞬间变得凌厉，他盯着简灵儿，仿佛要将他看穿。简灵儿既然知道凤七枝能破解咒怨，怎么可能没有准备？他一定是在撒谎！你耍我！匕首的刃口对准了简灵儿的耳朵，只要轻轻一划，这只耳朵就会被齐根割下。简灵儿涣散的目光里终于闪过一丝清明，他拼命地摇着头，因为动作太剧烈，牵扯到了身上的伤口，疼得他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我真的没有凤七枝！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哀求，泪水混合着血水从他的眼角滑落。见状，楚风是真的相信了他没有凤七枝。既然如此，那就去见你爹吧。没有凤七枝的下落，留着简灵儿也只是一个累赘。然而就在楚风准备动手了结简灵儿性命之时，异变陡生，磅礴的咒怨之力突然从他的体内爆发出来，那道缠绕在他周身的红色血线瞬间变得无比鲜艳，如同活过来一般。胸口的邪眼猛地睁开，散发出一股浓郁的怨毒之气，刺得楚风的神魂一阵剧痛。楚风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四肢百骸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仿佛有无数把刀子在切割他的骨头。他的身体剧烈地颤抖着，手中的匕首再也握不住。楚风踉跄着后退了数步，背靠在一棵大树上，才勉强稳住身形。之前他试装的气若游丝，现在是真的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连动弹一下手指都觉得困难。食魂血咒彻底爆发了。简灵儿看着楚风狼狈的模样，先是一愣，随即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大笑。楚风，你死定了！他笑得浑身抽搐，伤口被牵扯得剧痛无比，可他却毫不在意。看着楚风那副动弹不得的模样，他眼中充满了报复的快意。楚风，
你一定会死得比我更惨。楚风抬起头，目光死死地盯着简灵儿，我就算是死，也会拉着你陪葬。他咬紧牙关，想要朝着简灵儿扑过去，可身体却像灌了铅一般，根本动弹不得。简灵儿看着他那副挣扎的模样，笑得更加得意了。他的目光不经意间扫过楚风的身后，当看到那道缓缓走来的身影时，眼睛猛地一亮，有救了，他有救了。简灵儿的嘴角勾起一抹阴鸷的笑容，他强忍着剧痛，颤抖着从纳戒中取出一张符箓，这张符箓是他最后的保命之物，同生符。只要将其打在他人身上，就能将他身上的一半毒素转移到对方的身上。虽然无法彻底解毒，但至少能让他减轻痛苦，争得一线生机。简灵儿，他扬了扬手中的符箓，对着楚风身后的身影大声喊道：“秦师兄，快杀了楚风！”楚风的心中猛地一沉，他豁然转头，只见秦云正朝着这边走来，脸上带着一丝得意的笑容。显然他已经来了很久，将刚才的一切都尽收眼底。秦云看到楚风那副重伤垂死、动弹不得的模样，眼中闪过一丝狂喜。他追踪简灵儿的气息来到这里，却没想到楚风和简灵儿竟然两败俱伤了，这真是天助我也！秦云猛地拔出腰间的长剑，剑身寒光闪闪，带着一股凌厉的杀意。楚风，你的死期到了！他朝着楚风冲了过来，速度越来越快，眼中的杀意越来越浓。你抢了我的未婚妻，毁了我的前程，今日我就要取你狗命！秦云的声音里充满了疯狂的快意，仿佛已经看到了楚风被他一剑穿心的场景。等我杀了你，我会在你的尸体前肆意蹂躏你的所有女人。简灵儿看着秦云的身影越来越近，那张布满血污的脸上竟挤出了一抹近乎癫狂的灿烂笑容。再近一点，再近一点！只要秦云再靠近3尺，他就能将手中的同生符打出去，一半的毒素转移到秦云身上，他就能从这无边的痛苦里挣脱出来，哪怕只剩半条命，也能苟延残喘下去。他已经能够想象毒素转移后，楚风眼睁睁看着他逃走，却无能为力的憋屈。楚风看着秦云提着长剑逼近，眼神越发阴霾。此刻他体内的灵力紊乱的如同乱麻，能够调动的灵力实在有限。完了吗？楚风的心中第一次涌起了一丝无力。他能算计简灵儿，能扛住咒怨的侵蚀，却没算到秦云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冒出来。就在这绝望的念头如同潮水般即将淹没他的意识时，他的余光无意间瞥见了天空，一道赤红的光影正如同流星般掠过密林中的参天古木，那流光溢彩的羽毛在昏暗的天光下泛着如同火焰般的光泽。朱雀！楚风的心中猛地燃起了一丝希望，他强忍着神魂的剧痛，调动其体内仅剩的一丝精神力，运转起御兽灵诀。无形的精神力丝线瞬间延伸出去，缠绕上了那只正在低空盘旋的朱雀。朱雀的身体猛地一颤，眼中先是闪过一丝迷茫，随即俯冲而下。简灵儿还在盯着秦云的脚步，看着他离楚风越来越近，离自己也越来越近。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心脏狂跳不止，手中的同生符已经开始微微发烫。就是现在！简灵儿猛地抬起手，正准备催动符箓将其打向秦云。立！一道赤红的光影如同离弦的箭从天空中俯冲而下，速度快得不可思议。简灵儿的瞳孔骤然收缩，他甚至来不及反应，只觉得手中一空，那只朱雀竟然用叼住了他手中的同生符。不！简灵儿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他的身体猛地向前扑去，想要夺回那张符箓，可他浑身是伤，灵力尽失，刚一动作便重地摔在地上，溅起一片血水。朱雀叼着同生符，扑棱着翅膀飞到了楚风的面前，将同生符放在了他的掌心。简灵儿看着那枚落在楚风手中的同生符，整个人都傻了。那是他的符箓，他的救命符，他竟然忘了楚风能够御兽。还给我，把符箓还给我，那是我的。他拼命地朝着楚风的方向爬去，只见在地上画出一道道血痕，每爬一步，身上的伤口就会裂开，鲜血汩汩涌出。可他不管不顾，眼中只有那枚被楚风捏在掌心的同生符。楚风没有理会他的嘶吼，他的目光落在了已经冲到面前的秦云身上。秦云提着长剑，眼中的杀意浓郁的几乎要溢出来。去死吧！秦云怒吼一声，手中的长剑朝着楚风狠狠劈下。这一剑他用尽了全力，是要将楚风劈成两半。楚风掌心的同生符在他的灵力催动下，瞬间爆发出一阵璀璨的黄色光芒。嗡！一道刺目的黄光从符箓上爆发出来，瞬间笼罩了楚风和秦云。诡异的一幕发生了，楚风周身那些缠绕的红色血线如同受到了某种召唤，疯狂地涌动起来。他们脱离了楚风的身体，化作一道道红色的流光，朝着秦云的体内涌去。秦云手中的长剑距离楚风的天灵盖只有寸许之遥，可就在这时，他的身体猛地一颤，一股钻心的剧痛从他的四肢百骸传来。秦云瞳孔骤缩，下意识低头看向自己的手掌，只见那些红色的血线正如同毒蛇般缠绕上他的手腕，并且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朝着他的手臂蔓延。这是怎么回事？秦云想要先杀楚风，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被那些血线死死缠住，动弹不得。剧痛如同潮水般席卷了他的全身，一股冰冷的怨毒之力正在疯狂地侵蚀着他的神魂，
吞噬着他的灵力。秦云扯开自己的衣襟，只见他的胸口处一道血色的纹路正在缓缓浮现，那纹路越来越清晰，最终凝聚成了一只栩栩如生的血眼。那只血眼和之前楚风胸口的血眼一模一样。秦云看着那只血眼，感受着体内灵力的飞速流逝，整个人都崩溃了。楚风，你对我干了什么？随着一半的咒怨之力转移到秦云的体内，楚风身上的压力瞬间减轻了大半，胸口的血眼颜色暗淡了许多，缠绕周身的血线也消散了大半，体内紊乱的灵力开始缓缓恢复。没想到你竟然能找到这里，真是天不亡我。秦云是他的劫，却也是他的运。简灵儿还在地上疯狂地嘶吼着，他看着秦云胸口的血眼，眼中充满了不甘。明明就差一点就能杀死楚风了，就差一点！秦云，你这个废物，活该你的女人被别人骑！秦云本就被咒怨之力折磨得痛不欲生，此刻听到简灵儿的辱骂，更是怒火攻心。他猛地抬起头，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贱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然而不等简灵儿开口，一道寒光骤然闪过，星刺剑划过了他的脖颈。简灵儿的嘶吼声戛然而止，他的身体猛地一颤，美眸瞬间瞪得溜圆。他看着楚风那张冰冷的脸庞，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要说什么，却只能发出一阵呵呵的声响。鲜血从他的脖颈处喷涌而出，如同喷泉般溅起3尺之高。他的脑袋咕噜噜地滚落在地，在地上转了几圈，最终停在了秦云的脚边。秦云低头看着脚边那颗血淋淋的脑袋，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他的身体猛地一颤，裤裆瞬间一热，一股骚臭味弥漫开来。他竟然被吓得尿裤子了！不要杀我！秦云的声音带着一丝哭腔，他拼命地往后退。我是丹阳宗的弟子，你不能杀我！下一刻，他从纳戒中突然取出了一枚青色的玉符，这是传送玉符，能随机传送出100里之外，也是他的保命底牌。嗡！秦云毫不犹豫地捏碎了玉符，一道青色的光芒瞬间笼罩了他的身体。楚风，我一定会杀了你！下一刻，他的身形便在青色的光芒中彻底消失了。楚风看着秦云消失的地方，脸上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刚刚他没想过要杀秦云。孟诗诗是气运之女，身为他曾经的未婚夫，秦云的气运绝不会差。秘境广阔无边，想要找到凤栖之谈何容易？只有跟着秦云，才有最大的可能找到凤栖之的下落。刚刚他已经将追踪符打入了秦云体内，无论秦云去都逃不掉。他看着秦云消失的方向，冷声道：秦云，你跑不出我的手掌心的。空间一阵扭曲，泛起层层涟漪。下一刻，一道狼狈的身影从涟漪中跌出。秦云捂着胸口，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冷汗顺着脸颊滑落，浸湿了胸前的衣襟。他的脸色惨白如纸，嘴唇毫无血色，胸口那只血色的眼睛还在诡异地眨动着，每一次眨动都带来一阵钻心的神魂刺痛。催动传送符，让他耗尽了体内最后一丝灵力。此刻的他，虚弱的连抬手的力气都快没了。这里是一片极为茂密的密林，参天古木遮天蔽日，阳光只能透过树叶的缝隙筛下细碎的光斑。楚风，你这该死啊！他望了一眼身后，确认没有楚风的身影，才松了一口气。他怎么也没想到，楚风竟然还有后手，竟然把一半的咒怨转移到了他的身上。秦云捂着胸口，感受着那股不断侵蚀神魂的怨毒之力，眼中闪过一丝怨毒。此仇不报，我秦云誓不为人。就在这时，一道清冷的声音突然从前方的密林深处传来。秦云，秦云的身体猛地一颤，他警惕地抬起头，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只见不远处的一棵古树下，站着一个身着青色道袍的年轻男子，他手中握着一只青铜罗盘，身形挺拔，面容清秀，正是天震宗的阵法天才霍修。霍修！秦云惊呼出声，随即试图掩盖自己的狼狈。霍修走上前来，目光上下打量着秦云，眉头微微皱起。你怎么搞成了这副模样？霍修的语气带着一丝疑惑，目光在秦云的身上游走，似乎在探寻着什么。秦云的心中咯噔一下，他可不想让霍修知道自己被楚风打得落荒而逃，还中了诡异的咒怨。我刚刚差点一剑杀了楚风那个狗贼，却没想到此子如此奸诈，竟然用阴毒的手段暗算我。霍修的目光始终游弋在秦云的身上，眼神中带着一丝玩味。他没有说话，只是绕着秦云走了一圈，嘴角勾起一抹奇异的笑容。片刻之后，霍修停下脚步，语气带着一丝戏谑：你很勇哦。秦云被霍修看得有些不自在，他梗着脖子道：我超勇的，要不是那个狗贼耍诈，我早就把他碎尸万段了。霍修看着他那副逞强的模样，眼中的笑意更浓了。他缓缓走上前，伸出手指轻轻戳了戳秦云手臂肌肉，身材不错哦，蛮结实的。霍修的声音带着一丝异样的柔和，听得秦云浑身发麻。秦云终于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那笑容也让他觉得毛骨悚然。你干嘛？霍修手指微微一动，指尖突然泛起阵阵浓郁的黑雾，那黑雾如同活物一般在他的指尖缠绕。秦云的脸色微微一变，那黑雾之中蕴含着一股邪恶的力量。不等秦云反应过来，霍修的手掌顺势搭在了他的肩膀上。我有一件对付楚风的法宝，你要不要看？法宝？秦云的眼睛猛地一亮，所有的警惕瞬间抛到了九霄云外。对付楚风的法宝，这正是他现在最需要的东西。只要有了法宝，他就能报仇雪恨，
杀了楚风那个狗贼。秦云的脸上露出了急切的神色，他往前凑了凑，任由霍修的手搭在自己的肩膀上，语气带着一丝急切：“什么法宝？快拿出来给我看看！”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霍修的手，恨不得立刻看到那件法宝。然而，就在秦云凑近的瞬间，霍修搭在他肩膀上的大手猛地用力，一股巨大的力量传来。秦云根本来不及反应，只觉得双腿一软，竟然被霍修强行按得跪了下去。秦云猛地抬头，看着霍修那张带着诡异笑容的脸，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不安。他挣扎着想要站起身，却发现霍修的手如同铁钳一般，死死地钳着他的肩膀，让他动弹不得。你想干嘛？秦云的声音带着一丝惊恐，他拼命地扭动着身体，想要挣脱霍修的束缚。霍修缓缓蹲下身，目光落在秦云涨红的脸上，嘴角的笑容愈发浓郁。他伸出手，轻轻抚摸着秦云的脸颊。哎呦，你脸红了。他的目光缓缓下移，眼中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来，让我看看。秦云的身体猛地一颤，他看着霍修那双充满欲望的眼睛，终于明白过来。下一刻，他只觉得一阵反胃，胃里翻江倒海，差点把早饭都吐出来。他怎么也没想到，平日里看起来一本正经的霍修，竟然有这种癖好，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秦云的余光飞快地扫视着四周，想着该如何逃跑。一旦被霍修得逞，后果不堪设想。你不要过来啊！霍修看着他那副惊慌失措的模样，眼中的兴奋更浓了。来，让我看看你发育正不正常。不要！秦云的声音带着一丝哭腔，他看着霍修那越来越近的身影，只觉得浑身冰冷，如同坠入了冰窖。恶心，太恶心了！他好不容易摆脱了楚风的追杀，竟然又落入了霍修的手里。早知道这样，还不如死在楚风的手里。见秦云浑身发抖，霍修的嘴角微微勾起，他缓缓抬起头，那双原本清澈的眸子此刻骤然发生了变化，眼白一点点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浓郁的黑色。那双漆黑的眸子如同深渊一般，看不到一丝光亮，散发着一股令人心悸的邪气。与此同时，霍修的身后猛地弥漫出一股浓郁的黑雾，黑雾凝聚，渐渐化作一道模糊的身影。那身影体胖如猪，肚子圆滚滚的，几乎垂到了地上，可身形却又似侏儒一般矮小，四肢短粗，看起来不伦不类。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那道身影的头颅竟然是一颗硕大无比的猪头，猪头的两只眼睛通红的，如同两颗血珠，死死地盯着秦云。真是拿你没办法。霍修的声音突然变得沙哑，完全没有了之前的清朗，听起来如同破锣一般，令人不寒而栗。秦云看着霍修身后那道猪头黑影，又看着霍修那双漆黑的眸子，瞳孔骤然收缩，口中发出一声惊骇的尖叫：“你不是霍修！”直到此刻，他才终于明白过来，眼前的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天震宗的霍修，或者说霍修的身体已经被这个妖兽给占据了。难道天要亡我吗？秦云的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悲凉，他看着那道猪头黑影，只觉得一阵反胃。如果是霍修，他心里还能勉强接受一些，可是面对这个恶心的猪妖，秦云再也忍不住了，他扶着旁边的树干，剧烈的呕吐起来。结！猪头黑影看着他那副呕吐的模样，发出一阵怪笑。秦云吐得昏天黑地，只觉得头晕目眩。他紧紧地盯着霍修，一步步后退。下一刻，他一个踉跄，直接跌坐在了地上。啊！这一跤摔得他头晕眼花，浑身的骨头都像是散了架一般，胸口的咒怨之力再次爆发出来，疼得他龇牙咧嘴。结！霍修眼中的红光更盛，一步步朝着秦云逼近，每走一步，地面上都会留下一个黑色的脚印。听话，让我看看。不要！秦云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霍修猛地抬起手，掌心凝聚出一团浓郁的黑雾，黑雾翻涌朝着秦云轰去。秦云只觉得一股邪气如同潮水般涌入他的体内，所过之处经脉寸寸断裂，灵力瞬间溃散。秦云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他的身体剧烈的抽搐着，四肢不受控制的耸动着，眼前的景象开始扭曲。霍修那张带着诡异笑容的脸，还有那道猪头黑影，在他的眼前不断放大。完了！